混账东西，你真是彻底堕落了。身为宗门2大圣子候选人之一，平日里贪恋美色，不思进取也就罢了，如今竟敢与作恶多端的九幽魔教圣女走得如此近。若不是有为师压着，宗主与3位长老哪能容你到现在，早就将你斩了以示效尤了。有位冷艳高贵的女子端坐在宝椅上，她身着紫色流仙裙，肌肤胜雪，身姿高挑婀娜，好似那9天之上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穆婉清盯着眼前的青衫年轻人，美眸中的怒火毫不掩饰。宁天狡辩道：师尊，冤枉啊，我和柳妹儿就见过2次，接近她也只是为了灵因果，根本没有其他关系啊，你自己看看这是什么。穆婉清素手一挥，一块流影石镜直飞向宁天。卧槽！宁天看着流影石中的画面直接懵了。只见画面里的他深情款款地捧着一位妖娆妩媚的女子小手，也不知道在说着什么。逆徒，人证物证都在，你还有什么话说？穆婉清凝视着宁天，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啊这，宁天一时语塞，总不能说自己当时被柳妹儿迷得不要不要的，正对着他展开疯狂似的花言巧语洗脑吧。他很清楚，这话要是说出口，师尊绝对会当场击毙自己。算了，还是认错吧。师尊向来刀子嘴豆腐心，只要自己低头服软，他肯定会像以前那样原谅自己。宁天满脸诚恳地说道：师尊，徒儿知错了，还望您不要生气。穆婉清揉了揉额头，无奈道：日后不准再与柳妹儿有任何往来，否则休怪为师不念师徒情分。是，徒儿记住了。宁天心中一喜，连连点头保证。正当他以为此事就此结果的时候，师尊大人接下来的话直接让他呆立当场。你的性格太过浮躁，不适合当天演道宗的圣子，为师和宗主他们商议过，决定废除你的圣子候选人身份，1个月后立赵不凡为当代圣子。宁天瞳孔骤缩，紧张地追问道：师尊，您没跟弟子开玩笑吧？你觉得呢？穆婉清淡淡地瞥了他一眼，语气透着不容置疑。宁天脚下踉跄着后退2步，心中的愤怒陡然爆发，声嘶力竭地咆哮道：我为了当圣子，这些年付出了多少心血，凭什么一句话就把我给否定了？穆婉清，我可是你的亲传弟子啊！你不帮自己的弟子，反倒立与我争锋多年的赵不凡为圣子，你究竟拿不拿我当徒？此时此刻，宁天怒火冲天。5年前，他穿越到大千道域，有幸加入青州明面上最强5大宗门之一的天眼道宗，凭借远超同龄人的天赋，迅速崭露头角，被太上长老穆婉清收为亲传弟子。为了坐上圣子之位，他拼命修炼，终于在1个月前突破到了元婴境巅峰，成为宗门内最强的2大天骄之一，顺利入选圣子候选人。本以为只要在圣子争夺战中击败跟自己势均力敌的赵不凡，即可当上梦寐以求的圣子。现在你告诉他，所有的努力都成了一场空，圣子之位与他失之交臂了。促成这一切的还是自己最敬重的师尊。混账，放肆！穆婉清见他竟敢直呼自己的姓名，被气得脸色一阵青一阵白，但最终还是强行压下了怒火。宁天的努力他都看在眼里，可错了就是错了，必须严惩。穆婉清身为天眼道宗的太上长老，徒儿平日里仗势欺人，招惹是非，他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与魔道圣女有纠葛一事，对宗门声誉影响太大，他必须给全体弟子一个交代，否则传扬出去，他这尊准地强者的脸面还要不要了？穆婉清无奈地再次揉了揉额头，语气稍稍缓和了些。为师知道你不甘，可你的性格确实不适合做圣子，所以为师与宗主、长老们商议时，提过让你担任全体弟子的师兄，地位仅次于圣子。我的性格不适合，难道赵不凡那个伪君子就适合了？宁天怒声反问，只觉得师尊双标的可笑，恨不得将他按住，狠狠地收拾一顿。自己贪恋美色，喜欢搞事情不假，可他至少敢作敢为。而赵不凡呢？那家伙就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君子，论卑劣，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定，检测到宿主对双标的师尊产生别样想法，伟大的反派炼成系统降临。选择1，咽下心中的怨气，继续做师尊的乖徒儿，奖励炼气丹1枚。选择2，师尊双标的可恶，必须狠狠给他点颜色瞧瞧，奖励子母蛊1对。子母蛊可对修士种下子蛊，宿主凭借母蛊可随时随地镇压对方，非大地强者无法破解。卧槽！5年，整整5年。筒子，你知道这5年我是怎么过的吗？听到脑海中突然响起的空灵声，宁天激动的差点叫出声。属于他的穿越者金手指终于来了。番茄作者诚不欺我。定，请宿主冷静，尽快做出选择，否则本系统将自主脱离，去找下一位有梦想的宿主。筒子你别走，我不能没有你。我选2。宁天急忙在心中呐喊。结，师尊大人，这回看徒儿怎么收拾你。逆徒，你在看什么？
一而再，再而三的被自己徒儿顶撞。穆婉清正想发作的时候，突然被宁天的目光惊得的娇躯一颤。怎么回事？逆徒看自己的眼神为何如此邪恶？那模样仿佛恨不得将自己境界划分。炼气、筑基、金丹、元婴、化神、道功、生死、洞虚、合道、圣人、大圣、圣王、准帝、大帝。师尊大人，您太双标了，徒儿决定好好报答您一番。宁天笑眯眯地说道，逐步逼近。报答。穆婉清柳眉微皱，那张绝美的脸蛋上全是疑惑与不解。这话是何意？当然是字面意思了，师尊大人，您看看这是什么？宁天说着摊开手掌，掌心之中赫然出现一只散发着诡异气息的黑色小虫。蛊虫。穆婉清美眸骤缩，身为准帝强者，他一眼便认出这是消失已久的巫族秘蛊。此蛊分为母子，共生共灭。更可怕的是，被下了此蛊之人会彻底沦为母蛊持有者的傀儡，任其摆布。听说非大帝不可减。正因如此，巫族在上古时代才会被各族联合覆灭，炼制子母蛊的方法也跟着消失了。这种邪恶之物，逆徒是从哪得来的？他想做什么？不会是想把自己变成他的？某个可怕的念头在脑海里闪过，穆婉清勃然大怒。逆徒，赶紧把这恶心的东西拿走，否则为师真要生气了。可他说话的时候，宁天却趁着这个间隙，猛地抬手将子蛊朝他拍了过去。逆徒，你敢！穆婉清惊怒交加，全然没料到他真敢对自己出手，立即释放准帝威压，想把宁天和蛊虫一起镇压。然而距离实在是太近了，再加上系统出品的子母蛊太厉害，他终究还是棋差一筹。子蛊触碰到穆婉清的刹那，化作一缕黑气钻进了他的体内，他身上的恐怖气息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的修为呢？穆婉清察觉到自己的修为消失了，彻底慌了神。逆徒，快把子蛊取出来，不然你就死定了。宁天嘴角微扬，不仅不在意，反而还伸手挑起了他的下巴，迫使他抬头与自己对视。师尊大人，您真是太不乖了，今日必须让您明白徒儿生气的后果会有多严重。穆婉清俏脸上布满了慌乱，豆大的汗珠不断从鬓角滚落。可恶啊，怎么办呀？逆徒竟然敢威胁自己，看自己的眼神还从邪恶变成了炽热，他不会真想做大逆不道的事情吧？不可以！穆婉清紧咬贝齿，佯装镇定地警告道，劝你千万不要乱来，否则为师真会杀了你的。咕噜，宁天仿佛没听见，目光打量着他，情不自禁地咽了咽口水。美，师尊真是美艳绝伦。自从拜入师门，他就开始打师尊的主意了，眼下机会来了，岂会轻易放过？敢废自己圣子候选人身份，必须给师尊一个深刻的教训。结，师尊大人。宁天一步一步地朝着穆婉清靠近。穆婉清美眸瞪得大大的，从未想过逆徒会打自己的主意，他没有丝毫犹豫，起身就想逃跑。可没有修为的他，怎么可能是宁天的对手？直接就被镇压了。逆徒，你大胆，快滚开啊！嘿嘿，师尊大人。时间一晃而过，2个半小时后，叮，检测道宿主胆大包天，竟然以无敌之姿镇压师尊，行事风格震惊本系统100年，触发系统被动，奖励超级大爆发。恭喜宿主获得无上体质苍天霸体，恭喜宿主获得地品造化丹1枚，恭喜宿主获得圣品大力丹1瓶。卧槽，系统也太豪横了吧，动不动就是地品、圣品这种无上至宝。宁天惊呆了，要知道凡是沾了地字的至宝皆是尘世罕见、可遇不可求的存在，即便是5大宗门也未必能拿出几件。而且这类宝物一旦现世，必定会引发巨大的骚动，吸引无数修士的疯抢。最令人震撼的还是苍天霸体，这可是上古时代近战无敌、肉身无敌的恐怖体质啊！牛逼，简直牛逼克拉斯！我这是怎么了？穆婉清从宝椅上悠悠醒来，只觉得一阵头晕目眩，紧接着一股记忆涌上脑海。察觉到异样后，他猛地一惊，死死凝视着宁天，杀意滔天。逆徒，你个混账！穆婉清从未想过逆徒会用如此卑鄙的手段霸占自己，自己怎么就收了个这么个混账东西？他真的要气炸了。宁天只是看了他一眼，没有废话，直接转身就走。纵横花丛多年的他很清楚，此刻绝对不能贸然接话。像师尊这种声名显赫、平日里高高在上的准帝强者，何其高傲，如今受了辱，怒火十分恐怖。现在不管你说什么，他都不会听。唯一的办法就是吊着，让他自己气自己，让他自己怀疑自己，到时候一切都会不攻自破。逆徒，你……果不其然，原本怒火滔天的穆婉清见他突然离去，脸色一片煞白，显得有些不知所措。这混蛋欺负了自己，
就这样走了，都不安慰自己一下，他真的要被气坏了。逆徒，你个王八蛋，你不得好死！穆婉青红了眼眶，瘫坐在椅子上，轻声抽泣着，全然没了往日威震一方的强者风范，倒像是一只委屈的小猫咪，楚楚可怜。宁天出了师尊洞府，走在青石小道上，四周的弟子们见到他时，皆是皱起眉头，纷纷交头接耳，指指点点起来。快看，是宁师兄！你们说最近的传言是真是假？宁师兄真和九幽魔教的圣女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吗？那还能有假？他的圣子候选人的身份都被废除了，真是可惜。宁师兄可是跟赵师兄同为年轻一辈的两大顶尖天骄，因为这件事算是彻底与圣子之位无缘了。这种卑劣之人有什么好可惜的？就是，身为正道弟子，整日沉迷美色之中，行径比魔道贼子还要嚣张。若非他是太上长老的徒儿，宗主和长老们都不会留他到现在。听见四周弟子们的窃窃私语，宁天暗自冷笑，完全不在意。他的形象本来就一塌涂地，如今只是更差了一点而已，影响并不大。在这弱肉强食、强者为尊的世界，实力与背景才是决定一切的硬道理。圣子之位是他的，谁也夺不走。不过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必须先彻底征服师尊大人。回到洞府，宁天迫不及待地取出一枚晶莹剔透、散发着浓郁丹香的丹药，正是可以洗精伐髓、增强肉身强度的地品造化丹。炼化此丹，自己的体魄一道肯定能更上一层楼。宁天对暴力美学情有独钟，追求一击必杀的快感，最初选择了修炼难度更高的体魄一道。由于缺乏契合的体质，他的肉身早已经达到了瓶颈。现在有了苍天霸体，搭配上这枚造化丹，一定可以更进一大步。他直接将造化丹抛入嘴中，丹药入口即化，化作金色气流，顺着喉腔窜进腹部，扩散至四肢百骸，在奇经八脉中游走。宁天闭上双眸，催动灵力炼化，他体内开始弥漫出一股恐怖气息，显然是造化丹中的地质力量，正助他淬炼强化肉身。时间缓缓流逝，1日后，轰！沉浸式修炼的宁天体内激荡起一股汹涌澎湃的气血之力，震得洞府周围的空间都泛起丝丝涟漪。他的苍天霸体不仅从入门突破到了小成，境界也得到了提升，从元婴境巅峰破入了化神境初期。宿主宁天，境界化神境初期，体质苍天霸体，小成，功法横骨拳、排云掌、幻影迷踪步。竟然真突破了！宁天感受着体内的力量，激动无比，简直是巨大的惊喜啊！他本以为肉身强度能提升些就不错了，万万没想到苍天霸体突破了不说，就连境界也踏进了梦寐已久的化神境。照这样的速度下去，我定能领先宗门所有人。赵不凡，等着吧！1个月后立圣子的那天，便是你的死期，即便你师尊是宗主李建生，也阻止不了。宁天冷冷一笑，随即起身离开了洞府，打算去欺负一下师尊大人，来为此庆祝。刚走出洞府，一道悦耳声飘来：“师兄！”宁天侧目望去，有一位身着青色长裙、扎着高马尾、英姿飒爽的女子从远处飞了过来。女子叫苏倩倩，长老李青竹的弟子。宁天笑道：“原来是苏师妹啊，不知你找我所为何事？”师兄，你答应过人家的，说会给人家找来灵因果，这都过去快1个月了，你找到了没啊？苏倩倩走上前，娇滴滴地说道，用着可怜巴巴的模样望着他。靠，这小妖精！宁天深吸一口气，压下某种躁动，紧接着从储物戒中取出一颗通体呈现灰色的果实，正是能让元婴境修士为之疯狂的灵因果，只需炼化1颗，就有机会突破一个小境界的天地财宝。真是灵因果！苏倩倩美眸一亮，伸手就想抢夺，结果却是扑了一个空，眼睁睁地看着宁天将灵因果又收了起来。他委屈道：“说好了给人家，师兄你怎么能出尔反尔呢？”宁天轻笑道：“给你也不是不可以，只不过师妹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什么事啊？苏倩倩露出一副我很疑惑的表情。宁天岂会不知道她在装，身子微微前倾，在她耳畔轻轻说道：“师妹，当时我就说过，灵因果我会替你找，找到之后灵因果是你的，而你是我的。”听到这话，苏倩倩的脸蛋蹭的一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泛红，脚下连连后退，满脸恼怒地瞪着他。“师兄，你怎么可以趁人之危？”宁天笑意收敛，淡然道：“我什么时候趁人之危了？既然师妹毁约，那就当我没说。”言罢，他转身就走。苏倩倩见状，直接急了，急忙快步跟了上来。“师兄，你等等！”宁天嘴角扬起一抹坏笑，回头看向他：“师妹，你是打算履行诺言了？”苏倩倩微微垂首，眸中闪过一抹不易察觉的羞恼，声若蚊蝇地说道：“这件事我会考虑考虑，不过
你要先把凌音果给人家。呵，宁天冷笑不止，这女人打什么鬼主意，他怎会不清楚？这是想空手套白狼啊！千万别被苏倩倩这副柔弱娇羞模样给骗了，这可是一个实打实的渣女，愣是吊了他整整1年时间。只要现在交出凌音果，他敢肯定，这女人绝对会找其他借口来反悔，届时真就是人财两空了。因为苏倩倩乃是大长老李青竹的关门弟子，即便是他也不能把对方怎么样。眼下主动权在手，必须一次性拿捏。宁天看着眼巴巴盯着自己的苏倩倩，既然师妹要考虑，那就等考虑好再来找我吧。一说完，他完全不给苏倩倩反驳的机会，直接腾空而起，朝着师尊的明月峰飞去。可恶，这登徒子怎么不上当了？苏倩倩望着他离去的背影，不开心地跺了跺脚，似乎有被气到。宁天这2年为了追求自己，不管自己想要什么都会答应，本以为糊弄一下就可以得到凌音果，冲击元婴境巅峰，根本没料到他的态度如此强硬，怎么就突然开窍了呢？不会是自己吊他太久生气了吧？这也没道理啊！难道最近的传言是真的？他真勾搭上了九幽魔叫那狐妹子了？不会吧？想到这种可能性，苏倩倩急匆匆地朝着宗门情报阁飞去。来到明月峰，宁天刚走进师尊大人的洞府，一股寒意直窜心头，有杀气。抬眸望去，发现师尊木婉清正用着那双充满愤怒的眼睛死死盯着他。逆徒，你竟然还敢来这里，是想找死不成？软弱无力的威胁，宁天表示一点也不慌，甚至还有点想逗逗师尊大人。只见他嘴角上露出一个很坏很坏的笑容，迈步缓缓向前。逆徒，你站那，不许过来！见宁天朝自己走来，原本强装镇定的穆婉清瞬间就破了防，惊慌失措的出声呵斥：“为师让你站那，你没听见吗？”下一秒，跟前的宁天突然伸手将他的下巴轻轻挑起，脸上的坏笑不减：“师尊大人，您真的好美！从第一眼看到您时，徒儿对您就已经无法自拔了。”穆婉清什么时候听过如此肉麻的话，鸡皮疙瘩都冒起来了。他一把拍开抵在下巴上的狗爪子，满脸不悦地嗔怒道：“不许没大没小，赶紧出去！”然而宁天不为所动，依旧这么直勾勾地看着他。穆婉清被看得俏脸微微一红，呼吸也变得有些急促，表面看似平静，内心却是慌得要死。可恶啊！逆徒怎么又用这种眼神看自己？不会又想干什么坏事吧？他悄悄地深吸一口气，压下内心的慌乱，并坐直了身子，努力地让自己看起来更有威严。天儿，为师今早修炼出了些岔子，有点不舒服，需要进修进修，你先出去吧。宁天怪笑道：“师尊大人，徒儿有个百试百灵的法子能为您治疗，您要不要试试？”“不用了，为师自己可以的。”穆婉清连连摆手，怎会不清楚逆徒打的什么主意？可惜他还是低估了宁天那堪比城墙般的厚脸皮。“您是徒儿的师尊，师尊有难，徒儿哪能坐视不管？为师说不用就不用，快滚出去！师尊乖，徒儿这就帮您治疗。”“呀，你个混账！”“结，师尊这伤看起来确实有点严重啊。”次日清晨，阳光明媚，一道狼狈不堪的身影从洞府中夺门而出，身后紧跟着一道恐怖万分的剑浪。砰！剑浪直接将洞府大门劈成了齑粉。紧接着，洞府中又传来一声恼怒无比的娇喝：“逆徒，你再敢来，老娘就砍死你！”穆婉清坐在宝椅上，羞愤交加，俏脸通红，胸口起伏不定。气死了！气死了！逆徒简直就是一头犟驴，完全是把他往死里整了。想他身为天眼道宗太上长老，修炼万载岁月的准地境盖世强者，谁见了不得毕恭毕敬？何时受过这种屈辱？真是太可恶了！不行，必须尽快逼出体内的蛊虫，否则真会死掉的。听着传进耳边的咆哮声，宁天忍不住打了个冷战，对着系统就是一顿亲切的问候：“筒子，我草，不是说中了子蛊，只有大地强者才能化解吗？为什么我师尊还能爆发出如此恐怖的修为气势？”丁，穆婉清虽然是准地境后期，但是身负无上地体，今世正道成帝已是板上钉钉的事，战力堪比准地巅峰极境，花些时间是可以化解子蛊的。卧槽，师尊大人竟然藏得这么深！宁天惊愕不已，难怪准地境后期的师尊大人会被称之为大地之下最强者，感情是拥有无上地体啊！这体质不仅不一般，还极为特殊。根据古籍记载，拥有者的战力恐怖至极，只要不在弱小的时候陨落，是一定可以正道成帝的。不对，筒子，既然你知道我师尊拥有无上地体这种变态体质，你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宁天算是被系统气到了，这么重要的事情竟然不事先告诉他，要不是他刚才迅速敏捷，不死也得脱层皮了。结，本系统忘了，实在抱歉。靠，你是故意的吧？
宁天严重怀疑他在故意整自己。结，宿主，你如此诽谤本系统，本系统表示很伤心。你丫的能不能好好说话？还有你笑的时候能不能别那么贱？好的，结。宁天嘴角抽了抽，他以为自己够贱够不要脸的了，万没想到这狗东西竟然比他更贱。不愧是反派系统，果然不一般。哟，这不是宁师弟吗？这时宁天突然听见一道阴阳怪气的声音，他眉头微皱，扭头看去，映入眼帘的是一位锦袍年轻人，正是跟他并称宗门年轻一辈最强的2大顶尖天骄的赵不凡。他们针锋相对多年，乃是实打实的死对头。宁师弟怎么变得如此深沉？不会是因为圣子候选人的身份被废除了而感到心灰意冷了吧？赵不凡一步化3步，眨眼间来到宁天面前，满脸玩味地看着他。宁天不爽道：赵不凡，我可是太上长老的弟子，辈分比所有弟子都高，你这还没当上圣子就敢喊我师弟？听到这话，赵不凡突然大笑起来，紧接着他又阴阳怪气地说道：师兄这不是小心眼了吗？师弟我也是为了你好，免得你到时候听不习惯，提前替你顺而已，真没有别的意思。马德，这狗东西还真是一有机会就犯贱啊！宁天心里很清楚，赵不凡这是被他压迫久了，故意用言语来刺激他，他自然不会接茬，转身就走。师弟啊，记得月底来参加师兄我登临圣子之位的庆典。见此情形，赵不凡在后头继续讥讽着，可惜并没有得到回应。有些失望的赵不凡不禁冷哼道：让你再嚣张一段时间，等我当上圣子，看我怎么收拾你。让赵不凡呛了一下，有点不爽的宁天并没有立即返回洞府，而是朝着试炼峰走去。天眼道宗有4大峰，分别是明月峰、圣峰、长老峰、试炼峰。明月峰是宝贝师尊的道场，圣峰则是宗主李建生坐镇长老峰，便是3位圣人境长老的闭关场所。至于试炼峰，乃是天眼道宗全体弟子的修炼之地。宁天打算现在去试炼峰闯剑种，看看能不能再提升一下自己的肉身和境界，因为他想在月底立赵不凡为圣子的时候送对方一份大惊喜，让赵不凡明白他只是一个垫脚石，圣子之位只能属于我宁天。宁天来到试炼峰，周围的弟子们纷纷出声喊道：见过宁师兄。众人虽然看不惯嚣张跋扈的宁天，可他是太上长老的亲传弟子，身份地位太高，不得不低头行礼。宁天也是有原则的，属于你敬我1尺，我心情好时偶尔也能还你1丈。他微笑着朝这些人一一点头回应，在他们古怪的目光下来到了剑冢入口前。剑冢，天眼道宗的圣地，乃是始祖当年以通天大手段用地气打造而成的试炼秘境，只有到宫境以下的修士才能进去。传闻在最深处有一个大机缘，至于是真是假就不得而知了，因为里面危险重重，守卫的修为会根据进入的人境界而逐步提升。强如年轻一辈最强的2大天骄宁天和赵不凡，最多也只能走到中央，可见难度有多高。宁天没有犹豫，化作流光朝着漩涡状的入口飞了进去。画面一转，他已然来到一座昏暗的小天地，四周地面上插满了密密麻麻各种各样的残破灵气，天地间翻涌着令人窒息的暴力杀气。这时一阵阴风吹过，周围突然响起阵阵诡异的怪声，数道狰狞可怖的虚影凭空而现，如同饿狼扑食一样朝宁天蜂拥而来。区区残影也敢在我面前放肆！砰！宁天面露不屑，抬手就是一拳，直接把他们全部轰成飞灰。随后他轻车熟路地往前走，期间遇到不少残影的骚扰，但无一例外全被他一击打得魂飞魄散。宁天刚来到外围边缘，便听见一道令人热血沸腾的魅火声飘来。公子，您终于回来了，是不是想通了，打算留下来跟人家长相厮守呢？黑暗中款步走出一位女子，她身着红裙长裙，身姿高挑，凹凸有致，赤着双足，长相魅惑万千，仿佛看上一眼就能勾魂夺魄。你这 NPC 是不是有毛病？我都拒绝你3次了，你为什么就不能清醒一点？我们真的不合适啊！宁天抬手扶额，满脸都是无奈。长得帅果然是一种罪啊！他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被试炼秘境的女妖给盯上，近来剑冢3次，每次都换着法子来勾引自己。公子，您的话好冰凉，把人家的心给伤透了。女子委屈的轻轻抽泣，玉手擦了擦并没有泪水的眼角。下一秒，她那张魅惑至极的俏脸突然变得狰狞无比，体内倾泻出化神境初期的气势，猛地朝宁天冲去。负心汉，既然不愿意留下来陪我，那你就去死吧！喂，我怎么又成负心汉了？宁天被整无语了，迫于无奈，他只好催动圣级功法横骨拳，仅凭肉身力量再一次将女子给轰成了血雾。就这也敢对我动手？
宁天耸了耸肩，继续朝前走。不多时，咚咚咚，中央区域中传来阵阵激斗的声音。只见宁天正在跟一个手握大宝剑的诡异老者展开激烈的大战。这老者不仅拥有化神境巅峰的修为，跟外围边缘的女妖一样，已经产生了一丝灵智，出手全是杀招。砰！随着一声巨响，宁天和老者同时向后倒飞数十米。宁天稳住身形，望着曾经3次击败自己的老者，满脸玩味的笑道：“老头，多日未见，你怎么弱了那么多？”老者道：“蝼蚁，击败我，否则死。”话音未落，他毫无保留地爆发化神境巅峰的强大气势，犹如鬼魅般逼近宁天，抬手挥出一剑，轰隆隆，四周的杀气与戾气不断翻涌汇聚，一道近100丈的剑浪骤然成型，直直朝宁天劈来，企图一击震杀他。雕虫小技，见到这熟悉的一剑，要是以前，宁天肯定撒腿就跑了，因为太强，根本挡不住。但今时不同往日，铜镜中他敢称无敌，言不败。轰！宁天催动苍天霸体，身体皮肤出现丝丝缕缕的紫光，散发着恐怖的气息，下一秒竟蜕变成了紫色。他将力量汇聚于右手，施展出苍天霸体独有的神通霸拳，猛地挥出。咚！权势滔天，骇人无比，与剑浪相碰的刹那，激荡起震耳欲聋的轰鸣，庞大的余微波及数千里。咔咔咔！突然间，剑浪发出咔咔的声响，出现如同蛛网般的裂痕，随着砰的一声，瞬间粉碎。而拳风气势不减，径直朝着老者冲去。老者想要躲闪，奈何距离太近，为时已晚，他只能全力抵御。可惜终究是徒劳的。啊！老者惨叫一声，化作黑气，消失得无影无踪。这霸权这么厉害！目睹此景，宁天惊呆了。别看老者只是剑种的守卫，其实力可是实打实的，甚至比一般的老牌化神还要强大，乃是中央区域最强大的存在。曾经他近来3次剑种都被对方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如今仅用一击就将其震杀了。这说出去，谁敢相信？苍天霸体果然名不虚传，只是一个神通就这般恐怖。如此看来，传说应该是真的了。修炼到圆满层次的苍天霸体，可以跟大地叫板。回过神，宁天望向未知的最深处，眼中弥漫着激动之色。大机缘，我来了！他大摇大摆地迈步前行，100里，1000里，10000里，10万里，100万里。时间晃了晃，3天后，宁天整个人瘫坐在地面上，仰首长啸。这鬼地方究竟有多大？他猛了，猛得彻彻底底。在深处走了整整3天，别说机缘了，连一个鬼影都没有看见，四周黑麻麻一片，一眼望不到头。靠！这天眼道宗的始祖不会是故意戏耍后辈，根本就没有留下什么机缘传承吧？就在宁天产生离去的念头时，一道苍老的声音传进耳边：“小家伙，你叫什么名字？”突如其来的声音把宁天吓一跳，他连忙回头看去，便发现一位白发苍苍、颇具仙风道骨的老者不知何时出现在自己的身后。我靠，这是成了精的剑种守卫，成精！老者嘴角不自觉地抽了抽，一时间没反应过来，而望着他的宁天就像是看见稀世珍宝一样，惊叹连连。啧，本以为诞生了一丝灵智的老者和女妖就很惊人了，没想到你这老头更厉害，这气势，这模样，简直比返璞归真还要更进一步啊！剑种不愧是地气所化，果然厉害。老者听完这番话，突然大笑起来，哈哈哈，你这小家伙倒是有趣。他解释道：“老夫并不是剑种守卫，也没有成精，老夫名叫太玄子。”太玄子，这名字有点耳熟啊！宁天愣了愣，下一秒突然瞪大了眼睛。卧槽，这不是天眼道宗大帝始祖的名字吗？乖乖，不会吧？宁天咽了咽口水，满脸狐疑地问道：“您是始祖？”不错。太玄子微微颔首，还真是啊。宁天没有丝毫犹豫，急忙对着他拱手施礼，态度要多真诚就有多真诚。弟子宁天拜见始祖，先前多有冒犯，还望始祖原谅。见他态度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变，太玄子哑然失笑：“小家伙，老夫倒是更喜欢你刚才那股桀骜不驯的劲儿。”弟子不敢。宁天想起自己刚才说的话，尴尬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做梦也没想不到，竟然会在这里遇见50万年前威压大千道域一个大时代的大地始祖。宁天按捺不住好奇，问道：“始祖，您不是前往传说中的仙界了吗？”“我只是一缕化身罢了。”太玄子笑了笑，目光落在他的身上，满是欣慰。在此等候50万年，总算是盼来了个天赋惊艳的后辈，能在如此年纪将苍天霸体修炼到小成，你的未来不可限量啊！嗨，宁天一时不知怎么回答。他的天赋确实不错，
可如果没有系统相助，根本不可能突破的这么快，能不能来到这里都是未知数。这番沉默落在太玄子眼中，以为他是谦虚，看向他的眼神变得更加满意。不骄不躁，是个好苗子。太玄子说着，挥了挥衣袖，一滴散发着恐怖气息的精血缓缓飘到宁天面前。始祖，这是什么东西？宁天盯着精血，心底泛起一丝恐惧。此物乃是一尊睥睨9天10地的大地精血，蕴含着对方的大地本源力量，也是老夫当年留在剑冢的机缘。太玄子缓缓解释。宁天心头巨震，满脸震惊。要知道，精血对于修士而言，可是关乎着自身生命本源与力量根基，是绝对不会送给他人的，更别提还是大地精血。难道始祖当年临行前，为了给后辈留下机缘传承，特意斩杀了一尊大帝？真要这样，那就恐怖了。炼化他吧，老夫为你护道。太玄子对着愣在原地的宁天说道。宁天惊喜无比，世人梦寐以求的无上至宝就在眼前，他怎么可能拒绝？只要炼化这滴精血，实力必将暴涨。准备就绪，他原地盘膝而坐，在太玄子的帮助下服下精血。精血入腹的瞬间，狂暴的力量在体内横冲直撞，剧痛让宁天忍不住发出惨叫。好在太玄子及时出手压制，否则后果不敢设想。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轰隆隆，宁天体内突然激荡出一股无与伦比的气息，这股力量冲破剑冢，直上云霄，搅动风云。原本晴空万里的天空瞬间被乌云笼罩，电闪雷鸣。一轮妖异的血月悬浮在试炼峰上空，令人窒息的威压笼罩整个天眼道宗。天地异象，那是天地异象。天啊，这是什么异象？为何跟古籍上记载的完全不一样？气息怎会如此诡异恐怖？嗖嗖嗖，几道破空声划破云霄，4道身影凭空出现在试炼峰顶端。为首的中年男子身着一袭黑袍，相貌堂堂，双目非常凌厉，浑身散发着圣王境的强大气息。此人便是天眼道宗宗主李剑生，他的身后还跟着2男1女，正是3位圣人境长老。我等拜见宗主，拜见长老。周围的弟子见状，连忙躬身行礼。李剑生抬头望着上方的血月，又低头看了看下方的剑冢，脸上尽显惊愕之色。血月当空，有妖孽现世，你们可知最近有谁进过剑冢？3位长老相视一眼，纷纷摇了摇头。就在这时，下方的人群中传来一位弟子的声音：宗主，长老，是宁师兄。这几天只有宁师兄进过剑冢，他到现在还没有出来。此话一出，李剑生等人皆是一怔，眼神显得极为怪异。1天后，正在剑冢炼化大地精血的宁天耳边传来系统的声音：叮，检测到宿主即将炼化大地精血，是否需要本系统为你与其融合，凝聚大地血脉？宁天眼睛一亮：融合，快融合！大地血脉可是最强大的血脉，凡是拥有者，正道成帝完全不是梦。没想到系统还有这种功能。轰隆隆，下一秒，大地精血彻底被炼化，宁天成功觉醒大地血脉，同时他的修为气息也开始节节攀升，竟然连续突破2个小境界，达到了化神境后期。宿主宁天，境界化神境后期，血脉大地血脉，体质苍天霸体，小成，功法横骨拳，排云掌，幻影迷踪步。这就是来自大地血脉的力量吗？真是太强大了。宁天扬手大笑，张狂无比，不愧是大地血脉，真是太强大了，肉身力量暴增了数倍不止。此前的他凭借苍天霸体可以做到同境中近战无敌，那么现在的他能跨越大境界作战。宁天起身对着太玄子躬身行了一礼：始祖的大恩，弟子无以回报，日后定会奋勇前进，为宗门争光。这一礼他是发自内心的，可以说没有太玄子，他得不到这等天大的机缘。他不敢说自己是什么好人，但也不是忘恩负义的人，而太玄子却是死死盯着他。你这是觉醒了大地血脉？宁天点头道：是的，始祖。什么？得到答案，太玄子双目瞪大，一时间有些反应不过来。身为纵横天地的大地强者，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没见过？眼前这一幕着实把他给震撼到了。大地血脉不是只有大弟子4才能诞生吗？宁天是怎么觉醒的？简直是奇闻啊！难道这小子真是旷古奇才？片刻过后，太玄子忍不住对宁天称赞一声：小家伙，你真的很不错。嘿嘿，被一尊大帝这样夸赞，宁天要说不爽那是不可能的。好了，老夫的任务也完成了，是该离开了。小家伙，希望未来我们还能相见。话音落下，太玄子的身形逐渐模糊，缓缓地消散了。宁天站在原地，一脸懵逼。
不是吧？就走了？他刚刚还想着太玄子都这样夸自己了，肯定会大手一挥，资源宝物任自己挑选。结果一句任务完成，直接开溜。靠！始祖有点小气啊，不知道弟子很穷吗？一道人影从剑冢入口走出，试炼峰上顿时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呐喊声。快看，是宁师兄，他出来了！我等见过宁师兄。宁天刚走出剑冢，直接被眼前的一幕吓一大跳。只见四周聚集了密密麻麻上万名弟子，什么情况？怎么这么多人？这时有名弟子凑上前来，眼神里的崇拜之色毫不掩饰。宁师兄，你真是太厉害了，竟然能引动传说中的天地异象。什么意思？宁天眉头微皱。那弟子连忙把刚才风云色变、血月横空的详细经过解释了一遍。片刻过后，卧槽！宁天瞪大了眼睛，显得有些懵逼。难怪平日里见到自己就会绕道走的弟子，如今的眼神会变得如此崇拜，原来是因为自己引发了天地异象啊。不过他只是觉醒了大地血脉而已，虽然很牛叉，但也不至于引动天地异象吧。毕竟这是传说中万年难遇的东西，非超级天才不可能引起。嘿嘿，难道自己真是天选之人？不对。宁天突然想到了什么，朝着弟子问道：我引发天地异象一事，宗主他们可知晓？弟子重重点头。宗主和3位长老都被惊动了，他们观察了大半天才离开呢。宁天再问：那他们可有说等我出来后召见我去谈话？弟子先是一愣，紧接着摇了摇头：那倒没有。靠！宁天险些被气出一口老血，他可是引发了天地异象，按理来说肯定会召见他询问一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在剑冢中得到了什么机缘才对。可李剑生竟然理都没理他，这分明是故意的。不用想都知道，李剑生这是怕事情闹大，影响到自己的弟子赵不凡在月底立圣子啊。有护犊子的师尊护着可真好啊。再想想自己那不靠谱的宝贝师尊，干！宁天那是越想越气，立即朝着明月峰走去，打算狠狠地收拾一下宝贝师尊。逆徒，你烦不烦啊？师尊大人接招吧，看我的大威天龙！明月峰寝宫内，穆婉清端坐在宝椅上，脸颊微红，美眸里全是怒意与羞恼，恶狠狠瞪了一眼石桌旁浅酌小酒的宁天。混账东西！宁天怪笑道：徒儿不混账的话，哪能得到外人眼中拒人千里之外、高高在上的师尊大人呢？你个逆徒！穆婉清的俏脸刷的一下，再次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泛红，心中别提有多委屈了。他可是威震一方的准地强者耶，这混小子真是越来越放肆了，一点也不把他这位师尊放在眼里，实在是可恶。看着师尊大人委屈巴巴的模样，宁天感觉爽到爆了，一时没忍住，直接笑出了声。穆婉清羞恼地剜了他一眼，哪敢在这个话题上停留，急忙转移话题问起正事。你最近几天在剑冢得了什么机缘？为何能引动天地异象？宁天咧嘴一笑，师尊大人是不是很想知道？嘿嘿，偏不告诉您。你！穆婉清伸出玉手指着他，气得半天说不出话。听听这是人话吗？逆徒竟然敢调侃自己，难道真想把自己气坏不成？宁天不以为意，甚至还想逗逗他。师尊大人别急，等月底立赵不凡为圣子的庆典上，您自会晓得。穆婉清追问：你又想做什么？宁天轻笑道：自然是夺回本该属于我的东西。可话刚说完，他的笑意突然僵在脸上，因为师尊大人并没有他像预想中的那样发火，反而是斜靠在宝椅上，玉手轻轻撑着下巴，用那双平静无波的眼眸望着他。宁天疑惑不已，小心翼翼地问道：师尊大人，徒儿准备在庆典上搞事，您不生气？为师生气，你会听吗？不会。那不就得了，你都不愿听，我说再多又有什么用？穆婉清白了他一眼，美眸里不仅没有怒火，反倒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幽怨。这一幕看得宁天直挠头，宝贝师尊今天怎么怪怪的，自己顶嘴都不生气。想了想，宁天站起身朝着穆婉清走去。师尊大人真是越来越乖了。穆婉清见他又用坏坏的眼神看自己，吓得娇躯一颤，以为他又要干坏事，慌忙坐直了身子。逆徒，为师警告你，不准再乱来。然而预想中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只见宁天轻轻捧起他的小手，摘下佩戴他玉指上的储物戒，脸上露出一个温润的笑容。师尊大人，徒儿只是想拿点修炼资源而已，您怎么越来越不正经，老是胡思乱想呢？混蛋逆徒，明明是你不正经，为师才没有胡思乱想。穆婉清嘴硬得很，高傲的他怎么可能承认？宁天哑然失笑道：那您的小脸为什么那么红呢？穆婉清抬手轻抚发烫的脸颊，恼怒地瞪着他，凶巴巴的模样仿佛恨不得将他拍死。哈哈，师尊大人，您真是太可爱了。宁天被逗乐了，捏了捏他的小脸，随后转身离开。
见他突然离去，穆婉清无意识的抿紧朱唇，眼眸里的幽怨更重了，内心深处还莫名其妙的涌上一股失落感。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刚开始他真恨透了天天欺负自己的逆徒，可最近不知怎么回事，老是会想着想着，穆婉清也不知回忆起了什么，绝美的脸上忽然泛起一抹红晕，满脸羞怒的趴在宝椅的扶手上。哎呀，逆徒真是烦死人了。回到洞府，宁天迫不及待地取出师尊大人的储物戒，神识往里一扫，惊呆了。只见里面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修炼资源，宝贝师尊不愧是准地强者，底蕴真是太丰厚了。宁天笑了笑，紧接着他拿出一颗名为天灵果的圣品天地奇珍来稳固暴增的境界。因为距离立圣子的庆典只剩下20多天，他必须稳固一下道基，好为夺回属于自己的一切做准备。要让所有人明白，只有他才有资格当这个圣子。这一天，天眼道宗的中央广场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密密麻麻的内外门弟子齐聚于此，足足有10几万人。他们的脸上都洋溢着激动与期待，因为今天是宗门立圣子的大喜日子。高台之上，气氛肃穆，宗主李建生坐在正中央，3位长老分别坐在他的左右两侧。大长老李青竹，二长老薛毅，三长老刘一刀。诸位安静。随着一道洪亮的声音响起，原本闹哄哄的广场四周瞬间鸦雀无声，所有弟子的目光齐刷刷地望向凌空而立的内门执事。执事扬声道：数千载光阴转瞬即逝，我天眼道宗今日终于迎来了一位圣子级人物，弟子赵不凡可在？弟子在。一道朗声紧随其后，一袭锦袍气宇轩昂的赵不凡踏空而来，周身弥漫着强大气息。化神境中期。天啊，赵师兄什么时候突破的化神境中期？不可思议，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察觉到赵不凡身上的气息，在场的所有弟子全都懵了。整个天眼道宗上下，谁不知道赵不凡卡在元婴境巅峰已经1年多了，迟迟无法突破，如今怎么突然成了化神境中期呢？他是什么时候突破的？为什么没有一点动静？赵不凡看着众人吃惊的模样，表面看似平静无波，心里早已乐开了花。其实在2个月前，他就在师尊李建生的帮助下突破了境界。至于为何没有宣扬，目的也很简单，就是为了蛰伏，准备在圣子争夺战直接拿捏宁天登临圣子之位。可他是万万没想到啊，宁天竟然会自己捅自己一刀，勾搭九幽魔教的圣女，被废去了圣子候选人的身份，导致他筹谋已久的计划落了空。不过现在暴露出来也不碍事，一样震惊全场。赵不凡先是朝着那名执事拱手作揖，随后走到高台下，恭敬地对着李建生与3位长老躬身行礼。弟子拜见师尊，拜见诸位长老。二长老薛毅率先开口打趣道：化神境中期，你小子藏的倒是挺深啊。谁说不是呢？大大咧咧的3长老刘一刀随声附和道：能在如此年纪达到这等成就，但凡早点暴露出来，都可以直接立为圣子了。这番话不假，要知道赵不凡才26岁啊，能在这个年龄踏进化神境中期，已经是属于顶尖天才一列了，不仅能胜任圣子之位，甚至都有资格登临青州的天骄风云榜了。赵不凡谦虚道：弟子只是侥幸突破而已，算不得什么，不急不躁，是块好璞玉。薛毅眼中的欣赏毫不掩饰，转头看向李建生：宗主，您这弟子是个好苗子啊。哈哈，薛长老言重了。李建生摆了摆手，嘴上是这样说，眼底的笑意怎么也藏不住。有这样的弟子，确实让他脸上有光。紧接着，李建生缓缓起身，圣王境后期的恐怖气息弥漫开来，让广场上的喧闹声再次平息。他目光落在赵不凡身上，声如洪钟，回荡云霄。赵不凡天资卓越，自微末崛起，心性沉稳，当承载我天眼道宗无上气运。本宗主今日赐你圣子之冕，为我天眼道宗当代。等等，弟子有话说。就在这时，一道不合时宜的声音突然响起，打断了李建生的话。全场弟子皆是一惊，纷纷循声望去。只见一道青衫身影从远处走来，不是别人，正是宁天。卧槽，宁师兄这是疯了不成？竟敢打断宗主立圣子，可能是恼羞成怒了。不错，他原本也是圣子候选人，结果栽在魔教圣女那件事上，现在眼看赵师兄要上位，哪能忍得住？可那也不能大点上闹事啊。是啊，弟子打断宗主说话可是犯了宗规，是会被严惩的。你们看宗主的脸都黑了。听着耳边的议论声，宁天面露不屑之色，笑吧，等会吓不死你们。他在各种各样的目光下穿过人群，径直走到广场中央。宁天先是戏谑地看了赵不凡一眼，把后者气得脸色铁青，才满意地转向高台，朝着李建生行礼：宗主，弟子有话要说。说。
李建生的语气有些生硬，显然对他打断自己说话的行为感到极为不满。要不是看在宁天是太上长老徒儿的份上，他恐怕会直接一掌将其拍死。宁天振振有词的朗声道：“圣子乃是宗门未来，关乎着天眼道宗几十万年的基业，岂能如此儿戏，随随便便就定下人选？宁天，休得放肆！”二长老薛毅厉声呵斥：“立赵不凡为圣子，是经过太上长老与宗主的商议，你这是在质疑太上长老和宗主的决定吗？如此行径，你究竟有没有把宗门规矩放在眼里？”呵，有宝贝师遵照的宁天脸不红，心不跳，甚至还有点想笑。弟子只是在陈述事实而已，二长老何必如此激动？此话一出，弟子们面面相觑，全汗流浃背了，个个都替他捏了把汗。公然顶撞长老，这可是以下犯上的大罪啊！只有赵不凡在一旁暗自冷笑，他知道宁天这是因为自己即将当上圣子而彻底抓狂了。先是打断师尊说话，现在又敢顶撞长老，完全不把宗门规矩放在眼里，今日肯定会受到严惩。你个混账啊！薛毅身为圣人境长老，哪个弟子见了他不是恭恭敬敬的？如今被宁天辱了颜面，顿时勃然大怒。他当即朝着李建生说道：“宗主，此人目无尊长，行事风格没有一点弟子样，必须给予严惩。”李建生并没有接话，淡淡的看向宁天：“既然你说立圣子不能儿戏，那你又有怎样的见解？”宁天笑道：“圣子自然要拥有超群的实力，否则德不配位，岂不是让人笑掉大牙？”李建生眉头微皱，示意他继续说。宁天也没有废话，直言来意：“弟子要挑战赵不凡，如果我赢了，圣子之位必须让给我；倘若我输了，今后我便对他马首是瞻，誓死拥立他。”疯了！宁天绝对是疯了。不错，他真以为还是以前。如今赵师兄已是化神境中期，这时候挑战不是明摆着找虐吗？全体弟子看宁天的眼神，就像是在看傻子一样。宁天的实力确实是毋庸置疑，修炼体魄一道，仅用短短5年便强势崛起。踏入元婴境后，压着高自己几个小境界的元婴境巅峰赵不凡打。他突破元婴巅峰，同境的赵不凡连他3招都撑不住。两人虽然同列年轻一辈最强天骄，可明眼人都知道，宁天早已经是独一档的最强者。但今时不同往日，赵不凡如今已是化神境中期强者，境界的差距如同天堑鸿沟，宁天就算再强，也不可能跨越大境界取胜。此刻挑战完全是自讨没趣，这小子有点不对劲。众人都在讥讽宁天不自量力时，只有李建生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狐疑。他虽然不喜欢宁天，但不得不承认对方是个聪明人。这小子看着嚣张跋扈，行事冲动不计后果，实则精明得很，从不会做没把握的事情。怎么会突然犯这种低级的傻呢？难道他也在藏拙？李建生直视宁天，企图看穿他的底细。呵，不愧是圣王境强者，脑子转得果然快。宁天暗自冷笑，自然能猜出李建生在怀疑自己，不过并不在意。有系统在，只要不主动暴露，就算是大地亲临也看不出他的境界修为。过了一会，瞧见李建生没有发现异常，收回了目光，宁天才开口追问：“宗主，不知您是如何考虑的？是否准许弟子挑战赵不凡？”说着，他还故意朝赵不凡瞥了一眼，眼中的挑衅毫不掩饰。该死，这家伙竟敢挑衅自己！赵不凡双手攥紧，怒火大起。他本以为自己突破化神境中期，宁天会因此感到震惊，结果并没有，还是一如既往的轻蔑。自己如今比他高了整整2个小境界，中间还隔着一道大境界鸿沟，他到底是哪来的胆子？怒火大过理智，原本不想在自己即将立圣子时节外生枝的赵不凡彻底被激怒了，他要一雪前耻。赵不凡踏出一步，对着李建生躬身道：“师尊，弟子愿意接受挑战。”见此情形，李建生没有拒绝。赵不凡被宁天压制了1年，如果不亲手抹去这份阴影，对他的道心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沉吟片刻，李建生对着2人严肃叮嘱：“此次比武点到为止，谁都不准下杀手。”宁天追问道：“若是有人先下杀手，反被对方所杀呢？那便是咎由自取。”李建生瞥了他一眼，语气里透着不容置疑。得到这个答案，宁天心中暗喜，随即转头看向死死盯着自己的赵不凡：“师弟，擂台见。”哼！赵不凡冷哼一声，一跃而起，稳稳落在擂台之上。宁天却是不紧不慢地一步一步走上去。弟子们看着好好的立圣子大典突然变成比武场，脸上没有丝毫兴奋，因为双方实力差距太悬殊，胜负早已一目了然，根本没什么看头。同门切磋，点到为止，比武正式开始。随着执事的话音落下，擂台上的气氛瞬间变得凝重诡异。赵不凡暗中传音，
声音冰冷：“今日你必死无疑。”宁天淡淡一笑，直接扬声道：“宗主刚才可说了，不能下死手，难道师弟想抗命？”操！赵不凡完全没料到他会直接说出来，顿时被吓一大跳，咬牙切齿地说道：“师兄说笑了不是？师弟我怎么可能对你下杀手呢？”轰隆隆，言罢，他直接释放出自身化神境中期的气势，余威将不少弟子震得连连后退数米。我靠，化神境中期的力量好强，宁师兄恐怕连一击都扛不住吧？一击倒不至于，毕竟宁师兄练的是体魄一道，皮糙肉厚，撑个2-3招应该不是问题。哈哈，笑死我了！看着对面神色平静的宁天，赵不凡知道他是强装镇定，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任何伪装都是徒劳。宁天，今日我不仅要一雪前耻，还要用你的惨败来庆祝我荣登圣子之位。赵不凡抬手取出一柄利剑，身化作残影，眨眼间消失在了原地。再度出现时，已然来到宁天跟前，手中长剑一挥，一道凌厉的剑气直劈宁天脑门。咚！宁天从容不迫地施展幻影迷踪步，如同鬼魅一样避了开来，剑气狠狠地劈在地面上，坚硬的石砖瞬间被劈出一个大坑，碎石飞溅，烟尘弥漫。你不是很狂吗？有本事别躲啊，光明正大的来跟我打一场。赵不凡讥讽道，再度抱起，这一次的速度比刚才还要快上1倍不止。宁天这回不仅没有躲避，反而主动冲了上去。我靠，宁师兄不要命了吗？是啊，赵师兄明显没留手，他竟敢硬碰硬，这不就是找死吗？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宁天就算不死也会身受重伤的时候，当随着一道刺耳的声音炸响，全场都在这一刻沸腾了。挡住了！宁师兄竟然用肉身挡住了凌冰！天啊，宁师兄的体魄怎么会强到这种骇人的地步？只见擂台上，宁天仅凭肉身力量，硬生生扛住了赵不凡手中的凌冰。这一幕简直颠覆了所有人的认知。凌冰锋利无匹，削铁如泥，而且还会根据施展之人的修为增强力量。即便你的体魄再强，单纯以肉身之力扛住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怎么可能？赵不凡瞳孔骤缩，惊得冷汗直冒，下意识地想后退。宁天怎么可能给他这个机会？脚下幻影迷踪步催动到极致，迅速追了上去，紧接着一拳狠狠地轰出。啊！赵不凡太大意，被这一拳结结实实地砸中，鲜血飞溅间，整个人不受控制地倒飞出去。师弟，师兄，我帮你松松筋骨。骇人的一幕出现了，宁天以一种匪夷所思的速度追上倒飞的赵不凡，身影在他周身频频闪现，拳头不断地砸出，砰砰砰！啊！拳拳到肉的声音与赵不凡惨叫交织在一起，回荡云霄，久久不散。化神境后期，宁师兄竟然是化神境后期，谁能告诉我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察觉到宁天身上散发出来自化神境后期的气息，不仅观战的弟子们惊得目瞪口呆，就连李建生和一众长老也全都瞪大了双眼，满脸的不敢置信。死寂，全场陷入一片死寂，只有赵不凡那杀猪般的惨叫声还在半空不断回荡。不可能！你是什么时候突破的？身受重伤的赵不凡从地面爬起，望着对面凌空而立，气息比自己强大1倍的宁天，眼中布满血丝。这个打击对他来说实在是太大了。他原本以为自己连破2个小境界，跻身化神境中期，已经把所有人都远远地甩在了身后。结果现在告诉他，宁天也突破了，甚至还比他高出1个小境界，达到了化神境后期。我不相信，我要你死！满目不甘的赵不凡彻底陷入疯狂，他猛地甩掉手中的凌冰，又从储物戒中取出一柄圣冰。轰隆隆，恐怖的圣威席卷整个广场上空。赵师兄竟然有圣冰！看着缓缓升空，手持圣冰的赵不凡，众人狐疑不已。圣冰很强且稀缺，只有宗主、长老才有资格使用，其余弟子只能用灵冰或者玄冰。赵不凡还没当上圣子，怎么会有圣冰？而且还操控的还如此熟练？难道是宗主提前给他开小灶了？啧，有个宗主师尊可真好啊！宁天阴阳怪气道：“哟，没想到师弟还有圣兵这种底牌，不过宗主可是有命令的，切磋不能下死手。难道师弟真想抗命不成？”赵不凡仿若未闻，此刻的怒火早已淹没了他的理智，废话都懒得说，眼下只想报复。我就不信你还能挡住这招！9天剑诀，赵不凡施展出圣级功法，双手一挥，轰隆隆，圣威汇聚成一道霸道凌厉的剑气，足足几10丈大小，携带势不可挡的之势，径直向宁天劈落。宁天不屑一笑，他抬眼看向高台上的李建生，见对方并无出手阻止的意思后，意识到自己立威的机会来了。今日便让你看看，你我之间的差距究竟有多大。宁天不再隐藏，
催动苍天霸体的力量。轰隆隆，狂暴的气息直贯苍穹，搅动风云。苍天霸体，这小子竟然还拥有苍天霸体！此情此景，再度震撼全场。宗主、长老、全部弟子全部起立，眼中充满疑惑与不解。苍天霸体是什么？那可是近战无敌，肉身坚不可摧，大成之后可以跟大地叫板的盖世神体。宁天竟然拥有，为何这些年他从未暴露？难道他真的在剑种内得到了天大机缘？众人突然回想起前段时间试炼峰上那轮诡异的血月，宁天很满意他们的反应，目光看向呆立当场的赵不凡，讥讽道：“这一击很强，师弟可要小心了。”言罢，他的右拳缓缓变成紫色，一股恐怖绝伦的力量在拳中汇聚，紧接着猛然冲出。不好，是霸体神通霸拳！快住手！李建生与长老们瞬间猜出这是苍天霸体的神通，意识到宁天要下死手，纷纷出手想要阻拦。宁天却直接无视了他们的呼喊。为了这个机会，他等了那么久，岂会就此罢手？他将身法催动到极致，挥拳而出，一拳轰碎由圣威凝聚的剑气，径直朝着赵不凡杀去。你！赵不凡回过神，瞳孔骤缩，他想逃，却已为时已晚，因为宁天已然来到了他的跟前。下一秒，啊！一声极其凄厉的惨叫声响起，赵不凡的身躯犹如炮弹一样狠狠砸向地面，激起漫天飞沙。混账东西，谁让你下死手的？李建生怒目圆睁，死死盯着宁天，那模样仿佛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这小子竟敢无视自己的话，当着他的面将自己的得意弟子打成重伤，简直是岂有此理！宁天不仅不慌，甚至还义正言辞地说道：“若非赵不凡先下杀手，我怎么会如此？弟子这是自保，合情合理。而且这也是宗主你之前同意的，谁先下杀手，即便被反杀，也是咎由自取，死有余辜。”此话一出，全体弟子一阵汗颜。还得是宁师兄啊，钻空子都敢钻到宗主头上了。但凡早点暴露实力，给赵不凡100个胆子，也不可能答应这场比武啊！一时间，周围所有目光齐齐落在李建生身上，似乎都在好奇他会如何严惩这个胆大包天的宁师兄。可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李建生没有多说一个字，只是气愤地瞪了宁天一眼，抱起昏迷不醒的赵不凡，眨眼消失不见。宁天见状，顿时急了：“宗主等等啊！弟子赢了，您是不是该履行约定，立弟子为圣子？”然而，并没有任何回应传来。宁天急忙将目光投向长老们，岂料三人立刻露出一副我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也纷纷相继离去。靠！宁天气得咬牙切齿，本以为拿赵不凡当垫脚石，然后暴露实力震惊全场，所有人都会为自己说话，顺利的当上圣子。结果震惊是震惊了，事情却完全没按他的预想发展，这就很不科学。他如今是化神境后期，还身负苍天霸体，妥妥的天才中的超级天才，当个圣子难道不是绰绰有余吗？这混蛋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强了？人群中，苏倩倩望着擂台上升闷气的宁天，美眸中异彩连连，显然还没从刚才的震撼回神。他简直要被惊呆了。原本赵不凡突破到化神境中期就已让他觉得不可思议，怎料宁天这可恶的色胚还要更胜一筹。随着立圣子大典演变成比武场，最终以赵不凡的惨败而收场。宁天借此再度名声大噪，只不过是一个凶名。只要谈起此事，无论是天眼道宗的普通弟子还是长老，皆是感叹连连，对宁天佩服得五体投地。谁敢相信一个只修炼了5年的人竟然能成长得如此迅速，不仅突破到了化神境后期，更是身负苍天霸体这种盖世神体，天才，简直是万年难遇的绝世天才。如此恐怖的天赋，即便是青州风云榜上的顶尖天骄，也无法与其相提并论。宗门内甚至还流传出一种说法，宁天是一匹黑马，一匹可以带领天眼道宗更上一层楼的黑马。然而这位被寄予厚望的黑马，此刻正被一位冷艳仙子训得噤若寒蝉，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逆徒，你个混账东西，切磋就切磋，你为什么要废了赵不凡的修为根基？啥？赵不凡废了？宁天脸上全是古怪之色，自己明明只是爆发了全部力量，用神通霸拳轻轻捶了对方一下而已，怎么就把人给废了呢？噗！什么声音？听到动静的穆婉清眉头紧蹙，抬眼就看见宁天正在那偷笑，他顿时气不打一处来。逆徒，你竟然还笑得出来？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有多严重？李建生都告到为师这里来了，说你比武的时候下死手，如果不给出合理的说法，他就跟你没完。宁天撇了撇嘴，嘀咕道：赵不凡先对我下死手，我只是合理反击而已，谁知道他这么不经打。你！穆婉清气的美眸圆睁，伸手指着他，可酝酿了半天，到嘴边的话还是咽了回去。算了，
他太了解逆徒的性格了，你越是骂他，他反倒越兴奋，不仅不会乖乖服软，还会变本加厉的跟你抬杠，最后气的只会是自己。对付他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搭理。果不其然，见穆婉清突然不说话了，宁天顿时屁颠屁颠的凑了过来。师尊大人，徒儿知道错了，您别生气了好不好？哼！穆婉清故意的轻哼一声，连眼皮都没抬一下，摆出一副我再也不想理你这混账东西的模样。见师尊大人如此嚣张，宁天也来了脾气，怪笑连连。师尊大人，您是不是又飘了？穆婉清瞥见那双盯着自己看的坏坏眼神，俏脸一红，瞬间破了防，满脸警惕的怒视着他。你想干什么？师尊大人，您说我想干什么？宁天的目光在他身上缓缓游荡，脚下步步逼近。站住！你要是敢胡闹，赵不凡被废一事，你就自己去跟李剑生解释吧。穆婉清惊慌失措，连忙搬出自认为有用的手段来威胁。只是可惜宁天根本不吃这一套。结，师尊大人，我是您这位太上长老的徒儿，李剑生就算再生气，也不敢对我做出格的事，所以威胁无效。可恶，逆徒的脑子怎么转得这么快？怎么办？他真的不想再被欺负了。有了！这时穆婉清慌的手足无措的时候，脑海里突然浮现起一个绝对可以拿捏逆徒的办法。他双手环抱于山峰前，俏脸上露出一个狡黠的笑容，对着宁天冷哼道：你要是敢乱来，为师就让你永远也当不上圣子。此话一出，宁天虎躯一震，整个人都蔫了，悲痛欲绝的哀嚎起来：苍天啊，大地啊，我为何如此命苦，摊上了这么个不疼自己的师尊啊！赶紧闭嘴，再瞎嚷嚷，为师可就真不让你当圣子了。穆婉清气恼地瞪了他一眼。别啊！宁天立即换上一副乖巧听话的模样，显然是打算先暂时服软。见逆徒终于被自己拿捏住了，穆婉清唇边扬起一个得意的笑容，心里却有些好奇，逆徒为什么对当圣子那么执着呢？一副要死要活的，真是奇怪了。不过这样也好，只要有能威胁到他的东西，以后就不用怕他欺负自己了。胡思乱想间，宁天那小心翼翼的询问声飘了过来：师尊大人，那您打算什么时候让我当圣子？穆婉清清了清嗓子，悠悠道：为师虽然是太上长老，但宗门事务终究是宗主打理，何况你又废了赵不凡，自然需要些时间。宁天追问：那需要多久？穆婉清白了他一眼，无语道：猴急什么？先等个2-3年吧。什么？2-3年？徒儿看您真是飘了。宁天瞬间明白过来，这是想用圣子之位来拿捏自己啊！他当即撸起袖子，做事上前惩罚师尊大人。可以商量，你快站哪，不许过来！原本一副强势不已的穆婉清，见他这副架势，娇躯轻颤，直接慌了神，俏脸也涨得通红。最多10天时间，10天不行，太短了。你再多给点时间好不好？宁天眉头微挑，再度露出一副凶神恶煞的表情。见此情形，穆婉清吓得花容失色，可怜兮兮地说道：为师答应你就是了。听到这话，宁天喜笑颜开，看着一副怕怕的师尊大人，伸手轻轻捏了捏他的小脸。师尊大人真乖，那徒儿就静候您的好消息了。说完，他转过身，大摇大摆地离去。穆婉清望着渐行渐远的嚣张背影，朱唇轻抿，抬手轻抚着微微泛红的脸颊，又气又恼地清脆一声：可恶的逆徒，天天没大没小的，真是让人生气。下了明月风，宁天哼着小曲，晃晃悠悠地朝着自己的洞府方向走去。刚回到洞府不远处，他发现有一道鬼鬼祟祟的青色丽影在大门口前来回踱步。待看清人后，他喊了喊：师妹，这么晚了，你怎么在这里呀？苏倩倩被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一跳，回头发现是宁天时，非但没松口气，反而还变得紧张兮兮起来。师妹，你这大晚上鬼鬼祟祟的，不会是想做什么坏事吧？宁天望着眼前垂首低眉，紧张到不敢看自己的苏倩倩，忍不住调侃起来：才不是呢，人家只是恰巧路过而已，我走了。苏倩倩说着就准备离开，可没走2步，一道贱兮兮的玩味声音便响了起来回去修炼，正好还有2颗灵因果，炼化后想来可以突破到化神境巅峰。苏倩倩脚下一顿，恼怒地转过身瞪着宁天，气愤道：你个混蛋，你是不是故意气我的？宁天仿若未闻，径直走到他的跟前，轻声笑道：师妹，来都来了，不如进来坐坐。你靠那么近做什么？苏倩倩俏脸一红，脚下连连后退数步，与他隔开一个安全距离。哈哈哈！宁天被他逗得大笑起来，紧接着转身推门走进洞府，并没有顺手关上大门。混蛋！见到这一幕，苏倩倩紧咬贝齿，小心肝扑通扑通的乱跳起来，岂会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就在这一刻，面前的洞府在他眼中就是一个恐怖的深潭虎穴。深思良久，
苏倩倩深吸了一口气，款步走了进去。当进来后，她忽然瞪大了眼睛。师兄洞府里面的灵气为何比外界浓郁这么多？难道是布置了聚灵大阵不成？胡思乱想间，一声呼喊传来：“师妹，别站着，随便坐吧。”苏倩倩先是看向坐在金碧辉煌宝座上的宁天，接着又看了看空荡荡的四周，不禁翻了个白眼。可恶，又戏耍自己。努力平复了下紧张，苏倩倩用着可怜巴巴的表情说道：“师兄，你就给人家一颗灵婴果好不好吗？”宁天笑道：“只要师妹答应约定，灵婴果自然可以给你，否则免谈。”闻听此言，苏倩倩美眸中闪过一抹不易察觉的恼怒之色，继续用着可怜兮兮的语气哀求道：“师兄，你怎么可以强人所难呢？不如换一个条件，不管是什么，人家都答应你好不好？”靠！这小妖精真是越来越会了。要是一般人，没准真就答应了。但宁天是谁？那可是坐怀不乱真君子，岂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忽悠的？他义正言辞地说道：“师妹，你说我堂堂准帝太上长老的徒儿，会缺那些破烂东西吗？我缺的是你啊！除了你，我什么都不要。”苏倩倩原本以为他会说出什么高尚的话来，结果绕来绕去，最后还是觊觎自己，真是个可恶的坏胚子！我呸！不要脸！这时，一缕清香弥漫整个洞府，顺着源头望着，发现宁天手中正在把玩着一颗灰色的果子，不就是他需要的灵婴果吗？师妹，想不想要灵婴果呀？宁天将手里的果子对着他晃了晃，想要。苏倩倩重重点头，望着灵婴果的眼神充满垂涎。只要是修仙者，每修炼到一个全新的大境界，就有可能出现桎梏困境，而他就已经出现了，导致困在元婴境后期许久。如果不尽快打破，拖得越久，对以后越不利。可桎梏岂是说打破就能打破的？除非能领悟到其中的奥秘，否则就需要借助奇珍异宝。灵婴果是到宫境之下最珍贵的宝物，对修炼有极大的帮助。若是将其炼化，他绝对有信心突破，甚至迈进化神境都有可能。见他这副模样，宁天嘴角微微上扬。既然想要，就乖乖过来。师兄，我不想说第二遍。听到如此强硬且不容置疑的话，苏倩倩明显慌了神，呼吸也变得有些急促起来。她不想答应这个无理的要求，但是她清楚宁天那说一不二性格，如果不乖乖听话，肯定是不会给自己灵婴果的。余光偷偷看了一眼宁天，苏倩倩的俏脸突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红润起来，长得倒是挺俊俏，锲而不舍地追求了自己1年多，也还算是有点诚意，就是太花心了，而且还跟柳妹儿那狐妹子有着不清不楚的关系，要不要答应呢？哎呀，真是烦死了。师妹，你要是实在不愿意，师兄也不强求，毕竟我也想用这灵婴果突破境界呢。闻听此言，苏倩倩凶巴巴地瞪着宁天，羞恼道：“催什么催啊？但凡你是个正人君子，人家至于考虑这么久吗？行，你好好考虑，不催你了。”宁天表示有些无奈，自己明明是个君子好吗？只不过喜欢和仙子成为朋友而已，有错吗？一点也没错好不好？气人！苏倩倩气恼地跺了跺脚，仿佛是下定了某种决心，款步走到巨大的宝座前，缓缓坐在宁天旁边。宁天见状，眼睛一亮，随手抛掉了手中的灵婴果。你丢人家的灵婴果干嘛？结，师妹，灵婴果现在还不是你的哦。你混蛋！与此同时，一处古朴的房间中，是师尊，弟子这是被废了吗？浑身是伤的赵不凡躺在床上，望着旁边的李建生开口询问，语气里透着难以掩饰的紧张。李建生安慰道：“你没有被废，只是伤到了根基，灵丹并无大碍，所以不必有压力，为师会想办法助你恢复的。弟子在此谢过师尊。”赵不凡眼中亮起希望的光芒，满脸感激的致谢，紧绷的身体稍稍放松，暗自松了一口气。刚刚醒来感应不到修为，可把他吓坏了，真以为自己被废了。还好有惊无险，只要灵丹没事就行，否则他这辈子可就彻底完了。见赵不凡没有自暴自弃，李建生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后他对赵不凡细细叮嘱了一番养伤期间需要注意的事情后，便先行离开了房间。待房门关闭，赵不凡突然发出一声充满极致愤怒的咆哮声：“宁天，你害我差点被废，还让我丢了圣子之位，老子跟你不共戴天！这个仇我赵不凡记下了，总有一天我会亲手杀了你雪耻。”什么情况？我怎么突破了？宁天从奢华霸气的巨型宝座上一跃下，满脸全是疑惑之色。就在刚刚，他的境界莫名其妙的从化神境后期突破到了化神境巅峰。丁，恭喜宿主侥幸找到世间顶级顶炉体质月阴之体，并成功得到元阴之力，本系统送来祝贺，奖励地级功法大荒求天旨。系统的声音在耳边传来。宁天瞪大了眼睛，卧槽，
这谁能想到啊？苏倩倩竟然身负所有男修梦寐以求的双修顶颅体质月阴之体，难怪她的境界会突然突破，原来是得到了元阴之力的加持。这也就算了，筒子居然还附赠了一部地级杀伐功法大荒求天指，惊喜，简直是天大的意外之喜啊！宁天看向发丝凌乱的苏倩倩，露出一抹很坏的笑容。倩儿，真没想到，你原来还是一个大宝藏啊！苏倩倩此刻还有点晕乎乎的，就感觉很莫名其妙，自己怎么会突然觉醒了月阴之体呢？连沉寂已久的修为也稀里糊涂地突破了一个小境界，迈进了元阴境巅峰，这实在是太离谱了。你又想做什么？瞧见宁天朝自己走来，苏倩倩心头一慌，露出一个怕怕的可爱表情，不自觉地往后挪了挪。倩儿，我们一起变强好不好？宁天嘴角微微上扬，温柔地轻抚着她的秀发。不要，人家要回去了。苏倩倩脸颊一红，惊慌不已，岂会不明白这混蛋在打什么主意？跟头倔驴一样，他可不想继续留在这里，不然指不定又要怎么欺负自己呢。他懊恼地瞪了一眼某个坏胚子，起身就打算离开。而某些坏东西怎么可能如他所愿呢？人家不是说了不要吗？你说的不算，混蛋！不多时，师妹，你跑那么快做什么？灵隐果不要了吗？随着一声呼喊的响起，洞府大门被推开，一道青色丽影扶着门把跌跌撞撞的从里面跑了出来。可恶的混蛋，真是气死我了！苏倩倩小脸通红，美眸中翻涌着无穷无尽的怒火，边跑边擦拭着嘴唇，嘴里还不断念叨着什么。恶心，竟然敢这么对自己，真是太可恶了！哈哈，让你吊我那么久的胃口，现在知道厉害了吧？洞府中的宁天望着苏倩倩那狼狈不堪的背影，直接被逗得捧腹大笑起来。打开系统面板，宿主宁天，境界化神境巅峰，血脉大地血脉，体质苍天霸体，小成，功法横骨拳、排云掌、幻影迷踪步、大荒求天指。啧，差一点就能踏进道宫境了。看着系统面板上的个人信息，宁天的心情别提有多么舒畅了。他没想到自从觉醒系统后，自己的运气会变得这么好，只用了2个多月，竟然连续突破4个小境界，达到了化神境巅峰，距离道宫境只差半步之遥。这说出去谁敢相信？就算是外面那些被誉为万年不遇的超级天才也做不到啊！也是该好好沉淀一下了。宁天想了想，打算先稳固修为，然后尝试一下能不能直接突破到宫境。说做就做，他当即闭上双眸，运转功法修炼。时间缓缓流逝，宁天陷入了虚无缥缈的入定状态。1天、2天、3天，转瞬间7天就过去了。宁天收到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直接出关，急匆匆地朝着明月峰飞去。推门而进，映入眼帘的便是一袭紫色薄纱裙，尽显高贵冷艳的穆婉清。这要是平常，宁天肯定会花口几句，但是今天并没有。他快步上前，满脸激动地询问：“师尊大人，您真同意我当圣子了？”穆婉清苦笑道：“一个圣子而已，至于让你这么激动吗？”宁天露出一副既悲伤又无奈的神情，扬手长叹道：“师尊大人，您是高高在上的准地强者，是不会懂这个位置对徒儿有多么的重要。曾经的他只是一个最底层的屌丝，醒来打螺丝，做梦还在打螺丝。他早就受够了这种生活，穿越到这个世界，他就发誓要改变这一切。他要一步步地爬到最高，当年高。地位、实力、美人等等，这些曾经求而不得的东西，不管用什么手段，他都要一一获得。而天眼道宗的圣子，便是傲视天地之巅的起步。切故弄玄虚。”见逆徒的反应这么大，穆婉清就显得有些无语了。紧接着他轻声说道：“为师已经和宗主商量过了，让你当圣子也不是不行，可你的名声太差，还经常在宗门为非作歹，仗势欺人，所以决定让你去办一件事，只要能在规定期间内完成，就可以当圣子。”被师尊大人奚落，宁天罕见的没有反驳，自信满满的拍了拍胸脯：“别说1件事了，就算是100件，徒儿也保证完成的漂漂亮亮的，给师尊大人长脸。”穆婉轻轻哼道：“长脸就不必了，以后能乖一点就行。”嘿嘿，师尊大人，徒儿还不够乖吗？宁天发出怪笑一声，瞧见他那坏坏的眼神，再结合这话，穆婉清那张绝美的俏脸上瞬间泛起丝丝红晕。没点正经，师尊大人，您要是再不说是，徒儿真会很为难的。烦人！穆婉清羞恼地瞪了他一眼，这才开始说起正事。天眼道宗管辖的天武城，近来频频出现被抽干精血的修士尸体，其城主怀疑有邪修在这一带拿修士修炼，已向宗门多次求援。宗主收到信息，曾派出数名到宫境执事追查此事，奈何凶手的行踪太隐蔽，搜寻了几个月，却是一无所获。还有这种事？
宁天惊讶不已。要知道，天眼道宗可是青州明面上最强的5大宗门之首，有宝贝师尊这位准地强者坐镇，可谓是威压寰宇，无人敢冒犯。一个小小的邪修，竟然敢在天眼道宗的地盘下闹事，那不是老寿星嫌命长，自寻死路吗？怎么样，敢不敢接下这个任务？只要能在1个月内找出凶手，并将其斩杀，你就可以坐上梦寐已久的圣子之位。不过为师可事先提醒你，这邪修可能很厉害哦。穆婉清美眸瞥向宁天，小眼神里的小觑毫不掩饰，就像是在说，要是害怕就赶紧认怂吧。靠，真是叔叔可忍，婶婶不能忍。宁天坏笑道，师尊大人，徒儿有多厉害，您还不清楚吗？区区一个邪修而已，随手拿捏。穆婉清轻哼一声，挥了挥小手，快去快去，最好在邪修手里，这样为师就能清静一点了。哟呵，宝贝师尊有点调皮啊，没被自己的话激得羞恼就算了，竟敢到反天罡的挑衅自己，看来是要加大点力度才行。徒儿还没彻底征服您这位美艳绝伦的师尊大人呢，那是相当惜命的，真打不过还不会跑吗？宁天说着，还渐渐地朝他挑了挑眉。你不许胡言乱语。原本想看他吃瘪的穆婉清，瞬间就像只炸了毛的小猫咪一样，又羞又恼地嗔怒道：可恶，逆徒的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都敢光明正大地说想征服自己呢，自己是那么容易就能被征服的吗？哈哈哈！见此情形，宁天笑得格外开心。宝贝师尊再厉害又如何，在自己面前还不是一个随随便便就能欺负的小可人。逆徒，你越来越放肆了，为师现在不想看见你，你赶紧出去。穆婉清咬牙切齿，恨不得立即教训一顿老是故意气自己的逆徒。宁天见他真生气了，也见好就收，不再继续逗他。师尊大人，那您好好休息，徒儿便先行告退了。穆婉清张了张嘴，下意识的想喊他，奈何脸皮太薄，到最后也没放下自己的傲娇。直到宁天的身影彻底消失不见，寝宫里才响起窸窸窣窣的娇嗔声。混蛋混蛋，真是个大混蛋，让你走就走，有本事就永远也不要回来。回到洞府，宁天并没有立即前往天武城的意思，而是继续修炼刚掌握的大荒求天指，因为他很清楚师尊大人先前肯定不是故意吓自己，在天武城为非作歹的邪修实力绝对不弱，否则不可能逃脱天眼道宗的追查。为了顺利完成任务当上圣子，他肯定是要有底牌的，而这大荒求天指乃是十分恐怖杀伐功法，拿来当底牌刚刚好。时间悄悄流逝，又3天，终于是修炼到小城了，勉勉强强还算不错。宁天微微一笑，随即起身出了洞府，是时候为自己的崛起之路做铺垫了。他化作一道流光飞出天眼道宗，径直朝千里之外的天武城方向飞去。不多时，当路经一处森林上空时，系统的声音突然在脑海里不断回荡，预警预警，检测到天命主角未来的女人，选择任务开启。选择1，大反派和天命主角乃是宿敌，对方的女人不能留，应当斩杀，奖励浪费可耻的称号1个。选择2，能成为天命主角的女人都是天才中的天才，将她征服，为自己所用才是王道，奖励姻缘印记1枚。姻缘印记可对天命主角未来的女人使用，能随时注意到对方的一举一动，避免被挖墙脚。什么？天命主角的女人？宁天悬浮于空，惊愕不已。曾经看过无数小说的他，自然清楚天命主角是什么，那可是成长起来神挡杀神，佛挡杀佛的恐怖存在，而且能成为这类主角的女人个个都不一般。自己是大反派，想要登临世界巅峰何其艰难，必须要有左膀右臂，单单依靠宝贝师尊和苏倩倩是不行的，当然要多多益善了。结，宁天直接做出选择，我选2。下一秒，他的眼前出现一道系统定位面板，上面清晰标记着那位等待征服的小可人位置。索嘎，系统的服务真是太到位了。茂密的林子中，一道白色丽影神色慌张的仓皇逃窜，唇边还溢着鲜血。结，白宗主，你是逃不掉的，劝你乖乖臣服于本护法，否则下场是会很严重的哟。随着一阵阴恻恻的声音从后面传来，一个身形佝偻的猥琐老头以惊人的速度出现在女子的正前方。白希月愤怒道：黑山老道，我与你们血煞宗无冤无仇，你为何要追着我不放？黑山嘿嘿一笑，那双充满欲望的眼睛不断打量着他。要怪就怪你自己太漂亮了，简直美到老到我的心坎里去了，做梦都想联系你。倘若你现在臣服我，老道我不仅会好好疼你，甚至还会助你的落云宗更上一层楼，不然嘿嘿。白希月闻言，美眸骤缩，又惊又怒。他只是出来办点事，竟然会被血煞宗的变态护法盯上，这可如何是好？
黑山老道是化神境初期，而自己只是元阴境中期，眼下还身受重伤，根本打不赢啊！难道今日？不，他就算是死，也绝对不会屈服。轰隆隆，白希月散发凛冽气势，手持长剑，摆出了一副玉石俱焚的架势。黑山老道见状，冷笑连连：“白宗主，既然你如此不识趣，那么就别怪老道我不怜香惜玉了。”话音未落，他率先出手，以一招擒拿手直逼白希月。小美人，束手就擒吧！白希月不敢大意，正准备拼死相搏的时候，一道青衫身影毫无征兆地挡在了他的面前。只见对方抬手挥出一拳，轰隆隆，刹那间，恐怖骇人的拳风骤然涌现，携带无法匹敌之势轰向黑山老道。什么？化神境巅峰！黑山老道吓得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慌忙催动全力，施展自身最强的防御功法。可下一秒，砰！拳风的力量太恐怖，碾压而过，黑山老道连一息都未能撑住，直接被轰成了血雾，死了。黑山老道就这样死了。天哪！一击就把化神境初期轰成了飞灰。这位看着仅有24-25年纪，俊俏到无可挑剔的年轻人，居然是一个化神境巅峰强者。难道他是来自某座大宗的天才不成？白希月正在原地，美眸中全是震撼。姑娘，你没事吧？宁天缓缓转过身看向他，并露出了一个温润而雅的笑容，心里却是惊叹连连。不愧是天命主角未来的女人，这颜值都能跟宝贝师尊相提并论了。最重要的是，还是一位御姐。嘿嘿，喜欢。然而，宁天这细微的神情变化，终究还是被细心的白希月察觉到了。是错觉吗？这位公子看自己的眼神为何如此奇怪？他有些狐疑，不过并没有细想，朝着宁天微微欠身致谢。落云宗宗主白希月，今日多谢公子的出手相救。宁天这件玩意不仅图谋不轨，竟然还装出一副正义凛然的君子风范。希月姑娘无需多礼，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本就是我们修仙之人理应秉承的美德。他竟有如此气度，白希月很是惊讶。在这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世界，他不敢说全部，但有一大半的修仙者都是自私自利之辈。别说什么行仗义之事了，能不仗势欺人就不错了。一时间，他对眼前这位年纪轻轻、实力强大，还喜欢行侠仗义的宁天生出了丝丝好感。考虑到自己还有要事在身，白希月说道：“公子，您的大恩希月铭记于心，只是我还有要事情在身，无法多做停留，还望公子能告知姓名和所在道统，他日希月定协理登门道谢。在下宁天，就你只是顺手之事，希月姑娘不必如此客气。”宁天摆摆手，一副做好事不求回报的模样。宁天，等等，这个名字怎么有点熟悉呢？突然间，白希月似乎记起了什么，小心翼翼地询问道：“您不会是天眼道宗2位候选圣子之一的宁圣子吧？”希月姑娘认识我？宁天顿时面露疑惑之色。他就入过几次世俗，名声有那么大吗？仅靠名字就能认出来？啊，还真是您啊！白希月吓一大跳，脚下连连后退，看着他的眼神满是警惕。希月姑娘，你这是怎么了？宁天被他的反应整得有些摸不着头脑。你自己看看这个吧。紧张兮兮的白希月素手一挥，一张纸朝着他飞去。宁天随手接住，狐疑地查看起来。原来这是青州风云日报，上面详细记录着青州最近半年内发生的所有大事件。他从上到下逐一看去，当目光接触到第6条大事件内容时，宁天瞪大了眼珠子，直接呆立当场。风云日报第6条大事件：2个月前，黑风山天降神瑞，出现不少稀世罕见的奇珍异宝，吸引各路修士前往寻宝。其中有一对男女嚣张至极，不好好寻宝，专门抢夺他人储物戒，引起巨大骚动。有能人将其底细扒出，女子为九幽魔，叫圣女柳妹儿。黑风山还未出现天地财宝之前，便已经在那里搞事情。男子叫宁天，乃是天眼道宗2大候选圣子之一，更是准帝太上长老晚清仙子的徒儿。有传言说他仗着自己的背景，在宗门为非作歹，仗势欺人，是彻头彻底的纨绔弟子。温馨提示：这宁天还是一个贪恋美色的花花公子，请仙子们遇见他时别犹豫，直接跑，切莫逗留，避免倾慕你们的男性朋友流泪。卧槽！诽谤！这他妈的是赤裸裸的诽谤啊！宁天懵逼了。他承认自己和柳妹儿在黑风山抢了不少修士的储物戒，可那都是对方自找的啊！如果不是那些人先起歹心，他们也不可能做这些事。这些就算了，在宗门内教训不长眼的弟子有错吗？怎么就仗着背景为非作歹，仗势欺人了？还有最后那句温馨提示又是什么鬼？靠！这是真想毁了我啊！他虽然不在乎名声，但也不想登上风云日报啊！
宁天挤出一个苦啾啾的笑容，看向满脸警惕的白希月。我要是说有人在诽谤我，希月姑娘，你应该会相信吧？相信你个大头鬼！白希月翻了翻白眼，又惊又怕，先前的丝丝好感荡然无存。经过天机楼发布的风云日报，绝对不可能作假。这个宁天肯定对自己不怀好意，他记得清清楚楚，对方先前看自己的眼神就奇怪的不寻常，带着浓浓的占有意味，以为是错觉，现在想想错不了呀。这哪是什么行侠仗义的正人君子，分明就是一个比黑山老道更坏、更可恶的花花公子。自己的命好苦啊，刚逃出狼窝，结果又掉进虎穴里面。不行，宁天的实力太强，万一真动粗，自己可就真完蛋了。一番思想斗争后，白希月打算先跑路为强，他紧张兮兮地朝着宁天开口：宁圣子，我还有点事，就先行告辞了。至于恩情一事，若日后有机会，我一定会回报的。话音未落，他已经爆发出自身元阴境中期的力量，并施展最拿手的速度身法，一溜烟就跑了。那速度简直了，把宁天看得一阵目瞪口呆。废了，彻彻底底的废了。原本以为英雄救美，再以自己的3寸不烂之舌，肯定可以讨到白希月的欢心，然后轻松拿捏。哪能想到白希月这么聪明？网文小说里不是说，那些能成为天命主角的女人都是纯洁小白纸吗？怎么自己遇见的不一样啊？不过这样也好，越聪明的女人我越喜欢。你逃我追，你插翅难飞。宁天怪笑一声，他连高高在上的师尊大人都敢欺负，小小女主是逃不出他的手掌心的。落云宗吗？姐，乖乖等着吧，我很快就会来找你的。不过眼下还是要先去把正事做了。想到这里，宁天腾空而起，乘风离去。天武城富丽堂皇的城主府中，一位中年男子坐在书桌前，正焦头烂额地查阅着最近城中发生的卷宗，脸上全是苦涩。这时管事慌慌张张地从外面走了进来，嘴里还激动地不断喊着：城主，宗门回消息了。李玄仓豁然起身，惊喜追问：消息是怎么回复的？是不是宗主打算派遣长老来追查邪修？这倒不是。管事刘福摇了摇头，解释道：宗门这次派遣来的是候选圣子之一的宁天宁圣子。宁圣子？李玄仓顿时眉头皱起。身为天眼道宗下辖势力的城主，他自然知道宁天和赵不凡2位候选圣子的大名，二人皆是元阴境巅峰修为，乃是宗门年轻一辈的最强翘楚。而宁天更厉害，听说只修炼了5年。他分明记得宁天因为平日里嚣张跋扈，在宗内惹是生非，已经被废除了候选圣子身份。宗主为何会派他来？这并不是小觑，而是邪修太棘手，行踪诡秘不说，手段还残忍至极。李玄仓推测，对方的修为大概率在道宫境中期到生死境初期之间，这样的实力，即便是自己这位道宫境初期的城主都难以抗衡。元阴境的候选圣子，即使再强，也不可能是对手啊。沉吟片刻，李玄仓对着刘福吩咐道：让府中众人准备一下，一定要以最高规格迎接圣子驾临。宁天虽然被废了候选圣子身份，可在他看来，这只是宗门的一个小惩罚而已。宁天未来肯定会成为圣子，毕竟他的背后可是站着太上长老这尊准帝师尊啊，因此万万不能怠慢。是。刘福应声回应，匆匆离开去着手准备了。下午时分，一道青衫身影慢慢悠悠地走进天武城，径直朝着城主府而去。很快他便来到了城主府不远处。当走近一看，宁天吓一跳，什么情况？怎么那么多人？只见府前有序地站着一排排的人影，人数大约有几千人。最前方的李玄仓也看见了宁天，气质非凡，走路嚣张，宁圣子无疑了。他急忙上前对宁天恭恭敬敬的施礼。天武城城主李玄仓，恭迎圣子大驾光临，恭迎圣子大驾光临。李玄仓身后的护卫齐齐踏出一步，扯着嗓子扬声呐喊，气势磅礴，声震云霄。哎呦我去，牌面这么大的吗？宁天表示有点爽，但是并没有表现出来，装模作样的对着李玄仓说道：李城主啊，我的候选圣子身份都被下了，你们称呼我为圣子，会不会有点不太适合？修炼上千载，又是一城之主，李玄仓那可谓是十足的老油条了，当即义正言辞的朗声道：圣子说笑了，您天赋异禀，实力超群，纵观整个青州，能与您相比的天才寥寥无几，又是太上长老之徒，若您都配不上圣子之称，那么谁还有这个资格？看看，这才叫语言的魅力。宁天听的那个虚荣心瞬间爆棚，爽到无法自拔。他满意的笑道：李城主，你这路可就走宽了啊。李玄仓眼睛一亮，岂会听不懂其中深意，当即就开始表忠心了。
属下愿意为圣子赴汤蹈火，只要圣子需要，纵使是刀山火海，属下也在所不辞。不错不错，你很有前途。宁天故作高深的点了点头，随即迈步朝着大殿走去。望着伟岸的背影，李玄仓激动不已。他知道自己可能要起飞了，如果真能抱上圣子这条大腿，更进一步只是时间问题。嘿嘿，李玄仓反应过来，为了自己的前途，连忙快步跟上，毕恭毕敬地为宁天引路。大殿中，宁天来了个喧宾夺主，高坐主位之上。城主李玄仓不仅没有生气，反而还贴心地询问他周途劳累，是否需要安排下人伺候。这就不必了。宁天摆了摆手，他还想着赶紧办完正事去征服白溪月呢。一想到这，他就有点蠢蠢欲动，随即询问道：“先说说邪修一事吧。”圣子事情是这样的，李玄仓开始为他一一讲述起事情经过。原来是半年前开始，天武城频频出现人口失踪一事，有一大半是妙龄女子。经过天眼道宗诸位执事的追查，在一处院子里的地窖内发现了失踪的人尸体，全部被抽干了精血。再加上四周邪气充斥，便推测出有邪修依靠阴毒手段，用修士精血、女子魁血来修炼。宁天问道：“最近可以查出什么有用的消息，比如邪修的踪迹？”李玄仓无奈叹息道：“这邪修行踪极为隐蔽，加上他只在暗中行事，无论用什么办法都无法找到有用的线索。有一次我们无意间撞见了他，本以为可以直接将其拿下，岂料对方突然施展出极其诡异且速度极快的身法，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宁天追问：“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只知道对方是邪修这一线索，至于姓氏名谁、行踪之类的线索一概不知。”李玄仓小心翼翼地点了点头。靠，这抓个屁啊！宁天无语了。本以为可以随随便便拿捏凶手，然后回去交差当圣子，哪能想到连关于凶手的线索都没有。他们在明，邪修在暗，对方有机会才出来搞事，想将其抓住，简直比大海捞针还要困难。现在他总算明白自己想当圣子，李建生没有跳出来搅事了，因为这件事根本不可能完成。马德，实在不行放弃，回去欺负一下宝贝师尊，让他直接立自己为圣子算了。反正师尊大人是太上长老，只要态度强硬，李建生也不敢多说什么。虽然这么做负不了重，但胜在简单啊。就在这时，刘福急匆匆地从外面跑了进来。圣子，城主，下面传来消息，说在城外又找到了一个邪修的窝点。闻听此言，原本想放弃的宁天仿佛看见了希望一样，眼睛顿时一亮，赶紧带我们去看看。说着，三人便急匆匆地出了城主府。城外一处偏僻的郊区院子外面，密密麻麻的人影聚集在这里，有城主府的护卫，也有凑热闹的修士。当众人看见眼前的场景，皆是怒火滔天，咬牙切齿地挤出畜生两个字。院子里弥漫着令人作呕的腐臭味，地面上横七竖八躺满了被抽干精血的干瘪尸体，有男有女，显然是天武城最近失踪的那些人。这邪修还真是大胆啊！何止大胆，简直就是丧心病狂，竟敢在天武城如此为非作歹，拿修士和妙龄女子修炼邪功，难道真不怕天眼道宗的怒火吗？有个修士讥笑道：“要是真把天眼道宗惹急眼了，那位太上长老一旦入世，整个青州的邪修都得吓尿。”话音刚落，周围所有人都不自觉地缩了缩脖子，冷汗淋漓，看着他的眼神十分无语。道友，你就别开玩笑了，要是把晚清仙子惊动，别说邪修了，我们都要吓尿。天眼道宗的太上长老是谁？那可是一位美貌与实力并存、风华绝代的绝世仙子。她不仅有着青州第一美人之称，更是大地之下最强者。青州明面上看似只有她这一位准帝，实则暗中的三大隐士家族和妖族也都有准帝强者的存在。5000年前，妖族与五大宗门产生了摩擦，蠢蠢欲动，想覆灭五大宗门。我们的晚清仙子一人一剑独占4位妖族准帝，不仅全程不落下风，甚至还重伤了其中2位。有传闻说，若非他当时手下留情，那2人必死无疑。自那一战后，穆晚清便被誉为准帝中的最强者。他如今已有1000年不曾入世，要是真把他惊动出来，那可就不是邪修吓尿那么简单了，整个青州都会因此大地震。让开让开，圣子和城主来了。随着一道声音飘来，宁天和李玄仓在刘福的引领下从远处缓缓走来，周围的城主府护卫纷纷躬身施礼：“我等拜见圣子，拜见城主。”声势浩大，惊得围观修士面面相觑，满脸都是疑惑之色。那不是前段时间在黑风山和柳妹搞事情的天眼道宗候选圣子之一的宁天吗？是他啊，难怪看起来那么嚣张。不是有小道消息说宁天已经被废除了候选圣子身份吗？城主府的人为何还喊他圣子？你们不懂了吧？这叫人情世故，人家可是晚清仙子的唯一徒儿，听说还很受宠，身份地位摆在那，谁敢在他面前放肆？
喊一声圣子不过分，还得是道友啊，眼光果然不一样。你们还年轻，就学吧。讨论声传进耳边，宁天对这些修士表示很满意。不过有一点说错了，不是他受宝贝师尊的宠，而是宝贝师尊被他宠爱的死去活来。很快，宁天和李玄苍来到了院子门口前。我靠，眼前的景象时算是把宁天恶心到了。他自认为手段很辣，但是跟邪修相比起来，简直是大巫见小巫。这妥妥的变态杀人狂啊！随便扫了一眼尸体，他便能猜出这些人生前肯定遭受过无法言喻的折磨，最后才被抽干精血。唉，可怜啊，岂有此理！这邪修一日不除，我天武城恐怕会永无宁日。李玄苍怒目圆睁，怒火冲天。身为天武城城主，却无法庇护城中之人的安危，这让他感觉十分难受。他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宁天身上，紧张地询问道：圣子，您可有找到凶手的好计谋？宁天嘴角抽了抽，真把他当神了，毛的线索都没有，上哪找啊？可是心里想法又不能直接表明出来，不然会影响自己伟大的身份，苦恼啊！也就在这时，系统那贱兮兮的空铃声突然响了起来。叮，宿主是不是还在因为找不到凶手而苦恼呢？只要你求求本系统，本系统即可替你解决这一难题。筒子，你是不是飘了？竟敢让本宿主求你，你究竟是哪来的狗胆？劝你有屁赶紧放，不然就闭嘴。结，这就急了，一点幽默细胞都没有，真是太不经斗了。宁天一口老血差点没吐出来，要不是没能力，他是真想把筒子狠狠地抽一顿。竟敢到反天罡，太嚣张了。系统也是见好就收，随即说起了正事。叮，本系统检测到白希月再次陷入险境，凶手正是为霍天武城的邪修，位置就在往北方向100里外的小破庙中，请宿主尽快前往求援。啥玩意？上午才救了他，下午又被抓了。宁天直接呆立当场，他算是服了，不愧是女主角，果然跟小说里的一模一样，动不动就深陷困境，等待猪脚的英雄救美。只是可惜啊，他不是猪脚，而是想挖墙脚的大反派。小美人，哥哥救你2次，就不信还拿不下你？宁天对着李玄苍问道。往北100里之外是不是有一个破庙？这个李玄苍挠了挠头，哪知道什么破庙不破庙的，好在旁边的刘福及时站出来解围。回圣子，确实有一座破败的庙宇。宁天点头道：即刻带人随我前往，邪修现在就在那里。啊！此话一出，在场的所有人都一头雾水，看向他的眼神要多古怪就有多古怪。宁天没有过多解释，李玄苍虽然不解，但也不敢多问，连忙按照他的意思召集人马。就这样，由城主府护卫和吃瓜群众组成了一个3000多人的庞大队伍，浩浩荡荡，气势汹汹，路过的狗都要挨上一巴掌。在那破败不堪的庙宇中，角落里有位身着白色长裙、古典清雅、美若天仙的女子，被一件不知品级的宝器五花大绑丢在那里，她的嘴里还塞着一块破抹布。女子不是别人，正是白希月。真是没想到，出来一趟竟然还能遇见这等惊世骇俗的绝色佳人，简直是赚翻了啊！伴随着一声阴恻恻的声音飘来，一个眼神阴鸷、周身煞气滔天的黑袍男子从外面走了进来。白希月美眸中涌起无穷无尽的怒火，那模样恨不得将偷袭自己的黑袍男子一剑砍死。黑袍男子无视了他的愤怒，望着他的眼神全是贪婪的欲望。小美人，别害怕，天亮之前你是不会有事的。白希月吓得脸色惨白，慌忙催动元阴境力量，企图挣脱身上的绳索。黑袍男子见状讥讽道：别白费力气了，这是圣级宝器捆圣绳，非大圣强者不可能解开。什么？这竟然是圣级宝器！白希月心头一慌，快要急哭了。修炼数百年，身为一宗之主的他，还是首次如此不知所措。上午才被宁天救下，逃出黑山老道的魔爪，哪曾想刚出那片森林，就被眼前这黑袍男子抓了。此人浑身邪气环绕，一看就是坏事做尽的邪魔歪道。自己落在他的手里，此地又是深山老林，还有谁能来救自己？他既委屈又害怕，自己怎么就这么倒霉啊？难道长得漂亮也有错吗？这等角色世间罕见，我都有些舍不得拿你来修炼了。若你愿意跟着我，饶你一命也不是不行。小美人，你觉得怎么样？黑袍男子阴恻恻地笑道。白希月冷冷凝视着他，就像是在说，你别白日做梦了。既然你如此不识趣，那就别怪我不怜香惜玉了。黑袍男子脸色一沉，缓缓靠近。白希月彻底慌了神，就在他以为自己难逃毒手的千钧一发之际，一道正义凛然的怒喝打破平静。住手！朗朗乾坤，光天化日，你这邪修竟想做欺辱良家女子，这等伤风败俗之事，
我今日便要替天行道。话音未落，一位身着青衫、帅到眉边的年轻人凭空出现在庙门口。熟悉的面容，熟悉的霸气模样，映入白希月眼帘。刹那，他惊呆了。宁天他怎么会在这里？白希月满眼激动地望着宁天，原本惊慌失措的他，在这一刻不知不觉地放松了下来。有这个坏男人在，他知道自己有救了。小子，你是谁？劝你不要多管闲事，赶紧滚，否则我不介意送你归西。黑袍男子眉头紧锁，摸不清宁天的底细，也不敢贸然出手。这位就是我们天眼道宗的圣子。李玄苍紧随其后跟了进来。圣子？黑袍男子疑惑重重。天眼道宗什么时候有圣子了？为何没有一点风声传出？如果属实，那可就麻烦了。能成为5大宗门的圣子都是超级天才，修为基本跟自己不相上下，有的甚至还要更加强大。再加上李玄苍这个道宫境初期，以及外面几千炮灰，即便自己是道宫境巅峰，也得含恨而死。沉思片刻，他立即换上一副谄媚的嘴脸，朝着宁天拱手道：原来是天眼道宗圣子，在下无意冒犯，还望圣子大人见谅。说着，黑袍男子指了直角落里的白希月，为表达歉意，我愿意将这个美人送给您，您看如何？白希月美眸瞪得大大的，如果不是被堵住了嘴，他真会当场爆粗口。道歉就道歉，把自己当礼物送出去，算怎么回事？真以为丑人就能乱作怪？气死！他忽然发现，宁天听完黑袍男子的话后，看自己的眼神变得奇奇怪怪。这混蛋不会想顺势答应吧？果不其然，宁天笑了。看在你的诚意还算不错的份上，冒犯我的事，我便不追究了。就在黑袍男子以为自己能平安脱身之际，宁天接下来的话就像一盆冰水，浇得他透心凉。冒犯我的事能算了，但是你祸乱我天眼道宗下辖势力天武城的账，那可得好好算算。您这不是说笑了吗？我虽不是什么好人，但也不傻，怎么敢对天眼道宗的势力动手？黑袍男子立刻装出一副我很无辜的模样。行了，别装了，我给你个痛快的机会，自己了断吧。宁天淡淡开口，语气不容置疑。看着他这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旁边的李玄苍心里直犯嘀咕：圣子是怎么确定这人就是凶手的？对面的黑袍男子更是狐疑不已，黑袍下的眼神阴晴不定。自己从未露过真容，这小子是怎么一口咬定自己就是天武城事件的凶手？马德，看这小子的态度，想安稳脱身是不可能了，只能先下手为强，拼了。小子，既然你想死，那我就顺手送你一程。轰隆隆，黑袍男子体内涌出一股令人窒息的气息，化作残影冲向宁天。道宫境巅峰，如此恐怖的邪气，他果然是那个邪修圣子，他太强，我们必须赶紧走。李玄苍脸色骤变，拉着宁天就想跑，岂料拉了半天都拉不动。道宫境巅峰而已，不足挂齿。宁天很嚣张的摆摆手。听到这话，李玄苍要不是碍于他的身份，恐怕会直接破口大骂您才华神境巅峰啊！对方比您高了整整4个小境界，杀您就跟玩一样，竟敢小觑我，小子你找死！黑袍男子被彻底激怒，挥起拳头砸向宁天。跟我玩近战，你也配？宁天面露不屑。轰！他没有保留，将苍天霸体的力量催动到极致，右拳化作紫色，狂暴的气息席卷小庙上空。下一秒，他动了，沙包大的紫拳猛地挥出，与黑袍男子的拳头狠狠相撞。砰！啊！黑袍男子右手被恐怖的力量粉碎，发出一声极为凄厉的惨叫，身躯砸穿墙壁，重重摔在地上。刹那间，全场陷入死寂。错觉，一定是错觉。化神境巅峰的宁圣子不仅扛住了道宫境巅峰的一击，甚至还一拳把人打成了重伤。等等，不对劲！你们刚刚是否注意到宁圣子右手的变化？他出拳的时候似乎带着神通的气息，气息狂暴，肉身强悍，紫色拳头还拥有越境而战的变态能力，施展的不会是苍天霸体的神通霸权吧？什么？宁圣子身负传说中的苍天霸体？在场众人齐齐将目光投向副手里的宁天，满脸难以置信。可铁一般的事实摆在眼前，由不得他们不信。要知道，即便是把体魄一道修炼到极致，也很难用肉身之力越境秒杀高出自身4个小境界的修士，除非他是超级天才，并且拥有铜镜无敌、肉身无敌的苍天霸体。要说最震撼的，还得是李玄苍。此刻的他整个人都有点懵。他起初是怀疑过圣子实力的，毕竟道宫境巅峰的邪修太强大，就连自己这个道宫境初期看见了都要跑，更别提化神境了。可是万万没想到，圣子竟身负苍天霸体这等盖世神体，直接越境一招重伤了黑袍男子。恐怖至极！
李玄仓暗自庆幸，还好自己机敏，没有小觑圣子，反而牢牢抱住了圣子这条超级大腿。此时此刻，只有黑袍男子的咆哮声在庙宇上空回荡。这怎么可能？现在知道了宁天的底细，只是一个化神境巅峰修士，他并没有半点兴奋，只有浓浓的恐惧。他遇见过不少的天才，却从未碰见过如此离谱的。哪个天才敢说自己可以跨大境界的鸿沟，一招击败比自身高出4个小境界的修士？没有，一个都没有。即便身负神体也很难做到，而眼前这个年轻却做到了，足以说明对方可能把苍天霸体修炼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层次。黑袍男子知道自己栽了，现在断臂重伤的他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必须赶紧跑，否则危矣。今日之仇我记下了。黑袍男子怨毒地对着宁天放下狠话，当机立断，转身就逃。宁天没有去追的意思，而是对着李玄仓吩咐道：他受了重伤，实力大减，善后之事就交给你了。是，属下保证完成任务。李玄仓本就恨透了祸害天武城的黑袍男子，眼下有了报仇的机会，自然不会放过。他当即领着城主府众人以及一群凑热闹的修士，朝着黑袍男子逃离的方向追去。很快，四周只剩下宁天与白希月2人。望着蜷缩在角落一副楚楚可怜的白希月，宁天哑然失笑道：希月姑娘，我上午才救过你，怎么下午又被人抓了？白希月嘴里发出含糊不清的呜咽声。宁天见状，蹲下身，伸手将塞在他嘴里的抹布拿了出来。呸呸呸！白希月有些恶心的连连吐了几口，又深深吸了好几口气，显然是被憋坏了。缓了好一会儿，他急切地对着宁天说道：宁圣子，您能不能帮我解开身上的捆圣绳？宁天玩味笑道：自然可以，不过有个问题想问你，你同不同意那邪修说的话？白希月眨了眨眼眸，似乎没听懂。宁天身子微微前倾，凑到他耳畔轻声说道：我是说，那邪修要把你送给我这件事，你认不认同？你无耻！白希月的俏脸涨得通红，满是羞愤地瞪着他，那小模样煞是诱人。可恶，邪修说的话关自己什么事？面对他的愤怒，宁天不仅不以为意，甚至还故意吓唬道：不装了，摊牌了，我就是无耻。如果不答应，我现在就走，你自己想办法自救吧。我事先提醒你，这荒山野岭的可没人会来救你，就算运气好遇到过路修士，保不齐人家见了你这姿色会生出什么歹心，到时可就真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听到这番话的白希月脸色瞬间变得苍白，望着宁天的眼神里全是哀求。不要，别把我丢在这里，那你答不答应？我……白希月咬着朱唇，可谓是又气又急。他现在算是看明白了，这混蛋上午救了自己，就已经在打了坏主意，只是没找到机会罢了。眼下机会摆在他面前，肯定不会轻易放过自己。既然你要强人所难，那我就先委曲求全，等脱离危险之后再另做打算。暗暗想着，白希月声若蚊蝇地说道：我答应你，就是你快把捆圣绳解开吧。宁天可不会轻易相信他的话，当即伸手捏着他的下巴，还故意装出一副凶巴巴的样子。你要是敢骗我，我一定会狠狠地收拾你。有小心思的白希月被他的眼神吓得娇躯轻颤，慌忙将头别到一边，强作镇定的开口：反正我已经答应了，你爱信不信。他真会这么乖吗？宁天完全不相信，不过也不敢逼得太紧，毕竟白希月是女主角，乖乖束手就擒是不可能的，还是循序渐进的好，免得惹急了，得不偿失就不好了。紧接着，宁天开始替他破解身上的捆圣绳，同时悄悄地给白希月施展系统给的姻缘印记。一会后，捆圣绳成功解开，白希月不仅没有半点开心，反而像炸了毛的小猫咪，满脸羞愤的连连后退，与宁天拉开了一段安全距离。混蛋，你不是人！宁天坏笑道：我刚救了你，这样骂我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你那是救吗？分明是。白希月说到一半，俏脸泛起丝丝红晕，后面的话怎么也说不出口。身上异样的感觉让他看向宁天的眼神愈发愤怒。这登徒子真是太坏了，竟然在解捆圣绳的时候战他。宁天见状忍不住大笑起来，他不得不承认，这女人还真是有料。圣子。这时前去追杀黑袍男子的李玄仓等人从远处赶了回来。宁天问道：事情办得如何了？信不辱命，这是对方的储物戒。李玄仓说着将一枚黑色的储物戒递了过来。宁天随手接过，神识往里扫了扫，储物戒内并没有什么太珍贵的东西，基本都是些修炼邪道的功法。原来黑袍男子会在天武城作恶，是修炼了这些有副作用的邪功，把自己搞得人不人鬼不鬼。
不得不冒险用修士精血和女子葵血压制，否则随时会有爆体的风险。垃圾！宁天不屑地撇了撇嘴。就在他准备将神石从储物戒内收回来时，一部功法的名字突然吸引了他的注意：神行御空术。卧槽，这竟然是地级功法！宁天翻了翻功法介绍，惊讶不已。这神行御空术不仅是地级功法，还是一门速度身法。要知道，速度身法是最稀缺的，特别是级别越高的越少见。他引以为傲的幻影迷踪步也只是圣级而已，而且还是从宝贝师尊那搞来的。可以说，地级的速度身法，即便是强如五大宗门的道统也没有，珍贵程度不言而喻。万万没想到，无门无派的邪修竟然有这样的宝物，惊喜啊！这不是赚妈了吗？他身负苍天霸体，主修体魄一道，玩的就是近战，搭配上神行御空术，寻常人谁是自己的一合之敌？就算打不过，想跑路也是轻轻松松。宁天满心欢喜地将功法收起来，转身就想继续撩白希月，岂料环视了一眼，哪还有对方的影子？刚刚那女子去哪了？众人面面相觑，似乎都不知道。李玄苍弱弱地接话道：圣子，那位仙子会不会趁您刚才走神的时候提前离开了？宁天气得牙痒痒，这女人还真是不乖啊，竟敢戏耍自己，是要给她点颜色看看了，否则真不分不清大小王了。宁天对李玄苍说道：祸害天武城的邪修已经铲除，你们带人回去吧，我也要回宗门了。圣子，您不多留几天吗？属下还想开晚宴庆祝，并为您接风洗尘呢。李玄苍急了，圣子来天武城半天时间，就带领他们抓到了为祸城中已久的邪修，其效率以及实力震惊所有人。他还想用这件事摆个庆祝晚宴，好好抱稳这条大腿呢。现在圣子说要离开，着实让他有些不知所措。这就不必了。宁天摆摆手，他还要赶着去收拾白希月，然后回宗门当圣子，哪有闲工夫在这里逗留？不过李玄苍这个人不错，很聪明，虽然老了点，天赋一般，但够用。他即将成为圣子，未来的目标是傲立苍穹，需要这类人替自己办事。想了想，宁天取出从宝贝师尊那抢来的储物戒，接着又拿出一个闲置的储物戒，鼓捣了一会，随手朝李玄苍丢去。李玄苍疑惑道：圣子，您这是？你很入我的眼，这是赏你的，好好修炼，别辜负了我的信任。宁天稍微解释了一下，转身便走了。李玄苍呆呆地目送他远去的身影，随后目光落在手里的储物戒上，下意识地用神识看去。这不看不要紧，一看吓一大跳，这么多修炼资源！只见储物戒内堆满了修炼资源，多到足够天武城所有人修炼几年时间，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功法宝物。天武城虽是天眼道宗下面的势力，但属于放养状态，穷得很。他什么时候见过那么多的修炼资源？李玄苍突然恍然大悟，圣子可能是接纳他了，给他这么多资源的目的，肯定是想让他把天武城的实力提升一下，好日后派上用场。对了，肯定是这样。补脑一通，李玄苍在心中暗暗发誓，机会摆在眼前，自己必须争取，绝不能辜负圣子的厚望，未来一定要把天武城打造成独属于圣子的利刃，一个能为圣子铲除一切的利刃。落云宗，青州大地上一个不起眼的小宗门。随着夜幕的降临，一道鬼鬼祟祟的身影来到了落云宗山门前。他先是左顾右看，确定无人后，施展起某种追踪手段。很快，他找到了想寻找的小可人所在位置。结，人影嘴里发出一阵怪笑，沿着山道小路悄无声息地摸了上去。某座洞府内，白希月端坐在宝座上，柳眉紧皱，无奈地叹了叹气。只是出去办点事，结果倒好，不仅是没办成，还差点栽在2个变态手里。还好有惊无险，被宁天救下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可恶，好端端的怎么会想起那个登徒子？一想到宁天打着救人的名号占自己便宜，白希月就觉得脸颊发烫，又气又委屈，忍不住低骂：混蛋！我呸！他赶紧把脑海里的某个坏东西驱逐出去，然后盘膝坐好，准备运功静心。可就在这时，嘎吱，洞府大门突然响起一道细微声，紧接着毫无征兆地被推开。谁？白希月猛地睁开眼眸，当看清从外面走进来的人影时，惊得直接从宝座上弹了起来。你怎么会在这里？来人正是宁天。他边走边笑：希月姑娘，几个时辰不见，我可是想你得紧，不知道你有没有想我啊？白希月张了张嘴，一个字也说不出，只觉得脑瓜子嗡嗡作响，猛地彻彻底底，疑惑重重。宁天怎么会出现在落云宗？难道……他美眸圆睁，呵斥道：你卑鄙无耻，竟然跟踪我！希月姑娘，话可不能乱说，我什么时候跟踪你了？宁天挑了挑眉，颇为玩味地打趣道：那你怎么知道我在落云宗，还找到了这里来？白希月愤怒地盯着他，显然不相信。
哈哈，宁天顿时被他这副模样逗笑了。上午救你的时候，不是你自己说你是洛云宗宗主吗？这才过去不到1天，难道西月姑娘就忘了？哎呀，好像真是自己说的。记忆涌上心头，白希月又气又恼，恨自己没事说那么多干什么。强压着羞恼，他咬牙切齿地说道：就算是这样，你也不能再没经过我的同意贸然闯进来啊！自己好歹是洛云宗宗主，宗门虽是小门小派，但也不能再没有自己的同意就闯进来吧。这也就算了，他还直接来到了自己居住的洞府，谁让西月姑娘先出尔反尔的呢？竟敢趁我不注意偷偷溜走，不给你点颜色瞧瞧，我看你真要翻天了！什么叫偷偷溜走？白希月有被气到，自己和宁天非请非故，虽说对方救了自己2次，但也不能阻止自己回宗门吧。西月姑娘，你不会是想来账吧？见他沉默不语，宁天眼神微眯，脸上不自觉地扬起一抹坏笑，落入白希月眼中。他那张白皙的俏脸不禁一红，强装镇定地反驳：什么赖账不赖账的，我又没有答应你什么。嘿呀，这女人还真是翻脸就不认人了。宁天当即怪笑道：既然西月姑娘忘了，那我就只能帮你好好回忆回忆了。你要干什么？瞧见他朝自己步步逼近，白希月吓得脚下连连后退，很快就来到了角落，退无可退。一时间他慌了，美眸频频闪烁。结，西月姑娘，你说我想干什么呢？完了，他真要干坏事。白希月冷汗直冒，从未如此紧张过，下意识地警告道：劝你最好不要乱来，你可是大宗门的圣子候选人，要是敢胡来，我一定将你的恶行散播出去，到时候你的名声将会遗臭万年，届时别说当圣子了，肯定会受到天眼道宗严惩的。宁天哑然失笑道：我的名声早就臭了，更何况还登上了风云日报，根本没有挽救的可能。至于宗门严惩，那就更不可能了。你难道忘了我师尊是谁吗？在天眼道宗，谁敢严惩我？这番嚣张的话一出，原本以为可以吓唬到他的白希月瞬间反应过来，是啊，这混蛋恶迹斑斑，既贪财又好色，在天眼道宗里横行霸道，这要是在其他正道宗门，就算是宗主也保不住他，下场只有死路一条。可宁天不仅没事，反倒成了候选圣子，这一切不就是因为他的背后站着那位声名赫赫，号称大地之下最强者的师尊吗？有这样的靠山，除非消失已久的大地清灵，否则谁能奈何得了他？咕噜什么声音？正思索对策的白希月忽然听见一道奇怪的细微声响，抬头望去，娇躯猛地一颤，只见宁天正用直勾勾的眼神盯着他，很坏那种，仿佛恨不得立即将他啧。白希月这副惊慌失措的模样再次把宁天看呆了，他不得不承认，这女人是真美，温柔里藏着强硬，强硬中又带着几分胆怯，简直越看越让人上头，越看越勾人的征服欲。不愧是女主角，这魅力太顶级了。希月姑娘，我再问你一次，我就你实说的话，你认不认账？你无耻！白希月气得脸色青一阵红一阵，恼怒无比。看来你是不打算认账了，这样也好，今天我就好好收拾你一顿，让你明白不乖乖听话的下场。宁天故意摆出一副要狠狠欺负他的凶猛样子，大步流星地朝他走去。这一下可把白希月吓坏了，惊慌之下竟直接取出长剑，剑尖直指他。宁天见状，没忍不住笑出了声。我的实力你是见识过，就凭你的元阴境中期的修为，可吓唬不到我。劝你还是乖乖。就在他跃跃欲试、嚣张不已时，话音突然戛然而止，脸上的笑容也僵住了，眼神就像是看见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就连声音都带着浓浓的惊愕。喂，你要做什么？只见白希月竟然剑锋一转，直接横在了自己的脖颈上。是，宁圣子的强大毋庸置疑，我也有自知之明。若你要强人所难，我就算是死也不会让你得逞。白希月眼角滑下2行清泪，凄惨一笑，做事就要挥剑自刎。这突如其来的骚操作直接让宁天瞪眼了。等等，我开玩笑的，就是故意吓吓你，千万别做傻事啊。乖，快把剑放下，太危险了。你觉得我会相信吗？白希月现在不相信他说的任何话，刚刚都要硬来了，哪像开玩笑。这剑要是放下，一旦被这花花公子抓住，自己的清白肯定保不住。说着他又要往脖颈上送剑，宁天连忙大喊：停，只要你答应把剑放下，我现在就走。真的？白希月抽了抽鼻子，怔怔地看着他，眼神里还是有些怀疑。宁天一本正经地保证道：我虽然不要脸，但向来言出必行，你跟我接触了3次，总该看得出来吧？他能看不出来吗？白希月暗自无语，就凭宁天能因为一句话大半夜找上门来欺负自己，就足以见得什么叫言出必行了。沉吟片刻，白希月咬牙道：
你现在就离开落云宗，还要保证以后不许再来欺负我，否则我现在就死给你看。宁天急忙应道：我保证，我保证。你赶紧把剑放下。那你先离开落云宗，不然我是不会放下剑的。白希月完全不松口。好好好，我走，我现在就走。宁天哪还敢拖延，嘴上应着，化作残影，迅速朝外面飞去，眨眼消失得无影无踪。见此情形，白希月小心翼翼地挪步到门口，左右张望了一番，确定他离开了后，这才急急忙忙关上大门，紧接着又取出几道结界阵法，布置在洞府四周。做完这一切，白希月后怕地丢掉手中的长剑，心有余悸地瘫坐在地上，捂着胸口不停地拍。吓死我了，真是吓死我了！还好那混蛋还算有点人性。卧槽，大意了！宁天站在山门下，回头望了一眼落云宗，不自觉地打了一个哆嗦。按照他原先的猜想，白希月属于外强中干的纯洁小美人，只需略微吓唬一下，然后凭借自己的身份地位，他肯定会乖乖就范。哪能想到他会宁死不屈，甚至强硬到以死相逼。唉，栽了，这回算是彻底栽了。暂且不说苏倩倩，拿捏宝贝师尊这种盖世强者，他都是手拿把掐的。结果万万没想到，竟然会在女主角这里吃瘪。真就眼下来硬的肯定是不行了，看来只能想想其他办法了。宁天暗自想着，要是换别的女人敢以死相逼的方式来拒绝，他肯定就直接放弃了，因为继续追求就显得太舔狗了。但白希月不一样啊，貌若天仙不说，又是女主角，双重身份的加持下，让他产生了仅次于宝贝师尊那种征服欲。你越强硬，你越不愿意，我便越要得到你，让你乖乖低下高傲的头颅。如此一来，不是更有一番风味？嘿嘿，想着想着，宁天这件玩意脸上的笑容越来越贱。等着吧，你不仅逃不掉，我还要让你自己乖乖的求着。结。狠话放完，他便回了正经模样。紧接着，宁天腾空而起，朝着天眼道宗的方向飞去，准备先回去当圣子。当宁天赶回天眼道宗，已是次日中午。刚落地，便被李建生喊去了宗门大殿。弟子拜见宗主，拜见薛长老，拜见刘长老。宁天先是装模作样的对着高坐主位之上的李建生恭敬行礼，随后又对着左侧的薛毅和刘一刀拱手作揖，最后他的目光才缓缓落向右侧那位身着素白长裙、气质古典清雅的大长老李青竹身上。弟子拜见李长老。是错觉吗？李青竹忽然柳眉轻蹙，他刚刚注意到眼前这小子看自己的眼神，似乎带着的并不是宗门小辈对长老的敬畏，就像是在欣赏，而且很不单纯。他当即用余光紧紧盯着宁天，想印证自己的判断，可看了好一会儿，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李青竹暗自苦笑，只当自己看走眼了。这小子虽然风评不好，想来给他10个胆子，也不敢对自己这位长老有什么不该有的心思。这时，李建生率先打破平静，对着宁天开口询问：听说你的修为又突破了，而且不仅用了不到1天就解决了天武城的麻烦，甚至还一击重伤了道宫境巅峰的邪修。回禀宗主，是的。宁天倒也没有隐瞒，说话间便将自身的修为气息释放出来。下一秒，大殿内哗然一片。化神境巅峰，你小子居然真的又突破了！在场的长老们面面相觑，眼中全是难以置信，就连主位上的李建生也不例外。其实昨夜他们就收到了李玄仓的传信，当得知宁天只用半天便解决了困扰天武城半年的大麻烦，还凭一己之力重伤到宫境巅峰邪修时，所有人都心存疑惑，怀疑他又是仗着身份逼迫李玄仓虚报了消息。由于此事关乎圣子之位的归属，所以宁天一回来，他们便立刻将他召来，就是想当面核实真假。如今看见他这副信誓旦旦的模样，以及化神境巅峰的气息，所有人都彻底震惊了。宁天和赵不凡一战，好像才过去不到10天吧，竟然又突破了，甚至还能跨越大境界，一击重伤比自身高出整整4个小境界的道宫境巅峰邪修。天才，简直是超级天才！刘一刀看向李建生，说道：宗主，这小子身负苍天霸体，战力如此恐怖，称得上绝世天才。不错，他当得起天眼道宗圣子。薛毅紧随其后出声附和，就连向来沉默寡言的李青竹此刻也微微点头，显然是认同两人的看法。这一幕直接把本来怀有小心思的李建生整不会了。怎么回事？这3人今天竟然会同时替宁天说话？李青竹和刘一刀暂不提，薛毅在前段时间的庆典上可是被宁天驳了面子，以他记仇的性格，按理说应该会跳出来搞事才对，怎么也开始替对方说好话了？难道他们知道了让宁天解决天武城一事，回来后直接立圣子是太上长老的决定？这也说不通啊，毕竟这件事只有他这位宗主知晓。
难道是？此时此刻，李建生总算是明白了什么。怪不得宁天一回来，这几人会立即把自己喊过来开大会。本以为是要针对这小子，感情是有意而为之啊。计划算是落空了，反而彻底跟圣子之位无缘了。罢了，都是命啊。李建生的目光缓缓移向宁天。既然你完成了宗门交代的任务，从今日开始，你便是天眼道宗的当代圣子。卧槽，这就成了。原本还准备舌战群雄的宁天，听到这话，眼中顿时闪过一抹惊愕之色。李建生继续问道：你已是圣子，本宗主现在便为你昭告天下。听到这话，宁天急忙出声阻止。宗主，等等。李建生狐疑看着他。宁天解释道：这种小事就不麻烦宗主了，弟子让师尊帮忙就行。闻听此言，众人皆是一头雾水。既然都知道这是小事，直接让宗主昭告不就行了？为何还要去麻烦太上长老？宁天自然不会把自己的盘算说出来，说了几句客套话，随口找了个理由便先行告退了，然后急急忙忙地朝着明月峰而去。明月峰寝宫内，一袭紫色薄纱裙，高贵冷艳，魅惑万千的穆婉清轻轻瞥了一眼被自己迷得神魂颠倒的宁天，心中暗自小窃喜，表面却装出一副我很冷漠的样子。逆徒，你有毛病啊！同意让你当圣子就不错了，昭告天下这种小事还要为师来做？你以为你是谁啊？师尊大人，求了！宁天可怜兮兮地哀求道，目光则是一刻都离不开师尊大人。凡人不帮。穆婉清轻哼一声，态度很坚决。他都怀疑逆徒脑子是不是抽风了，自己可是高高在上的准地强者耶，是要时刻保持威严的好吗？这种小事还要自己来干，那不是有失自己的颜面吗？嘿呀，师尊大人，这才过去几天啊，徒儿看您是真分不清大小王了。宁天撸起袖子，摆出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做事就要上前狠狠地教训一顿跟自己抬杠的宝贝师尊。逆徒，你站那，不许过来！穆婉清被吓得别说准地威严了，慌得连师尊威严都保持不住。那您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宁天双手抱怀，那模样那姿态可谓是嚣张到不能再嚣张了，直接把穆婉清看得一愣一愣的，忍不住清脆一声：混账逆徒！他真要被气坏了，自己才是师尊好不好？逆徒竟然敢倒反天罡吓唬自己，简直太可恶了。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已经完全压不住他了。逆徒不开心就会欺负自己。穆婉清很无奈，只能被迫答应，美眸瞪着宁天，嗔怒道：快说吧，要为师怎么替你昭告天下？见师尊大人同意了，宁天顿时换了一嘴脸，屁颠屁颠地凑上前来。师尊大人，您只需要这样。听完他的意思后，穆婉清苦笑不已。不就立个圣子吗？至于弄得这么复杂？婉儿乖，快赶紧的吧，不准喊我小名。穆婉清听见宁天竟敢喊自己的小名，噌的一下坐起身，满脸都是羞恼。好，不叫了。宁天撇了撇嘴，心中暗道：人都是我的，喊个小名都不让，没大没小。穆婉清再次羞涩地剐了他一眼，这才不紧不慢地运转灵力，紧接着神色陡然一变，威严无比，声音回荡在整个青州大地间。无徒宁天心性沉稳，入无门下5载，展现惊绝天赋，踏入化神境巅峰，当成在道统无上气域，即刻起为天眼道宗当代圣子。随着穆婉清的声音在天地间悠悠回荡，世间所有修士皆是瞪大了眼珠子，纷纷朝着天眼道宗的方向望来。我没听错吧？修炼5年就踏进了化神境巅峰，这个宁天是谁？为何有些耳熟？我想起来了，他就是几个月前在黑风山和九幽魔教圣女搞事情的天眼道宗候选圣子宁天。我靠，原来是那个贱人啊！他不是一个嚣张跋扈、喜好美色的花花公子吗？为何天赋如此恐怖，竟然只用了5年就修炼到了化神境巅峰？是啊，比风云榜上所有年轻的天骄还要恐怖。哥哥们，我弱弱的插一句嘴，你们说会不会是假的消息呢？这位胖乎乎的可爱妹妹，你可知刚刚那道悦耳动听、令人流连忘返的声音出自谁？不知道呀。靠！宁天大名传遍整个青州大地，无数修士全都在讨论他，可谓是天下谁人不识君。天眼道宗某处昏暗的古朴房间内，卧伤在床的赵不凡从先前传进耳边的话语回过神，疯狂摇头，嘴里不断发出嘶吼声。不，我还躺在床上，站都站不起来，宁天怎么就突然成圣子了？那是属于我的位置啊！我不甘心啊！宁天，我一定要宰了你！在那明月峰的寝宫中，看着满脸兴奋的宁天，穆婉清朱唇抿了抿，显然极为无语。满意了，满意。宁天连连点头，要多激动就有多激动。他为了当圣子等得太久了，终于是得到了，
而且还是让宝贝师尊这位准地强者替自己立，这逼格简直高出了天际。日后在外浪的时候，我看还有谁再敢跟自己唧唧歪歪，惹到我直接搬出宝贝师尊吓死你。既然满意了，就赶紧出去吧，为师这段时间不想理你。闻听此言，宁天缓缓看向美得冒泡的师尊大人，艰难地咽了咽口水，义正言辞地说道：师尊大人，您刚刚替徒儿立圣子，肯定累坏了吧？徒儿还没好好感谢您呢，若是现在就走，让外人知道了，还不得在背后戳徒儿的脊梁骨啊？为师不需要你的感谢。穆婉清瞧见他那坏坏的模样，绝美的俏脸瞬间一红，露出怕怕的表情。您说的不算，在这里徒儿的话就是天就是地，您没有反驳的余地。逆徒，你再如此放肆，为师真会生气的。结。第二天夜里，神清气爽的宁天走出寝宫，下了明月峰后，并没有回自己的洞府，而是悄悄地往长老峰走去，没有别的目的，只是想去教训苏倩倩，因为这女人飘了。她回宗已经2天，并且坐上了圣子之位，这女人竟然到现在都没有出现。宁天怀疑她是在故意躲自己，必须惩罚，不然真要翻天了。片刻过后，宁天悄无声息地摸上了长老峰，刚来到距离苏倩倩洞府不远处时，他突然被一道倩影吸引住了目光。前方的凉亭里面，有位女子坐在那独自喝着闷酒，她身着素白长裙，在微弱的月光照映下，可以清晰看清那张清雅脱俗的绝美容颜，不是别人，正是大长老李青竹。要不过去看看？宁天想了想，随即调转了方向，朝着李青竹走去。听见细微动静，李青竹侧目望来，当发现是宁天的时候，柳眉微微一皱。宗门有明文规定，在没有经过允许的情况下，任何弟子都不能贸然踏上长老峰，难道圣子不知道吗？宁天笑着说道：圣子的身份地位和长老齐平，本圣子来长老峰，好像不需要谁的允许吧？李青竹瞥了他一眼，也不知道是不是酒劲上来了，直接鄙夷道：狐假虎威，你以为当上了圣子就有资格跟长老平起平坐？在这强者为尊的世界，你觉得你自己配吗？还有我去，这有着优雅长老之称的青竹仙子，平日里的行为举止可都是一副看透尘世的仙子风范，不仅不会与人争执，就算你骂他，他可能都会一笑而过。万万想到竟会突然表现出这一面，啧，怎么看着令人有种。宁天摸了摸鼻子，也不生气，有些好奇地询问道：青竹长老看着似乎有些心事啊，不如跟弟子说说，没准可以帮助到你呢。不需要。李青竹没好气地冷哼一声，俏丽的小脸上布满了烦躁。得，这气性看来是真遇到什么烦心事了。宁天虽然不要脸，但是很知趣，即便怀有小心思，也不会犯贱到去热脸贴冷屁股，没事找骂。正当他准备离开的时候，脑海里突然响起一道空灵声，叮！检测到李青竹遇见瓶颈，因为无法领悟突破大圣境的契机而产生烦恼，触发系统被动。选择1，真正的大反派就是要敢想敢干，给仙子长老希望，然后狠狠地拿捏他，奖励破镜丹1枚，选择立即获得奖励。选择2，仙子长老压迫感太强，我不敢，我太怂，奖励废物称号1个。怪不得李青竹会跟变了个人一样，一改往日的优雅风范不说，大晚上的还在这里独自喝闷酒，感情真是碰见大难关了。结。要知道他可是觊觎这位仙气飘飘的仙子长老很久了，只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眼下机会摆在眼前，岂有放过的道理？最重要的是，这还是苏倩倩的师尊。我选1。宁天毫不犹豫地做出选择，随后一屁股坐在了李青竹旁边的石凳上，不等对方反应，直接伸手夺过了他手中的酒葫芦。你做神！李青竹正要发作，可下一秒他猛地睁大美眸，整个人僵在了原地。只见宁天举起酒葫芦，直接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好酒！没想到青竹长老还有这等极品佳酿，真是让人回味无穷啊！看着宁天一脸满足咂巴着嘴，羞意难当的李青竹只觉得心头一颤，体内猛然激荡出一股圣威。宁天，你是不是找死？青竹长老，你也太小气了吧，不就喝了口酒吗？至于发这么大的火？宁天摆出一副无辜的样子，随手将酒葫芦的还给他。诺，还给你。李青竹见状，气得羞红了脸，那双充满杀意的眼睛死死盯着他。如果眼神能杀人，宁天此刻怕是已经死了千百回。这混蛋是不是故意装傻？难道不知道这酒葫芦是自己刚喝？不要，那我可就接着喝了。见他没反应，宁天又起了捉弄他的想法，把酒葫芦收了回来，继续仰头猛灌。看到这一幕，李青竹张了张嘴，脑瓜子嗡嗡作响，一片空白。真是美味啊！宁天放下酒葫芦，咂了咂嘴，故作疑惑地看向满脸涨红、娇躯微微发颤的李青竹。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酒喝着有一丝丝别样的甜味。长老，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这混蛋果然是故意的。李青竹怎会听不出话里的深意？他恨不得当场发作，直接拍死这登徒子，可内心深处涌起的异样感，令他莫名其妙的心慌意乱，连继续待在这里的力气都没了。他慌忙转身，想赶紧逃离这是非之地。然而还没走出几步，一道犹如鬼魅般的声音直接将他定在了原地。青竹长老，要是我说有办法助你突破大圣境，你会不会相信？李青竹皱起柳眉，也顾不上内心的慌乱，立即回过头凝视着宁天。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宁天缓步走到他面前，笑道：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我能助你打破迟迟无法突破的境界难关。呵，你凭什么？李青竹仿佛是听到了天底下最可笑的笑话，就像是看傻子一样看着他。一个小小的化神境修士，竟敢大言不惭地说能帮自己突破大圣境，简直是可笑至极。若是真有这么容易突破，他也不会卡在圣人境巅峰整整2000年。宁天凑前一步，轻声说道：不如我们打个赌如何？只要我能拿出帮助你突破的东西，你就答应我一个条件。这眼神可真邪恶。李青竹下意识往后退了半步，目光有些闪躲。他正要拒绝的时候，转念一想，自己既是圣人强者，又是宗门大长老，岂能被一个小辈唬住？何况他压根不相信对方真有能帮自己突破的宝物。想到这，李青竹讥讽道：只要能拿得出对我有用的东西，别说一个条件，就是100个，本长老也答应你。那可说定了，不许反悔，本长老不屑骗你。好。宁天心头一喜，当即取出系统刚给的那枚丹药。刹那间，一缕浓郁的丹香扑面而来，好香啊，似乎还夹杂着来自地的气息。李青竹满脸好奇地盯着宁天手里那枚晶莹剔透的丹药。这是什么丹药？宁天笑道：破镜丹。什么？这是破镜丹。李青竹美眸睁得大大的，整个人都愣住了，脸上更是布满了震撼之色。世间丹药分1至9品，1品至4品为灵丹，5品至7品为宝丹，8品为圣丹，9品为地丹。破镜丹便是8品圣丹，是圣王之下所有圣境修士梦寐以求的无上至宝，服下即可原地晋升一个小境界。只不过8品圣丹乃是属于传说中的宝物，已经有几万年不曾现过世，因为只有8品炼丹师才能炼制。要知道，炼丹一道是十分吃天赋的，寻常人很难踏入此道，即便侥幸成为炼丹师，也难有多大成就。像8品炼丹师，你就算把整个大千道域翻过来找，也找不出一个。目前已知最高级别的炼丹师，也就是7品。宁天怎么会有？难道是太上长老给他的？这也说不通啊！就算太上长老是准地强者，好像也拿不出这样的丹药吧？青竹长老，现在相信了吧？走神之际，轻飘飘的玩味声传来。李青竹瞥了宁天一眼，并没有接话。宁天没放过他的意思，又追问：你说，若是服下这枚破镜丹，你能不能突破到大圣境？这不是废话吗？李青竹有些无语。如果连破镜丹都帮不了他，那世上还有什么丹药能行？那你想不想要？想要，你给吗？宁天笑道：自然可以给你，毕竟我们先前有过赌约，不过你得先答应我的条件。那算了，你自己留着吧。李青竹想都没想，直接拒绝。就拿宁天刚刚那副坏到没边的模样来看，他用脚丫子都能猜出对方在打什么鬼主意，真把他当成随意就可以糊弄的3岁小孩不成？宁天不忿道：你可是保证过的，怎么能出尔反尔呢？我就反悔了，你能拿我怎么样？李青竹双手抱怀，俏脸上露出一个狡黠的笑容。靠！气煞我也！宁天憋屈不已，却无可奈何，因为他确实不能拿李青竹怎么样。但是你以为他会就此放弃？不可能！他当即说道：青竹长老，你可要想清楚了，如今你已被桎梏所困，想突破只有2个方法，要么感悟到契机，否则就要依靠灵丹妙药。前者你肯定做不到，不然也不会这么久都无法突破，所以这枚破镜丹是你唯一的希望。如果你反悔，我就只能自己用了，毕竟破镜丹对圣境之下的修士也能起到作用。你威胁我？李青竹一改往日遇事冷静的风格，胸口气得此起彼伏，眼中更是怒意滔天。但凡宁天不是太上长老宠爱的徒儿，即便有着圣子的身份，他也会当场爆发。真是太可恶了！他可是大长老，圣人境巅峰强者，在外也是赫赫有名的存在。这个鬼迷心窍的混小子，竟然敢威胁自己！这明明是善意的提醒，怎么就威胁了呢？宁天完全不在意他的愤怒，甚至语气还很强硬。李青竹没有说话，冷眼凝视他。宁天嘴角微扬，凑到他的跟前，身子微微前倾，在他的耳畔轻轻说道：反正我话已经摆在这里了，
想要破禁丹，就必须履行承诺。而我的条件也很简单，我要你做我的女人。虽然早有心理准备，可当听到这番话时，李青竹还是被震惊到了。他真的好大胆，竟然！李青竹只觉得脸颊一阵发烫，耳根子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泛红，迅速蔓延至整个小脸。他第一次感到了心慌。清心寡欲，不争不抢，只想安安静静修炼，追逐长生一道的他，对男女之事从来都是不屑的。无论在外还是宗门内，都是用看透一切的模样面试，其目的就是不想让那些男人纠缠自己。效果很明显，那些倾慕自己的男修见了他，都会被这种冷漠吓到，完全不敢靠前一步。可他怎么也想不到，宁天竟然会拿着自己需要的丹药，用如此霸道的手段来威胁自己，还说什么要自己做他的。青竹长老，你相信一见钟情吗？还记得5年前我初到天眼道宗，还是经过你的测试才顺利成为一个外门弟子。那时我就发誓一定要努力修炼，然后光明正大的来追求你。如今的我修为虽然差你很多，但我相信以我的天赋，用不了多久就可以追赶上来。你就答应我好不好？宁天张嘴就胡说八道，说起谎来不仅脸不红，心不跳，甚至连眼神都是一副深情款款，杀伤力超乎想象。听得李青竹这位冷漠的优雅仙子面红耳赤，呼吸都变得急促不已，连跟他对视的勇气都没有。有机会。见此情形，宁天乘胜追击。竹儿，你就答应我吧，我发誓一定会好好疼你，爱你。李青竹张了张嘴，可当瞧见满眼都是自己的宁天，慌的话到嘴边都说不出口。就在宁天以为胜券在握的时候，李青竹突然腾空而起，眨眼间消失在了夜幕之中。卧槽，怎么跑了？宁天直接瞪眼了。刚刚一顿小情话下去，李青竹明明已经有了松口的迹象，为什么会突然跑了呢？没道理啊，难道是害羞了？哎，白费口舌了。宁天扭头看了远处的洞府，也没有心情去找苏倩倩了，直接返回了自己的洞府。接下来的时间里，宁天也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什么刺激，一直都待在洞府内修炼。时间飞逝，半个月后，正在修炼的宁天缓缓睁开眼睛，满脸都是烦躁。明明只差一点，为什么就是突破不了呢？他的境界距离到宫境只差半步之遥，而且已经有了突破迹象。可闭关了大半个月，这临门一脚就是无法迈进去。不会我也遇见了境界桎梏的困境了吧？宁天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大，因为他凭借系统突破得太快，虽然有稳固根基，但是感悟心得太少，遇到阻碍也很正常。既然依靠闭关无法突破，那就只能借助其他方法了。沉思片刻，宁天想到了身负月阴之体的苏倩倩，世间顶级的顶炉体质下，肯定能让自己登临到宫境。他取出传音石，准备联系苏倩倩。这时，外面传来一阵咚咚咚的急促敲门声。圣子可在？进来吧。宁天抬手一挥，灵力涌现，洞府大门缓缓开启。一位身着守山服装的外门弟子走了进来，对着他恭恭敬敬的施礼。见过圣子。宁天摆了摆手，笑着说道：师弟无需如此多礼，不知你急匆匆的来找我所为何事？那名弟子解释道：圣子，山门外有一女子求见，她自称是您的朋友。朋友？还是女的？宁天面露狐疑之色，不会是自己惹下的风流债，现在找上门来跟自己算账了吧？那也不可能啊，毕竟他在外潇洒，从不以真面目示人。他随即故作淡然的询问：师弟啊，这位女子长得如何？美，清雅脱俗，美若天仙。弟子直接脱口而出，从他频频闪烁的眼神来看，似乎还沉浸在对方的盛世美颜中无法自拔。哟，评价这么高。宁天眼睛一亮，顿时起了兴趣。辛苦师弟带他进来吧，不过要记住，尽量不要被其他同门发现，毕竟宗门有规矩，非门中弟子不得随意入内。是。那弟子心领神会的给了他一个我懂的眼神，然后退出洞府。那弟子办事很利索，不一会就领着一位美不胜收的绝美女子回来了。当看清女子真容，宁天却是直接懵了。卧槽，什么情况？竟然是白希月，这女人怎么会突然来找自己？难道是想通了？宁天眼睛一亮，当即示意那名弟子先退下，然后缓缓看向站在原地紧张不安的白希月。希月姑娘，宁天，你快帮帮我吧。岂料话还没说完，白希月突然扑进了他的怀里，轻声抽泣了起来，直接把宁天整得有些手足无措。哎，你先别哭啊，究竟发生什么事了？是血煞宗。白希月梨花带雨的抽泣道。血煞宗，这是哪个小宗门？没听说过啊。宁天追问道。是不是血煞宗欺负你了？你现在带我去找他们，本圣子直接灭他满门。还没有。什么叫还没有啊？宁天简直要急死了。
欺负人他最在行，可面对怀里哭泣的美人，他是一丁点办法都没有，从未有过如此慌乱。但没办法归没办法，人儿还是要哄啊。一会后，经过宁天不懈的努力，白希月的情绪总算是稍稍平复了下来。瞧见他那直勾勾的眼神，白希月俏脸一红，瞬间反应过来，急忙从宁天怀里挣脱而出。哈哈，见到这一幕，宁天顿时被逗乐了。你笑什么笑？白希月的脸更红了，羞恼地剐了他一眼，那羞涩的小模样，仿佛恨不得为自己刚刚所做的行为找个地缝钻进去。宁天也不再逗他，询问起正事。现在可以跟我说说究竟发生什么事了吧？你还记得第一次救我时斩杀的那个想对我图谋不轨的黑山老道吗？白希月抽了抽鼻子，怔怔地看着他。宁天点了点头。白希月解释道，那人是血煞宗的5大护法之一，我本以为一个魔门不会为了死个护法大动干戈找凶手，可最近有传言说黑山老道身份不简单，不单单是护法，还是宗主黑煞的亲弟弟。最近血煞宗一直在追查这事，我怕最后会发现与我有关，从而迁怒落云宗。说着说着，他的俏脸上布满了恐慌。血煞宗是他们那片地狱，凶名赫赫，坏事做尽的最强魔道宗门。宗主是道恭敬不说，下面还有几大化神境护法，方圆千里内所有宗门加起来都不是他们的对手。一旦发现黑山老道的死和自己有关，整个落云宗恐怕没人能幸免于难。因为这件事，白希月最近一直活在恐慌之中，他实在想不出应对之策，只能硬着头皮来到天眼道宗，祈求眼前这个坏蛋的求助。而听完解释的宁天却是惊喜无比，还有这种好事？他正愁没办法拿捏白希月，万万没想到机会竟然会自己送上门来。他强行压下内心的激动，装出不以为意的样子。所以，你想让我怎么帮你？白希月抿了抿嘴唇，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你可不可以对外说我是你的朋友啊？在他看来，血煞宗对自己而言是无法匹敌的存在，可在青州最强5大宗门之首的天眼道宗面前，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蝼蚁。只要宁天这位圣子出面，就算给对方100个胆子，也不敢伤害落云宗。看着他这副楚楚可怜的样子，宁天并没有因此心软，甚至还故意凶巴巴地板起了脸。希月姑娘，先不说我们无亲无故，我已救过你2次，可你呢？不知感恩也就罢了，还敢以死相逼。本圣子现在没直接把你赶出去，已经很给你面子了，你还敢让我帮忙？难道真这么不知廉耻？不知廉耻。听见如此番尖酸刻薄的言语，白希月再次红了眼眶。自己都拉下脸来求他了，他为什么还要用这种话羞辱自己？好像也没说错，确实和现在的自己很般配。明明心里憎恶这个登徒子，可遇上解不开的困境，却舔着脸来求他，这不就是不知？可他真是没办法了。落云宗是自幼抚养自己长大，对自己关怀备至的师尊所创。当年师尊仙逝时，自己信誓旦旦地许诺过会护好宗门。若是宗门毁在自己手里，自己还有何颜面去九泉之下见师尊？一时间难以言语的伤感涌上心头，白希月又抽泣出了声。见到这一幕，宁天这回没有安慰打算。对于白希月当初以死相逼的举动，他心里其实还是很生气的。眼下机会到了，必须狠狠地挫一挫这个外柔内刚的女人，要让她明白自己才是她唯一的依靠。过来。宁天故作冷漠地看着他，正在哭泣的白希月被他的眼神吓得娇躯一颤，犹豫了一小会，还是乖乖地走到了他面前。宁天坏笑道：以后还敢动不动就以死相逼吗？白希月正想反驳，岂料被某个坏东西瞪了一眼，吓得刚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只能不情不愿地摇了摇头。宁天继续追问：听不听我的话？白希月垂手低眉，朱唇紧抿，不情不愿地点了点头。啧，他真会那么乖？宁天表示有点怀疑，但是又懒得废话了，索性一把将他给揽了过来。你做什么啊？自然是先收点利息。不要。片刻过后，宁天看着端坐在豪华霸气宝座上的白希月，脸上露出一个坏坏的笑容。混蛋！白希月小脸红扑扑的，暗恼不已，恨不得把眼前这个坏蛋拍死。真是太可恶了，竟然又对自己动手。他连忙整理了一下着装，恼怒地瞪了一眼宁天。现在可以帮我了吧？自然。宁天咧嘴一笑，随手又把他揽了过来。你又要做什么啊？白希月吓坏了，以为他又要做什么出格的事情，正要为此生气的时候，发现自己想多了。宁天带着他以一种难以形容的速度消失在了洞府之中。血煞宗昏暗的大殿内，宗主黑煞高坐上位，凌厉阴鸷的目光缓缓扫过下方的5大护法。杀害本宗主亲弟弟的凶手可找到了？回禀宗主，已经找到了。有位护法上前一步说道。黑煞追问：是何人？那护法回道：黑山护法的死可能跟落云宗宗主白希月有关。落云宗？
白希月，刘护法，你确定没有搞错吗？在场的其他护法面面相觑，看向四护法刘文的眼神充满狐疑。他们自然知道落云宗附近的一个小宗门，宗主白希月只是一个元婴境中期的小修士，怎么可能杀得了化神境初期的黑山？刘文解释道：我也觉得不太可能，但是根据这段时间的追查，有修士亲眼看见20多天前，黑山护法在一处林子中对白希月穷追不舍，因此可以肯定，即便不是白希月所为，也跟他脱不了关系。砰！黑煞猛地拍了下宝座扶手，声色俱厉地咆哮道：该死的臭娘们，本宗主定要你生不如死！宗主息怒。外界一直有传言说，白希月和羽化仙门某位天才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若是我们贸然出手，很可能招惹上无法想象的后果啊！又有一位护法站出说道。其他人纷纷点头表示赞同。白希月和5大宗门之一的羽化仙门有关系的传言，是几年前在这一带区域突然冒出的。至于是真是假，谁也不知道，但是没有任何人敢去赌它的真实性，因为一旦赌错，后果不是他们这些小宗门可以承受的。否则实力弱小，美貌却惊为天人的白希月，怎么可能安安稳稳的在此立足，早就被某些强者据为己有了。亏你们还是魔修，竟然被一条没有任何真实性的流言蜚语吓成这样，简直是废物！黑煞气的对着他们就是一顿破口大骂。他嘴上是这样说，其实心里也是有点忌惮这条不知真假的流言。可是一想到跟自己相依为命打江山的亲弟弟就这样被杀了，愤怒顿时淹没了他的理智。既然无法光明正大的出手，那你们就暗中将白希月抓来，本宗主要亲自收拾他。说着，他满脸淫邪地舔了舔嘴唇。护法们见状，心中皆是无语至极。感情为亲弟弟报仇是幌子，真正目的是觊觎美人啊！马德，这谁给你去卖命啊？就在众人磨磨蹭蹭商议谁去抓白希月的时候，一道无比嚣张的声音突然回荡在整个血煞宗上空。宗主是哪个？乖乖出来受死！黑煞怒目圆睁，当即领着护法们飞出大殿。紧接着就看见上空有一对男女，气质不凡的年轻人怀里搂着一位美若天仙，令人看上一眼就有种神魂颠倒的绝美女子。女子他们认出来了，正是白希月。不过所有人都没有声张，目光齐齐落在抱着她的那名年轻人身上。怎么回事？这人明明是化神境巅峰，为何气息给他们的感觉会如此恐怖？黑煞压下不安，沉声问道：阁下是何人？不知今日到访我血煞宗所为何事？你们把本圣子的女人吓哭了，你们觉得本圣子亲自登门会为了什么事？明天淡淡开口。此话一出，下方的血煞宗全部人都瞪大了眼睛。圣子，这个年轻人自称本圣子。圣子这个身份很特殊，只有明面上最强大的5大宗门才有资格给门中天赋独一档的超级天才立下。难道眼前这人？某个可怕的念头回荡脑海，所有人吓得汗毛都起来了。黑煞脸色骤变，语气毕恭毕敬，满脸谄媚地问道：敢问这位圣子大人来自哪座道统？天眼道宗。宁天并没有隐瞒，因为他想把叉叉装到底。什么？他就是宁天。果不其然，血煞宗众人差点全吓尿了。宁天的大名现在谁不知道？背靠准帝师尊，天赋惊艳，仅用5年时间就修炼到化神境巅峰的超级天才，于前段时间被立为天眼道宗当代圣子。此时此刻，最荒得当属准备暗中擒拿白希月的黑煞和5位护法。他们很疑惑，传闻不是说白希月跟羽化仙门的某位天才有关系吗？怎么突然就成了宁天的女人？不对，自己弟弟黑山的死很可能跟这个宁天有关。想到这种可能性，黑煞别说为弟弟报仇了，已经快要吓死了。因为一旦属实，血煞宗肯定完了。毕竟宁天是个护短的花花公子，自己的弟弟想欺负他的女人，虽然死了，但对方的怒火肯定没消，不然也不会突然找上门来。黑煞努力的让自己冷静下来，战战兢兢地说道：宁圣子，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我们怎么可能吓唬您的女人呢？宁天没有搭理他，而是对着怀里的白希月柔声说道：月儿，前段时间想欺负你的那个黑山老道，是不是他们血煞宗的护法？一时间，成千上万道目光齐刷刷落在白希月身上，似乎都在祈祷。他说不是。本就脸皮薄的白希月，此时哪还说得出话来啊？羞的直接趴在宁天怀里，当起了木头人。就在众人以为自己能逃过一劫之际，宁天接下来的话让他们如坠冰窟：你们又吓到本圣子的女人了，罪加一等，今日你们都要死！血煞宗众人先是愣了愣，紧接着爆发出阵阵的指责与谩骂声。不是，这关我们什么事啊？就是，你以为你是天眼道宗的圣子就可以无法无天吗？马德，跟他拼了！不错，宗主是道宫境，5位护法全是化神境，再加上我们这些弟子，完全可以轻易灭杀他这个化神境巅峰。
对，杀了他就跑路，就算天眼道宗再强，也找不到我们。杀！看见他们准备狗急跳墙，宁天不急不慌，甚至还讥笑了起来。既然你们上赶着找死，本圣子就满足你们。言罢，他催动大荒求天指，周身灵力暴增，缓缓抬起右手，轰隆隆，刹那间天地色变，乌云翻滚，方圆千里内的天地灵气源源不断地汇聚于血煞宗上空，形成一根通体金色的巨指，足足上百丈。轰隆隆，无法形容的恐怖威压席卷整个天地。这究竟是什么灵技？为何会携带着丝丝地的气息？不会是传说中的地级灵技吧？太恐怖了，赶紧跑啊！怎么回事？我怎么动不了了？我也动不了了。血煞宗所有魔修惊恐地发现，周围的空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恐怖的威压将他们压迫死死的，无法动弹半分。诸位，上路吧！来生记得见到本圣子的女人绕着走。平平淡淡的声音犹如死神宣判。宁天屈指一点，轰隆，悬浮在虚空之上的通天巨指爆发出耀眼金光，携带恐怖绝伦的力量，径直朝着血煞宗俯冲而去。随着砰的一声响起，大地震颤，尘烟四起，偌大的血煞宗瞬间被夷为了平地，上万名魔修，包括宗主黑煞，全部魂飞魄散。天哪！一指灭宗。白希月美眸睁得大大的，不由自主地抬头望着宁天，内心涌上难以形容的震撼。这个老想欺负自己的坏男人好强大。青州大地上年轻天骄数不胜数，他也见过很多，一直都认为天骄仅仅只是比普通人天赋高出一筹的天才而已。可刚刚的一幕彻底打破了他的认知。化神境巅峰，只用一个灵技引发天地色变不说，竟然屈指轻轻一点，直接覆灭了一个宗门。这说出去谁敢相信？试问还有谁能做到？若是把此事传扬出去，整个青州都会掀起轩然大波，甚至现有的风云榜排名都要大变。已经替你铲除了潜在的威胁，你该怎么报答为夫啊？瞧见宁天笑眯眯地看着自己，白皙月俏脸蹭的一下泛起红晕，立马就挣脱了他的怀抱，满脸羞恼的娇嗔道：你才不是我的夫君！我不是，那谁是？或者说谁敢跟本圣子抢女人？宁天坏笑着对他挑了挑眉。听见如此霸道的话，白皙月抿了抿嘴唇，很想反驳，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反驳。他心里很清楚，从这次来寻求宁天的帮助，自己已经逃不了了。不过还是好气，他凶巴巴地瞪了一眼宁天，以此来表示自己的不满。见此情形，宁天失声大笑起来，不过并没有继续调侃他，而是朝着一片废墟的血煞宗飞去，打算搜刮资源，毕竟蚊子再小也是肉。可结果却是大大出乎宁天的意料之外。小小的血煞宗很是富有，灵石有几亿枚暂不提，玄品灵药、天品灵药加起来足足几千株，甚至还有不少稀缺罕见之物，这等底蕴足以堪比普通大宗门了。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血煞宗在这一带没少霍霍其他小宗门，否则根本不可能这么富。不错，小赚一波。宁天满意一笑，紧接着他转身看向白皙月，很是霸道地喊道：过来！可恶，又命令自己。白皙月有点不开心，他也是一位宗门之主好不好？这个混蛋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自己。可想一想，又能怎么办呢？不乖乖听话，指不定会怎么收拾自己呢。将某人狠狠地埋怨了一顿，白皙月这才不情不愿地飞了过来。哟呵，到这时候了，还敢跟自己耍小脾气？看着眼前垂首低眉的白皙月，宁天嘴角微微上扬，伸手直接挑起他的下巴，让他跟自己对视。你干嘛呀？白皙月羞涩不已，眼神有些躲闪，完全不敢直视某人霸道的目光。宁天没有理会，身子微微前倾，在他的耳畔轻轻说道：我再给你一段考虑的时间，想清楚后自己乖乖的来天眼道宗找我，记住不许太久，因为我会急的。说罢他转身就走。白皙月愣在原地，怔怔地望着宁天离去的背影，脑海里不断回想着对方说的那句话。一会后，脸色羞红的他回过神，气得跺了跺脚：你以为你是谁啊？还让我想清楚去找你？我呸！坏胚子，真可恶！随着宁天和白皙月相继离开，没过多久，一位白发苍苍的灰袍老者凭空出现在血煞宗上空。若此刻有明眼人在这里的话，肯定会被他衣服胸口那个写着羽化二字的袖章震惊，因为这袖章不一般，只有羽化仙门高层强者才有资格佩戴。此地先前发生了何事？残留在四周的恐怖气息似乎是来自地级功法。老者扫了一眼一片废墟的血煞宗，察觉到残留周围的恐怖气息后，眼中顿时闪过一抹惊骇。要知道，地级功法可是极为罕见的宝物，只有他们五大宗门和隐士家族才有，而且非重点培养的绝世天才和高层都没有资格修炼。
因此可以断定，覆灭血煞宗的人极可能就是来自他们这些顶级势力的天才或者某位强者。虽然不知道什么情况，不过血煞宗既然覆灭了，想来那位白姑娘应该不会有事了。老者暗暗想着，正打算离开的时候，又突然摇了摇头，还是谨慎点为好，去落云宗探探，顺便把那些有坏心思的一并除了，免得影响圣子修炼。嘀咕完，老者眨眼消失得无影无踪。随着坏事做尽的血煞宗覆灭，消息传开后，在这一带引起巨大震动。凡是被欺凌过的宗门势力无不拍手叫好，同时也有细心的修士从残余的地级功法气息推测，覆灭血煞宗满门的强者大概率是来自5大宗门或隐世不出的超然家族。这推测一出，再次激起千层浪，无数修士纷纷猜疑这位强者究竟是谁。而他们口中的强者，此刻已经来到了青州最繁荣的大城池，这凌霄城还真不一般，竟然有这么多的强者。宁天悠闲地漫步在街道上，望着四周人潮汹涌、热闹非凡的景象，显得有点惊讶。一般的城池基本是凡人修士混居，而且修士的境界并不会太高，通常情况在元婴境以下。凌霄城却不一样，不仅没有一个凡人，修士的境界还很平均，皆处于元婴境至生死境，甚至洞虚强者也有不少。单从这一点来看，凌霄城的确称得上最繁荣的大城池。快来瞧一瞧，看一看咯。近期的最新风云日报已经更新，保证个个都是大猛料。瞧见叫喊的卖报小商贩，宁天起了些兴趣，上前拦住了他。给我来一份风云日报。好嘞，客官，一份只需10枚灵石。小商贩见他气质不凡，竟然狮子大开口。刚搜刮完血煞宗的宁天，现在富得流油，也懒得还价，直接取出10枚灵石朝他丢去。嘿嘿，又一个大冤种，小赚一波。小商贩收起灵石，并给宁天递去一份风云日报，紧接着化作一道残影，瞬间消失在人流中。10枚灵石而已，至于这么激动吗？宁天摇头苦笑，开始查阅起风云日报上的内容。近1个月最新大事件：30天前，古族大小姐觉醒不知名神体，引出海上生明月天地异象，修为暴增，踏进洞虚境，领先所有年轻一辈的天骄。20天前，羽化仙门惊现神秘大师兄，仅用3剑击败当代圣子陈破天，成功夺得圣子之位。小道消息透露，这位大师兄疑似羽化仙门老祖的亲传弟子，真假自辨。15天前，花花公子宁天成为天眼道宗当代圣子，他仅用5年便从凡人踏入化神境巅峰，被誉为万年以来天赋最强天骄。风云榜排名发生大变更，前5的年轻天骄是：第1，古瑶；第2，雷恒；第3，石惊天；第4，羽化仙门神秘大师兄；第5，沈清风。这隐世家族还真不简单，风云榜上的前3竟然被他们的大小姐和少主全霸占了。宁天看完后有些咂舌，3大隐世家族他还是有些耳闻的，乃是青州最古老的势力，族内都有准地老祖的存在。虽然他们很少现世，但威名可不小。明面上的5大宗门，只有天眼道宗可以跟他们平起平坐，因为有宝贝师尊这位绝世仙子坐镇。只是没想到，这些家族的年轻一辈也会强得如此离谱，特别是那个古瑶，居然达到了洞虚境，也就是说，他现在的年龄最多也就20-30左右，甚至更小也说不定。毕竟只有年龄不超过35的绝世天才才有资格上风云榜。有意思。宁天嘴角不自觉地扬起一抹邪笑，他喜欢和仙子交朋友，越强越喜欢。古瑶嘛，不要让哥哥碰见，否则一定会让你明白什么叫不要脸的霸道姐。又在打坏主意的宁天边走边笑，惹得周围人看向他的目光很是奇怪，就像在看傻子一样。可惜我们的主角并不在意这些。聚宝楼。这时宁天的目光忽然被一座奢侈豪华的宝楼所吸引。这座聚宝楼他有点印象，好像是青州最有名的拍卖行，听说还是古族旗下的产业。也不知道聚宝楼收不收天地财宝。宁天想起储物界里还放着不少用不到的灵药，正好可以卖了换些灵石资源，不然留着也是浪费。想到这里，他径直走了进去。紧接着耳边便听见一道令人热血沸腾的声音：欢迎公子大驾光临聚宝楼，不知公子是想出售宝物呢，还是打算购买宝物呢？宁天侧目看去，顿时两眼直冒金光。卧槽，顶级御姐！只见一位身着红色长裙、成熟性感、妖娆万千的绝色女子，扭着她那纤细的小蛮腰迎了上来。这颜值完全可以跟宝贝师尊媲美，简直就是世间极品。小公子，回神了，不然你的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瞧见宁天直勾勾地盯着自己看，女子不仅没有动怒，反而还露出一抹勾人心魄的笑容。妖精啊！宁天忍不住地咽了咽口水，并没有像以往那样花口。不是不想，而是不敢，
因为他在女子身上察觉到了来自巅峰圣王的气息。这等修为已是世间顶尖强者一列，比5大宗门的宗主还要强大，肯定不是什么无名之辈。他贪恋美色不假，但不会傻到随意去瞎招惹这等盖世强者。宁天问道：“这位仙子姐姐，你们这里收不收天地财宝？”“收的呢，凡是对修士修炼有益处的东西，我们聚宝楼都收。不知小公子是打算出售什么天地财宝呢？”女子娇娇柔柔地为他解释着：“这些东西值多少灵石？”宁天说着，将事先准备好的储物借递给了他。女子神识往储物借扫了一眼，美眸中顿时闪过一抹不易察觉的诧异之色。这么多罕见的灵药，储物界的灵药大概有几千株，虽然品级不是很高，但有一大半属于十分罕见的宝贝。最重要的是，还有一件很不错的宝物。眼前这普普通通的小子有点不简单啊。他随即轻笑：“小公子，储物界的东西还算不错，能值个10亿灵石吧？确定要出售吗？”“一堆垃圾也能值10亿灵石。”宁天有些狐疑，但是没有多想，直接点了点头，确定出售。“稍等一下哦，姐姐这就去为你取来灵石。”女子说着便走进了内阁。过了一会，她又走了出来，伸出纤纤玉手，朝着宁天递去储物戒。“10亿灵石都在里面，小公子点点吧。”宁天用神识扫了扫，确定无误后，便拱手准备离开。而女子那魅惑万千的悦耳声忽然而至：“小公子，这么着急就要离开吗？不妨留下来陪姐姐喝杯灵茶，再走也不迟啊。”“靠，这女人是故意的吧？”自己没调侃她，她倒好，一而再再而三地调戏自己。事出反常必有妖，赶紧溜！宁天冷不丁地打了个哆嗦，匆匆忙忙地就离开了聚宝楼。哥，竟敢用如此邪恶的眼神看本楼主，吓不死你！瞧见宁天落荒而逃的背影，女子笑得花枝乱颤，尤其是那2座山峰格外引人注目。出了聚宝楼，宁天正要回宗的时候，忽然看见一群修士从自己的眼前快速掠过。发生什么事了？喜欢凑热闹的宁天顿时来了兴趣，眼疾手快地拦下了一个修士：“道友，你们这般匆忙是去做什么？”那名修士被他突然拦下，原本是想发作的，但瞧见他的态度还算不错，这才压下了怒火。修士解释道：“听说九幽魔教圣女柳妹儿和刚七霸刀宗的圣子江莽在前面打起来了，2人都是风云榜上的天骄，这等好戏可不是想见就能见的。若道友有兴趣，也赶紧一起过去看看吧。”说罢，他便匆匆忙忙地离开了。柳妹儿，宁天脑海里浮现出一道倩影，嘴角不自觉地扬起一抹坏笑。紧接着，他身化流光，朝着修士离去的方向追去。这是怎么回事？2人怎么打得如此惨烈，竟然招下死手？好像是江圣子的灵宠被那柳圣女给烤了。啥玩意？烤了？乖乖，不愧是柳圣女，搞事的本事真是一绝。山林间聚满了围观的修士，他们满脸惊愕地望向高空，有2道身影正在那里展开激烈大战。一位身着黑色长裙，赤着双足，容颜妩媚动人的绝色女子，另一位则是身材魁梧，肌肉虬结，气势凶悍的年轻人。臭娘们，今日本圣子定要你为我的青天蟒陪葬！江蟒怒视着柳妹儿咆哮道，他简直要气炸了。他好不容易才得到拥有上古血脉的青天蟒，在昨夜突然跑丢，不知怎么落到了柳妹儿手里。等他顺着主仆契约赶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最喜欢的灵宠竟然被眼前这女人给烤了。哥，柳妹儿眼唇轻笑，看着他气急败坏的模样，心情别提有多好了。谁让你当初在黑风山偷袭本圣女？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惩罚，下次可要注意点哟，不然就不是损失一只灵宠这么简单了。你找死！江蟒双目赤红，仰头嘶吼，到恭敬后期的强横气息汹涌而出。他挥动手中的圣兵，径直朝柳妹儿杀去。想杀本圣女，你也配！柳妹儿撩了撩如瀑般的秀发，俏脸上满是不屑，同样释放出来自到恭敬后期的气势，迎了上去。轰隆隆！刹那间，2人再度缠斗在一起，强大的气息直贯苍穹，汹涌澎湃的余威扩散上千里。围观的修士们无不惊地瞪大了双眼，这女人还真是个闲不住的主。远处的宁天望着激战中的柳妹儿，忍不住笑了笑。她够坏吧？那也只是在仙子面前，旁人不先招惹她，她一般不会主动生事。可柳妹儿不一样，她可谓是把九幽魔教圣女的张扬本性发挥到了极致。但凡有她在的地方，就别想有安宁。而且这女人很记仇，只要你惹恼了她，她能暗中跟踪你数月，无报酬绝不罢休。江蟒的灵宠会落得这样下场，多半是当初在黑风山为了夺宝偷袭她，才被记恨上的。我靠，柳圣女竟然隐藏了实力，难道最近的传闻是真的？她这段时间没出来搞事，究其原因是在闭关突破。人群突然躁动起来，只见原本与江蟒打得有来有回的柳妹儿，周身魔威暴涨一大截。
这哪里是道宫境后期，分明是生死境的修为。你是什么时候突破的？江莽惊得双目圆睁，原本的暴怒瞬间被恐惧取代，急忙抽身暴退。柳妹儿怎么可能给他逃跑的机会？转瞬间便出现在他身前，狠狠拍出一掌。想跑？经过本圣女的同意了吗？不好！江莽不敢有丝毫怠慢，慌忙挥刀抵御。可境界上的巨大差距，终究不是一柄圣兵能弥补的。啊！他发出一声惨叫，身躯如同炮弹一样砸向地面，掀起漫天尘沙，当场就晕死了过去。这就结束了？不是吧，我还没看够呢。随着江莽落败，四周顿时一片哗然，众修士唏嘘不已。本以为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天骄对决，可谓是摆足了吃瓜架势，完全没料到几个回合就分出了胜负。头脑发达的废物！柳妹儿瞥了眼深坑中的江莽，并没有乘胜追击下杀手，毕竟对方是罡气霸刀宗的圣子，贸然杀了他，对自己毫无益处，甚至可能引发镇魔大战。就在他准备离去时，忽然察觉到一丝熟悉的气息，猛地扭头望向远处。当看清人群中那个身着青衫、气宇不凡的身影时，柳妹儿眸中顿时燃起熊熊怒火。宁天，你这个无耻王八蛋，终于被老娘带到了！话音未落，一柄长剑已然出现在他手中。柳妹儿身形一闪，朝着宁天疾驰而去，不留余力地劈出一剑。轰隆！这一剑蕴含生死境初期的全部力量，威势骇人无比。卧槽！正在看戏的宁天惊得冷汗直冒，毫不犹豫地拔腿就跑。他虽说对自己的实力很有自信，但终究只是个化神境巅峰，面对2个大境界的差距，根本不可能抗住这一击。休想逃！柳妹儿见他要跑，立刻气势汹汹地追了上去。那个年轻人就是宁天，好像是他。传言不是说他和柳圣女有着不清不楚的关系吗？怎么也打起来了？赶紧跟上去看看！冲啊！原本没看过瘾的吃瓜群众瞬间来了精神，双眼冒光，就像是打了鸡血一样。一个是为非作歹的女魔头，一个则是公认的花花公子，两人还有着不清不楚的绯闻，如今突然大打出手，简直是惊天大瓜。究竟是相爱相杀，还是相恨相杀？为了弄清真相，修士们彻底沸腾了，纷纷动身追了上去。可他们大多是修为不高的散修，既没有强横的实力，也没有顶尖的身法，想跟上去无疑是痴心妄想。而宁天此刻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即便有神行御空术这等地级速度身法加持，也难以弥补境界上的鸿沟，始终甩不掉身后杀意滔天的柳妹儿。你这女人是不是有病？好端端的追我干什么？王八蛋！偷我的东西就算了，还敢骂我，我砍死你！柳妹儿一气之下，诱人无比的身姿好似鬼魅般，在频频闪动间不断朝着宁天劈出恐怖剑气。偷东西！他堂堂正正的正人君子，怎么可能做出这种卑劣的事情？宁天躲避剑气的同时，臭不要脸的想着，不爽的反驳道：小妖女，你可不要乱污蔑人，我什么时候偷你东西了？还在装？黑风山夺宝之后，你是不是偷摸着顺走了我的储物戒？赶紧交出来，否则老娘跟你没完！柳妹儿气恼不已，从未吃过亏的她，每每想起这件事，就恨不得活剐了宁天。当时黑风山天降神瑞，出现各种各样的天地财宝，他与宁天相遇，联手杀敌，约定好得到的宝物事后平分。岂料这个混蛋一出山谷，就深情款款地对他展开了一阵令人难以启齿的真情表白。你知道的，她是一个人见人怕的九幽魔教圣女，寻常人根本不敢接近她。什么时候听过那些肉麻的小情话？柳妹儿哪里遭得住呀？直接被忽悠得迷迷糊糊的，一时没注意，佩戴手上的储物戒被宁天给顺走了。前段时间他一直蹲在天眼道宗附近，想抢回自己的储物戒，可蹲了个把月，连宁天的影子都没见到，这可把他气坏了。储物戒，宁天脑海里涌上一股记忆，堪比城墙后的脸皮也有些挂不住。嘿嘿，好像是有那么一回事。他立即悬停于空，说道：一个储物戒而已，还给你就是了，至于这样喊打喊杀吗？那就赶紧交出，不然砍死你！柳妹儿满脸不忿地瞪着他。给你给你！宁天随手一挥，一枚储物戒朝着他飞了过来。柳妹儿美眸一亮，急忙伸手接住，然后用神识往里查看。可下一秒，她脸上的喜色瞬间消失，里面怎么是空的？你问我，我怎么知道？反正储物戒还你了，其他的事我概不负责。宁天说着，眼神有些躲闪，你赶紧把冰灵花还给我，不然我和势不两立。什么冰灵花？就是可以压制世间一切寒毒的圣品奇珍冰灵花。圣品奇珍。听到这话，宁天显得极为懵逼。储物戒内的宝贝都被他搜刮了一空，并没有发现所谓的圣品奇珍啊！完了，不会是一时大意看差眼了吧？怪不得一些破烂垃圾
聚宝楼会给自己开出10亿的天价灵石。想到这里，他迎上柳妹儿那杀人的目光，弱弱说道：“柳圣女，我要是说冰灵花可能被我当成普通灵药给卖了，你会怎么办？”“什么？你给卖了？你卖给谁了？赶紧带我去买回来！”柳妹儿睁大了美眸，惊慌失措地追问。见到他的反应这么大，宁天猜测这朱祁镇对他而言可能很重要，不禁有些心虚地说道：“卖给了聚宝楼。”闻听此言，柳妹儿脚下踉跄着后退几步，直接瘫坐在半空上。先前的强势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无尽惊慌，竟然直接轻声抽泣了起来。你个王八蛋，你不得好死！看着行事风格比自己还要嚣张的柳妹儿，突然变成了这副模样，宁天一时有些发懵。喂，别哭啊，大不了我现在带你去买回来就是。柳妹儿哭得更厉害了，怒骂道：“你以为聚宝楼是什么？卖给他们的东西还想买回来？聚宝楼可是青州最大的拍卖行，背靠古族，进他们囊中的东西，你想再收回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除非5大宗门之主亲自登门。但是这可能吗？魔道之人本来就是自私自利，即便他是九幽魔教的圣女，也不可能让正在闭关的教主出面帮自己。至于天眼道宗宗主，就更不可能了。宁天在宗门内名声比自己的还要差，听说这混蛋为了当上圣子还打伤了宗主徒儿，对方起会冒着得罪古族的风险去聚宝楼讨要冰灵花。咦，等等！这时柳妹儿突然对着宁天说道：“你师尊对你那么好，你去求他，只要他出面，聚宝楼一定会给面子的。”那不行！宁天想都没想，直接就拒绝了。开什么玩笑？要是让宝贝师尊知道自己还和柳妹儿有来往，不得活剐了自己啊！你还敢拒绝？本圣女话放在这里，冰灵花对我很重要，是我花了很大代价才得到的。你要是找不回来，本圣女和你势不两立，不死不休那种。柳妹儿死死凝视着宁天，眼中的滔天杀意惊得后者后背发凉，冷汗直冒。这是闹的。宁天知道柳妹儿不是开玩笑的，真要是被他盯上，除非自身实力能超越他，否则日后别想安宁了。更何况自己本来就觊觎这女人，要是因为一株冰灵花失去得到她的希望，那可真就亏麻了。沉思片刻，宁天信誓旦旦地说道：“我在这里跟你保证，3个月内还你一株冰灵花，这样可以了吧？”你是在做梦吗？柳妹儿根本不相信这番话。天地奇珍跟天地财宝的区别是很大的，前者罕见，可遇不可求，后者稀缺，但是世间可以见到。冰灵花是他花了整整3年，侥幸从极寒之地找到的，本来打算将其炼化压制体内的，结果全被眼前这混蛋给毁了。见此情形，宁天无奈不已，谁能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唉，都怪自己。这女人早已被自己内定，从柳妹儿的愤怒表面来看，这冰灵花对她肯定很重要，因此她不会推脱责任。既然无法从聚宝楼那里重新收购回来，那就只能另寻他法了。宁天再次保证道：“3个月后，九幽秘境将会开启，届时我一定会替你再找回一株冰灵花。如果找不到，我当场自裁。你凭什么敢扬言能在九幽秘境寻到冰灵花？”柳妹儿柳眉紧蹙，九幽秘境乃是一座洞天福地，每过100年会开启一次，3个月后便是再度开启的日子，但是只有生死境之下的修士才能进入其中。虽然说九幽秘境里面的奇珍异宝数不胜数，可内部大的惊人，犹如一方小天地，想从中单独找到一株冰灵花，完全就是痴人说梦。凭什么？宁天暗笑，肯定是凭他是拥有系统的穿越者，不过他可不会把这个身份透露出来，而是这样说道：“妹儿，我都敢拿性命做担保，你为什么就不能给我一个相信呢？难道非要我把心掏出来给你看看吗？不许喊我小名！”柳妹儿满脸不悦地怒视着他，那凶巴巴的模样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狗男人真可恶，上次用花言巧语糊弄自己，在自己感动的时候把储物借顺走了不说，甚至还把自己的冰灵花当成了普通灵药给卖掉了，如今还敢用这招，真把他当傻子不成？好，不叫了。宁天看似在低头，实则暗喜。冰灵花一事，按照柳妹儿平日里的作风，他应该会暴跳如雷，挥剑相向才对，结果并没有，显然是自己当初对他的真情流露奏效了，他没有杀自己泄愤的决心。这女人看着是嚣张跋扈，一副老娘最拽的样子，可在感情上只是一张纯洁小白纸。想想，一个人见人怕的魔到天骄，谁见了都害怕，寻常里无人敢轻易靠近，而自己却在这时候突然蹦出来说倾慕他，啧，这杀伤力绝了。胡思乱想之际，深思熟虑一番的柳妹儿警告道：“本圣女就给你一个机会，要是敢让我白等，你就死定了。”宁天打趣道：“放心吧，3个月后我要是找不到冰灵花，
我自己把头扭下来给你当球踢，这还差不多。柳妹儿对他敢做敢当的态度还是相当满意的。行了，本圣女还有点事，就先走了。等等，宁天突然喊道。柳妹儿瞥了他一眼，就像是在问还有什么事。天色渐晚，我们也有几个月不见，不如找个地方谈谈人生理想。宁天见兮兮的朝他挑了挑眉，这眼神跟那次一模一样，十分坏。明明很厌恶别人用这样的目光看自己，可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偏偏对眼前这个混蛋生不出讨厌的感觉，甚至还有点羞涩和小窃喜。柳妹儿怀疑自己是生病了，脸颊好烫好烫，小心肝扑通扑通跳得非常快。她强装镇定的嗔怒一声，滚！骂完，精巧的玉足往前一点，瞬间消失在了原地。捕捉到了柳妹儿刚刚的神情变化，宁天狂喜不已，果然有戏。原本以为魔道圣女是最难拿捏的，万万没想到竟然是最简单的一个。3个月后定要将你直接拿下。宁天嘴角微微上扬，带着美美的心情往天眼道宗的方向飞去。羽化仙门，一座古色古香的洞府中，一位身着白衣气质出尘的年轻人用着疑惑的目光看向眼前的灰袍老者。刘执事，你是说有人提前一步灭了血煞宗？刘执事回道，是的，圣子。年轻人又问，落云宗宗主白希月没事吧？白姑娘没事。刘执事摇了摇头，接着说道，老夫还顺道把那些针对过落云宗的势力全灭了。那就行。年轻人微微点头，明显松了一口气。圣子，老夫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刘执事有些欲言又止。年轻人轻笑道，无需如此拘谨。刘执事但说无妨。刘执事这才解释道，根据血煞宗覆灭后残留的气息来看，对方所使用的乃是地级功法，这等无上功法普通人可没有，即便是顶尖大势力中也只有高层或者重点培养的天骄才有资格修炼。老夫怀疑这位白姑娘背后可能有其他4大宗门或隐世家族的庇护。闻听此言，年轻人眉头微微皱起，白姐姐还认识另外4座大宗门或者隐世家族的人？这绝对不可能。自从6年前一别，一直都是自己派人暗中护着落云宗，如果是真的，他不可能不知道。毕竟连黑山老道身死，疑似和白姐姐有关系的消息，也是他最先知道。否则也不会派刘执事去覆灭血煞宗，或许是血煞宗此前招惹到了某些人，才会被提前灭门。圣子，老夫认为这位白姑娘的底细还是有必要彻查一番，万一因为她不明不白的身份影响到您的声誉，可就不好了。刘执事忽然又说道，开什么玩笑，白姐姐跟自己一样，自幼是孤儿，何来的不明不白的身份？年轻人对刘执事的话有些不满，不过并没有表现出来，而是轻笑道，刘执事辛苦你了，这件事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能为圣子办事是老夫的荣幸。刘执事以为他在夸自己，顿时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谄媚了几句后，他才退出洞府。而年轻人则站在原地愣神，眼前仿佛出现了一道清丽脱俗、美不胜收的白色倩影。白姐姐，等着我，再过段时间我就可以来找你了。次日中午，烈日炎炎，宁天已然回到了天眼道宗，行走在青石小道上。见过圣子，拜见圣子。四周凡是见到他的弟子，全部停下脚步，对着他毕恭毕敬的施礼。看着这些曾经鄙夷自己、唾弃自己的同门师弟，如今全都换了一副嘴脸，宁天内心毫无波澜，因为他清楚，在这弱肉强食、强者为尊的世界，实力才是王道。只要你足够强，曾经那些看不起你的人都会自己低下头颅来恭维你。是否真心暂不论，至少他们再也不敢在你面前流露出任何的小觑。这就是实力与权力地位的魅力。这时，宁天刚来到广场附近，忽然听见一道极品舔狗的声音：师姐，我倾慕了你5年，求求你就给我一次追求你的机会吧。闻声回头，就看见旁边不远处站着一男一女，女子正是苏倩倩。至于男的，宁天有点印象，好像是内门5大真传弟子之一的欧阳飞。该死的舔狗，竟敢挖我的墙角，简直是胆大包天。瞧见欧阳飞正对着苏倩倩深情表白，宁天怒了，很愤怒的那种。一直以来都是他挖别人的墙角，万万没想到会有人趁自己不在，偷摸着找上他的女人，必须收拾。他当即怒火冲冲地往那边走去，打算给不知死活的舔狗一个教训。欧阳飞，我都解释多少遍了，你人很好，但是我对你只有同门友谊，请你不要再来纠缠我了。苏倩倩双手抱于山峰前，冷眼盯着眼前的欧阳飞。我不相信，师姐你是不是骗我的？当初你来找我要资源的时候可不是这样说的。欧阳飞满脸期待地看着他。啊，这个苏倩倩语塞了，完全不知该怎么回答。总不能说他为了修炼资源一直都在故意吊着你吧？
搞笑，这要是说出来，名声还要不要了？师姐，你是不是因为宁天才拒绝我的？对，肯定是他。这时，欧阳菲突然想起宁天那个花花公子，好像一直在觊觎师姐会拒绝自己，肯定是因为他，不然时常来找自己要修炼资源，偶尔还会关心自己的师姐，不可能说出如此伤人的话。他这是变相的保护自己，毕竟宁天的背景太强大，如今又是宗门当代圣子，没有任何人能与其抗衡。师姐迫于压力之下，只能出此下策拒绝自己的表白，真正的目的就是想让自己不受伤害。没错了，师姐为了自己果然用心良苦啊。一时间，欧阳菲看向苏倩倩的眼神变得更加深情了。师姐，你的用心良苦我全明白了，我真是太感动了。你明白什么？你感动什么？你这个舔狗究竟补脑了什么？苏倩倩眨了眨美眸，愣在了原地，表示很摸不着头脑。还真是这样。欧阳菲瞧见他因为自己的话而走神，更加肯定了先前的猜测。他继而保证道：师姐，你付出了太多，剩下的事就交给我吧。为了我们的以后，我一定会想办法铲除一切障碍。服了，这家伙果然给自己强行补脑了。苏倩倩无语至极，正想把话直接说清楚的时候，一道阴阳怪气的玩味声忽然飘了过来。今个天气真好啊！就是空气中不知道怎么回事，弥漫着一股没有自知之明的舔狗臭味。两人侧目望去，就看见东张西望的宁天朝着这边走了过来。噗嗤，苏倩倩似乎是被他的话给逗乐了，突然眼唇轻笑起来。而旁边强行补脑一通的欧阳菲，为了不让自己倾慕的师姐为难，直接就迈步离开。在经过宁天的面前时，他还用着愤怒余光瞥了宁天一眼。细微的神情变化虽然隐藏得很好，但还是被宁天捕捉到了。靠！自己还没生气，这个想偷挖墙脚的舔狗倒是先冲他甩脸色了。他究竟是哪来的胆子？怒火没处撒的宁天当即盯上了还在偷笑的苏倩倩。师妹还真是厉害啊，鱼缸里竟然养了那么多鱼。听见他打趣自己，苏倩倩小嘴一撅，委屈巴巴地说道：师兄，你是知道的，人家如此貌美如花，有几个倾慕者不是很正常吗？怎么能这样诽谤人家呢？宁天似笑非笑地看着他，这是诽谤吗？你不是喜欢吊着他们给自己提供修炼资源？哎呀，这混蛋是怎么知道的？回想起自己曾经的所作所为，苏倩倩的小脸不禁一红，又羞又恼，完全反驳不了。毕竟宁天当初还被他吊了1年多呢，要不是这混蛋用灵因果威胁，都不可能如此轻易地拿捏自己。现在倒好，还嘲笑自己，真可恶。看着苏倩倩这副可爱的模样，宁天只觉得有些口干舌燥，当即说道：倩儿，我有点事跟你说，跟我来一趟。去哪？苏倩倩脚步未动，有些怯怯地看着他。自然是去我的洞府。说是去洞府干什么呀？姐，你说呢？师尊找我有事，去不了。你确定？宁天眼神一凝，露出一个凶巴巴的表情。人家去就是了。苏倩倩撅了撅嘴，对于他吓唬自己的行为表示很不开心，可又能怎么样呢？完全不敢继续反驳，好吧？不然谁知道这混蛋会怎么收拾自己？他们这是要去哪？潜伏在暗处的欧阳菲早已醋意大发，当瞧见两人同行离开，他顿时急了，正要跟上去看看他们要干什么的时候，肩膀突然被拍了一下。师弟，你在这鬼鬼祟祟的干什么？谁？欧阳菲猛地回头，便发现一位年轻人不知何时出现在自己的身后，不是别人，竟是赵不凡。见过赵师兄。赵师兄，你的伤好了？欧阳菲先是拱手施礼，紧接着又关心地询问起了对方的伤势。恢复了七七八八吧。赵不凡并没有隐瞒。听到这话，欧阳菲惊呆了，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要知道，赵不凡前段时间被宁天伤了根基，还是很严重的那种，一个不小心就有可能变成废人，即便服用疗伤圣药，也要个1年半载才有可能恢复。这才过去多久啊，就已经可以活蹦乱跳了。这时，赵不凡突然笑道：师弟啊，你想不想杀了宁天？师兄，你开什么玩笑？欧阳菲吓得连忙扫了眼四周，确定无人注意，这边才松了口气。紧接着他怒视着赵不凡：你疯了吗？这番话要是被旁人听见，我们2个就死定了。宁天是谁？那可是太上长老徒儿，天眼道宗当代圣子，门中年轻一辈的最强者，有着3重身份的加持，但凡赵不凡刚才的话传出去，他们2个必死无疑，就算是宗主也救不了。看着因自己的话而后怕的欧阳菲，赵不凡淡笑道：师弟就别装了，此刻的你心里比谁都想杀了宁天。说到这，他抬手指向远处与苏倩倩并肩而行的宁天背影，讥讽道：毕竟只要有他在，你这辈子都别想得到爱慕已久的苏师妹。欧阳菲没有说话，就这么盯着他，脸色阴沉的
仿佛能滴出水来。赵不凡见状，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地继续刺激。师弟啊师弟，你瞧瞧苏师妹那没有丝毫不情愿的背影，没准用不了多久。哦不，或许她早已经被宁天，而你自始至终都像个一厢情愿、自我感动的小丑。这番话犹如一根刺，深深扎进欧阳菲内心最薄弱的地方，使他目眦欲裂，愤怒咆哮起来。你住口！师姐她不可能是这样的人。爱慕苏倩倩已经有5年，欧阳菲比谁都清楚，师姐是一个很强势的女子，再加上她的背后有大长老这位师尊护着，怎么可能轻易向宁天低头？眼下她会跟宁天离去，只有2种可能，要么是为了护自己的周全，要么就是她有别的难言之隐。一定是这样，绝对不是像赵不凡说的那样，臣服在了宁天的魔爪之下。瞧着欧阳菲这副自欺欺人的模样，赵不凡在心里暗骂一声蠢货，脸上却露出一个为你好的表情。师弟不要激动，或许是我多虑了，但你也别忘了宁天是个什么样的人。即便苏师妹现在安全，谁又能保证以后呢？况且一旦让他知道你喜欢苏师妹，以他睚眦必报的性格，肯定会找机会将你碾死。到那时别说与苏师妹长相厮守了，你连活下去的资格都没有。是啊。欧阳菲猛地惊醒，后背瞬间被冷汗浸湿。宁天可不只是个花花公子那么简单，还是个眼里容不得沙子的狠角色。自己喜欢师姐一事传到他耳中，绝对会死无葬身之地。毕竟自己只是一个内门真传和拥有准帝师尊的圣子强女人，最后怕是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就在他陷入迷茫，不知该如何应对之际，赵不凡那充满蛊惑的声音又飘了过来。我有办法助你除掉宁天，不知师弟有没有胆量尝试？欧阳菲急切追问。什么办法？赵不凡嘴角微微上扬道，只要你有这个想法就行，3个月后我自会助你在九幽秘境内杀了宁天。就凭我？你确定？欧阳菲眉头紧蹙，有种被戏耍的感觉。赵不凡这个化神境后期都被宁天一拳伤了根基，他一个元婴境后期跟送死又有什么区别？我说有办法就是有办法，不过这件事风险极大，就看师弟敢不敢为了苏师妹拼一把了。赵不凡的每句话都精准拿捏住了欧阳菲的软肋，一句敢不敢为苏师妹拼命，瞬间点燃了欧阳菲的怒火。只要能杀了宁天，我有何不敢？啪啪啪！赵不凡鼓掌轻笑。既然如此，我这就去为师弟筹备一下，3个月后助你斩宁天，多美人！望着他离去的背影，欧阳菲双拳紧紧握住，内心不断咆哮嘶吼。师姐，等着我，我一定会除了宁天，将你从他的魔爪中解救出来。洞府中，宿主宁天，境界道宫境初期，血脉大地血脉，体质苍天霸体，小成，功法横骨拳、排云掌、幻影迷踪步、大荒求天指、神行御空术。这就突破了。师妹，你可真是个大宝贝，月阴之体简直太厉害了。宁天看了眼系统个人面板，接着满眼宠溺地看向坐在巨型宝座上青丝微乱的苏倩倩。因为境界桎梏难以突破，卡在了化神境巅峰。在月阴之体的帮助下，他只用了几个时辰就突破到了道宫境初期。月阴之体不愧是世间顶级顶炉，能力强大的超乎想象。有了这等宝体相助，他完全可以不惧任何桎梏的难关，就是要辛苦苏倩倩了。而此时还有些迷迷糊糊的苏倩倩迎上宁天的目光，瞬间惊醒。她那张俏丽的脸蛋上也不知是怎么回事，突然泛起一丝红晕，忍不住轻啐一声：混蛋！宁天瞧见他下了宝座，嘴角顿时浮现起一抹坏坏的笑容。倩儿，你这是想去哪呀？这眼神，这笑容，落在苏倩倩的美眸中，心头难免有些惊慌，羞恼地瞪了他一眼，以示警告。几个时辰前师尊就找过人家，现在要赶紧过去了。这样啊？宁天咂了咂嘴，其实有点不想让他那么快离开的，但是没办法，人家师尊找，总不能拦着吧。宁天随即叮嘱道，办完事后再来一趟，师兄还有点事情要和师妹商量。做梦，人家才不来。苏倩倩娇嗔一声，生怕他会继续欺负自己，匆匆忙忙的就跑出了洞府。嘿呀，这女人还真是越来越调皮了，现在都敢跟自己顶嘴了，以后怕不是要翻天。宁天打定了主意，决定找个合适的时间狠狠地教训一下不听话的苏倩倩。至于为什么不选择今晚或者明天，自然是要去找宝贝师尊了。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最近想宝贝师尊想得紧，可谓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要不是先碰见了苏倩倩，他此刻肯定还在明月峰上欺负对方呢。事不宜迟，冲！宁天兴冲冲地出了洞府，眨眼间就来到明月峰。可来到师尊大人的洞府前时，他整个人都懵了。我靠，这结界是什么情况？只见偌大的洞府四周被一道结界包裹得严严实实，周围还弥漫着来自地的恐怖气息。为了不白跑，
宁天当即隔着结界朝洞府里面喊了起来：“师尊可在？师尊大人，宝贝师尊。”青儿，亲亲小婉儿。不应该啊，这样叫都没反应。就在宁天打算加大马力的时候，一道夹杂着羞意的恼怒声突然从洞府内转了出来：“逆徒，你再瞎嚷嚷一句，信不信为师抽死你？”师尊大人，徒儿还以为您不在呢。听见穆婉清那悦耳声，宁天顿时眼睛一亮，搓了搓手，用着略显急切的语气继续说道：“师尊大人，您快把结界打开，徒儿有要事和您说。”过了一会儿，一道慵懒的声音从洞府内飘了出来：“你直接在外面说吧，为师听得见。在这说，不闹吗？”宁天可不会傻到把心里的小九九说出来，不然别说让宝贝师尊开结界了，怕是会直接把他轰走。必须要真诚的糊弄他，毕竟宝贝师尊就吃这一套。师尊大人，徒儿最近碰见了修炼瓶颈，特意来向您这位准地强者求助，您就开开门好不好？不好，徒儿说真的呀，您开开吧。不开，您要是再不听话，徒儿要生气了。哼，靠！原本还耐着性子劝说的宁天，当听见宝贝师尊那充满傲娇的玩味轻哼声，突然恍然大悟，明白了，全都明白了。宝贝师尊这是学坏了，无缘无故的在洞府外部下结界，真正的目的恐怕就是故意不给他进，想借此戏耍自己。哥，逆徒生气了，他果然被气到了，笑死我了。洞府中，穆婉清穿着一袭紫色薄纱裙，赤着双足，玉手轻轻撑着下巴，慵懒地半躺在精美玉座上。当他瞧见外面宁天那副气急败坏的样子，忽然笑得花枝乱颤，眼泪都快笑出来了。没错，结界是穆婉清故意布置的，本意就是为了教训逆徒。他可是准地中的最强者耶，世人见了他，哪个不是毕恭毕敬的？可是逆徒呢，不仅一天到晚欺负他，甚至还丝毫不给他留面子。最可恶的是，只要自己有一点点的不乖，逆徒就会变得很坏很坏。一幕幕过往画面在眼前浮现，穆婉清那张绝美的脸颊上不由得泛起红晕，满是羞涩。他抬眼望向外面的宁天，很是羞恼地瞪了他一眼：“可恶的逆徒，急死你！让你天天欺负人家，非让你一阵子不可。”再看洞府外的宁天，此时的他坐在地上，手撑着下巴，目光紧紧盯着近在咫尺却无法靠近的洞府大门。面对宝贝师尊的调皮，那是要多无奈就有多无奈，可即便心中不爽，也无可奈何。他很清楚，自己这次算是被宝贝师尊彻底拿捏住了。寻常的软磨硬泡，死缠烂打肯定是行不通的。你以为他会就此罢手？不，你错了。他不仅不会，甚至已经想到了一个能让宝贝师尊乖乖服软的绝妙计策。宁天站起身，故意摆出一副凶巴巴的模样，冲着洞府内威胁道：“师尊大人，徒儿生气的后果可是很严重的，您最好不要出来，要是让徒儿抓住了，一定会狠狠地收拾您7天7夜。”放完了狠话，他转身便走。吓唬谁呢？为师才不怕你。听见某人的虎狼之词，穆婉清的小脸瞬间涨得就像熟透的红苹果一样，美眸中的娇羞难以掩饰。由于在宝贝师尊那里吃了闭门羹，宁天一气之下把苏倩倩叫了过来，在对方一脸茫然的神情下，连着镇压了好几天才解气。接下来的日子里，怀着小盘算的宁天时不时的就会去明月峰转悠，凭借着花花小情话把穆婉清气得又羞又恼，连修炼都无法静下心来，整日在洞府里对着空气破口大骂。这天，洞府中的穆婉清似乎是准备好了应对之策，就等着逆徒来烦他。可左等右等，始终都没见到宁天过来。奇怪，逆徒怎么还不来？穆婉清皱着柳眉，一时有些疑惑。不过转念一想，宁天这段时间一直进不来，想必早就急坏了，肯定不会就此罢手。所以他决定再等等，可这一等就是好几天。穆婉清彻底被气坏了。可恶，逆徒到底在搞什么鬼？怎么还不来烦我？咦，不对，逆徒不来，不是应该感到庆幸吗？为何会觉得失落呢？这个念头一经浮现，穆婉清慌了神，他连忙盘膝而坐，运转静心诀，想要让自己冷静冷静。可打坐了好半天，丝毫没有效果。因为他的脑海里一直都有个疑问，自己明明已经拿捏住了逆徒，按理说他绝不可能就此罢手，怎么会突然不来了呢？不会是自己的所作所为把他惹怒了吧？不想还好。这胡思乱想一通后，穆婉清脸上浮现起前所未有的惊慌，当即起身就想去找宁天问个明白。可刚迈出一步，他又犹豫了。不行，自己才是师尊，是不可以向逆徒低头的。一旦低了头，日后在他的面前恐怕就没有任何威望了。可不去的话，万一逆徒真生气了怎么办呀？原本只想惩罚一下宁天的穆婉清，经过一场酣畅淋漓的左右脑互搏后，直直地躺回了玉座上。他呆呆地望着天花板，美眸中全是幽怨与懊悔。可恶的逆徒，
你是真要把威湿气坏不成？这一幕要是被宁天看见，肯定会笑得合不拢嘴。只是为了能顺利的在九幽秘境找到冰灵花，他早已经去闭关了。时间迅速流逝，眨眼间已然来到了3个月后。这一日，整个青州大地都沸腾了，因为今天正是百年一开的洞天福地九幽秘境开启的日子。天眼道宗的广场中央，人山人海，内外2门数十万弟子全部都齐聚在此，热闹非凡，议论之声不绝于耳。传说中的九幽秘境终于要开启了，属于我们的机缘来了。是啊是啊，听说这座洞天福地内不仅有各种各样的奇珍异宝，还暗藏着恐怖的传承机缘，只要能得其一，定可一飞冲天。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能不能抽中进入的资格还是两说，即便真进去了，面对的将是青州生死境之下的所有年轻天骄。不错，机缘是真，但也危险重重，凡是能从里面安全出来的，哪个是等闲之辈？反正我是没兴趣凑这个热闹，机缘再好也要有名销售啊。快看，是赵师兄！人群中有人突然惊呼出声，众人纷纷抬头望去，就看见一袭白衣的赵不凡踏空而来。还真是赵师兄，他不是被圣子一击伤及了根基，躺在床上疗伤吗？为何看着完好无损，并没有受伤的样子？不会是恢复了吧？这可是伤及到了根基，不是受个小伤那么简单，怎么可能恢复得那么快？可现在又是什么情况？所有人面面相觑，集体沉默了，似乎都想不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感觉太离谱了。若非亲眼所见，谁敢相信此刻跟没事人一样的赵不凡，在不久前根基曾受过重创？难道是太上长老出手了？不少人推测这个可能性很大。宁天是太上长老的徒儿，赵不凡又是宗主的徒儿，太上长老出手救助也属于正常，而且也只有这样的解释才能说得通。赵不凡没有在意周围的议论声，从上空镜直落在了站在高台上的欧阳飞跟前。师弟脸色看着不太好啊，莫非是遇到什么事了？只是没休息好而已。欧阳飞笑着摇了摇头，然而笑容却是很勉强。赵不凡也没太在意，随手给他抛去了一个小玉瓶，这是能助你杀了宁天的东西。这是欧阳飞猛地睁大了眼睛，死死盯着装在玉瓶中的那枚妖艳血红的丹药。赵不凡拍了拍他的肩膀，笑道：师弟啊，这东西是我费了很大劲才搞来的，保证可以助你轻松杀了宁天，希望你好好利用。欧阳飞眼神频频闪烁，似乎是在沉思着什么。这时四周又传来躁动，圣子来了。只见一袭青衫，风度翩翩，仪表堂堂的宁天从远处走了过来，周围的弟子们齐刷刷地朝着他拱手施礼，声音之大，震慑云霄。我等见过圣子。卧槽！看着数十万人同时用毕恭毕敬的语气对自己行礼，宁天爽得差点起飞了，不过并不敢表现出来。在这么多人面前可不能丢人，圣子的风范肯定是要摆足的。他笑着对众人微微点头回应。宁天这副装模作样的嘴脸落在赵不凡的眼中，他的神情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怨毒。赵不凡强压着心头怒火，对着旁边的欧阳飞怂恿道：师弟，机会摆在眼前，可一定要把握住了。只要宁天一死，你就可以光明正大的追求苏师妹了。欧阳飞仿若未闻，死死凝视着宁天，脑海里突然浮现起一段令他难以启齿的画面。前段时间他无意间看见倾慕已久的师姐在四下无人的时候进了宁天的洞府，过了整整5天才出来。这5天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不想知道，也不想了解。此时此刻，欧阳飞就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宰了宁天，然后夺回属于自己的师姐。这舔狗的眼神有点不对劲啊。宁天察觉到了什么，目光朝着高台上的欧阳飞看去。他敏锐地注意到对方看自己的眼神充满着杀意，那模样仿佛恨不得把自己当场抹杀。难道这就是舔狗的无能愤怒？宁天淡然一笑，并不在意。在他的眼中，一个废物舔狗没有丝毫的威胁性。安分点还好，若是敢找事，他不介意送欧阳飞上路。至于欧阳飞旁边的赵不凡，宁天连看都没看一眼，直接选择了无视。这家伙还真是一如既往的嚣张。赵不凡这回并有因为宁天的刻意无视而感到愤怒，毕竟他已经为对方准备了一份大惊喜。越嚣张越好，因为那样就会失去警惕心，进了九幽秘境便会死得很惨很惨。只要宁天死了，自己失去的一切都将重新回归自己的怀抱，而他只会是自己脚下的垫脚石。赵不凡瞥了眼身旁的欧阳飞，目光又移回宁天身上，眼神之中满是戏谑。片刻过后，嗖嗖，一阵破空声响起，4道人影凭空出现在广场中央上空，正是宗主李建生和3位长老。弟子们纷纷拱手施礼：我等拜见宗主，拜见诸位长老。李建生微微颔首，扬声道：诸位，九幽秘境即将开启，宝物机缘虽多，也伴随着无法想象的危险，一不小心就可能丢了性命。
但这也是能逆天改命的机会，你们自主抉择是否进去，本宗主不会强求。你们现在还有半炷香的时间考虑，考虑清楚后，凡是达到金丹境及以上的弟子，都可以进行抽签前往。话音落下，广场上再次沸腾了起来，弟子们开始交头接耳，探讨着是否前往九幽秘境。全场只有宁天淡定如常，他坐在一棵大树下，眼神不断打量着悬浮于空的李青竹，嘴里时不时的还发出啧啧的声音。这登徒子，李青竹被他吓得娇躯微微轻颤，脸颊泛起红晕，慌忙将目光移向一旁，完全不敢跟某人相视。啧啧，真没想到他竟然会变得如此娇羞，着实迷人。就是吃。宁天有些无奈，他原本以为拿出了破镜丹，李青竹为了突破，肯定会像苏倩倩那样拉下脸来讨要，可结果却是出乎意料之外。自从那晚过后，李青竹就很少外出，基本都躲在洞府里面，让他连接近的机会都没了。是要想想其他办法了。宁天暗暗想着，打算找个机会一举将李青竹拿下。时间悄悄过去，一炷香到了，想进九幽秘境的金丹境及以上弟子往前一步。随着李建生的声音落下，宁天和欧阳飞还有几个内门真传率先踏出一步，其余弟子紧随其后，但人数并不多。在场数十万弟子，达到金丹境的最少也有十几万人，可走出来的只有寥寥万人左右。不过这也属于正常。九幽秘境说好听点是逆天改命的洞天福地，说难听点就是埋葬修士枯骨的坟墓。实力不够，再大的机缘也无福消受，去了真就和送死没什么区别。很快抽签流程完成，除了宁天这位圣子和几位实力稍强的内门真传不需要走流程抽签外，其余万人中只有3000名弟子抽中前往九幽秘境的资格。诸位，九幽秘境危险重重，本宗主希望你们能互相合作，切莫为了宝物自相残杀，同时也祝你们能在里面获得属于自己的机缘。李建生的目光逐一扫过众人，最后停留在宁天身上，用着语重心长的语气叮嘱道：“你乃道统圣子，更是门中年轻一辈的翘楚之首，理应挑起这身份的重任，务必护好同门师弟周全。”弟子遵命。宁天应声回道。他虽然和同门的关系并不融洽，但圣子应有的风范还是要保持的，只要他们不搞事，维护一下并非不可。而且这恰恰是立威的最佳时机，若能借此打消众人对自己以前的不满，自身地位将会牢牢稳固。李建生微微颔首，继而抬手一挥，一道雄浑凌厉径直没入广场正中央的擎天巨柱中。轰隆隆，巨柱爆发璀璨金光，形成一个传送阵。李建生道：“入阵。”宁天等3000余人闻声而动，纷纷朝着传送阵飞去。画面一转，某座荒古森林中，方圆万里都被一股来自上苍的恐怖气息笼罩。低空处悬浮着一个紧闭的漩涡状气流，正是通往九幽秘境的入口。不过此刻还未开启。晃晃晃，突然间，一道道传送阵在上空显现，源源不断的身影从中掠出。黑压压的人潮铺天盖地，人族与妖族修士混杂其中，数量足足上百万，瞬间将森林围得水泄不通。这些人的境界参差不齐，皆处于金丹境至道宫境之间，犹如盛世，壮观至极。轰！不多时，随着一道巨大的轰鸣声响彻云霄，所有修士全部沸腾了。九幽秘境终于开启了，冲啊！机缘宝物我来了！吼吼！人族修士快滚开，让我们高贵的妖族先进！我靠！你们能不能别挤，挨个进不行吗？阿玛德，谁他妈的踹老子！乱套了！一时之间彻底乱套了。上百万人疯了似的冲向秘境入口，那混乱不堪的场面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了。而此刻只有宁天独自在风中凌乱，望着天眼道宗那群不顾一切往前冲的同门，他是要多猛逼就有多猛逼。不是，这帮人有病吧？他先前在传送阵中还特意叮嘱过他们不能鲁莽，可这些人见到秘境开启，直接将叮嘱抛到九霄云外，跟疯了一样。人性的贪婪果然经不住考验啊！在这暗藏无数机缘宝物的洞天福地面前，几乎没有修士能抵挡住诱惑，可他们偏偏忘了，在如此多的强者面前，即便侥幸得到机缘，真能安然无恙的出来吗？罢了罢了，道不同不相为谋。既然你们自己上赶着找死，那就怪不了任何人了。宁天笑着摇了摇头，等所有人都静得差不了，他才不紧不慢地飞向漩涡入口。下一秒，他已然来到一片昏暗的小天地中。不愧是传说中的洞天福地，果然名不虚传。望着眼前的景象，宁天惊叹连连。秘境内的天地灵气浓郁到了极致，比外界高出10几倍不止。若能在此修炼，修为肯定能突飞猛进。只是可惜，九幽秘境开启的时间就1个月，如果不在规定时间内出去，将会被困在这里100年。宁天扫了眼四周，并没有选择跟随大部队往前，而是另辟蹊径，朝着左侧飞去。
在他看来，命大过于任何宝物机缘，与百万修士争抢，随时都有陨落的风险，避开人群独自搜寻才是最佳选择。只是宁天没有注意到，不远处有2道身影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正是内门5大真传的刘明宇与顾云帆。顾云帆望着那道远去的背影，对着身旁的刘明宇说道：“刘哥，宁天走了，我们也赶紧跟上去吧。”跟他做什么？刘明宇面露疑惑。顾云帆提醒道：“我们不是收了欧阳师兄的修炼资源，答应帮他盯着宁天的踪迹吗？”刘明宇讥笑道：“他都自身难保了，还在乎这个做什么？”刘哥，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顾云帆满脸不解。你是不是傻？欧阳飞为了个女人想杀宁天，你觉得就凭他真能奈何得了对方？刘明宇看他的眼神就像是看一个白痴。顾云帆闻言若有所思地摇了摇头。那不就是了？欧阳飞此举是自寻死路，九幽秘境便是他的葬身之地，我们犯不着趟这浑水，专心寻宝才是正事。至于承诺，他都活不成了，完全没必要当回事。刘明宇说到这里笑得很是狡诈，而顾云帆仍有些顾虑，万一他没死，事后找我们麻烦怎么办？要知道欧阳飞可是元婴境后期，内门真传中排名第2的存在，比他们高出2个小境界，一旦对方没死，他们2人就麻烦了。刘明宇嗤笑道：“那就更简单了，九幽秘境乃是一方小天地，想单独找一个人谈何容易？就算欧阳飞想怪罪我们，也拿不出我们不作为的证据，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闻听此言，原本还有顾虑的顾云帆顿时眼睛一亮，不禁对着刘明宇竖起了大拇指。还是刘哥聪明，如此一来，不管欧阳飞死不死，我们最后都是大赢家。现在说大赢家还为时尚早。刘明宇目光望着四周的人影，他接着沉声道：“此秘境中的强者太多，我们能否安全出去都还是一个问题。刘哥，那我们该怎么做？”顾云帆紧紧盯着眼前这位时常帮助自己的师兄，仿佛在他的眼中，对方就是主心骨。不贪求稳，不主动找事，遇到事就跑，否则就凭我们这2个元婴境初期，在这秘境里稍有不慎，就可能栽在这里。短短3日间，九幽秘境已然成为了一座血腥战场，人性没有经住考验，修士们为了争抢宝物，卑劣的手段可谓是层出不穷，甚至还有很多人因此反目成仇，大打出手。放眼望去，尸山血海，此起彼伏的喊打喊杀声随处可闻。然而在所有人都在寻宝夺宝的时候，有一道满腔杀意的人影却背道而驰，他一直游荡在各个地方，就像是在寻找着什么人，可找了半天依旧无果。宁天，你究竟跑到哪里去了？欧阳飞怒声咆哮，他感觉自己的心态要崩了。明明是跟在宁天后面进入秘境的，怎料进来发现人不见了。想在如此辽阔的秘境中单独找到一个人，如同大海捞针，我就不信找不到你。准备了那么久，欧阳飞怎么可能就此放弃？当即化作残影朝着远处遁去，漫无目的地寻找起来。可他永远也想不到，苦苦寻找的人此刻正被围得水泄不通。小子，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抢我们的麒麟果，劝你赶紧交出来，否则你就死定了。喂，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这麒麟果明明是我先找到的，怎么就成你们的了？某处阴暗潮湿、瘴气萦绕的树林中，回荡起一阵针锋相对的唇枪舌战。一群修士呈现合围之势，把一位把玩着3颗金色果实的年轻人团团围困在正中央。小子，劝你莫要自误，再不交出麒麟果，就不要怪我们动粗了。为首的络腮大汉死死盯着宁天手里的果实，眼中泛起浓浓的贪婪之色。圣品奇珍麒麟果，不仅可以增强修为根基，还能淬炼肉身，乃是顶级的天材地宝。100年前聚宝楼曾现世一颗，最终以100亿灵石的天价成交。谁能想到今日竟然能在此地一次性撞见3颗？若是将这3颗麒麟果全部卖了，他们这群穷困潦倒的散修完全可以发一大笔横财。就凭你们也配在我面前说动粗？宁天被逗乐了，他的境界气息被系统屏蔽，一看就是不好惹的存在。这些人究竟是怎么敢来打劫自己的？小子，你莫不是失心疯了？就是，我等20余人皆是元婴境巅峰，碾死你这毛头小子，与碾死蚂蚁有何异？散修们哄堂大笑，看向宁天的眼神满是戏谑。眼前这个年轻人年龄也就20出头，境界气息不显，想来是修炼了某种能敛息的功法，企图混淆视听，真正实力肯定高不到哪去。他们这群人皆是元婴境巅峰，即便遇上化神境修士也有一战之力，除非这小子是化神境后期以上的强者。但是这可能吗？你们算是成功激怒我了。宁天原本懒得跟他们计较，可这群人不仅没事找事，竟然还敢小觑他，这是他最不喜欢的词，因此只能动怒了。轰隆隆，
汹涌澎湃的恐怖威压从他的体内席卷而出，横扫整片古林，连周围的空气都为之泛起丝丝涟漪。原本还在捧腹大笑的散修们，脸色瞬间惨白如纸，浑身颤抖，难以置信地揉了揉眼睛。道恭境的气息，这怎么可能？他居然是道恭境强者！全场死寂，所有人彻底懵了。他们刚才还在幸灾乐祸，以为能随意拿捏宁天，毕竟对方如此年轻，修为能达到元婴境初期就已经是了不得的天之骄子。可眼前这看似普通的毛头小子，竟然爆发出了道恭境的恐怖气势！跑！这小子在扮猪吃老虎，快跑啊！不知是谁吼一声，散修们如同惊弓之鸟般转身狂奔，那惊慌失措的模样，哪还有先前打劫时的嚣张气焰，仿佛恨不得多长2条腿。然而宁天岂会如他们所愿？刚才就给过你们机会了，现在想跑，晚了。话音未落，宁天的身影已然消失在了原地，下一秒便出现在一名散修身后。那名散修甚至来不及反应，便被一拳轰成了血雾，一拳秒杀元婴境巅峰。这一幕落入其余人眼中，吓得他们眼球都快要掉出来了，拼了命地向林外逃窜。可他们的速度怎么可能跟身怀地级身法的宁天相提并论？凄厉的惨叫声在树林间不断回荡。不过片刻间，20多名元婴境巅峰的散修全部陨落在宁天那沙包大的拳头下。一群垃圾，就这点实力也敢出来学人打劫？宁天不屑冷笑。就在他准备让系统帮自己找冰灵花的时候，系统的空灵声率先响了起来。警示！检测到天命主角未来的女人误入一座强者洞府边缘，陷入危难之中，请宿主快前往救援。警告！天命主角现身，对方此刻正赶往古强者洞府，即将与女主角相遇，请宿主趁其未到，提前去英雄救美，以免错失挖墙脚的机会。什么？听见系统那急迫的声音，宁天直接懵了。天命主角和女主角同时现身了，有没有搞错啊？筒子，快帮我定位古强者洞府的方向。宁天首次感到如此的惊慌，这也不能怪他，因为按照网文的尿性，一旦被天命主角英雄救美了，女主角那傻白甜肯定会瞬间爱上对方，还是爱得死去活来的那种，绝对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不然想挖墙脚将会变得无比困难。很快，一道定位系统面板浮现在宁天眼前，他匆匆看了一眼，腾空而起，将神行御空术催动到了极致，眨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此时，秘境最深处一处隐蔽的位置中，方圆100里内突然被一股难以形容的恐怖气息笼罩，一道苍老的虚影缓缓浮现在虚空之上。他那双凌厉的目光直视下方那名身着青色流仙裙的俏丽少女，淡淡开口，声音夹杂着睥睨天地的威严：无名太玄，后方乃无知传承洞府，胜可入，败则死。大地化身。少女被那铺天盖地的威压惊得俏脸煞白，遥望虚空之上的虚影，脑海一片空白。自己只是偷偷跑来秘境玩，怎么会撞上一尊大地化身？这也太倒霉了吧！可准备好祭拜无了吗？老者那平淡却带着无上威严的声音在天地间悠悠回荡，吓得少女冷汗淋漓，分寸大乱，脚下连后退数步。不行，必须立刻逃离。虽然老者只是大地的一缕化身，修为仅是道宫境巅峰，但他很清楚元婴境巅峰的自己绝不是对手，而且九幽秘境又是一座洞天福地，只有生死境之下的修士才能进来，身上的底牌完全用不了，除了逃没有选择。然而就在少女有所行动之际，更加磅礴的威压却率先涌来。轰隆！还没反应过来的少女娇躯一颤，整个人瘫坐在了地面。既然唤醒无，便拿出真正的实力来战胜无。老者周身金光万丈，屈指一点，一道恐怖的金光值逼他而来。要死了吗？早知道就不瞒着秦姨偷偷闯进来了。望着袭来的恐怖一击，满心苦涩的少女清楚自己不可能挡住，她仿佛是放弃了挣扎，一滴懊悔的清泪从眼角滑落，缓缓闭上双眸，静静等待死亡的降临。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鬼魅般的白衣身影突然出现在少女身前，只见她抬手挥出一剑，砰！那道恐怖的金光瞬间支离破碎。少女恰在这刹那睁眼，亲眼目睹了这一幕，惊得美眸骤缩，满是难以置信。这位公子随手接下了大地化身的一击，他怔怔地望着护在自己身前气质出尘俊俏不凡的白衣年轻人，一时有些失神。姑娘，你没事吧？叶枫转过身对着少女微微一笑，他生得好英俊呀，风神俊朗，玉树临风，比画中美仙男还要好看呢。有颜控的少女哪里扛得住这笑容，心坎微颤，俏脸泛起红晕，急忙移开目光，不敢与他对视。叶枫轻笑一声，你没事就好。
说罢，他缓缓过转身，仰起头望向虚空之上的老者，古之大帝的化身。老者那双深邃的眼眸细细打量着他，片刻后缓缓开口，语气中竟然带着几分赞赏：“少年人，你很不错。战胜无身后的洞府之中，或许有助你更进一步的机缘。”正有此意。叶枫战意昂扬，眼神里全是兴奋。师尊说的果然不假，这九幽秘境的深处还真暗藏着一座强者洞府，而且还遇上了一尊大帝化身。要是能与这等存在一战，对自身的修行肯定有极大的益处。今日我倒要好好领教一下，传说中的古之大帝究竟有多厉害。轰隆隆，道宫境巅峰的气势从叶枫体内席卷而出，他挥剑而出，化作道残影，直冲老者。一剑出，剑势骤起，一道骇人的剑气破空而过，直逼老者。老者手中不知何时握住了一柄地兵，随意一挥，便将剑气击散。你竟然是一位剑道大帝！见到这一幕，同为剑修的叶枫不禁反喜，眼中全是和剑道强者交锋的渴望。再来！可下一秒，老者率先动了，眨眼间来到他的跟前。好快的速度！叶枫大惊，急忙抽身暴退。老者却不给他逃的机会，再度挥剑。嗡！这一剑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剑道无上奥秘。抬手间便是剑意，不愧是剑道至强者，果然强大。叶枫自知无路可退，不再闪避，迎面而上，硬生生地挡住了这一击后，身形不断闪烁间，数道剑气同时袭向老者。这刹那，他还做出了惊人举动，竟然随着剑气一同冲了上去。也不知是老者放水了，还是大意了，直接被震退数米。古之大帝也不过如此。叶枫仰天长啸，秉着趁你病要你命的原则，不给老者丝毫喘息的机会，再度杀了上去。轰隆隆，一时间两人激烈缠斗在一起，凌厉的剑气扩散至百里之外。他好强大啊！少女望着叶枫与老者打得有来有回，甚至隐隐占据上风，美眸中异彩连连。大帝化身虽然只是一道化身，可强大的实力是毋庸置疑的，寻常修士连交手的资格都没有。这位公子看着也就20出头，不仅达到了道宫境巅峰，剑道造诣更是精湛至极。这样的人物为何以前从未听说过？而此时有人比少女还要震惊，暗处有道鬼鬼祟祟的人影，正是宁天。他望着在虚空之上与老者激烈交锋的叶枫，彻底傻眼了。卧槽，这就是天命主角，刚出场就这么强。而且他能明显看出来，叶枫根本没尽全力，似乎是在刻意拿大地化身练剑。靠！按网文套路来看，主角不应该都是鲁莽冲动的吗？为何自己遇见的这么聪明？最重要的是，那小丫头的眼神又是怎么回事？看着身穿青色流仙裙，清秀可爱，宛如邻家女孩般的俏丽少女，此刻正用满眼崇拜的目光盯着叶枫，宁天嘴角不由得抽了抽。得，果然猜中了，这女主角真是个傻白甜，被英雄救美后，再见识到对方强大，肯定已经产生了倾慕之意。宁天苦恼啊，但凡自己再快一步，也不至于被主角捷足先登。不行，这小美人看着就不一般，仙气飘飘不说，身上的裙子都是珍贵的流仙裙，背景肯定不简单。这样的小美人只能属于自己。可她现在对主角有点痴迷，该用什么办法抢过来呢？要不直接宰了主角？宁天在心中对着系统问道。筒子，我现在杀了主角，会不会发生不可预料的后果？叮！一般人杀了主角，通常情况下会厄运缠身，轻则生死道消，重则魂飞魄散。而宿主乃是大反派，天气之人，是主角崛起的垫脚石，贸然杀了对方，将会直接遭受天谴。有没有搞错？这么离谱吗？宁天有种欲哭无泪的感觉。这不就意味着，不管自己怎么做，最后都是死路一条。叮！请宿主稍安勿躁，不要激动，天命主角并非不可斩杀。怎么说？宁天眼睛一亮，仿佛在黑暗中看见了希望的光芒。受天地意志庇护的天命主角，现阶段确实谁杀谁就会遭反噬陪葬。不过当他褪去凡身，踏入圣人境的时候，天地庇护便会消散，届时宿主即可随时将其镇杀。圣人境，这条件也太苛刻了吧！宁天无语了。对方现在才到宫境巅峰，距离圣人境还有整整4个大境界的距离，这要等到猴年马月。唉，罢了，至少有希望杀。眼下最要紧的是自身的修为要尽快超越主角，否则被他彻底拉开差距就麻烦了。胡思乱想间，一股恐怖的气息突然从前方席卷而来，同时还伴随着一阵狂笑。突破了，先天剑体竟然突破了！只见手持长剑的叶枫周身翻涌起霸道凌厉的剑意，周围的空间都在这股力量之下变得扭曲起来。就在刚刚，他迟迟无法突破的先天剑体
成功从入门境迈入了小成之境，甚至还顺势领悟到了剑修梦寐以求的剑意神通。叶枫当即收起长剑，对着前方老者恭恭敬敬行了一礼：“多谢前辈慷慨相授，请受晚辈一拜。”老者轻轻摇了摇头，道：“吾不过是略微提点，能突破全凭你自身造化，无需多礼。前辈大恩，晚辈定当铭记于心。”叶枫再次诚心诚意地躬身一礼。说实话，他可谓是又惊又喜。暂先不提自己先前对这位前辈出言不逊，对方也是一副要置他于死地的模样，可万万没想到前辈竟然会在战斗中刻意点拨他，当真是大好人啊！见此情形，老者并没有多言，只是一味的长叹：“万古悠悠，数十万载转瞬即逝，天选之子再现世间，大千道域又要热闹起来了。小家伙，送你一句话，要时刻坚守心中追求的道，切莫因俗事迷失本心，否则终将自毁前程。好了，无愿赌服输，洞府你可以进去了。”老者说完，身影渐渐变得稀薄透明。就在消散之际，他的目光有意无意地扫了眼躲在极为隐蔽角落处的宁天。卧槽！宁天瞬间被惊出一身冷汗，他身上的气息可是被系统敛去了，没想到这老头竟然还能发现自己，不愧是大地化身，果然深不可测。还好对方离开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另一边，叶枫眉头紧锁，脸上全是困惑，这天选之子究竟是什么？他很是好奇，因为师尊第一次见到他时也曾说他是什么天选之子。他原本还没怎么在意，岂料这位前辈也是这么说，还有那句坚守本心的叮嘱又有什么含义？小女子古潇潇，谢公子的出手相救。清脆的女声响起，古潇潇翩翩飞来，打断了叶枫的沉思。望着眼前俏丽灵动的少女，叶枫瞬间没了与大地化身对战时的强者锋芒，有些腼腆的挠了挠头：“姑娘不必客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本就是我们修仙者应该做的事。”哇，他真是太有大侠风范了。古潇潇眼中异彩连连，追问道：“公子还没说名字呢？”“啊，我叫叶枫。”叶枫被他看得有些紧张，说话结结巴巴，下意识地避开了他的目光。叶枫，古潇潇美眸骤然睁大，满脸都是惊讶：“你莫非就是羽化仙门的当代圣子叶枫？潇潇姑娘认识我？”叶枫震惊不已，他的身份还从未对外公开过，对方是如何一口道破的？“真的是你啊！”古潇潇满脸好奇的上下打量着他，因为爹爹跟羽化仙门门主关系还算不错，因此他对叶枫早有耳闻。听说对方6年前拜入羽化仙门，便被老祖云鹤道人收为亲传弟子，凭借强大的天赋迅速崛起，超越圣子陈破天，并于数月前将其击败，成功登上圣子之位。没想到救自己的竟然会是他，怪不得如此强大，而且听爹爹说他的天赋仅次于姐姐呢。潇潇姑娘为何这样盯着我看？平生第一次被女孩子这样注视，叶枫只觉浑身燥热难耐，脸色涨得通红，有些手足无措。噗嗤，见到他这副窘迫模样，古潇潇没有忍住笑出了声，眨了眨灵动的眼眸，俏皮地说道：“叶大哥，你怎么这么害羞呀？潇潇姑娘，我们还是赶紧进洞府看看吧。”叶枫直呼受不了，完全招架不住，匆匆丢下一句话，便朝着下方的洞府飞去。古潇潇玩心大起，紧追不舍，清脆的声音在身后回荡：“叶大哥，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你到底为什么这么害羞呀？嘻嘻，是不是因为人家长得太漂亮了，所以你才不好意思的？”莺啼般的声音飘了过来，把暗处的宁天听得后牙槽都快咬碎了。完了，这傻白甜主动送上门去了。宁天心态要爆炸了，羡慕嫉妒恨啊！想他追求仙子那是费心费力，可主角呢？随便来个英雄救美，小美人就主动贴上来了。马德，真是人比人气死人。不过看主角这反应，似乎对女主角暂时还没什么兴趣。宁天嘴角扬起一抹很贱的笑容。既然如此，那我就勉为其难，替你分担这份烦恼吧。姐，怪怪的笑声落下，他化作一道鬼魅般的残影，悄悄地跟在两人身后潜入了洞府之中。画面一转，叶枫和古潇潇来到了洞府内部，眼前的景象使二人瞳孔骤缩，直接呆立当场。好多宝物啊！只见洞府四周堆放着数座如小山般高的灵石，数量多到难以估量，地面上更是铺满了琳琅满目、尘世罕见的奇珍异宝灵品、玄品、天品、圣品一应俱全，甚至连传说中的地品灵药都有足上百株。这般惊世骇俗的场面，即便是羽化仙门圣子叶枫以及见过不少大场面的古潇潇也不禁震撼满目。叶大哥，你快看那是什么？古潇潇突然伸手指向殿中央，语气里满是惊好奇。只见那里悬浮着一块拇指大小、通体洁白无瑕、晶莹剔透的小骨，表面萦绕着丝丝缕缕的剑气。
叶枫死死盯着那块小骨，像是认出了他的身份，猛然瞪大双眼，失声惊呼：“剑骨！这是剑骨啊！叶大哥，你真确定这是传说中的剑骨？”古潇潇小手掩着嘴唇，满脸都是难以置信。绝对错不了。叶枫重重点头，身为剑修，他对剑道至宝的气息不可能认错。这正是所有剑修梦寐以求的剑骨。剑骨又称之为剑修的本命道骨，只有勘破剑道无上奥秘的至强者，以身似剑，历经无数次生死剑意淬炼出来的本命道骨。纵观万古，能成功凝练的人寥寥无几。万万没想到，自己竟然能遇见这等传说中的无上宝物，惊喜，简直是天大的惊喜。他拥有剑道最强体质先天剑体，若是能炼化剑骨，叶枫可以肯定自身剑道造诣必将暴增一大截。一时间，叶枫激动的身躯微微发颤，双脚不受控制地向前迈去。很快，他便来到剑骨跟前，呼吸也不由得急促起来。望着世间剑修毕生渴求却求而不得的至宝，叶枫下意识地伸出手想要触摸。嗡！然而就在即将触碰到剑骨的瞬间，剑骨突然剧烈震颤，翻涌起一道恐怖绝伦的剑气。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叶枫心头一震，他急忙冲着身后的古潇潇大喊：“潇潇姑娘，快退！”两人仓促暴退，同时催动灵力抵御剑气，可这股力量实在是太过恐怖，叶枫拼尽全力才勉勉强强挡住，而实力稍弱的古潇潇直接被震飞了出去，重重砸在墙壁上，滚落地面，晕死了过去。潇潇姑娘，叶枫急忙冲了过去，正想查看她的伤势，突然又感受到一股更恐怖气息席卷而来。轰隆隆，剑骨再度剧颤，万千道实质化的剑气激荡而出，暴力无匹，杀意凛然，在整座洞府内肆意横行，连空间都被切割的扭曲变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叶枫将自身力量催动到极致，凝聚出一道灵气墙，护住自身和古潇潇。他猛了，猛得彻彻底底。剑骨好端端的，为什么会突然暴走？不会是因为先天剑体的缘故吧？叶枫突然想起刚才靠近剑骨时，体内的先天剑体产生了丝丝悸动，只是太激动了，并没有在意。现在想想，可能性极大。先天剑体是剑道最强体质，对剑意有着天然的吸引力，而剑骨本就是杀伐道骨，经过生死剑意淬炼而成，敏感至极，被先天剑体牵引暴走，倒也说得通大意了。叶枫恨不得抽自己一巴掌，但凡刚才能忍住诱惑，也不会酿成这样的局面。事到如今，说什么都晚了。如果不赶紧压制剑骨的暴动，他和古潇潇都可能陨落于此。只是该如何压制？望着不断激荡出恐怖剑气的剑骨，叶枫冷汗直冒。这要是靠近一点点，稍有不慎就有会被搅成飞灰啊！只能拼一把了。既然先天剑体能引发暴动，肯定也能将其压制。叶枫不再犹豫，随手给昏迷的古潇潇汇聚了一道灵气罩。紧接着，他硬着头皮，顶着漫天剑气冲向剑骨，同时催动先天剑体之力，源源不断地注入剑骨之中。果然有用。见到剑骨的暴走渐渐收敛，叶枫又惊又喜，连忙加大力量输出。片刻后，剧烈震颤的剑骨彻底平息下来。好险，总算压制住了。见此情形，满头大汗的叶枫心有余悸地笑了笑，缓了缓。他站起身，准备去查看古潇潇的伤势之际，一道阴恻恻的戏谑笑声突然回荡在大殿中。啧啧，道友还真是厉害，竟然能独自压制如此骇人的局面。不过剑骨这等珍宝，你无福消受，还是让给在下吧。话音未落，一道鬼魅般的人影从大门外冲了进来，瞬间逼近叶枫，抬手便是狠辣一拳。什么人？叶枫脸色骤变，想要躲避，可对方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距离又近，根本来不及反应。啊！结结实实的挨了一拳，肋骨最少断了几根。叶枫惨叫出声，整个人不受控制的被轰飞了出去。哎呀呀，一不小心出手重了点，道友你没事吧？宁天居高临下的俯视着趴在地上的叶枫，满脸玩味的说着风凉话。你究竟是什么人？叶枫真的要气炸了。剑骨的暴走就让他有点猝不及防了，耗尽力量，好不容易将其压制住，结果又被偷袭。宁天戏谑道：我是谁道友就不必管了，你只要知道洞府中的所有宝物，包括那块剑骨，跟你无缘就行了。你敢？我是羽化仙门圣子，师尊乃是老祖云鹤道人，这块剑骨是我先找到的，你要是敢碰，本圣子一定会让你付出惨痛的代价。叶枫见他想抢自己的剑骨，慌得连忙搬出自己的身份威胁。卧槽，这天命主角是云鹤道人的弟子。宁天愣住了，要知道羽化仙门老祖云鹤道人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存在，不仅是一尊巅峰圣王，更是精通卜卦一道，天机一事可谓是随手拈来。自己今天暴揍叶枫，不会被算出来吧？
真要这样，就麻烦了。虽然有宝贝师尊护着，对方明面上肯定不敢乱来，可要是背后搞小动作的话，就防不胜防了。见宁天不说话，叶枫以为他怕了，不禁一喜，继续威胁道：若你现在离开，本圣子倒是可以不计较你今天的所作所为，否则……宁天没搭理他，而是在心中对着系统问道：筒子，你有没有避免我不被云河道人算出来的办法？丁，你可是本系统选中的大反派宿主，就算是大地亲临也无法算出你的天机，小小羽化仙门老祖不足为虑。哦，这样就好玩了。宁天嘴角微微上扬，目光缓缓移向趴在地上的叶枫。叶圣子，你刚刚说什么来着？麻烦你再重复一遍。你要做什么？原本还以为宁天畏惧自己身份，正暗自得意的叶枫突然被他眼中的杀意吓一跳。我这人最讨厌的就是危险，叶圣子觉得我会怎么做？宁天吃着笑，脚步缓缓逼近。叶枫彻底慌了，怒吼道：我乃羽化仙门圣子，你难道真想自寻死路不成？他懵了，他可是羽化仙门圣子，老祖云鹤道人的亲传弟子，凭着两重身份，谁见了他不得毕恭毕敬，谁敢与他为敌？这家伙为什么不怕？为什么敢对他流露出杀意？羽化仙门圣子又如何？我打的就是圣子。宁天抬脚便朝着叶枫狠狠踹去。这还没完，他身形一闪，眨眼间出现在倒飞的叶枫身前，抡起拳头在砸。啊！刹那间，凄厉的惨叫打破平静，在洞府大殿中不断回荡。面对头号大敌天命主角，宁天怎么可能手下留情？拳头就跟雨滴似的，避开要害，招招狠辣，边打还边骂。羽化仙门的圣子很了不起，敢在我面前摆谱玩危险，我他妈揍不死你！单方面的暴打持续了片刻，宁天最后一拳狠狠砸向叶枫腹部。啊！叶枫眼珠子暴突，整个人重重砸向地面，坚硬的青石砖瞬间被砸出一个深坑。他两眼一翻，如同死狗一样昏死过去。废物，留你一条狗命！宁天不屑冷笑，若非叶枫身负天命，有天地庇护，他早就将其宰了。平日里只有他威胁别人的份，什么时候被别人仗着身份威胁过？出了口恶气，宁天心情舒爽无比，目光缓缓扫过遍地的宝物，眼中全是难掩的狂喜。发财了，这次真要发大财了！这么多的资源宝物，堪比大宗门几年收入，足够他支撑很久的修炼了。宁天先把最珍贵的剑骨收好，随后取出数十枚储物戒，疯狂搜刮各类灵药、灵石，很快便将所有储物戒装得满满当当。搜刮完毕，也是时候离开了。对了，差点忘了你这女主角了。宁天看向角落里昏迷不醒的古潇潇，嘴角扬起一抹坏笑。这可是他单方面内定的痉挛，是万万不能丢下的。他走上前，温柔地抱起这位睡美人，转身离开了洞府。丁，检测到剑道至强者的本命道骨，是否直接融合并提炼其中生死剑意？筒子，你就别废话了，赶紧融合，我等会还要去寻宝呢。某处山谷中，宁天盘膝坐在巨石上，双目紧闭，周身弥漫起丝丝的剑意。只是这剑意很是奇怪，隐隐约约萦绕着生机与死亡两股截然不同的气息。呜！这时，一声细微的嘤咛响起，躺在不远处另一块巨石上的古潇潇缓缓从昏迷中苏醒。发生什么事了？头好疼。他迷迷糊糊地揉了揉额头，望了望四周，猛然回过神来。这是哪里？自己不是在大地洞府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还有叶大哥去哪了？古潇潇眉头紧蹙，正感到疑惑时，忽然察觉到身后传来一股令人心悸的恐怖气息。他猛地转头望去，瞬间惊得呆住了。哇塞，竟是一位野生的美仙男，一袭青衫，气质出尘，俊俏的面庞搭配上无可挑剔的轮廓，一眼便让人忍不住沉沦。这也太帅了吧，比叶枫还要俊上100倍不止。望着盘膝而坐闭目修炼的宁天，古潇潇只觉得脸颊微微发烫。他发誓，除了爹爹，这是他见过最英俊最有气质的男子。一时间，古潇潇的花痴病又犯了。他小心翼翼地凑上来，蹲在距离宁天半米的地方，正准备细细打量时，眼前的仙男突然睁开了双眼。呀，你怎么醒了？古潇潇吓得臀儿坐在了地上，小手止不住地拍着胸脯，显然是受惊不轻。宁天笑道：小丫头，你鬼鬼祟祟的想做什么？人家才没有鬼鬼祟祟呢。古潇潇俏脸泛红，眼神有些躲闪，不敢与他对视。哎呀，羞死了，羞死了！他怎么偏偏这时候醒了呢？还好刚才没做什么出格的事情，不然真是丢死人了。缓了缓神，古潇潇鼓起勇气迎上宁天的目光，故作娇羞地问道：这位公子，冒昧问一下，我明明记得和叶大哥在大地洞府中，为何会在这里？叶大哥他去了哪里？
宁天故作沉吟片刻，缓缓说道：“他已经死了。”死了。古潇潇一怔，满脸难以置信。不错，几个时辰前，我恰巧进了那洞府，发现你昏迷不醒，身旁还有一具早已僵硬的尸体，想必就是你口中的叶大哥。宁天谎话那是张嘴就来，说起来脸不红，心不跳，甚至还一本正经。落入古潇潇的耳畔，他那双灵动的眼眸里布满了惊愕之色。这怎么可能？叶枫的实力，他可是亲眼目睹过的，怎么会突然死了呢？这，说实话，他难免有些伤感。要不是叶枫的出手相救，他恐怕早就死在了大地化身手里。这份恩情，他还没来得及报答。就在古潇潇沉浸在伤感中时，对面的宁天突然放声大笑起来，笑声里全是计谋得逞的玩味。古潇潇愣了愣，瞬间反应过来自己被耍了。他站起身，双手叉腰，小脸气鼓鼓地指责道：“你怎么能骗人？这样是不对的。我也没想到你居然真信了。”宁天乐得乐不可支。什么叫傻白甜？眼前这丫头实在是太好糊弄了。要是所有女主角都这样，拿捏起来就不用费时费力了。骗人就算了，还敢嘲笑自己，可恶！古潇潇气得脸色涨红，感觉宁天太坏了，即便再英俊他也不喜欢了。气呼呼的他转身就走。见此情形，宁天在后面喊了喊：“喂，小丫头，你去哪？天地之大，本小姐想去哪就去哪。”古潇潇边走边嘟嚷着，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宁天顿时眼睛一亮，本小姐，难不成这小丫头还有什么特别的身份？想到这里，他抬手一挥，一股柔和的灵力径直朝着前方涌去。呀！随着一声娇呼的传来，古潇潇身体不受控制的倒飞了回来，一个没站稳，摔在了地面上。好疼！你干什么呀？古潇潇吃痛的揉了揉臀儿，满是气恼的站起身，瞪着宁天，那小模样煞是可爱。宁天笑道：“小丫头，说说吧，你来自青州哪个道统？”哼，就不告诉你。古潇潇轻哼一声，似乎还在因为他刚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感到生气。小丫头，我看你是没搞懂现在是什么情况，要是再不说的话，后果是会很严重的哦。宁天目光不断地在他身上打量着，嘴角扬起一个很坏的笑容。见此情形，古潇潇像是反应过来了什么，眼睛突然睁得大大的。自己刚刚被这位仙男的美色迷惑，似乎忘了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对方趁着自己昏迷，把自己掳到这荒山野岭中，此刻看自己的眼神还那么坏，笑容也很邪恶。天哪，自己该不会是碰见大坏蛋了吧？古潇潇大惊，连连后退几步，满脸警惕的娇喝：“大胆贼人，劝你千万不要乱来，否则你就死定了。那现在就说说你的身份吧，不然我可不敢保证会不会。”宁天剑嘻嘻一笑，那模样要多坏就有多坏。不要！古潇潇吓得花容失色。宁天无语道：“既然害怕，就赶紧说。我要是说了，你真能保证我的安全吗？”古潇潇看着他的眼神充满怀疑。你放心，我宁天说一。宁天当即就信誓旦旦地保证起来，可说着又突然捂住了嘴。靠！说漏嘴了。他缓缓抬眸看向古潇潇，就发现后者此刻瞪大了眼睛，用着满是不敢相信的目光盯着他。下一秒尖叫起：“你就是贪财好色、风流成性的无耻登徒子，仙子们避之不及的天眼道宗圣子宁天！”宁天嘴角忍不住抽了抽。说实话，他有时候真想给自己一耳刮子，以前怎么就那么不注意名声呢？现在好了，一个名字就把人给吓成这样，造孽啊！他看着惊慌失措、娇躯微微轻颤、一副惊恐不已的古潇潇，尴尬笑道：“我要说不是，你会相信吗？”古潇潇咬着嘴唇，想都没想，连连摇头。刚才那坏坏的模样历历在目，这让他怎么相信？确定无疑了，眼前这个俊到没边的仙男，肯定就是传说中的仙子噩梦宁天了。自己长得那么漂亮，跟天仙一样，被掳到这里，他肯定是想，真是又惊又喜，呸呸呸，好害怕啊！宁天见状也懒得装了，摊牌了：“小丫头，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份，知道自己现在该怎么做了吧？”古潇潇连连点头，露出了一副我很害怕你的样子。然而宁天却从其眼神中捕捉到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窃喜，不过很快便被他摇头否定了，怀疑自己可能眼花了。就他这臭名，遇见的他女子能保持镇定就算不错了，怎么可能惊喜呢？他随即说道：“说说身份吧。”古潇潇抿了抿嘴唇，有意无意地瞄了瞄他，垂手低眉，缓缓开口：“人家叫古潇潇，来自古族。”古族？宁天问道。古瑶是你的谁？那是我姐姐，你问这个做什么？古潇潇用着狐疑的眼神盯着他。宁天没有理会，继续追问。亲的。
古潇潇不禁翻了翻白眼，似乎被这个问题无语到了。卧槽，那不就是古族嫡系二小姐了？宁天原本以为古潇潇这个女主角和白希月一样，都是那种没有任何背景的素人女主，可万万没想到竟是古族二小姐。惊喜，巨大的惊喜！她可是一直缠着风云榜第一的古瑶，本以为很难有机会接触到，没想到机会自己送上门来了。坏胚子，你这么看着人家做什么？这时瞧见宁天又用不怀好意的眼神盯着自己看，古潇潇的小脸蹭的一下泛起了丝丝红晕，口水都快流出来了。这个坏蛋果然是馋自己的美貌，不过为什么心里没有厌恶感呢？真是奇怪。小丫头，你要是再乱叫，我不介意现在就让你明白什么叫真正的坏。宁天凶巴巴地说道。坏蛋，不要呀！古潇潇惊慌失措地用双手护着胸口，也不知道是真害怕还是假害怕。啧啧，这小丫头还挺……要不是还有正事。宁天咽了咽口水，强行把躁动的念头按住了，冲着他吓唬道：那就老老实实的站着不许动，不然你懂的。人家懂，保证乖乖的。古潇潇忙不迭的点点头。宁天对他的表现很是满意，随即在心里对着系统问道：筒子，快帮我查查哪里有冰灵花。叮，抱歉宿主，本系统没有追查奇珍异宝的功能哦。宁天怎么可能相信，说道：你就别装了，赶紧的吧。抱歉哦，本宿主命令你速速查找冰灵花。命令无效，抱歉哦。你可是大反派系统，难道连一株冰灵花都找不到吗？真有那么废物吗？还是说非要本宿主求你，你才会照办？宿主可以求一求看看，万一可行呢？靠，你这狗东西还真是一钓就上钩。结，摊上这么个喜欢跟自己抬杠的系统，宁天也算是倒了8辈子霉了。但是又能怎么样呢？无可奈何啊，只能暂且委曲求全了。不然想在这么大的九幽秘境内单独找到一株冰灵花，比成仙还要艰难。宁天酝酿了好一会儿，用着令自己都感觉恶心的语气说道：筒子哥，求求了，快帮我找找冰灵花吧。咦，好恶心的宿主，吐了。靠，你这狗东西，不要蹬鼻子上脸，赶紧找冰灵花。要是找不到，本宿主就单方面解绑你。结，看在宿主都用那么恶心的语气苦求本系统了，就勉为其难的帮你吧。叮，检测到往北30万里之外有一处极寒之地，正中央的水潭楚正巧生有一株冰灵花。这还差不多。宁天虽然很不爽系统主仆不分，但不得不承认这狗东西的效率确实厉害。30万里大概也就半刻钟左右，带上古潇潇这小丫头，时间也就翻个倍吧。宁天正想喊古潇潇，岂料抬眼就发现这丫头趁着他和系统对话的间隙，偷偷摸摸的想从旁边溜走。小丫头，你去哪？他淡淡一笑，随手一挥，柔和的灵力再度涌现，随之而来的便是一声娇呼呀！古潇潇直直地飞进宁天怀里，随即腾空而起，他带着她乘风而去。沿途中残尸骸骨，血流成河，随处可见令人毛骨悚然的喊打喊杀声此起彼伏。短短几天的时间里，这座号称修仙者福地的洞天福地九幽秘境又埋了不知多少不甘的枯骨。当宁天带着古潇潇路过中央区域时，忽然听见一阵夹杂着无尽愤怒的咆哮声。他奶奶的，追了我们1天1夜，不如跟这群杂碎拼了。没错，既然横竖都是死，那我要站着死，必须打出属于我们自己和天眼道宗的气魄。天眼道宗的同门们一起和这群散修拼了！冲啊！一群连元阴境都没几个的蝼蚁也敢扬言和我们拼命。既然你们找死，那我们就送你们上路。兄弟们，5大宗门在外赫赫有名，无人敢惹，但是在这座秘境里，这些弟子就是垃圾，敢趁机偷抢我们的天地财宝，必须给他们点颜色瞧瞧。杀！还活着那么多人。宁天望着正在跟散修血战的同门，顿感惊讶连连。也不能怪他会这样想。进入这座九幽秘境的道宫境、化神境修士数不胜数，余下的修士在他们面前都是蝼蚁的存在。而这些同门全是一群金丹境、元婴境都寥寥无几，能在这里活这么多天，属于是奇迹了。最重要的是，3000多人进来，到现在还有2000多，看得出来他们为了活命，后面联手抱团取暖，猥琐发育了。见此情景，宁天打算出手相救了。抛开关系不谈，如果遇见了都不救，可真就有辱圣子的身份了。他虽然不是什么好人，但也还没坏到这种程度。而且这些人敢在绝境中以死相拼，不辱道统威严，当称的一条好汉。就在天眼道宗被散修们杀得哀嚎四起之际，嗡隆隆，一道剑鸣声乍起，响彻云霄。所有人齐刷刷地抬头望去，仿佛看见了什么大恐怖一样，全都瞪大了眼珠子。
只见一道由纯粹剑意汇聚的巨剑虚影凭空而现，巨剑虚影之上还站着2道身影，一位青衫年轻人怀里搂着一位娇小的绝色美人，犹如俯瞰苍生的天神般俯瞰着他们。待看清年轻人的面容，存活下来的天眼道宗弟子全部都沸腾了。圣子，是圣子来救我们了！哈哈，你们这群狗杂碎死定了！什么？他是天眼道宗的圣子？兄弟们快跑！对方是道恭敬强者，不仅拥有剑意，还能剑意化形，我们不是对手，赶紧跑啊！散修们懵了，懵得彻彻底底，完全想不通天眼道宗的圣子为什么会突然冒出来。但是由不得他们多想，先前追杀天眼道宗弟子们的威风尽散，取而代之的是惊恐。他们犹如鸟兽作散般疯狂逃遁，那模样仿佛恨不得多长2条腿。只是可惜啊，元婴镜怎么可能在道恭敬强者的眼皮子底下逃走呢？竟敢屠戮我宗弟子，尔等今日便留下来陪葬吧！明天脚下轻轻一跺，轰隆隆，巨剑虚影就像是猛兽苏醒，激荡出无穷无尽的死亡杀机，牢牢锁定正在奔逃的散修。紧接着犹如9天星辰坠落，携带恐怖威势，径直朝他们劈去。啊！只听得阵阵凄厉的惨叫回荡而起，散修们全部化作了血雾，带着无尽悔恨飘洒天地间。这一幕看得远处所有的旁观者惊骇万分。我没看错吧？一剑灭了近2000多名元婴境散修。这个宁天好强大，不愧是仅用5年便从凡人突破到化神境巅峰。哦不，是道恭敬的超级天才，果然恐怖。以后谁要是再敢说他是一个一无是处的花花公子，老子就跟他拼命。是啊，这要是一无是处，我们岂不是废物中的废物了？不止围观的吃瓜群众们震惊，就连天眼道宗的弟子们也为之呆滞。回过神后，他们爆发出充满崇拜的欢呼声，声音之大，震撼云霄。圣子威武，圣子霸气。此情此景落在古潇潇的眼中，他不由自主地抬眸望了望宁天，眼神里异彩连连。哇，这个坏人竟然这么强！这等实力，想必风云榜上的天骄有一大半都不是他的对手。要是能把他带回族，肯定可以让爹爹把自己和那个恶心的家伙的娃娃亲给取消掉。而宁天却是冷眼地扫了扫这些同门，现在可明白毛躁的代价了。此话一出，1000余名天眼道宗弟子皆是垂手低眉，不敢说话，也不敢反驳。他们自然清楚圣子这是在怪罪自己等人无视他的话，不听叮嘱，鲁莽冲进九幽秘境。此刻他们全都知道错了，只不过已经为时已晚，因为死了太多人。倘若不是圣子及时出现，他们这些人也将全部埋骨此地。沉默了一会儿，一人带头，其他人纷纷效仿，齐刷刷地朝着宁天单膝下跪，拱手作揖，语气真诚无比。回禀圣子，我等这错了。看着因自己一句话而低头认错的同门师弟，要是放在以前，宁天或许会虚荣心爆棚，但眼下并没有，甚至还有点不爽。毕竟像他这种强势霸道的男人是不喜欢被人忤逆的。可这些人现在也意识到错了，肯定不能继续喋喋不休，否则会有失圣子身份气度。不过表面的功夫还是要做足，必须让他们再也不敢忤逆自己，甚至彻底臣服自己。念及此处，宁天居高临下俯视他们，语气里透着绝对的不容置疑。行了，都起来吧，但记住，只此一次，下不为例，否则就不要怪本圣子不顾同门情谊，见死不救了。听到这番话，天眼道宗众弟子全都低下了不可一世的高傲头颅，异口同声地保证道：多谢圣子的宽容，我等保证绝不会再有下次。经历过死里逃生的他们已经幡然醒悟，唯有跟着强大的圣子才是唯一出路，否则别说寻宝了，能不能从这座危机四伏的九幽秘境中活下去都是问题。见此情形，宁天很满意，淡淡说道：走吧。说完，他便搂着怀中若有所思的古潇潇纵身而起，率领着天眼道宗众人往北飞去。道恭敬初期，他怎么又突破了？欧阳飞站在人群中，呆呆地望着宁天渐渐远去的背影，并没有因为找到他而兴奋，眼中只有惊恐。回想起刚才惊心动魄的一幕，只觉得脑袋嗡嗡作响，一时无法回神。一剑秒杀近2000名元婴境散修，着实把他给吓到了。若是真与其交手，即便自己有血煞丹，也不是对手啊。欧阳飞看着手中那枚猩红如血，服用后可以短暂提升2个大境界的血煞丹，神情变幻不定。他本以为依靠血煞丹可以斩杀宁天这个情敌，可现在想想，真的很可笑。即便强行从元婴境后期突破到恭境后期，又能怎么样？宁天可是身负苍天霸体，拥有越境而战的变态能力，甚至还掌控了剑意的绝世天才。他们根本不是一个量级，贸然出手，无异于自寻死路。可他不甘心啊，他爱慕师姐，渴望得到她，但也不想死。一时间，欧阳飞陷入了剧烈的内心挣扎，难以自拔。
与此同时，宁天一行人已然抵达一片大雪封山的雪山外围，扑面而来的是一股绝对0度的刺骨寒风，天眼道宗众人瞬间被冻得瑟瑟发，就连古潇潇也不例外，下意识地抱紧了宁天。宁天见状，面露无奈，看得出来，眼前的这座雪山绝对不一般。他拥有苍天霸体，凭借汹涌澎湃的气血之力倒是可以顶得住，其他人可就不行了。你盯着人家干什么？这么冷，人家可不进去。古潇潇冻得娇躯轻颤，抬头迎上宁天紧盯自己的目光，小脸蹭得一红，眼神慌乱地躲闪开来。宁天挑了挑眉，轻笑道：不进去也行，那你要乖乖在这等着，不许跑，能做到吗？人家保证不乱跑。古潇潇用着一副很真诚的模样点点头。谁会相信？宁天肯定不相信，毕竟这小丫头先前好几次想逃跑，这要是单独留在这里，必跑无疑。而且她是元婴境巅峰，天眼道宗众人看住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虽然没办法，但是该威胁还是要威胁一下的。宁天在他耳畔压低声音恐吓道：你要是敢逃跑，等下次被我抓到，我就直接……也不知听见了什么，古潇潇的俏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涨得通红，又羞又恼地瞪着他。你这个无耻大坏蛋！谢谢夸奖。宁天很不要脸地笑了笑，顺势将他从怀里松开。见他如此不要脸，古潇潇一时无言以对，只觉得小心肝跳得非常快，连忙转头望向别处。宁天不再废话，催动苍天霸体的磅礴力量，汇聚一道无形臂罩护住周身，往雪山内部飞去。顺着系统定位，宁天很快来到了雪山中央区域，周遭的温度简直低到无法形容，即便他身负苍天霸体，也感受到了丝丝刺骨寒意。除了他之外，估计只有生死境之上的修士能勉强挡住，之下的恐怕会在瞬息间被冻成冰雕。这鬼地方宁天是一刻也不想多待，只想赶紧找到冰灵花，然后离开。抬眸望向正前方，只见那里有一座直径数百米的天池，池中央寒气森森，令人心悸。池边生长着各种各样的灵药，或许是环境的原因，品级普遍不高，唯有一株灵药格外引人注目，那是一株洁白如雪的奇花，生有6片银润叶片，通体散发着纯洁无瑕的清冽气息。无需多猜，肯定就是冰灵花了。总算找到了。宁天惊喜不已，正准备迈步靠近时，四周突然凭空涌起一股恐怖到难以形容的气息。轰隆！他甚至还没有反应过来，整个人如遭雷击，身躯猛地砸向地面。卧槽！怎么回事？茫然之际，宁天发现前方天池掀起一阵巨大波澜，紧接着惊悚的一幕出现了。一条通体雪白，头上长着2个角，鳞片泛着幽光的巨大生物从水中缓缓升起，身躯高达近100丈，遮天蔽日。我靠！龙！见到这一幕，宁天瞳孔骤缩，整个人都懵了。九幽秘境藏有宝物机缘实属正常，可怎么会冒出一条龙来？大千道域也有关于龙族的传说，传闻那是一个很强大的种族，却不知为何在上古之后绝迹于世。如今亲眼见到传说中的生灵，那份震撼与惊悚简直难以言喻。最要命的是，恐怖的气息明明将此地团团笼罩，对方的境界修为竟然没有暴露出来。由此可见，这条白龙的实力可能强大到了无法想象的程度。恐惧，向来天不怕地不怕，连宝贝师尊都敢欺负的宁天，首次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这时，天池中的白龙缓缓移动，巨大的脑袋慢慢凑近，用着那双巨眼，饶有兴致地打量着他。四目相视，宁天汗流浃背了，那种源自内心深处的莫名恐惧席卷整个大脑。他慌忙地在心中对着系统喊道：筒子，救命！你的宿主要凉了。叮！身为大反派，要保持冷静，更何况他对你也没有流露出杀意，所以请宿主不要慌。靠！你他妈别废话了，赶紧把我弄走。那株冰灵花记得带上。听见系统的风凉话，宁天无语了，还遇事不要慌，这谁见了不慌啊？他只是一个道宫境初期，而眼前这条白龙气势骇人听闻，睥睨天地，恐怖到无法呼吸。谁敢赌有没有恶意？一旦赌错，直接玩完了。他平日里虽然天不怕地不怕，但也是见机行事，眼下这种情况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叮！行吧行吧，伟大的本系统就勉为其难帮帮受惊不轻的宿主吧。狗东西，又装叉！宁天鄙夷不已。下一秒，轰隆隆，雪山上空突然风云色变，涌现一股无上气息，空间骤然破碎。一只漆黑如墨的巨手猛地从裂缝中探出，狂暴的力量扩散而开，直接将白龙给震飞了出去。紧接着，巨手捞起宁天，并顺带拔了冰灵花，眨眼间缩回了空间裂缝之中，速度之快，也就不到一息间。而这时，稳住庞大身躯的白龙竟口吐人言，清冷曼妙的声音里
夹杂着无尽威严。这气息怎么可能？他凝视着早已恢复平静的虚空，眼眸里闪过一丝诧异之色，沉默了一会儿，他又忽然轻笑，有点意思，自寰宇而来，直接探进被天地封印的洞天福地。没想到小小的玉界中竟然还有这等大人物存在。此时雪山外传来一阵脆如鹰啼般的悦耳声，咯咯咯，你们真是要笑死我了。古潇潇望着天眼道宗弟子们为了留住他而围成的包围圈，笑得娇躯轻颤，眼泪都险些笑了出来。姑娘，我们也是没办法，您是我们圣子的人，圣子不在，我们实在不敢让您走啊，只能出此下策，还望您见谅。一位弟子面露难色地说道。我才不是你们圣子的人。古潇潇那张俏丽可爱的小脸泛起一抹红晕，双手叉腰，满是不悦呵斥道。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齐刷刷地看向他，那眼神像是在说，你就不要装了，你刚刚被我们圣子搂着飞时可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不情愿。古潇潇见状只觉得脸颊滚烫无比，羞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可谓是恨透了某人。宁天，你这可恶的大坏蛋，还人家的名声啊！筒子，你个狗东西，竟敢整老子！突然间一道惊叫炸起，上空的空间陡然裂开，一道青山身影从中掉出，重重的砸向地面，掀起漫天尘沙。圣子，您没事吧？是啊是啊，您不是进雪山了吗？怎么会突然从虚空裂缝掉出来？待看青来人面容，天眼道宗众人皆是吓一大跳，纷纷朝着四脚朝天的宁天围了过去。只有古潇潇愣在原地，双手捂着滚烫的脸颊，紧咬着嘴唇，美眸睁得大大的，满是古怪之色。天哪，这难道就是书上说的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吗？不然怎么自己刚想这个大坏蛋，他就凭空出现了呢？宁天没有理会他们的疑问，急忙站起身大喊了一声，快离开这里。话音未落，他立即跑到原地愣神的古潇潇跟前，一把将其抱了起来，惊得后者一阵娇呼，呀，大坏蛋，你干嘛呀？而后宁天便在众人还没反应过来的刹那，化作一道残影，瞬间飞出几十里之外，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等天眼道宗弟子们回过神，哪还有对方的身影啊？圣子，您等等我们啊！片刻过后，某处山谷中，大坏蛋，你这是怎么了？古潇潇看着一副惊慌失措坐在巨石上的宁天，眼神全是不解。和眼前这个大坏蛋虽然只接触了不到1天时间，但他很清楚，对方绝对是一个遇事沉稳的男子，怎么进一趟雪山成了这副模样？真是奇怪。宁天没有解释，伸手揉了揉他的小脑袋，故作神秘地打趣道：小丫头，问这么多干嘛？切人家还不稀罕知道呢。古潇潇翻了翻白眼，满是羞恼地拍开在自己秀发上作怪的狗爪子。原本还沉浸在白龙惊恐中的宁天，顿时被他的可爱模样惊艳到了，正想继续调侃时，远处传来急促的呼喊：圣子，您等等我们啊！原来是天眼道宗众人赶了过来，不过看他们这副气喘吁吁的样子，怕是使出了毕生解数才能那么快追上来。宁天见状笑了笑，示意他们赶紧坐下休息休息。紧接着众人开始议论纷纷，闲聊起来。期间古潇潇还是没忍住，又询问起宁天在雪山里面究竟遇见什么事情，结果就被某人给气得蹲在角落生闷气了。养精蓄锐了一番，宁天因为已经得到了冰灵花，发现距离九幽秘境关闭的时间还长，闲来无事的他起了找乐子的念头。他揽着古潇潇，领着天眼道宗众人，化身嚣张跋扈的江湖狂徒，在秘境中横冲直撞，发现灵药就拔，碰见不爽的修士就抢，导致原本就混乱不堪的九幽秘境顿时乱上加乱，凄惨的惊叫与充满愤怒的斥骂久久不绝。天杀的，那小子究竟是谁？竟然连最低级的灵品灵药都抢，难道是穷疯了不成？那狗东西绝对是有病，老子只是在人群中多看了他一眼，硬说我用眼神调戏他，然后就把我储物戒给抢了，里面还装着我好不容易得来的一株圣药啊！太残暴了，谁知道这家伙是谁？本道人一定要弄死他。我知道，他好像是天眼道宗圣子宁天，道友快去干他，我们所有人都支持你。嗨，本道人都上1000岁了，不屑于欺负小辈。噗，哈哈哈。几天过后，原本什么宝贝都没有得到的天眼道宗弟子们，在宁天的带领下全都赚得盆满钵满，而他们也对这位强大的圣子有了全新的认识，佩服得五体投地，纷纷扬言要追随他。时间转瞬即逝，很快九幽秘境开启的时间要到了。古潇潇一把挣脱宁天的怀抱，就像是炸了毛的小猫咪一样，满是娇羞地怒视着他。你个无耻大坏蛋！宁天挑眉轻笑，小丫头，我这些天可是带你淘了不少宝贝，你怎么能忘恩负义骂我呢？我呸！你就是不要脸！古潇潇紧咬着嘴唇，羞愤不已，
他就没见过脸皮这么厚的人，还好意思说带自己淘宝贝呢，将他搂在怀里10几天，一刻都没有松开过，甚至还时不时的就会，这是找宝贝吗？明明是故意想借机，也不知想起了什么，他只觉得脸颊变得很烫很烫，羞得再也受不了了，气呼呼的瞪了眼宁天，然后身轻如烟的朝着出口飞去。宁天见状忍不住大笑了起来，心情别提有多舒畅了。不错，他就是故意的，为了将女主角从天命主角的手里抢过来，他可谓是煞费苦心啊，好在最后的结果没有让人失望，这小丫头已经逃不出他手心了。随着九幽秘境即将关闭，外面早已汇聚了浩浩荡荡的强者大军，很显然这些人全都来自各大宗门势力的顶级人物，皆是为接应秘境中的年轻后辈而来，以防自家天骄遭人暗害。而虚空之上站着一道绝美身影，她身着红色长裙，身姿高挑婀娜，成熟性感，妖娆魅惑，素手环于胸前，仿佛看上一眼便会令人神魂颠倒。然而四周的众强者见了她，无一人敢有亵渎之心，反倒个个冷汗直冒，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心中疑惑重重。这尊大佬怎么来了？难道古族也让小辈进秘境了？他们出来了！人群中突然响起一声惊呼，众人纷纷抬头望向秘境入口，只见一道道人影从里面飞了出来，其中一道青色娇小的身影格外扎眼，可谓是横冲直撞，口中还不断嚷嚷着：让开，都快让开，让我先走，不然本小姐就麻烦了。瞧见他那娇蛮行为，前来接应的宗门强者们纷纷皱起眉头，正要出声呵斥时，一道悦耳的温怒声率先响起：小丫头，3天不打就皮痒痒是吧？熟悉的声音让古潇潇身子一僵，她哆哆嗦嗦抬眼望去，当看见虚空之上的女子时，娇小的身躯猛地一颤，她毫不犹豫地转身就跑。可下一秒，那红裙女子瞬间出现在她的面前，一把将她拎了起来。你还想往哪跑？古潇潇还没反应过来，便感觉臀儿一疼，当即发出阵阵娇呼：呀，秦姨我错了，别打别打！秦嫣没有丝毫手软，对着她就是一顿狠狠的教训，口中气急败坏的怒斥：真是长能耐了，不好好修炼就知道到处瞎逛，现在还敢背着我偷去九幽秘境，不收拾你一顿，以后怕不是要翻天。秦姨，我真知道错了，别在这打呀，太丢人了。你还知道丢人？我看你脸皮厚得很。不要呀！望着秦嫣一手拎着古潇潇当场教训的场景，周围修士无不暗自擦汗，他们此刻才恍然大悟，这位古族客卿大长老兼聚宝楼楼主的圣王境大佬，感情是为了这位小祖宗而来啊。对于古潇潇这位古族二小姐，众人还是久闻其名的。别看她修为不高，天赋也没有姐姐古瑶强，但十分受古族老祖的宠爱，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时常偷偷溜到世俗游玩。只是谁也没想到，她胆子竟然大到独自闯九幽秘境。还好没有出事，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想到这里，在场众人都惊出一身冷汗，唯有宁天紧紧盯着秦嫣，显然认出她便是聚宝楼中那位调侃过自己的女子。古潇潇喊她秦姨，看来她在古族的身份不简单啊，还是一尊圣王。宁天嘴角微扬，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正在教训古潇潇的秦嫣突然有种被窥视的感觉，回头便发现宁天正目不转睛地打量着自己。咦，原来是这小子！秦嫣对他还有些印象，很是玩味地给他抛去了一个勾魂夺魄的媚眼。我靠，这妖精！宁天暗自汗颜，同时也很惊喜对方还记得自己。紧接着他不甘示弱地冲着秦嫣挑了挑眉：哟，这小子的胆子倒是大了不少嘛。秦嫣淡淡一笑，随即提着满脸委屈的古潇潇踏进空间裂缝，望着他那妖娆的背影，宁天情不自禁地咽了咽口水。真是个勾人的妖精啊，看来是要抽空再去聚宝楼逛逛了。能跟宝贝师尊不相上下的绝色佳人是万万不能放过的。圣子，那位潇潇姑娘究竟是何人？是啊，圣子，他喊秦姨的那位仙子，身上似乎散发着圣王境的气息。天眼道宗众人纷纷围了上来，神情里弥漫着还未散去的震惊，他们简直要被惊呆了。原本以为古潇潇只是个俏丽可爱的小姑娘，万万没想到背景如此惊人。更关键的是圣子与她的关系，圣子这哪是花花公子，分明是专打高端局的顶级猎手啊！一时间，众人看向宁天的眼神里充满了崇拜之色。宁天见状并没有解释，而是意味深长地笑了笑。片刻过后，长老刘一刀匆匆忙忙地赶来接应。宁天找了个借口，没有随众人一起返回，朝着反方向疾驰而去。不多时，宁天抵达一片迷雾森森的森林区域，方圆万里魔气翻涌，恐怖气息肆意横生。站在上空，隐隐约约可见前方矗立着一座座宏伟宫殿，此地正是青州最强魔道宗门九幽魔教的地盘。
同时，九幽魔教也是青州明面上顶尖5大宗门之一。宁天扫了扫四周，确定没有魔教眼线后，他才取出传音石联系起柳妹儿。什么情况？怎么联系不到那小美人？宁天鼓捣着手里的传音石，联系了好半天也没有联系上柳妹儿，这让他有点摸不着头脑。按理说是不应该这样的，毕竟以前都是一联系，那小娘们立马就会回复的。不甘心的他继续尝试着联系起来。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宁天坐在一棵大树下，手撑着下巴，目光盯着眼前地面上的传音石，满脸都是不爽。他为什么一出九幽秘境就赶来这里？还不是因为缠了太久？结果倒好，心心念念的小可人竟然联系不上。靠！这谁受得了？不爽，真的很不爽。可是能怎么办？没有丝毫办法，只能暂且忍忍，等下次细品了。满是无奈，火气又大的宁天腾空而起，化作一道流光，朝着远方疾驰而去。不过他依旧没有返回天眼道宗，而是往落云宗的方向飞去。此时的落云宗中，主殿内，白希月端坐在主位上。今日他穿着白色长裙，一改往日在某人那里的胆怯，尽显宗主的威严。下方两侧坐着2位白发苍苍的老妪，正是落云宗的2位长老，而且他们还长得一模一样，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双胞胎。宗主，太初宗也附庸我宗了，如今已有整整5座宗门，成为我们落云宗的附属势力了。二长老赵梅看着白希月说道。白希月惊愕询问，他们该不会也是和前面的几座宗门一样，无条件依附我们的吧？赵梅点了点头。白希月眉头紧蹙，大长老赵霞满脸凝重地对他说道：宗主，此事恐怕有点不简单啊，这些宗门的实力和我们不相上下，他们为何要屈身于我宗？这背后肯定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我们不得不防啊。一时间大殿内鸦雀无声，都沉默了。近来所发生的事情让人感觉很是奇怪。自从血煞宗覆灭后，那些与落云宗有过节的宗门全部在一夜之间被灭门，紧接着方圆数千里内的大宗门莫名其妙的要归附了他们。要知道，这些宗门的实力可是跟落云宗不相上下的，完全可以在这片地域称王称霸，根本没有理由多此一举。宗主，你不会真认识5大宗门之一羽化仙门的人吧？这时赵梅突然满脸激动地问道。旁边赵霞也是眼睛一亮，望向白希月的眼神充满期待。毕竟在这片地域上一直都有传言说宗主的背后有羽化仙门的强者庇护，大家原本是不相信的，可最近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离谱了，让他们很难不相信。白希月打趣道：2位长老，你们就不要胡思乱想了，倘若我认识羽化仙门的人，那我们落云宗也不至于到现在还只是一个小门小派吧。这倒也是。2人面面相觑，不由得暗自苦笑，怕是真想多了。羽化仙门乃是屹立世间之巅的道统，如果真认识对方的强者，他们落云宗早就起飞了。见此情形，白希月眸中浮现起一抹无奈，恨不得把散播谣言的人一剑砍死。他清清白白，怎么就背后站着羽化仙门的强者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谁的情妇呢，简直是可恶。要是说天眼道宗还，呸呸呸！胡思乱想的白希月心头一紧，急忙把脑海里的某个坏胚子踹出去，然后强装镇定地看向赵霞和赵梅。2位长老，这件事就先这样吧，日后要是还有宗门要归附我们，直接拒绝掉。至于已经归附的5座宗门，该防备还是要防备一下，以免真出现难以预料的后果。是，宗主。2人应声回应。紧接着白希月又和他们商议了些其他事情，然后众人便各忙各的去了，而他也离开了大殿，往自己的洞府走去。很快回到了洞府门前，略显疲惫的白希月推门而进，突然就发出了一声尖叫：呀！你怎么会在这里？只见洞府正中央，他的玉座上竟然坐着一个男人，那不是别人，正是令他心颤的梦魇。宁天轻笑道：月儿，多日不见，可有想为夫？为夫2字令白希月娇躯一颤，俏丽通红，呼吸也急促了好几分。他佯装镇定的呵斥：不许胡言乱语，我们清清白白，你算我哪门子的夫？还有你偷偷摸摸的来我这里干什么？月儿，你说我想干什么？宁天嘴角微微上扬，目光在他身上游移，笑得很贱很贱。我怎么知道你要干什么？白希月被他盯得浑身不自在，只觉得脸颊滚烫无比。看来你是真忘了，那我就只能亲自帮你好好的回忆一下了。宁天说着缓缓站起身。白希月彻底慌了神，哪还敢继续装不知道，急忙喊道：你等等，我还没想好，我给你时间考虑。你倒好，这都快过去2个月了，还没想通，你不会是故意在拖延时间吧？宁天说着，用着我很怀疑你态度的眼神看着他。我才没有故意拖时间。白希月低眉垂首，声若蚊蝇地回了一句：这能怪他吗？
这可是关乎他的终身大事啊，怎么可能随随便便？肯定是要经过深思熟虑的好不好？但凡这个混蛋君子一点，哪里需要考虑那么久？偏偏坏的没边，这要是跟了他，自己以后还不知道会受什么欺负呢。最重要的是，他还那么花心，这以后得有多少姐妹啊？光是想想，保守的白希月就受不了了。然而宁天可不在乎这些，当即露出一副凶巴巴的表情，用着很是霸道语气说道：既然我今天来了，肯定就不会空手而归，你必须乖乖的，否则……闻听此言，白希月耳根子都红了，满是羞恼的反驳道：我不管，反正我还没有想通，而且这也是你当初自己说给我考虑时间的。宁天表示很无奈，他当时并不是为了装君子才给白希月考虑的时间，完全是因为主角还没现身，加上还不太饿的原因，现在好了。主角突然冒了出来，这女人也是清醒了。靠，服了。想了想，宁天信誓旦旦地说道：月儿放心，我既然答应给你考虑时间，就一定不会反悔，别紧张，快过来坐，我有大事要和你商议。脸色羞红的白希月瞥了他一眼，根本就不相信，甚至还往后悄悄退了一步。还大事呢？怕不是想干坏事？看见他那副只要自己乱来就会夺门逃跑的警惕小模样，宁天可谓是又气又无语。他脸色一变，淡淡开口：你是不是已经忘了当初来找我求救，答应会乖乖听话的承诺了？我没忘。白希月也不知是不是被他突然的转变吓到了，连连摆手，声音里带着轻颤：既然没忘，就过来。闻听此言，白希月用着委屈巴巴目光的望着某人，似乎是在祈求他不要这样。然而对方直接无视了。见此情形，白希月只觉得心慌意乱，慌得已经不能再慌了。他已然看透，这混蛋今天怕是打定主意要，真是气人。明明说给自己考虑的时间，现在又玩这种威胁的小把戏，简直坏透了。白希月和大脑互搏了一番，似乎下定了某种决心。他先是悄悄地深吸了一口气，然后随手挥出一股灵力，将洞府大门关上，再然后迈步往前，一套动作行云流水，看得宁天嘴角微微上扬，心里美滋滋。女主角很强硬，又能如何？在她无与伦比的霸气之下，依旧要乖乖听话。很快，白希月来到了某人跟前，低眉垂首，不敢与之相视。咕噜，宁天强装淡定地说道：坐下吧。白希月用余光瞄了他一眼，不禁俏脸一红，随即摆出一副不情不愿的模样，坐在宝座的边边上。月儿，至于这么紧张吗？我又不会吃人。看着近在咫尺，一副坐立不安的小美人，宁天顿时被逗乐了。白希月仰起头，正想警告他不要太过分时，突然被他那双火辣辣的目光吓得惊慌不已，故作镇定的呵斥：看什么看？再看就把你的眼珠子挖出来。哟呵，你这是在威胁为夫？宁天满脸玩味的笑道。白希月羞恼无比，也不知哪来的勇气，很强硬的轻哼道：就是威胁你，你想怎么样？岂料他的刚说完，一只大手就伸了过来。呀，放开放开，不是要说大事吗？你这是干什么？结，这就是大事啊！混蛋，你又骗我！与此同时，落云宗山门外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一袭白衣，身姿挺拔，气宇不凡，然而左脸上却有一个明显的淤青，像是被人用拳头揍的。终于回来了，还是老样子，半点没变。叶枫望着熟悉的山门，曾经的记忆犹如潮水般涌上心头。10年前，他还只是一个落魄小乞丐，一路颠沛流离到落云宗管辖范围，不慎遭遇妖兽突袭。就在他以为必死无疑之际，一位白衣仙子踏空而来，挥手间便驱散了妖兽。女子正是落云宗宗主白希月。白姐姐，当年我不告而别，你应该会原谅我吧？叶枫喃喃自语，正欲迈步上去，一名守山弟子御剑而来，拦在了他的身前，语气警惕：阁下是何人？来此所为何事？叶枫温和一笑，拱手道：这位师弟不必紧张，我没有恶意，此番前来是专程求见贵宗宗主。求见宗主？守山弟子愣了愣，随即面色一冷：我们宗主事务繁忙，岂会随便见一个来路不明之人？叶枫并没有因对方语气冲而生气，依旧从容解释：我与你们宗主乃是旧识，若师弟不信，可请2位长老出来辨认，他们肯定认识我。见他言辞恳切，如此笃定，那名弟子心中不由得泛起了狐疑，难道此人真认识宗主？虽然不怎么相信，但对方态度还算不错，他也不好过分刁难。沉吟片刻后说道：你在此等候，切勿乱走，我这就去通报长老。说罢，那弟子腾空而起，往宗门飞回。片刻过后，他便带着大长老赵霞折返了回来。赵长老，多年未见，您风采不减当年啊。叶枫率先开口，语气恭敬。赵霞循声望去，目光落在他的身上，感觉这个年轻人很眼熟。
突然间，他像是记起了什么，有些不确定地问道：“你是叶枫？”“是的，长老。”叶枫重重点头：“真是你小子啊！”赵霞又惊又喜，上前2步，话锋却突然一转，满是不悦地质问起来：“这些年你跑哪去了？当年为何突然不告而别？你知不知道宗主这些年很担心你？”这个叶枫脸上的笑容一僵，变得有些尴尬，支支吾吾，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6年前他会突然离去，无非是因为心中的执念太深，他受够了低下，渴望成为一个高高在上的修仙者，而洛云宗的底蕴太薄弱，根本满足不了他的野心，所以才会不辞而别。这属于背叛，背叛了把自己当成弟弟的白姐姐，背叛了当时所有关心自己的人。如今虽然如愿以偿，当上了青州5大宗门之一羽化仙门圣子，可这些话他根本没有勇气说。见他欲言又止，面露难色的模样，赵霞无奈地摆了摆手：“罢了罢了，看你吓的，只要人没事就好，不想说便不说吧。只是宗主那边，你可得好好解释清楚。”弟子明白，多谢长老体谅。叶枫如蒙大赦，松了一口气，对着赵霞深深一揖。随后两人一边走一边聊，很快来到了白希月的洞府附近。宗主此刻正在洞府内，我还有宗门事务要处理，便不陪你过去了。赵霞停下脚步说道：“麻烦长老了。”叶枫再次拱手一礼，目送赵霞离去后，才转身往前走。很快，叶枫来到了洞府门前，而他此刻也不由得有些紧张起来。定了定神，极力的让自己冷静下来后，他这才伸手敲了敲门：“白姐姐可在？”过了一会儿，洞府里面传来一道令他既熟悉又心心念念的声音，只不过这声音里带着一丝惊慌：“你是小枫？”听见白希月瞬间认出了自己，叶枫惊喜不已，急忙说道：“是我，白姐姐，你可以开开门吗？我还在修炼，现在有点不方便，你先在外面等等吧。”“白姐姐，你修的是什么功法？为何声音听着如此虚浮？”“一种很强大的功法。”闻听此言，叶枫顿感疑惑重重。功法再强，也不至于修炼到说话都气息不稳吧？况且修炼讲究静心凝神，白姐姐的声音不仅虚浮，还带着明显的慌乱，这样的状态怎么能潜心修炼？他当即关心道：“白姐姐，修炼切莫急于求成，免得伤及自身根基。”然而过了许久，才传来白希月断断续续的回应：“我明白。”见此情形，叶枫也不好再多说，便在洞府四周闲逛起来。望着眼前一幕幕熟悉的景象，他在心中暗暗发誓：“白姐姐，我回来了。从今往后，没人能欺负你，谁若敢伤你，我便灭其满门。”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转眼间就是几个时辰。叶枫百无聊赖地坐在旁边的凉亭中，目光望着对面的洞府，脸上布满了疑惑之色。白姐姐为何迟迟不出来见自己？要知道曾经的她对自己关怀备至，无论何时，只要自己求见，她总会立刻现身。如今自己归来许久，就算是修炼，也不至于耽搁这么久。难道是托辞？叶枫感觉这个可能性很大。当年他不辞而别，时隔6年才回来，白姐姐想必是不知该如何面对自己，才故意以修炼为借口避而不见。是了，肯定是这样。白姐姐这是在生自己的气。想到这里，叶枫顿时慌了，连忙起身就要去敲门解释。也就在这时，洞府大门吱呀一声突然打开，一位身着素白长裙的女子款步走出，容貌冠绝群芳，气质清雅脱俗，正是白希月。白姐姐依旧美得如此惊心动魄，只是她的脸色为什么那么红呢？叶枫有些狐疑，但没有细想，急忙快步上前：“白姐姐。”白希月看见她的瞬间，先是一愣，随即脸色一沉，冷声呵斥：“你还知道回来？”叶枫被她突如其来的严厉吓了一跳，挠了挠头，满脸愧疚地说道：“白姐姐，我知道错了，你别生气好不好？”“哼！”白希月冷哼一声，心中的怒气难平。当年他无意间救下叶枫，见他天赋异禀，心生爱才之意，便将他带回洛云宗悉心栽培。叶枫也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仅用1个月便从一介乞丐成功筑基，那时他可谓是又惊又喜。有此天才在，洛云宗崛起指日可待，当即把宗门大半资源都倾注在叶枫身上，供其修炼。可结果呢？自己看中的天才，在4年后突破金丹境时，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差点没把白希月气死。要不是念及往日情分，他现在根本不会出来相见，真是太不像话了。而叶枫全然不知他心中所想，还在自我感动着，连忙说道：“白姐姐，当年我突然离开，其实是有难言之隐，我这就一一讲给你听。这几年我做了些什么，保证让你大吃一惊。”看着叶枫神秘兮兮的模样，白希月心中生出几分好奇，想知道这小子当年突然离去，如今又折返回来，
究竟有何目的。随后两人在凉亭中坐下，叶枫开始滔滔不绝地向白希月讲述自己这些年的丰功伟绩。殊不知此刻正有一双眼睛死死盯着凉亭中的二人。洞府深处，宁天坐在宝座上，凭借系统的帮助，神不知鬼不觉地观察着外面的动静。当看到白希月与叶枫相谈甚欢的模样时，他的脸色瞬间阴沉的仿佛能滴出水来。什么情况？这女人刚刚可是求着他放过，说要出去先把叶枫打发走，怎么转眼就聊上了？就在不久前，被他欺负的死去活来的白希月可谓是苦苦哀求他放过，并且还信誓旦旦地保证自己和这位天命主角毫无瓜葛，只是想出去将他劝退。若非如此，就算他傻了也不会让两人见面。结果倒好，竟然聊起来了。他不彻底怒了，决定等会要好好惩罚一下这个女人，简直岂有此理。宁天立刻向白希月传音施压。而凉亭中，白希月猛地站起身，满脸震惊地看着叶枫。你是说外界传得沸沸扬扬，击败羽化仙门当代圣子的那位神秘大师兄就是你？是的，白姐姐。叶枫点头笑道，6年前我离开落云宗后，便拜入羽化仙门，被老祖云鹤道人收为亲传弟子。这些年我一直跟随师尊潜心修炼，直到前几个月突破到宫境巅峰，才正式出世。白希月闻言缓缓坐回石凳，整个人都有些懵懵的。他果然没有看走眼，叶枫还真是个天才，而且是万里挑一的超级天才，否则怎么可能成为羽化仙门这等无上道统的圣子？可这小子也太不是东西了。他原本还疑惑叶枫为何会突然不辞而别，如今才明白，感情是这小子看不上落云宗这座小庙，另寻高枝去了啊。看不上就看不上吧，为何非要等他倾尽宗门资源，好不容易将你堆到金丹境后才跑？感觉有被气到。等等，不对。白希月突然眉头紧蹙，用着极为古怪的眼神盯着叶枫。几年前突然有谣言说我背后有羽化仙门的强者庇护，该不会就是你散播的吧？确实是我让人传开的。叶枫笑着点头承认，前段时间那些与落云宗有过节的宗门全部在一夜之间覆灭，也是你派人做的。不错，是我。还有那些宗门主动附庸我宗一事，也是你安排的，也是我让人出面促成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白希月看着叶枫，眼中全是疑惑与不解。叶枫含笑着开口，白姐姐，当初若没有你的出手相救，我早已死在那只是魂狼口中。倘若你没有带我回落云宗，没有引我踏入仙门，没有悉心教我修炼，我今天也不可能成为羽化仙门圣子。可以说我现在拥有的一切全都是你给的。这些事我一直记在心里，当年我曾发过誓，此生一定要好好报答你。说到此处，他抬眸迎上白希月的目光，眼里都是真诚。如今这些仅仅只是开胃小菜，我的报答远不止于此，因为我想送你直上青云，站在无人涉足过的巅峰之上，俯瞰芸芸众生。送他直上青云，俯瞰芸芸众生。白希月怔住了，被这番话震惊的一时不知如何回应。他怀疑过叶枫是个忘恩负义之人，如今又身份显赫，或许早已经忘了当年的情分，从未想过对方竟然会把这份恩情看得如此重。可这又何必呢？他只是偏安一隅的小门小派之主，而叶枫则是高高在上的顶尖道统圣子，未来前途无量，完全没必要这样费心吧。望着此刻失神的白希月，叶枫不由得有些着迷。白姐姐真的好美啊，宛如不食人间烟火的清雅仙子。整整10年了，自从被白希月救下，第一眼见到她的时候，叶枫就彻底沦陷了。如今再次相见，积压已久的思念瞬间充斥了他整个脑海。叶枫不由自主地凑前一步，缓缓抬起手，想去触碰白希月的柔体，而警觉的白希月猛地后退一步，满脸警惕地盯着他。你想干什么？叶枫猛然回过神，瞬间意识到自己失态，赶忙收回手辩解道：白姐姐，不好意思，我刚刚一时情不自禁，是我唐突了。唐突？白希月柳眉紧蹙，满脸不善，先前泛起的丝丝感动在这一刻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算是看明白了，什么报答不过都是托词罢了。他真正的目的怕是想让自己放下警惕心，好趁机占便宜。果然人不可貌相，看着一副老实巴交的模样，内心竟然如此不堪，简直比洞府里面的那个坏人还要坏。见他脸色突变，叶枫彻底慌了，急忙说道：白姐姐，我真不是故意的，刚刚我也不知怎么救。话音未落，便被白希月冷声打断：别说了，你走吧。当年我救你收留你，也只是看中你的天赋，并没有其他意思。这些年你也为我和落云宗做了不少事，足以抵过那份恩情，不必再放在心上。闻听此言，叶枫整个人都懵了，还想继续为先前的出格行为辩解，却被白希月率先厉声呵斥：让你走，没听见吗？见他真生气了，叶枫恨不得抽自己一巴掌，
好端端的手贱什么？白姐姐本就是一个保守的人，他们又多年未见，自己这样唐突，怕是彻底给她留下了坏印象。无奈至极啊！他有种想哭的冲动，但此刻说什么都晚了，只能顺着白姐姐的意思来，万万不能在火上浇油，否则日后想见一面都难了。叶枫说道：白姐姐，我这就走，你消消气，等以后有时间我再来看你，以后没事就不要来了。哦不，有事也不要来。白希月语气坚决，直接把话说死，只想赶紧撇清和叶枫的关系，可不敢再让他靠近。不是他不念往日情分，但凡眼前这家伙没有坏心思，他也不会如此。毕竟他现在是有男人保护的，可不想跟其他人有任何牵扯，不然洞府中的那个坏人生气了，指不定会怎么折腾他呢。光是想想，白希月就怕怕的。这好吧，叶枫有苦难言，但也识趣，没有再过多解释。在他看来，白姐姐说的都是气话，等过段时间消了气，自然就好了。白姐姐，那你多保重，若是有需要，尽可用这块传音石联系我。叶枫说着，取出一块传音石放在石桌上，并对白希月叮嘱了一句，然后便转身离开了。而白希月却是看都没看一眼传音石，小手提着裙摆，慌慌张张地朝着洞府跑去。刚走进洞府，他的耳畔便听见一道阴阳怪气的声音：哟，舍得回来了，我还以为你们要聊到天黑去呢。白希月望着宝座上满脸阴沉的宁天，先是怔了怔，紧接着扑哧一声，没忍住笑了出来。哥，我和叶枫多年未见，只是叙了叙旧而已，你怎么是这种表情？不会是吃醋了吧？吃醋？宁天冷哼道：开什么玩笑，我是谁？风云日报上响当当的花花公子，身边女人多到数都数不过来，我能吃什么醋？切白希月翻了翻白眼，表面上虽然对他的嘴硬满不在乎，但心里却是很开心。他其实一直都很害怕宁天只是一时贪图自己的美色，等腻了之后就会将他狠狠抛弃。这也是当初宁天给他考虑时间，他却迟迟不敢点头的原因。如今见他因自己和别的男人多聊了几句就醋意大发，别提有多开心了。看来这个口是心非的坏蛋并不像谣言说的那样冷漠无情，他是真把自己放在了心上，自己也不能让他误会。白希月心里甜滋滋的想着，款步走向满脸不爽的宁天跟前，挨着他坐了下来，随后把刚才和叶枫交谈过的所有话都详细的和他讲了一遍。叶枫现在要是在场，怕是会当场气到吐血。他心心念念爱慕了整整10年的白姐姐，此刻为了哄好枕边男人，不仅把两人的对话原本说了个遍，连他情不自禁的失态也添油加醋的拿出来说，简直是怎么坏就怎么说，到最后把他说的比宁天这个花花公子还要可恶。而宁天却是乐得哈哈大笑，哈哈，你是说那小子跟你打感情牌，想趁机占你便宜，最后被你呵斥了一顿？白希月重重点头，既委屈又气愤。这天命主角果然是一头蠢货啊，思维跟正常人完全不一样。正常人在拜入羽化仙门老祖云鹤道人门下，肯定会立马回来将爱慕已久的女人一举拿下，可主角偏不，非要自我感动的先单方面付出，一拖再拖，拖了整整6年，等坐上圣子之位再王之归来。回来发现，哦豁，曾经对自己关心有加的知心大姐姐已经不稀罕搭理你了。笑了，宁天直接笑了。本以为天命主角是一个难缠的劲敌，现在看来只是踩了狗屎运，侥幸被天地意志选中的蠢猪罢了，完全不足为虑。你发什么呆啊？白希月瞧见宁天坐在那发呆傻笑，忍不住伸出纤纤玉指戳了戳他。宁天笑意不减，月儿，你太让为父感动了，没想到你会为了我去驱赶曾经视为亲弟弟的人。白希月闻言翻了个白眼，这算哪门子弟弟？以前关心叶枫无非是为了洛云宗的发展，自从对方不辞而别，曾经的种种早已淡忘了。虽说对方这些年帮了他不少，但他也救过对方的命，等于两不相欠。而眼前这个混蛋是他的男人，是未来要永远相伴的人，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他怎么可能傻到去为了一个外人让自己的男人多想呢？啧，这女人坠入爱河后真是越来越乖了，喜欢是要好好赏赏才行。宁天拿出2个储物戒，鼓捣了一会，将其中一枚递给了白希月。月儿，这里面有点修炼资源，你先拿去用着，用完了再找为夫拿。白希月好奇地接过储物戒，神识往里看去，顿时睁大了美眸，满是不敢相信地惊呼出声。这么多资源！一眼望去，储物戒内装着满满当当的修炼资源，灵石堆积如山，数都数不过来。什么奇珍异宝，更是应有尽有。他修炼数百载，还从未见过如此多的资源，直接就被吓到了。白希月急忙把储物戒递回宁天，并颤声说道：这太多了，都够洛云宗几千弟子修炼10几年了，你还是拿回去吧。毕竟你是天眼道宗圣子，
关乎着这座道统的门面。若是把这些资源给了我，影响到你自己的成长就不好了。宁天惊讶连连，原本以为这女人只是变乖了，万万没想到还贴心到了这等程度，都开始在意她的未来了。爱了，他当即将储物戒推了回去，给你用就拿着，一点资源而已，影响不到我，我的资源多到根本用不完。啊，这是一点点吗？明明多到了连寻常的大宗门都拿不出来好不好？也就是白希月不知道宁天如今的底蕴，要是知道他另一枚储物戒中还装着足以让顶尖道统几十万弟子修炼几十年的资源，怕是会被吓坏。瞧着正在失神的白希月，宁天忍不住伸手捏了捏她的俏脸。现在知道做我的女人有多幸福了吧？就在他以为脸皮薄的白希月会因自己的调侃而羞红脸时，结果却出乎意料之外。只见白希月重重点头，含情脉脉地望着他，朱唇缓缓轻启，说出知道了3字。哟呵。宁天继续追问，那感不感动？感动。白希月想都没想，脱口而出，既然这样，你该怎么报答为夫呢？白希月岂会不明白话中含义，脸颊顿时泛起丝丝红晕。紧接着他就在宁天火辣辣的目光注视下，缓缓站起身，然后当着他的面索嘎。宁天嘴角微微上扬。3天后，落云宗最高的山巅之上，崖边站着2道身影，古典清雅的绝美女子，双手紧紧抱着气质出尘的青山年轻人手臂，两人一同遥望远方大地。过了一会儿，宁天低头看向满脸幸福的白希月，我要回去了。白希月没有回应，而是紧了紧抱住的手臂，似乎是舍不得他离开。宁天继续说道，我不在的时候碰见解决不了的事情，千万不要逞强，要第一时间来找我，明白吗？知道了。白希月轻轻点头。宁天又问道，至于叶枫一事，我叮嘱你的话还记得吧？记得。白希月再次点头，只不过频频闪烁的美眸中似乎带着一丝不解，但他并没有多问。就这样，两人你一句我一句，聊了好一会儿。宁天抬头看了看天色，沉吟道，时候不早了，我也该走了。白希月很是乖巧地松开了他的手臂。宁天随即腾空而起，并没有立即走，缓缓转身看向他。白希月双手紧握抵在胸前，同样怔怔地望着他，美眸里全是不舍。夫君，路途遥远，务必小心。宁天微微点头示意，随后过转身，化作一道流光，眨眼间便冲出数百里之外。傍晚时分，宁天已然回到了天眼道宗。四周的弟子们见到他时，纷纷拱手作揖，相比以往，语气尊敬了不少。我等拜见圣子。宁天笑着对他们点头示意，心中暗自窃喜。他不用猜都知道，这些人对他的态度为何会突然大转变。肯定是在他的带领下，从九幽秘境中得到大机缘的师弟们回来后，把他的好都给传扬出去了。可以说，这次不仅仅是立威了那么简单，甚至还让这些对他曾有过不忿的师弟们都消除了不少隔阂，打心底认可了他这位圣子。这对他无疑是巨大的收获，既稳固了地位，又聚拢了人心，往后在宗门内将更加顺风顺水。行走在青石小道上，宁天想了想，最后还是朝着明月峰走去，打算去看看宝贝师尊。然而当他看见洞府周围的结界还在时，直接就无语了。宝贝师尊还是有点调皮啊。宁天脸上浮现起一抹怪异的笑容，并没有上前去呼喊，而是在四周逛了逛，最后转身就走。他的这番举动无疑是将某位风华绝代、实力与美貌并存的仙子惹恼了。可恶，逆徒怎么走了？寝宫中，一袭紫色薄纱裙，赤着双足，高贵冷艳的穆婉清望着宁天渐行渐远的背影，整个人懵懵的。由于上次没有拿捏住逆徒，反被气到。刚才发现逆徒上了明月峰，他便匆匆将结界重新布置好，目的就是想发发小脾气，好让逆徒求自己开门。毕竟分别了近2个月，逆徒肯定想死他了，一定会迫不及待地求着他开门相见。可结果却与他的预想截然相反，逆徒不仅没有来求他开门，甚至头也不回地走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逆徒都不想自己吗？为何走得如此干脆？穆婉清紧紧咬着嘴唇，可怜兮兮地坐在宝椅上，小脑壳嗡嗡作响，满是委屈与不解，一副要哭出来的模样，丝毫没有往日威震一方的准地强者风范，倒像是一个被坏人冷落的不知所措的柔弱女子，惹人怜惜。而欺负师尊大人的罪魁祸首，此时来到了长老峰另一座洞府前。什么情况？倩倩怎么去闭关了？宁天看见苏倩倩洞府周围同样被一道阵法笼罩，嘴角忍不住抽了抽。好家伙，他还是头一次感到这么无语。宝贝师尊耍小性子不让他进门，本想着先来宠宠苏倩倩，结果这女人竟然闭关了。不会是两人故意商量好想憋死他吧？无奈，深深的无奈。看来后花园的人还是太少了。既然这样，那就只能扩充一下了。随着夜幕笼罩大地，
宁天趁着月黑风高，又鬼鬼祟祟地摸上了长老峰，轻车熟路地来到大长老李青竹的洞府外面。结，小青竹也太没有警惕心了，洞府大门竟然连道防御阵法都没布。左右望了望，确认无人后，他蹑手蹑脚推开石门，画面一转，宁天已然身处一座古色古香的大殿中，清雅的幽香扑面而来。正中央玉座上端坐着一道纤细丽影，她身着素白长裙，容貌不说超绝，可那股清雅脱俗的气质好似月下寒竹，让人看上一眼便会为之沉迷，正是某人垂涎已久的青竹仙子。只不过我们的青竹仙子此刻在潜心静修，对不速之客的闯入毫无察觉，有点不对劲啊。宁天在这时皱紧了眉头，他发现弥漫在李青竹周身的气息很诡异，与修士修炼时应有的顺畅自然、纯净平和截然不同，不仅呈现出混乱暴力，还夹杂着一丝刺骨的阴冷。不能是走火入魔了吧？念头刚冒出来，又被他摇头否定了。想来不可能，李青竹乃是一位巅峰圣人，道心何其坚固，怎么可能轻易走火入魔？可下一秒，打脸了，李青竹周身竟然开始渗出丝丝缕缕的黑气。感受到那股邪异的气息，宁天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心底涌起一股莫名其妙的恐惧。卧槽，还真走火入魔了！他懵了，感觉很离谱。超脱凡人桎梏的巅峰圣人，在没有外力因素的干扰下，没有任何走火入魔的理由啊！难道是因为境界的原因？宁天不由得回想起李青竹因境界迟迟无法突破而独自买醉的画面。这时一声闷哼打断了他的沉思，抬眼望去，便看见李青竹身上的黑气愈发狂暴汹涌，绝美的俏脸上布满痛苦之色，显然已经到了生死关头，稍有不慎就有生死道消的风险。见此情形，宁天突然狂喜，真是送上门的绝佳机会啊！要是能帮李青竹化解眼前难关，可就相当于救了他一命了。如此一来，还怕捂不热这位优雅仙子的心？说做就做。宁天纵身一跃，跳上玉座，在李青竹身后盘膝坐下，随即催动苍天霸体的全部力量。轰隆，霸道绝伦的气息翻涌而出。他相信来自神体的神圣力量肯定可以轻松压制灾厄之力，可现实再次给了宁天一个措手不及。我靠，这黑气怎么冲我来了？那些黑气就像有灵智一样，宁天刚开始替李青竹压制，他们立即缠上了他的身躯，疯狂冲击他的识海屏障。这要是被侵入，恐怕会步李青竹的后尘，心魔丛生。大意了，查查果然不能随便装，一不小心就要命啊！可开弓没有回头箭，只能咬牙硬扛了。宁天一边护住识海，一边拼命替李青竹压制那股暴躁的黑气，同时不断传音呼喊：小青竹，再不赶紧醒来，我们可就要做一对亡命鸳鸯了。哦不，你要是再不醒来，我就不救你了，毕竟趁也是可以的。也不知是不是某人的话太邪恶，陷入无尽黑暗的李青竹突然皱了皱柳眉，下一秒他缓缓睁开眼，噗的一声，口中喷出一大口鲜血，气息紊乱不堪。小青竹，你可算醒了，快稳住心神，控制你体内失控的力量，我快扛不住了。还有些迷茫的李青竹听见声音后猛地扭头，当看见身后的宁天时，可谓是惊怒交加。你怎么会在这里？都什么时候了还问这个？先压下你体内失控的力量啊，我真要顶不住了。宁天彻底无语了，这女人的神经也太大条了吧。哦，李青竹被他这么一呵斥，这才想起自己还被心魔缠身呢。他连忙收敛心神，盘膝坐正，运转某种心法，催动全身力量，全力镇压心底那道跟某人长的。不多时，轰轰轰，整座洞府大殿已然被三股不同的强大力量笼罩，相互碰撞间形成的余威连空间都承受不住，泛起一阵波澜。就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下，忽然传来一道羞恼的怒骂声：你能帮就帮，不能就滚出去，再敢动手动脚，老娘跟你同归于尽。嘿嘿，小青竹，瞧你这话说的，我又不是故意的，至于这么生气吗？闭嘴。好好，我闭嘴我闭嘴。呀，你个混账东西，你又在干嘛？长老峰上，在那独属我们优雅仙子的洞府中，正中央玉座上面，青竹仙子悄然而坐，正在全力压制体内的暴动。宁天则坐在后面，看似在协助他，可从那双溜溜打转的眼珠子中，可以明显看出他又在打小心思了。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李青竹逐渐压制住了内心深处的心魔，然而他那张精美绝伦的脸颊却不知为何泛起了丝丝红晕，略显慌乱的敛起气息。而后突然间，他素手轻抬，转身的瞬间，对着身后那个令他羞恼的坏东西狠狠拍去。我靠！毫无防备的宁天完全没料到他会突然对自己出手，急忙作势抵御，可惜速度还是慢了一点。啊！只听得一声惨叫，
他如同断线的风筝一样倒飞而出，狠狠地砸向洞府墙壁上，震得整座洞府都颤三颤。小青竹，我可是救了你一命，你怎么可以忘恩负义呢？宁天疼得龇牙咧嘴，凉气倒吸。别看李青竹没用多大劲，实打实的圣人境修为可不是闹着玩的，即便他有苍天霸体的加持，硬生生挨上一掌也是要命。你那是救吗？李青竹怒视着他，羞愤不已，恨不得拍死他。坏人他不是没见过，但从未见过像宁天这种坏到如此没边的人。他先前遭受心魔困扰，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危险到不能再危险那种。眼前这混蛋打着相救的口号，竟然疯狂便宜，简直令人难以启齿，太可恶了！修炼数千载，他何时受过这种委屈？但凡宁天不是圣子，不是太上长老最宠爱的徒儿，他肯定会忍不住将其当场斩杀。嘿嘿，面对那道杀人的目光，宁天不仅不怕，甚至还发出怪怪的笑声。我也没办法，谁让你一直吊着我呢？听听这是人话吗？自己什么时候吊过他？明明是他一直在欺负自己，真是个彻头彻尾的坏东西。李青竹一怒之下怒了怒，直接懒得搭理他，坐回玉座上准备调息一下受了些伤的身体。宁天立即取出一大瓶疗伤丹药，屁颠屁颠地跑了过去。小青竹，我这有疗伤妙药，定能助你迅速恢复伤势。怎料丹药刚递出就被拍飞了，再敢乱喊，本长老一剑砍死你！李青竹脸颊羞红，厉声警告，实在是受不了了。他巅峰圣人，道统大长老，外界人称优雅仙子的李青竹，什么时候被人喊过小青竹？恶心死了呀！好，我不叫了就是，你快先服下丹药疗伤。宁天嘴上迎合着，心里却乐开了花。你以为他先前只是为了占便宜？大错特错，真正的目的其实是在试探，就是想看看这女人对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如今明了，李青竹对他不仅没有厌恶，甚至还捕捉到了丝丝难以察觉的好感，不然先前就不是轻轻一掌了。还有自己调侃他的时候，也不会骂那么简单，肯定会将自己轰出去。根据种种迹象来看，拿下的概率极大，就是还需要些时间。毕竟实力强的仙子都是很高傲的，不可能轻易低头。哼！瞧见宁天直勾勾盯着自己傻笑，李青竹难免有些心慌。他强装镇定的轻哼一声，以示自己的不满，随后一把将他手中的疗伤丹药夺了过来。紧接着他便自顾自地的疗伤，丝毫没有搭理宁天的意思。宁天笑了笑，也不在意，在大殿中四周闲逛起来。这座洞府很大，约有几百平，但是很空旷，因为没有什么杂物。看得出来，青竹仙子和宝贝师尊差不多，都是属于那种偏爱简洁的女子。唯有一点，宁天不是很喜欢，就是李青竹的玉座太小了，只能勉勉强强坐下2个人。要是能像宝贝师尊那张巨大的宝椅一样就好了。想着想着，也不知想哪去了，他的嘴角缓缓扬起一抹很坏的笑容。时间悄悄流逝，经过1个时辰的疗伤，李青竹的伤势也差不多痊愈了。他缓缓睁开眼眸，却突然被眼前笑眯眯盯着自己的坏东吸吓一大跳。宁天，你是不是有病？靠那么近做什么？李青竹轻轻拍着胸脯，满是恼怒地瞪着眼前的宁天。这也能怪他？宁天表示自己真的很无辜，但愿意接受美人的埋怨，毕竟他是一个在女人面前很大度的男人。随即满脸好奇地询问：青竹姐姐，你身为一位巅峰圣人，怎么好端端突然走火入魔了呢？关你屁事！向来清雅的青竹仙子竟然罕见地爆了声粗口。可是她的脸为什么那么红呢？还有她的眼神为什么在躲闪？宁天注意到了，并用着一副我已经全部猜透的样子，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不会是因为境界无法突破，硬生生把自己给气出来的吧？李青竹被火热的眼神看得心头一紧，很想反驳，可话到嘴边怎么也说不出来，只能别过头当作没听见。然而这时突然有股浓郁的清香扑面而来，只见宁天手里正在把玩着可以助他突破大圣境的破镜丹。青竹姐姐，想不想要破镜丹呀？有了它，你就可以突破了哟。李青竹讥讽道：哼，若你想以此要挟，达到你那龌龊目的的话，我劝你还是省省心吧。小青竹，你这话太让我伤心了，我堂堂正人君子，怎么可能做出胁迫你不愿意的事情呢？正人君子，就他！李青竹冷笑不止，当即就要狠狠鄙夷某个不要脸的东西，可话还未开口，却已戛然而止。李青竹看着手里的破镜丹，一时有些难以置信，继而用着充满疑惑的眼神望向宁天。你这是什么意思？宁天含笑道：没什么意思，就是想证明一下我真是个正人君子。闻听此言，李青竹忍不住翻了个白眼，这人的脸皮为什么能这么厚呢？要是太感动，想以身相许的话，我勉为其难也是可以接受的。
区区一枚丹药，也想我以身相许？你就做春秋大梦去吧。李青竹双手抱于胸前，满脸傲娇，语气里的不屑毫不掩饰。虽说他确实很需要这枚破镜丹，但还不至于因此委身于人。做梦！宁天嘴角扬起一抹玩味的笑容，迈步走到他跟前。在李青竹不解的目光下，他伸出手，十分霸道地挑起了他的下巴，迫使他与自己对视。以前我确实不敢笃定，但现在嘛，我有预感，你很快将会是我的专属。走开！李青竹何时受过这种霸道无理的对待，瞬间满面羞红，抬手便要拍掉抵在下巴上的那只狗爪子。岂料宁天早一步收回了手，他的羞愤无处可泄，只能气恼的干瞪眼，胸口微微起伏。小青竹，你怎么动不动就生气？不会是我的话戳中了你内心不愿承认的真相吧？宁天似笑非笑地看着他。李青竹张了张嘴，正要呵斥他自以为是的时候，宁天却忽然收敛了笑意，一本正经道：青竹长老，你好好休息，我还有点事，便先行一步了。等过段时间再来证实这个肯定是否属实。赶紧滚！李青竹实在受不了他的厚颜无耻了，忍不住破口大骂。哈哈！宁天挑了挑眉，笑声里满是玩味，转身大步离去。他刚走出洞府，里面便响起一道带着羞涩的嘀咕声：难道他已经知道我的心魔是因？李青竹低头看着手心上的破镜丹，先前的怒火早已消失不见，朱唇紧紧抿着，美眸轻眨间竟流露出小女儿家独有的娇羞。次日清早，宁天一大早就出了门，往藏武阁的方向走去。这段时间没有好好修炼，境界停滞在到宫境初期已有2个多月，也是时候提升一下了。毕竟他从九幽秘境收获了一大笔灵石资源，若是不用就浪费了。可依靠传统方法吸收，效率实在太慢，所以他想去藏武阁找个能协助自己快速炼化灵石的阵法。很快，他穿过青石小道，来到藏武阁殿外，恰巧跟里面走出来的赵不凡撞了个正着。宁天见状，装模作样的凑上前：哟，这不是赵师弟吗？有时候不得不承认师弟的厉害，根基受了那么重的伤，这才过去多久，都可以活蹦乱跳了。赵不凡仿若未闻，甚至连看都没看他一眼，径直从他的身侧走过。什么情况？宁天暗自狐疑，以他对赵不凡的了解，此人乃是阴险之辈，相较于他这个大反派，更是有过之而不及，而且也是一个吃不了亏的主。自己在立圣子大典上不仅抢了即将属于他的圣子之位，还将他给重伤了，按理说应该恨自己入骨才对，为何这样讥讽他，他都不生气？不会是知道斗不过自己，已经低头放弃了吧？可能性不大，怕是又在打什么阴谋，故意这样想让自己失去对他的警惕心。宁天不屑一笑，在他眼中，赵不凡只是一个随手可以碾死的垫脚石，不找事还好，否则即便是宗主亲传弟子，他也会毫不留情地将其斩杀。随即走进藏武阁，藏武阁共有6层，前4层的功法与灵兵最多，不过品级都不高，是供应外门弟子和内门弟子选择的地方。第5层稍强些，只有内门真传弟子才能进入，而第6层就厉害了，存放的全是圣级和地级宝物，不过在没有得到许可的情况下，任何弟子都不得入内。宁天是圣子，自然可以上去，就算不是也能上去，谁让他是太上长老穆婉清的乖徒呢？第6层的功法数量不多，但都是精品，全是世间修士梦寐以求的圣级功法，甚至连地级都好10几步。可宁天并不是为他们而来，径直走到专门存放阵法的位置，不紧不慢地翻看起来。圣级聚灵阵、圣级诛魔阵、圣级万象杀戮阵，怎么全是杀法、防御阵法？这些阵法的确很强，任何一步放到世俗中都能引起巨大的震动，但不是宁天想要的。咦，化元吞灵阵！就在他感到无奈之际，目光忽然被角落的一枚残破玉简的名字给吸引住了。卧槽，这竟然是一部地级阵法！宁天神识看了眼玉简介绍，直接被震惊的瞪大了双眼。没错，这部化元吞灵阵是地级阵法。须知，地级阵法与地级丹方堪称世间最顶尖的瑰宝，即便是顶尖道统也拿不出一部。毕竟想自创出地级阵法，丹方自身修为也必须达到大地境界。然而这是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因为阵法一道与炼丹一道，对天赋的要求远比单纯修炼更为苛刻。寻常修士耗尽毕生心力，也很难在这2道上正对，这便注定了地级阵法丹方的稀有堪称万载难遇。而这部化元吞灵阵不仅可以协助汇聚天地灵气助修士修炼，还能提炼灵石本源之力供人快速吸收，这不就是自己想要的吗？宁天惊喜无比，可看着看着，他突然发现有点不对劲。靠，居然是有残缺的阵法，也不知是不是创造阵法的人能力不行。阵法虽然凝练成型了，可并不完美，
出现了一处缺陷，导致无法发挥应有的能力。本以为捡到宝了，结果是个废品。宁天无语了，正想丢回原处时，系统的提示音响了起来。叮，检测到残缺地级阵法，触发本系统无上被动。选择1，地级阵法太稀有，尘世难寻，就这样错过太可惜。选择即奖励完整版化元吞灵阵。选择2，含本系统一声霸霸，不仅能得到完整版化元吞灵阵，还能额外获得一部更加牛叉的阵法。请宿主快快做出选择。宁天愣了愣，随即怒骂道：筒子，你是不是真挑了？占便宜都占到本宿主头上来了。结，只是喊一声而已，不痛不痒，还能得到更加厉害的宝物，宿主何乐不为呢？偷偷告诉你，这额外奖励的阵法威力可是超乎想象哦。狗东西，我操！星号百分号，老子选1。叮，本系统为宿主做出的选择感到惋惜，但请放心，此选择永久保留，只要宿主想通了，随时可以喊爸爸拿奖励。滚！宁天差点被气吐血。这狗东西刚开始明明挺正常的，怎么现在越来越贱了？竟敢到反天罡来占他的便宜，占据占吧，还抠抠搜搜的，这种诱惑谁顶不住？不过阵法有了，也该回去修炼了。宁天美滋滋的出了藏武阁，往自己的洞府走去。刚回来便看见一位女弟子站在门口，生得娇小可爱，容貌也不错。她有点印象，好像是管理明月峰日常琐事的小管事江小莲。小莲拜见圣子。江小莲一步走来，对着她微微欠身，娇娇柔柔的语气满是恭敬。宁天笑问：小莲师妹无需多礼，不知你来此有何事？江小莲解释道：圣子，太上长老让我请您去一趟明月峰，他说有要紧事要和您说。宝贝师尊找自己，难道计划成功了？傲娇的师尊承受不住自己的冷暴力，打算主动低头了。哈哈，宁天暗喜，但还想再忍忍，打算继续吊一吊宝贝师尊，好一次性把他那倔强的小性子磨平。必须让他知道，不让自己进门的后果将会有多严重。随即说道：师妹，辛苦你去和师尊说，我准备闭关修炼，有什么事等我出关后再说。是。江小莲虽然很疑惑圣子为什么不先去见太上长老，反而要先闭关，但也不敢多问，应了声便准备回去复命。师妹等等。可刚走2步，宁天的声音忽然传来，他面露疑惑地回头看向他。圣子，您还有什么要叮嘱的吗？那倒没有。宁天凑了过来，笑眯眯地说道：就是想问问师妹，想不想跟本圣子进洞府聊聊人生理想啊？江小莲怔了怔，一时难以理解话中含义。然而当注意到某人盯着自己那双火辣辣的目光时，他猛然惊醒，小脸蹭一下迅速泛红，脚下连连后退。圣子，您不要这样，人家要回去复命了。说着他慌慌张张的御剑而起，唰的一下飞走了。也不知是不是因为太紧张，飞行轨迹都歪歪扭扭的。有意思，这小美人竟如此娇羞，只是斗一斗就变成了这样。宁天望着空中的丽影，嘴角不自觉的微微上扬。回到洞府中，宁天迫不及待地开始布置化元吞灵阵。过了将近1个时辰后，轰！青光乍起间，一道散发着强悍气息的阵法骤然成型，力量之强，连空气都泛起了涟漪。啧，不愧是地级阵法，虽然只是辅助修炼用的，可这气息波动着实令人心悸。宁天惊叹连连。由于修为不够，他怕压制不住，所以并没有把阵法布置得很完美，但没料到力量还这么恐怖。紧接着他抬手一挥，地面上顿时堆起如小山般的灵石，粗略估计数量保守有几10亿枚。这么多灵石，突破几个小境界应该不成问题吧。宁天盘膝坐在阵法正中央，朝4个阵眼打入4道雄厚灵力。轰隆隆，刹那间阵法彻底激活，堆积在旁的灵石瞬间化作一道道洁白气流，争先恐后的朝他体内蜂拥而去。卧槽，这么猛！宁天又惊又喜，那种感觉无人能懂，完全超出了预料。几十上百万枚灵石的力量顷刻间被提炼出来，尽数涌进体内，这速度比闭关修炼快了不知多少倍。照这样的速度下去，这些灵石怕是用不了多久就能全部吸收完。不再多想，他现在只想突破境界，当即运转功法，全力炼化这股磅礴的灵力。与此同时，在那明月峰的寝宫中，气死我了，气死我了！逆徒竟敢无视我的话！木婉轻赤着小脚在原地来回踱步，口中不断念叨着，那张绝美的脸上布满了怒火。他从未如此愤怒过，这回真的被气坏了，自己都放下姿态主动找逆徒了，逆徒竟然说什么要闭关修炼，让自己等他。借口，这一切都是借口。以前每天或者隔天就会来欺负自己，现在呢，2、3个月都不来。
这不恰恰说明他不是有新欢了，就是已经厌倦自己了呜。一想到这，穆婉清的娇躯不禁一颤，这段时间的委屈瞬间涌上心头，差点就急哭了。他现在什么也不敢想了，只想让逆徒赶紧过来见自己，然后说清楚是不是已经。他当即看向站在旁边发呆的江小莲，小莲，你再去一趟宁天那里，让他现在立刻马上过来见我。江小莲低眉垂首，弱弱地说道，长老，圣子可能已经在闭关了，贸然去打扰会不会有点不好啊？别说闭关了，即便他现在有天大的事也要过来见我。穆婉清此刻的委屈汹涌如潮水，岂会管你在干嘛，都把他欺负成啥样了。要是再不见到逆徒，他感觉自己都要产生心魔了。是。江小莲见此情形也不敢继续多说，应了应就准备离开。穆婉清却在这时突然皱起柳眉，小莲，怎么你从宁天那里回来后变得这么心不在焉？是不是那混账欺负你了？没有，圣子没有欺负我。江小莲连连摆手，哪敢说实话啊？圣子连太上长老这位师尊都不怕，自己要是背后说他的坏话，回头可就没有好果子吃了。光是想想都令人害怕。真的，穆婉清还是感觉到了一丝不同寻常。江小莲是他亲自挑选出来的明月峰管事，平日里做事干净利索，深得他心。这还是首次看见这小丫头一副紧张兮兮的样子。是的，长老，圣子真没有欺负我。江小莲急忙说道，生怕他会因为自己迁怒圣子。见此情形，穆婉清也不再多问，示意他赶紧去办自己交代的事情。然而江小莲离开后，洞府中好像响起了细微的哽咽声。可恶的逆徒，我一定要你好看。转眼2天过去，轰轰轰，洞府中央青光大阵之下，宁天周身翻涌着霸道绝伦的气息，那是来自苍天霸体的磅礴伟力，强到让空气沸腾，空间被挤压的扭曲变形。咔，一声细微脆响打破平静，境界壁障应声而碎。轰隆，修为气息骤然攀升，到宫境中期，到宫境后期，也就几息间，宁天的境界突破，直接从到宫境初期一路飙升至后期。再从磅礴气势来看，隐隐约约有迈进巅峰的势头。他双眸陡然睁开，挥手间堆积如山的灵石凭空而现，化元吞灵阵随之轰鸣，爆发出璀璨夺目的耀眼青芒。那些灵石瞬间被提炼成精纯灵气，如潮水般蜂涌进他的体内。给我聚！宁天大喝一声，功法全力运转，疯狂炼化这股汹涌澎湃的灵气，企图一举冲进巅峰。时间转瞬即逝，1个时辰后，轰隆，惊天巨响中，壁垒彻底打破，宁天成功踏入到宫境巅峰。他猛地拍出一掌，排云掌之威爆发，圣威浩荡，肆意横生。砰！整座洞府巨颤，坚固的墙壁上直接被恐怖的力量凿出一个大洞。哈哈哈！道宫境巅峰的力量真是太强大了。宿主宁天，境界道宫境巅峰，血脉大地血脉，体质苍天霸体，小成剑骨，神通生死剑意，功法横骨拳、排云掌、幻影迷踪步、大荒求天指、神行御空术。宁天两眼放光，狂笑不止。2天时间连续突破3个小境界，比他原本的预想还要顺利得多。若非在九幽秘境得到了大地底蕴，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进展如此神速，无疑是痴心妄想。而且这笔资源还只消耗了2/10，突破生死境不过是时间问题。不过眼下是无法继续闭关了，因为外面的小美人快把他给烦死了。打开门便看见江小莲俏生生地立在那里。宁天顾一板起脸，凶巴巴地吓唬道：我不是说了要闭关吗？你在这里吵吵闹闹，究竟想做什么？信不信本圣子现在就把你拖进去，狠狠地惩罚你？瞧见他这副要吃人的模样，江小莲俏脸泛红，下意识后退了几步，与他拉开安全距离，声音透着几分惬意：圣子，您别这样，是太上长老下了死命令，必须把您喊过去，您要是再不去，他就要亲自来收拾您了。效果这么明显，亮了宝贝师尊一阵子，他就开始急不可耐了。还是先去宠宠他吧，不然真气出病来可就不好了。宁天迈步走到江小莲跟前，看着他手足无措的样子，忽然话锋一转：师妹，你的洞府不在明月峰吧？江小莲愣了愣，既不点头也不摇头，眼神频频闪烁，显然是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宁天嘴角微扬，身子微微前倾，凑到他耳畔轻声说道：让我猜猜，你的洞府是不是在内门第999座？圣子，您是怎么知道的？江小莲眼眸睁大，满脸不可思议地望着他，语气明显在颤抖。宁天神秘一笑：怎么知道的你就不用管了，你只要记住，过段时间我会去找你。说完他转身离去。啊！
完了呀！怎么办？怎么办？自己真被圣子盯上了。江小莲望着那道远去的背影，紧咬着嘴唇，娇躯微微轻颤，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这个结果，她其实早有预想过。可当她真正来临的时候，心头还是免不了慌乱。她的天赋不算出众，是明月峰杂役弟子里的一个小管事，但对自己的容貌还是很自信的。为了躲避坏人，她在明月峰行事向来小心翼翼，就连洞府也是特意恳求太上长老安排到了内门。可万万没想到，躲得了初一，终究是躲不过15呀。他和圣子大人也就面碰面见过3次，竟然就被看上了。自己只是一个不起眼的丑小鸭，被这样的天之骄子惦记，究竟是该开心还是要害怕呢？也不知是不是小计谋得逞的原因，宁天的心情格外好，嘴里哼着小曲，脸上洋溢着灿烂笑容。曾经被风吹，我是受伤的。可走着走着，刚到宝贝师尊的洞府门前，他忽然冷不丁打了个寒战，有杀气，还是很强烈的那种，似乎是从洞府里传出来的。宁天猛地顿住脚步，望着近在咫尺的洞府大门，刚才的好心情瞬间烟消云散，后背直冒冷汗。错不了，他的直觉一向敏锐，他感觉有一双充满愤怒的眼睛正在暗处死死地注视着自己。不会是宝贝师尊被晾太久生气了吧？不应该啊，要知道宝贝师尊最喜欢被捉弄欺负那种小调调了，按理说现在巴不得想见自己才对，而且让江小莲来打断自己闭关修炼，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可这股刺骨的寒意真真实实进去了，怕不是。咕噜，宁天下意识咽了口唾沫，总感觉自己来的有点不是时候，要不先撤。这里着重声明一下，他不是怕，而是还没想好怎么欺负宝贝师尊而已。念头落下，他转身就想开溜，然而就在这转身的刹那，一股恐怖的威压骤然笼罩在整座明月峰。卧槽！师尊大人，您来真的啊！宁天吓得直打哆嗦，头也不回的狂奔。逆徒，你还想去哪儿？话音未落，洞府大门轰的一声敞开，一道家带着无尽怒火的冷艳女声先一步传来。紧接着，一只由纯粹灵气凝聚而成的巨手猛地从里面探了出来，瞬间抓住跑出100米外的宁天，狠狠拽进了洞府。下一秒，杀猪般的惨叫声骤起。啊！师尊大人饶命啊！疼疼疼！别踹脸，别踹脸啊！去死去死！给老娘去死！师尊大人，您再这样可就别怪徒儿封印您的。哎呦卧槽，我的修为呢？古色古香的寝宫内，一位身着紫色薄纱裙的绝美女子，不知因何大发雷霆，玲珑小脚丫对着趴在地面的年轻人连踹带骂：让你气我，让你气我，混账东西，踹死你，踹死你！师尊大人饶命啊！再打下去，徒儿真要被您揍死了。鼻青脸肿的宁天双手抱头，余光看向旁边冒着黑气渐渐消散的子谷，心中又是震惊又是无奈。傻眼了，就在刚刚，因为宝贝师尊太嚣张，竟敢揍他，他毫不犹豫催动母骨，想以子骨封印他的修为。岂料师尊反手就把子骨丢到他面前，然后到反天罡将他的修为给封了。紧接着便是一顿狂风骤雨般的暴揍。造孽啊！本想晾一晾宝贝师尊，磨磨他的小性子，好彻底拿捏开启幸福生活，结果反倒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回想起师尊随手取出子骨的得意样，恐怕他很早之前就将其逼出体内了，以前一直故意让自己欺负罢了。毕竟高高在上的他就喜欢被逆徒欺负的那种小调调了，直到这次被彻底气坏，才终于爆发。唉，一失足成千古恨。眼下修为被封，即便宝贝师尊也没有动用修为，可准地强者的粉拳哪是吃素的，砸在身上那叫一个钻心疼。罢了罢了，让他出出气也好，忍忍就过去了，待会再找机会狠狠收拾回来。宁天正按打小算盘，忽然察觉一股刺骨寒意袭来，他猛地抬头，便发现木婉亲手握一柄泛着森森寒气的地冰，剑尖直指自己。宁天虎躯一震，汗流浃背了，艰难地咽了咽唾沫，弱弱地说道：师尊大人不至于动地冰吧？木婉清此刻就像是高高在上的女王，冷漠俯视着让自己生气的逆徒，朱唇轻启，声音冷若寒霜。说，那个野女人是谁？野女人？什么野女人？宁天错愕不已，完全摸不着头脑。就是你从九幽秘境出来后去找的那个野女人。今天不说清楚，休怪我。木婉清晃了晃玉手中的长剑，那架势就像是在说，再不坦白，你将没有好果子吃。九幽秘境出来？卧槽！难道宝贝师尊发现了白希月？这不可能啊！他和白希月刚确定关系，从未在人前暴露，除非时刻盯着自己，否则绝不可能知晓。而且宝贝师尊平日里不是闷在寝宫修炼，便是等自己来欺负，可能留意这些吗？可看他此刻气势汹汹的抓星号模样，倒是有点唬人。
不会是？宁天试探着辩解。师尊大人，冤枉啊！徒儿从九幽秘境出来，真没去找什么野女人。当时没能立即回宗，全是因为在秘境得了不少品级极高却用不上的奇珍异宝，想着去世俗贩卖换些资源，才耽搁了些时日。这储物戒里还有剩余，不信您看看。说着，他便将一枚储物戒递向穆婉清。穆婉清柳眉微蹙，狐疑满满的接过储物戒查看起来。这么多资源，灵石堆积如山，多得数不清，各类尘世罕见的灵药应有尽有，甚至还有10几种地药。即便他是准地强者，也被震撼到了，因为他也拿不出如此多的珍宝。难道逆徒没骗自己？不对，这混蛋玩意可是一个实打实见了美人就走不动道的花花公子，差点就被他糊弄了。穆婉清心头一颤，怒火再度翻涌，凝视着宁天冷声质问：既然你说是去世俗卖灵药，那回来后为何不找我？怕是在外面吃饱了，看不上我了吧？我靠，还真是胡思乱想了。宁天闻言差点喷出一口老血。他就说嘛，宝贝师尊好端端的怎么会气成这样？原来是因为自己晾了他2个多月，让他误以为被嫌弃，故意不找他了。想想也正常，以往自己里有事没事就往他那跑，便招法欺负他。如今突然2个多月不去，就算穆婉清是高傲的准地强者，也扛不住这样的冷暴力。胡思乱想也在情理之中，只是没想到宝贝师尊竟然还有这种小女人模样，看来以前都是装出来的矜持啊。嘿嘿，既然找到了问题所在，纵横花丛多年的宁天立刻有了对策。他苦着脸，故意压低声音嘀咕：明明是您在洞府外布了结界，徒儿想进也进不来啊。你的意思是怪我咯？穆婉清气得差点一剑劈过去。以前逆徒为了讨自己欢心，向来是舔着脸软磨硬泡，费尽心思。这结界本就是一时闹小脾气所设，他怎会看不出来？但凡多迁就自己一点点，自己怎么可能不开门？可逆徒回来后转身就走，干脆利落，分明是一副不想搭理自己的样子。现在还敢倒打一耙，真是可恶！要不是舍不得，真想一剑砍了算了。师尊大人，徒儿只是陈述事实，哪能怪您啊？宁天笑着拨开抵在眼前的剑刃，从地上爬起，凑到穆婉清跟前，满眼深情地望着他。师尊大人，您可是青州公认的第一美人，好似那9重天之上下凡的仙子，美得令人窒息。徒儿平日里不说天天来，也是隔3差5便要往您这跑一趟，如今时隔2个多月，怎会不想您？至于秘境回来后为何没喊您开门，无非是怕您在修炼，不敢贸然打扰罢了。还有你不敢做的事。穆婉清怔怔地盯着他，语气虽带着嘲讽，却明显软了下来。宁天心中暗喜，故作沉吟道：嗨，虽然知道您是故意不结界不让徒儿进门，可这一下就是2个月，难免会让人多想嘛。再说了，您还不了解我的性子，若非如此，真能忍住这么久不来看您这位绝世大美人？咦，好像是有点道理货。穆婉清对自己的容颜是很自信的，青州境内能与她比肩的美人少之又少，即便有，也都是老一辈强者。除了自己不小心被逆徒，那些强者能看上这种花花公子？别搞笑了，其他野草的话，想来更不可能了。毕竟有自己这位仙子可以比较，逆徒的眼光也不至于。师尊大人，您现在明白了吧？徒儿真不是不想见您，这一切全是为了您着想啊。宁天满脸真诚的乘胜追击。我们的婉清仙子此刻却是紧紧咬着嘴唇，心里只觉得好气好气。明明是他受了委屈来找逆徒算账的好不好？可经过逆徒这么一说，他怎么反倒觉得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自己呢？逆徒该不会是在糊弄自己吧？可偏偏又找不出反驳的理由。哎呀，可恶，怎么办呀？再这样下去，一旦主动权落到逆徒手里，他指不定会怎么收拾自己呢？毕竟先前自己可是把他揍得不轻，光是想想都叫人怕怕。坏了，从这里便能看出来，我们的婉清仙子怕是彻底沦陷了，因为害怕逆徒的惩罚，竟然连自身最大的倚仗准地强者的身份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哼！眼下无计可施的师尊大人只能强装镇定的冷哼一声，自顾自地走向宝椅旁坐下，开始苦思对策。而宁天哪能放过这等良机，立即屁颠屁颠地凑了过去。师尊大人，您就原谅徒儿好不好？徒儿在这里发誓，保证以后绝不会再惹您生气。望着被自己揍得满脸是伤的逆徒，不仅没有怨气，还如此真诚恳切，穆婉清差点就心软点头了，好在及时醒悟。不对，逆徒肯定是在迷惑自己，万万不能如此轻易原谅他，不然待会自己指不定要吃什么苦头呢。师尊大人，您若不信誓言，那您说徒儿要怎么做才能得到您的原谅？沉思期间，宁天的蛊惑之音再度传来。傲娇的穆婉轻瞧了他一眼，忽然想到了一个能将逆徒牢牢拿捏的好主意，随即故作冷漠的开口：
原谅你也不是不可以，不过你要答应为师一个条件，别说1件了，就是100件，徒儿都答应。宁天信誓旦旦地拍着胸脯，然而这只是表面，心里却想着，等下一定要狠狠地惩罚宝贝师尊，竟敢揍他，简直是倒反天罡，飘上天去了。哼，穆婉清轻轻哼了哼，才不要100件呢，这1件能答应，为师就心满意足了。那您赶紧说吧，徒儿已经快等不及了。宁天急不可耐地催促着。猴急什么？穆婉清气恼地瞪了他一眼，岂会猜不出他为什么着急，不就是想赶紧让自己消气，然后气人。紧接着他这才缓缓说道，想让我原谅你也很简单，以后你每天早上晚上都要来明月峰报道。闻听此言，宁天直接愣住了，反应过来后他急忙说道，师尊大人，徒儿乃是宗门圣子，平日里的事务虽然不多，但也要闭关修炼不是？即便徒儿想，也没有时间天天都来您这报道啊。穆婉清嫣然一笑说道，那还不简单，以后你外出办事或者要闭关修炼，来和为师说一声，征得同意不就行了啊？这宁天嘴角抽了抽，一时语塞的不知该怎么反驳，然而就是这么一犹豫，差点把穆婉清给气坏了。逆徒，你究竟在犹豫什么？难道连这么简单的条件你都办不到吗？还是说你在外面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说到这里，他那双充满愤怒的美眸死死盯着逆徒。宁天见状，汗流浃背了，灿灿一笑，故作镇定地说道，师尊大人，瞧您这话说的，徒儿哪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啊？既然没有，那你答不答应？穆婉清依旧这么盯着他，神情里似乎还带着一丝紧张。又坏了，宝贝师尊这是对自己没信心了，想以此手段来控制他，不让他有沾花惹草的机会啊！某人彻底慌了，这要是换做别人，肯定就答应了，可他不行啊！他现在的梦想就是傲视天地之巅，手握日月星辰，揽尽世间绝色美人，哪是随随便便就能被束缚的？可瞧见宝贝师尊眼底的慌乱与不安，自己要是敢拒绝，这位大美人怕是会当场崩溃。宁天不敢说自己是好人，但绝对是一个疼女人的好男人，可做不出让师尊伤心的事情。既然这样，只能先答应了。你以为他低头了？不，大错特错。宝贝师尊在外人眼中是一尊威震一方、高高在上的盖世强者，可在他的面前只是一个柔弱可欺的小女人。既然他无法拒绝这个无理要求，那就让师尊自己毁了这个条件。不过在此之前，还需要时间铺垫一下。计划有了，宁天当即说道，师尊大人，徒儿答应了，以后天天都来跟您请安，好不好？真的？穆婉清怔了怔，似乎有点不相信。宁天深情款款地看着他，笑道，徒儿刚才就已经说了，只要师尊能开心，别说区一个条件，就算是100个，徒儿也会答应。这还差不多。穆婉清抿着嘴唇，悄悄松了口气，望着他的眼神里全都是庆幸。说实话，逆徒刚刚的犹豫真把他给吓坏了，还以为要拒绝自己呢。还好，逆徒虽然坏，但还是知道疼自己的，并不是负心汉。师尊大人，那您是不是原谅徒儿了？宁天不知何时坐在了宝椅的边边上，看向美不胜收的婉清仙子，满眼的期待。穆婉清被他盯得有些心慌意乱，俏脸微红，他急忙把头瞥向另一边，声若蚊蝇地说着，你这逆徒一点也不乖，为师还是有点不开心。嘿嘿，师尊大人，您想想，徒儿但凡乖那么一点点，还能得到青州公认的最美仙子吗？宁天说着，还坏坏地挑了挑眉，看在穆婉清眸里，顿时羞涩不已，露出一副凶巴巴的模样，瞪了他一眼。不许胡言乱语，不然为师会生气的。啊，师尊大人，您又要生气了。既然这样的话，徒儿只能为您消消气了。为师不气了。真的假的？徒儿怎么有点不信呢？呀，为师真不生气了。次日，寝宫中，宁天神清气爽地坐在石桌前，悠哉细品着香气四溢的美酒，目光不自觉飘向旁边，那里有位绝美女子端坐在镜前。她身着淡紫薄纱裙，身姿高挑婀娜，正轻柔梳理自己的乌黑秀发。师尊大人，现在明白徒儿对您的心意了吧？话音落下，女子娇躯轻颤，梳发的动作顿了顿，全然不敢接话。待那股莫名的心慌平复后，这才重新缓缓地梳理起来。见此情景，宁天心里乐开了花。谁能想到，原本宝贝师尊是要收拾他的，结果在他的一套小连招下去，直接被哄得晕头转向。现在别说生气了，简直乖巧的让人难以置信。只是眼下还不是真正开心的时候，要先让宝贝师尊主动毁掉那个束缚他的条件才行。毕竟外面的娇艳花朵还等着他去摘呢。想到这里，宁天起身走到穆婉清身后，趁他还没反应过来，轻轻抽走他手中的梳子，接着小心翼翼地为他梳理那如瀑般的青丝。逆徒竟然
穆婉清望着镜中的人影，紧紧咬着唇角，美眸频频闪烁，心底又惊又喜。以前的逆徒很是霸道，只会欺负他，这还是第一次对自己做如此温柔的事情。而且从他那生疏的手法来看，显然也是首次替女子梳发，足以证明自己在他心里有多重要。开心，要是他能一直这么乖就好了。胡思乱想间，坏人的声音传来：婉儿，你知不知道你发呆的模样有多迷人？瞧见镜子里面的宁天，此刻正满眼深情地盯着自己看，穆婉清羞的那个心慌意乱啊！他低眉垂首，不敢与其相视，妥妥的一副小女人姿态，哪还有什么准地强者的霸气？婉儿，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宁天并不打算放过他，穷追不舍地继续追问。穆婉清不知是羞得说不出话，还是故意装聋作哑，低着头当起了木头人，就是不回答。宁天眉头微挑，侧着身，伸手轻轻挑起他的下巴，迫使他转过来些与自己对视，语气极为霸道，说：知不知道自己发呆的样子很迷人？穆婉清不想回答这羞人的问题，可架不住逆徒态度强硬，只能声若蚊蝇地回应道：不知道。宁天满意的笑了：婉儿真乖，以后也要这样听话，知道吗？不然为夫是会生气的哦。穆婉清柳眉轻颤，轻轻点了点头。这要是在以前，逆徒敢没大没小，他早就发火了。可现在不知怎么回事，内心深处仿佛有一个声音告诉他，一定要顺着逆徒，只要逆徒开心了，自己才会开心。或许这就是让无数人甘愿沉沦的爱情吧。婉儿这么乖，夫君奖励你一下好不好？不好，你说了不算。那你还问我？穆婉清撒娇似的瞪了他一眼，眼神里满是娇嗔的埋怨。宁天见状，嘴角的笑意更浓了，二话不说。接下来的时间里，日复一日，宁天每天都要往明月峰跑好几趟。刚开始还好，可随着时间一久，他身上的气息不知为何变得极其虚浮。细心的弟子们察觉到这一变化，好奇不已，纷纷议论起来：哇，圣子不愧是圣子，跟我们就是不一样，为了修炼，每天都坚持去请教太上长老。是啊，看他气息这么虚浮，肯定是修炼太刻苦，没好好休息才这样的。圣子才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好榜样。从今天开始，我也要发奋图强，先定个小目标，3个月内突破金丹境。我们也要一起发奋图强。支持，赞同，算我一个，跟了。听着耳边的议论声，宁天嘴角一抽，双腿发软险些摔倒，好在及时稳住了身形，不然可就闹笑话了。望着明月峰，他艰难地咽了口水，强撑着虎躯又走了上去。转眼间1个月过去了，明月峰上传来一声惊慌害怕的悦耳声：逆徒，你怎么又来了？穆婉清瞧见从门口走进来的宁天，吓得脸色发白，光着小脚从宝椅上慌慌张张跳下来，满眼警惕地盯着他。宁天故作疑惑地笑道：师尊大人，徒儿答应过要每天来给您请安的，自然不能出尔反尔。你那叫请安吗？穆婉清又羞又恼，恨不得当场拍死这个混蛋玩意。自己只是想以此束缚住逆徒，让他没机会出去沾花惹草，仅此而已。可逆徒他难以启齿，整整1个月啊，每天好几趟，趟趟都是来。怕了，他就算是准地强者也怕极了。太吓人了。那徒儿不管，既然答应了您，就绝不会反悔。至于其他事情，就要劳烦师尊大人多多担待了。宁天嘴角微微上扬，笑得很坏，脚下逐步逼近。穆婉清见此情景，绝美的脸上布满了慌张，露出一个怕怕的表情，都快他被吓哭了，急忙出声呵斥：你站那儿，不准动，不然为师真会生气的。宁天却不以为意，反正徒儿不管，当初是您提的条件，如今我乖乖照做了，您也得听话才行，否则徒儿生气的后果有多严重，您应该清楚吧。说到最后，他还故意露出一副凶巴巴的表情，吓得穆婉清心慌意乱，一时有些不知所措。怎么办呀？自己扛不住了，是万万不能让逆徒留在这里的。慌乱间，他突然灵光一闪，用着可怜兮兮的眼神看向宁天：天儿，为师跟你商量件事好不好？也不是不行。宁天坏笑道：不过要看师尊大人的诚意如何了，比如改个称呼什么的。穆婉清瞬间听懂了话中的意思，俏脸唰的一下红透了，眼神躲闪，那抹羞意难以掩饰。犹豫了好一会儿，他这才缓缓抬起眼眸，望向紧紧盯着自己的逆徒，抿了抿嘴唇，声若蚊蝇的询问：夫君，我可不可以和你商量一件事？既坏又见且嚣张的笑声飘荡在寝宫里，本就羞得无地自容的穆婉清脸蛋瞬间涨得通红，像颗熟透的红苹果。他实在是受不了了，像只炸毛的小猫咪一样瞪着眼前人，声音里的气急败坏难以掩盖：不许笑！
你要是再嘲笑为师，为师可真要收拾你了。宁天忍着笑意，师尊大人，徒儿这可不是嘲笑，这是打底心里的开心，想让宝贝师尊开口叫自己夫君，这是他惦记了不知多少个日夜。可穆婉清不仅是傲娇的准地强者，更有着师尊身份束缚，即便时常被他哄得晕头转向，也始终不肯松这个口，一直端着架子。现在如愿以偿，岂能不兴奋？简直开心到要爆炸！而且这更意味着师尊大人已经接受了自己是他女人的事实。开心也要憋着，就是不准笑。穆婉清垂手低眉，声音细若蚊蝇，那副小女儿姿态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宁天笑意不减，迈步上前，伸手轻轻挑起她的下巴，满眼深情地看着她，语气前所未有的温柔。那我不笑了，婉儿以后也要乖乖听话，好不好？不好。穆婉清撅了撅小嘴，这回不仅没躲他的目光，甚至还很倔强地与他对视。哟呵，宁天吓唬道，不好也没用，在外你可以是高高在上的准地强者，但在家里你只是属于我的小女人，不乖乖听话，为夫是会教训你的哦。就不听，看谁教训谁。傲娇的穆婉清岂会低头，周身顿时弥漫出来自准递进后期的恐怖气息，仅是一丝，却强大到两人身旁的空间都扭曲起来。好，婉儿最厉害，我投降。宁天捏了捏他的小脸蛋，见好就收，没再得寸进尺，吓唬两句就够了。他再坏，也不会傻到去践踏宝贝师尊该有的准地威严。哼！穆婉清傲娇的轻哼一声，心里对逆徒的适可而止也是很开心的。逆徒这么疼自己，以后顺着他些，好像也不是不行。打闹了一会儿，宁天拉回正题，故作不解的询问：好了，婉儿，说说吧，你要跟我商量什么事？穆婉清低着头，轻声说道：就是你以后不用天天来跟我请安了，偶尔来一次就好。宝贝师尊终于撑不住，要主动撕毁当初的约定了。宁天激动的不行，脸上却装出疑惑又慌张的神情。这是为什么啊？是不是徒儿哪里做的不好？您说出来，我立马就改。穆婉清被他这么大的反应吓一跳，连连摆手。你没有做的不好，既然这样，为什么不让我来？您不知道徒儿已经习惯了吗？宁天还在装，甚至还咄咄逼人。习惯，这是什么虎狼之词？穆婉清娇躯一颤，差点被吓哭了。怪不得逆徒天天都要，吓死个人了。他原本只是想束缚住逆徒而已，哪能料到这坏人会如此残暴，现在真是弄巧成拙了，必须阻止，不然自己可就……他慌乱解释，为师近日悟到了一丝突破的契机，打算闭关，看看能否再进一步，不是故意不让你来。结宝贝师尊，这是真怕自己了啊，为了不让他来，都开始找借口了。宁天满脸不舍地看着他，徒儿就想和您待在一起，怎么办？怕的穆婉清瞧见他这副模样，一时没忍住，突然扑哧一声笑得花枝乱颤。你干嘛这种表情啊？我只是闭关而已，又不是以后都不让你来。说到这儿，他顿了顿，满脸羞涩地看了眼某人。平日里该忙啥就忙啥，等想我了，你直接来明月峰找我就行。哟呵，变了，宝贝师尊好像是真的变了。宁天暗自惊讶，表面故作沉吟道：师尊大人，那您可得答应徒儿，不许再不结界。穆婉清红着脸点点头，轻轻嗯了一声。那师尊大人，我们现在什么现在？我要修炼了，你赶紧给我出去。穆婉清被宁天的眼神看得俏脸一热，慌忙推着他往外走。随着砰的一声，大门被狠狠关上。宁天愣在门口好半天才回过神，看得出来，宝贝师尊真被他这段时间的所作所为给吓坏了。但是没办法，为了自由，他只能这么干。就是身体有点吃。宁天伸了个懒腰，只觉得腰酸背痛，浑身提不起劲，是要好好调息一下了，不然他真可能成有史以来第一个被累死的修仙者。正要返回自己的洞府之际，储物界内有块传音石忽然震动起来。谁啊？这是？宁天满脸狐疑地取出传音石，往里面注入一道灵气，紧接着一道又凶又娇的声音便传了出来：王八蛋，你在哪儿呢？快把本圣女的冰灵花送到九幽魔教外围来。柳妹儿，索嘎，这女人总算给自己恢复了。小可人的声音让宁天眼睛一亮，原本的疲惫瞬间的消散无踪。他收起传音石，腾空而起，急匆匆地飞出了天眼道宗。魔气森然的鬼雾森林低空中，有位娇艳女子凌空而立，那袭黑色长裙随风摇曳，赤着精美双足，容颜妩媚多姿，小手抱于胸前，那副娇俏小模样煞是傲娇，似是有感。他抬眸望向前方远处，便瞧见有一道身影正往这疾驰而来，速度之快难以想象，转瞬间来到他的跟前。柳妹儿柳眉轻蹙，狐疑发问：一段时间不见，你怎么虚成了这样？闻听此言，
宁天一个踉跄，差点从半空栽到地面去，好在及时稳住身形，随即满脸不爽地说道：喂，小妖精，你别胡说八道啊！本圣子身负苍天霸体，走的可是最凶猛的体魄一道，体内的气血汹涌澎湃，简直强壮到无法形容，跟虚这个字哪里搭边啊？呵，就这还气血澎湃，都成什么样了？怕不是刚从温柔乡里爬出来？柳妹儿瞅了眼面前黑眼圈极重，浑身气息虚浮不定的宁天，唇边扬起一抹不屑的表情。靠，这女人什么眼神？宁天顿时就不爽了，当即就想展示自己的威武雄壮，可柳妹儿却并不给表现的他机会，纤玉手一伸，问道：本圣女的冰灵花呢？拿出来吧。没找到。宁天正憋着气，故意逗他：你觉得我会信？柳妹儿清晰记得九幽秘境关闭时，这混蛋主动联系过自己，只是他当时闭关修炼，没来得及回复，不然以这登徒子的性子，要是真没找到冰灵花，早躲起来了，怎么可能光明正大来见他？信不信那是你的事，反正问我就是没有。敢嘲讽自己，宁天势必要他低头。可柳妹儿是谁？那可是凶名赫赫的魔女，岂会吃这一套？体内顿时翻涌起一股恐怖的魔威。本圣女劝你现在马上拿出来，否则你就死定了。卧槽，生死境后期。宁天愣住了。要知道，柳妹儿和刚七霸刀宗圣子江莽大战，好像也才过去2个多月吧。他当时明明是生死境初期，怎么一眨眼冲到后期了？这突破速度都快赶上有系统的自己了。这小妖精是天赋逆天，还是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好奇，满满的好奇。宁天立即从储物戒中取出一株洁白如雪、纯洁无瑕、生有6片绿叶、散发着冷冽气息的奇花——冰灵花，落在原本气势汹汹、一副要教训坏人的柳妹儿眼中，顿时美眸一亮，忍不住惊呼出声。这么激动？瞧见他那因激动微微轻颤的娇躯，宁天疑惑重重，愈发好奇他身上究竟藏着什么秘密了。他把玩着冰灵花，似笑非笑地问道：妹儿，想不想要？想要。柳妹儿连连点头，看向冰灵花的眼神充满炽热。宁天诱惑道：想要冰灵花也简单，只要告诉我你境界为什么突破的这么快，我就给你。先给我，不然休想。柳妹儿轻哼一声，完全不相信他的鬼话。这混蛋每次见了他都没正形，真把秘密说出来，指不定又要蹬鼻子上脸，他才没那么傻。至于这么警惕，宁天被逗乐了，也没了继续捉弄他的心思。行吧，给你。说着，他手腕一扬，冰灵花便朝着柳妹儿飘去，后者惊喜接住，立即将其放进储物戒内。那副紧张兮兮的小表情，似乎生怕被坏人给抢了去。妹儿，现在可以说了吧？宁天迫不及待地凑了过去，岂料柳妹儿却是狡黠一笑，突然化作一道残影，朝着森林深处飞去。就不告诉你？嘿呀，这女人有点调皮啊，向来都是她戏耍别人，什么时候被人戏耍过？宁天怒了，凶巴巴地朝她身后追去，嘴里还不断瞎嚷嚷着：小美人，要是让本大爷抓到了，你可就惨了。且说大话，谁不会先追上来再说吧。就这样，两道身影一前一后划过天际。片刻过后，他们已然来到了距离九幽魔教不足100米的山门外。柳妹儿悬浮于空，满脸诧异地盯着挡在自己跟前的宁天。你不会是修炼了地级功法吧？速度怎么会这么快？他被惊到了。他可是生死境后期，而宁天只是道宫境巅峰，跨越大境界之下，按理说不可能比自己速度快啊。结果不仅比他快，甚至全程碾压。由此可见，最大的原因是输在身法上。怎么样，厉不厉害？宁天满脸得意地笑道。听到这样的回答，柳妹儿肯定了心中想法，急忙凑到了他的跟前，满脸兴奋地望着他。你真有地级身法？我有地级身法，你这么激动做什么？宁天被他的反应整得有些摸不着头脑。能不激动吗？柳妹儿做梦都想拥有这样的身法，奈何地级身法实在是太稀缺了，即便九幽魔教是青州5大顶尖之一的宗门也没有，这让他很是气恼。因为魔道宗门不仅是看能力说话的地方，还有着一个不成名的规矩，凡是弟子想获得修炼资源，就必须做宗门任务，用任务点兑换，即便她是圣女也一样要做。而这些任务类型基本很危险，什么暗杀啊、抢夺宝物啊等等，这就导致每次做任务的时候很容易招惹上比自己强的老一辈强者，每次遇见都会被追得狼狈不堪。要是有地级身法的加持就不一样了。柳妹儿敢肯定，以自己目前的实力，即便碰到洞虚境乃至河道境初期的强者，她也有信心全身而退。想到这里，她飞到宁天跟前问道：宁天，你说我对你怎么样？宁天冷哼道：刚刚还戏耍我，你自己觉得怎么样？这个。柳妹儿俏脸不禁一红，连连摆手，
羞恼道：“不算不算，刚刚的事情不算，我是说别的，比如你当初找我讨要灵因果，我二话不说，直接把3颗都给了你，这事做得够意思吧？”宁天没有接话，似乎猜到了什么，对他打趣道：“好端端的突然打感情牌，不会是眼馋我的地级身法吧？”小心思都被戳破了，柳妹儿也懒得装了，用着渴望与期待的眼神望着他：“我不白要，只要你能教我身法，不管想要什么，凡是我有的，我都愿意跟你做交换。”见他不说话，柳妹儿急了，又往他跟前凑近了些：“天哥哥，你当初可是信誓旦旦的跟人家保证过的，只要我有需要，纵使刀山火海，你都愿意为人家去闯的。哎呦我去，这小妖精竟然玩这一招！”娇滴滴的声音回荡耳边，宁天情不自禁的咽了咽口水，随即笑道：“交给你也不是不可以。”真的？柳妹儿眼睛瞬间一亮，惊喜的差点蹦起来：“自然是真的，不过嘛，就是有一个小小的条件。”什么条件？望见宁天那意味深长的笑容，素来天不怕地不怕的小魔女柳妹儿，心头也不由得一颤。她记得清清楚楚，自己和宁天总共见过99次面，这99次里，对方有98次都用过这种眼神看她，每次过后都会变得很坏很坏。果不其然，没猜错。满脸坏笑的宁天身子微微前倾，凑到他耳畔轻声说道：“地级身法的珍贵，你我都心知肚明，哪有人会平白无故传给外人？”柳妹儿下意识后退2步，不服气的反驳：“话虽如此，但我又不是白要，只要是我有的东西，你随便开口，我都能拿出来交换。要是还觉得不够，我可以把自己修炼的最强地级魔功交给你也可以。”不，宁天笑着摇了摇头：“你说的这些对我没有一点吸引力。那你到底想要什么？”柳妹儿有些懊恼，她觉得自己开出的条件已经够诚意了，宝物人取，地级魔功相授，完全足以跟地级身法等价交换了，好不好？可他哪里知道，某人的胃口远比他想象的要大，岂会在乎这些？宁天的目光肆无忌惮地在他身上来回打量，嘴角微微上扬：“妹儿，你就别装糊涂了，我想要什么，你心里难道不清楚？”废话，他怎会不清楚？不就是打他的？柳妹儿只觉得脸颊滚烫，又羞又恼地瞪了他一眼，咬牙切齿道：“你就做梦去吧！”哟呵，这么决绝，就让我继续会会你吧。宁天故作淡然地耸耸肩：“妹儿，你可要想清楚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地级身法可不是什么时候都能碰到的。”威胁他，这混蛋！柳妹儿又羞又气，简直无语了。这家伙还真是碰见机会就钻空子，而且还一点亏也不吃，气人！她可是魔道圣女，是有傲气的好吗？又不是什么随随便便的风尘女子，即便再需要地级身法，也绝不会为了这个向坏人妥协。既然你不愿意，那就算了，本圣女还不稀罕呢。说着，他转身就走，生怕再待下去，坏人又要得寸进尺。妹儿，别走啊，可以再商量商量啊。宁天见状，连忙追了上去。不需要，我不稀罕了。可我看你这模样，也不像不稀罕的样子。你混蛋，滚！嘿嘿，是不是被我说中了？你烦不烦呀？柳妹儿停下脚步，瞪着宁天，感觉快要被他气死了。哪有这样的人？不肯给就算了，还一个劲调侃他。宁天笑道：“妹儿，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各退一步。反正你迟早是我的人，不如先让我收点利息，我就把身法交给你，如何？”咦，他好不要脸啊！自己怎么就迟早是他的人了？堂堂魔道圣女，谁见谁怕？然而在花花公子宁天面前，就像是个初出茅庐的小女孩，说也说不过，对也对不过，羞得难以形容。柳妹儿受不了了，连话都不敢接，扭头继续往前走。竟然没反驳。宁天眼睛一亮，你以为他刚刚只是随口调侃？不，他真正的目的是想试探柳妹儿对他的态度，看看他会不会因为这句胆大妄为的话而暴怒。结果他不仅没怒，甚至还在步步退让，这可就有意思了。要知道，柳妹儿性子暴躁又强势好胜，平日里谁敢在她面前胡言乱语，绝对没好果子吃。可面对自己，她只有羞恼，没有真正生气。这迹象拿下的机会越来越大了。若是能得到柳妹儿这位天赋卓绝、实力强悍的魔道圣女，将来肯定是一大超级助力。结。宁天心里暗笑，当即乘胜追击，屁颠地跟了上去。很快，两人便来到了九幽魔教的山门外。柳妹儿没好气地骂道：“你还跟着我做什么？还不赶紧走！妹儿，我还从没去过魔宗呢，你带我进去瞧瞧呗。”宁天好奇地打量着四周魔气森森的景象。进去？你疯了不成？柳妹儿直接被他的话惊到了。魔道与正道本就水火不容，九幽魔教又是青州最强魔门，所有魔宗的庇护者与领头羊，
她这位魔教圣女和正道宗门的圣子抛开正邪殊途相聚，畅谈已经是逆势而行的禁忌。还记得当初在黑风山联手抗敌后，关于两人有着不一般的关系流言传开，他当场就遭到了魔教3大魔尊的严厉斥责。而宁天更惨，据说直接被废去了圣子候选人的身份。这混蛋好不容易才当上圣子没多久，又敢胡来，难道真以为有准帝师尊庇护就能为所欲为，挑衅所有正道宗门共同立下的规矩？妹儿你放心，我有把握不被人发现。宁天取出一副青色面具，在柳妹儿疑惑的目光下戴在了脸上。下一秒，诡异的一幕发生了，她的容貌不仅改变，就连身上的正道气息也被掩盖得干干净净。柳妹儿先是一愣，随即异彩连连，竟然是幻化面具！你从哪弄来的这等灵宝？前2年无意间进了一座古洞府，什么宝物都没有捞着，就找到了这副千变面具。宁天倒也没隐瞒，毕竟这小美人可是他未来的女人。哇，这混蛋的运气也太好了吧！先是得到世间罕见的地级身法，现在又有这种能改变容貌和气息的逆天灵宝。柳妹儿心里羡慕的不行，要是自己也有这么一副面具，以后在外搞事时岂不是想逃就能逃，想躲就能躲？失神之际，宁天凑了过来，妹儿，现在可以带我进去了吧？柳妹儿觉得自己真的魔怔了，明明心里1万个不愿意，可对上他那双看似诚恳的眼睛，心又软了下来。难道自己对这登徒子产生了？不，绝对不可能！他连忙甩了甩头，将脑海里的荒唐念头驱散，严肃警告道：带你进去也可以，但你必须老实点，要是真出了什么事，不许牵连我，否则本圣女饶不了你。妹儿，你就放心吧，我只是进去看看，之后便协助你炼化冰灵花，一定不乱跑。宁天拍着胸脯，一脸真诚的保证，这样最好，要是敢骗我，有你好瞧的。柳妹儿露出一副凶巴巴的表情，以示警告。随后带着改头换面的宁天走进了九幽魔教的山门。也不知柳妹儿是不是故意的，带外人进来不仅没刻意避着人，反而光明正大的走大路，以至于沿途中撞见的魔教弟子纷纷朝宁天投来怪异的目光。这跟在圣女身后眼睛四处乱瞟的小白脸是谁啊？你不说了吗？就是个小白脸呗，别瞎猜了，这一看就是圣女身边的狗腿子。不错，否则以圣女的高傲性子，岂会瞧得上这种货色？听着四周此起彼伏的议论声，柳妹儿眉头紧蹙，冷漠的目光缓缓扫过那些乱嚼舌根的人。众人见状皆是吓一大跳，慌忙闭上了嘴，眼中对这位圣女的忌惮毫不掩饰。而他身后的宁天却在这时凑了上来，压低声音笑道：妹儿，你看我有没有做你小白脸的资格？柳妹儿一怔，娇艳的俏脸上泛起丝丝羞红，她真的快要受不了了。这混蛋是不是故意的？怎么动不动就没个正形？好想一巴掌拍死他！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的柳妹儿懒得搭理他，玉足轻点，径直朝前方飘去。见此情形，宁天得意地笑了笑，傲娇的魔道圣女又如何？在他面前不也只是个随意就能欺负的娇弱女子？随即迈步跟了上去。沿途期间，宁天的目光就没停歇过，一直在四周不断扫视，像是在寻找着什么。过了一会儿，当经过魔教中央区域时，他的目光忽然被一座名为魔晶楼的阁楼给吸引了过去。终于找到了，想必这里就是九幽魔教存放魔宫秘籍的地方了吧？宁天脸上露出一抹不怀好意的笑容，暗暗将这个位置记在了心里。这时他突然察觉到被凝视的感觉，顺着感应的方向望去，便瞧见不远处有个黑袍男子正死死盯着自己。那眼神他见过太多了，就像舔狗眼睁睁看着心爱的女神扑进别人怀里，那种无能为力的醋意与不甘。不会是……宁天隐约猜到了什么，看了眼前方的倩影，玩心大起，随即朝那黑袍男子甩去一个玩味的眼神。莫哥快看，那小白脸好像在挑衅你。黑袍男子身旁的年轻人凑上前喊道，结果就被对方狠狠地抽了一巴掌。莫雨怒骂道：我没长眼睛吗？用得着你多嘴？是，莫哥教训的是，我以后再也不敢了。年轻人捂着脸连连点头认错，心里却暗自腹诽，莫哥这大舔狗子真是没救了，没勇气追求圣女就算了，竟然连教训那嚣张小白脸的胆子都没有，只会拿自己撒气。唉，命苦啊！哼！莫雨冷哼一声，目光重新落在与柳妹儿一起远去的宁天背影上，双手紧握，眼中醋意滔天。这小子究竟是什么人？为何会和圣女走得如此近？难道两人之间有什么不寻常的关系？不，绝对不可能。高贵冷漠的圣女岂会看上这样的小白脸？一定是自己想多了。不过不管你是谁，都该死。整个魔教上下，谁不知道圣女是我墨雨爱慕已久的女神？一闪而逝的杀意从墨雨眼中划过，
他当即朝着身旁的年轻人沉声道：“去查查那小子的身份背景，越详细越好。”片刻过后，一处清幽的洞府中传来一阵羞怒交加的呵斥声：“明天，本圣女最后警告你一次，你要想待在这里就安分点，不然就给我滚出去，否则休怪我不顾情分，一剑砍死你。”洞府天花板上，柳妹儿悬浮在那，她小手紧握圣冰，娇躯因气愤而微微轻颤，小脸就跟熟透的红苹果一样，美眸死死瞪着下方的宁天。她真的要被气炸了。登徒子的话果然不能信啊！还没进来的时候，信誓旦旦的话张口就保证，可进来之后呢？他正准备炼化冰灵花，这混蛋就开始按捺不住了。若非他警惕，可就被占。妹儿，我就是开个玩笑，你别这么激动嘛，快下来，快下来，上面太高，小心摔着。宁天摸了摸鼻子，望着天花板上的柳妹儿，眼神别提多玩味了。这谁能想到啊，在外人面前比他还要嚣张跋扈的小魔女，竟然还有如此可爱的一面。随便逗逗就炸毛似的蹦天花板上去了。哼，柳妹儿心里清楚，此刻后悔也没用了，这坏蛋肯定是赶不走了，只能冷哼一声以示警告，盼着他能安分些。他缓缓飞了下来，俏生生地站在自己的修炼宝座上。可瞧见宁天那毫不收敛的目光，他还是有些不放心，抬手在宝座周围布下了10几道阵法结界。做完这一切后，才满意的点点头，并且还朝宁天抛去一个挑衅的眼神。哟，这么嚣张！宁天咽了咽口水，心里虽然有些痒痒的，却也无可奈何。这10几道天级阵法，他也没十足把握破除，只能装模作样的在洞府四处瞎逛起来。见他的注意力终于不在自己身上，柳妹儿悄悄松了口气，随即盘膝坐下，拿起身旁那朵冰灵花，一晃20年，终于可以结束了。炼化此花，寒毒一减，我的修炼资质将不会再受任何限制。柳妹儿美眸中涌起无尽痛苦，记忆仿佛回到了20年前那场腥风血雨中。那年，她原本是青州偏远小镇某家族的嫡出大小姐，不仅是父母的掌上明珠，还有着族人们的呵护，可谓是万千宠爱集于一身，日子无忧无虑。可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把她所有美好全都粉碎了。全族上下几百口人以及父母全部惨死，只有年仅7岁的她，在族人拼死掩护下侥幸逃出，却也因此身受重伤，奄奄一息。万幸的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凡人婆婆路过，将她救回了家中。虽说捡回了一条性命，可当时正值寒冬，重伤的她毫无抵御之力，不慎感染风寒。那寒气日积月累，最终渗入骨髓，化作难以根治的寒毒，每隔一段时间便会发作，痛得她生不如死。而这一切全都是败。隐忍多年，等我彻底站稳脚跟，定要你死无葬身之地。柳妹儿唇边勾起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随着她抛开杂念，眼眸紧闭，运转魔道心法，手里的冰灵花立即化作洁白气体融入娇躯，而她的体内随之翻涌起一股极寒之意。那股寒冷冻得她周身5米之内的空间都结起了冰霜，妹儿身上的寒毒连空间都能影响。这一幕看得宁天眉头微微皱起。柳妹儿此前和他解释过，需要冰灵花是为了解小时候染下的寒毒，可现在一看，他发现了一丝不对劲。虽有阵法结界的阻碍，但他还是从那股弥漫出来的极寒气息中捕捉到了一丝不知名的恐怖气息。这小美人不简单啊，身上恐怕真有什么大秘密。回想起柳妹儿境界突破的如此迅速，再结合眼前的景象，原本还只是怀疑的宁天已经敢肯定了，这让他拿下柳妹儿的念头达到了顶点。这女人生的娇艳万千，天赋还如此恐怖，除了她这位大反派，谁还有资格去染指？结！也就在这一刻，柳妹儿已然成为了某人绝对的痉挛。不多时，夜幕悄悄降临，待整个九幽魔教彻底安静下来后，一道鬼鬼祟祟的身影趁着夜色从魔教圣女的洞府中溜了出来，轻车熟路地直奔中央区域。什么情况？魔宗之人的神经这么大条吗？存放功法秘籍的重地，居然连个看守弟子都没有。魔经楼前，宁天看着黑麻麻一片，连个鬼影都没有的四周，整个人都愣住了。一座宗门最核心的地方，不就是存放传承功法的阁楼吗？按理说，即便没有弟子看守，也会有看似普普通通，实则深藏不露的老爷爷坐镇才对。怎么这九幽魔教如此反常？难道真觉得魔宫就没人透？服了，亏他白天还盘算着摸进魔经楼肯定难如登天，甚至可能被魔教强者察觉，连最坏的后果都推演了一遍。结果就这，不能有诈吧？宁天忽然觉得这个可能性极大，他可不会傻到认为阴险狡诈的魔修会蠢到犯这种低级错误。为了印证猜想，他没有贸然冲进魔经楼，而是站在边缘，抬手汇聚一缕灵力朝阁楼打去。突然间，恐怖的一幕出现了，那缕灵力被一股莫名力量瞬间化解，紧接着整座大楼亮起数道微弱光芒。
卧槽，还真有阵法结界！宁天脸色骤变，惊得连连后退，后背都被冷汗浸湿了。从感应到的细微气息来看，这些全是圣级杀伐阵法，整整10几道，从大门外一路延伸到阁楼最深处。不愧是魔修啊，这也太阴险了，怪不得不派人把守此地，原来压根就没打算留活口，想直接抹杀心怀鬼胎的闯入者。宁天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暗自庆幸自己足够谨慎，幸好没有贸然踏入，不然肯定会把这些阵法全部激活。届时就算有系统傍身，恐怕也会在将顷刻间被绞杀成飞灰，可现在该怎么进去？望着若隐若现仍在闪烁的阵法光芒，宁天心悸之余也陷入了两难。10几道圣级阵法可不是他这个道宫进修士能破除的，但来都来了，他自然不想无功而返，只能找系统帮忙了，希望那件玩意别蹬鼻子上脸。他随即在心中喊道：筒子快出来，帮我把眼前这些阵法破解掉。过了好一会儿，系统那贱兮兮的声音才慢悠悠响起。叮，检测到宿主此刻并无任务在身，本系统有权拒绝相助哦。那你现在给我发布个任务不就行了？目前暂无合适的任务哦，请宿主耐心等候，有任务时本系统会自主发布哦。靠，就知道这狗东西会作妖。正常情况下，宁天真碰到解决不了的麻烦，系统肯定会二话不说立马出手相助，可一旦无事发生，这狗东西绝对会犯贱，故意刁难他，就像现在这样。所以对他客气没用，能骂就骂，绝不能惯着。本宿主命令你立刻破除阵法。命令无效哦。筒子，能有我这么好的宿主，你真是赚到了，劝你别得寸进尺，不然本宿主直接单方面解绑，让你彻底失去我这么好的宿主。不说还好，一说本系统就来气，别人家的宿主把系统宠上天，而你每次张口就是喊打喊骂，就差上手了，所以请宿主不要往自己脸上贴金哦。嗨嗨，宁天老脸一红，不服气地反驳道：这能怪我吗？还不是你自己老爱犯贱，更何况打是亲骂是爱，我这明明是对你爱的表现好不好？咦，宿主好不要脸。行了，别废话了，快帮我破解结界。拒绝。操！一时间宁天真被气到了，心中的怒火陡然爆发，一怒之下竟十分不要脸的谄媚道：筒子哥，求求了，快帮我把阵法破解了吧，我保证以后再也不骂你了。结，这话好听爱听，看在宿主态度诚恳的份上，本系统就勉为其难的帮你吧。话音刚落，笼罩在魔晶楼周围的道道阵法在一股无上伟力之下，瞬间化作点点星光，消散得无影无踪，甚至连一丝波澜都不曾泛起。宁天眼睛一亮，快步朝魔晶楼走去的同时，心里却在破口大骂：筒子，你可以闭嘴了，我现在不需要你了。好无情的狗宿主，说话就跟放屁一样。本系统表示很伤心。宁天没理会他的嘟囔，径直往楼上走去。经过一番勘察后，他发现魔晶楼前2层全是品级不高的普通魔宫，好东西应该在顶楼。果不其然，当来到第3层，他瞬间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到了。圣级魔宫琳琅满目，地级魔宫也有不少，但宁天对这些魔宫毫无兴趣，不断在四周架子前不停地翻找着什么。哈哈哈，找到了，终于找到了。魔晶楼内一番寻找过后，宁天总算找到了需要的东西。只见他手里捧着一部名为阴阳龙凤诀的圣级魔宫。介绍：阴阳龙凤诀讲究阴阳调和，双方一起修炼能事半功倍，1日千里，增加数倍修炼速度。这正是他想要的东西。阴阳龙凤诀虽然没有苏倩倩的顶级顶炉体质月阴之体厉害，但宁天需要它可不是因为自己，而是为了身边的一众红颜着想。他们的天赋不是顶尖，即便他给了再多资源，他们修炼起来仍要很长时间，而且进展还缓慢。因此宁天很早就有找双修功法的念头，奈何这种功法在正道宗门压根没有。直到柳妹儿找自己，他才想到魔道最强宗门九幽魔教内肯定有。果不其然，还真找到了。有了这部功法，辛苦一点，小美人们肯定可以快速成长起来。宁天可不是什么负心汉，他最终的目标是傲视天地之巅，俯瞰芸芸众生，这一路自然要带着身边红颜一起登临，否则只为了变强，独自一人行走在虚无缥缈又枯燥乏味的修仙意图上，他可受不了。不费吹灰之力便找到了想要的东西，宁天心情大好，笑呵呵地走下魔晶楼。然而他刚踏出大门，竟迎面撞上了2道身影。莫哥，他在那！莫雨身旁的年轻人伸手指着宁天，高声喊道。莫雨上前一步，目光如炬，死死凝视着他，冷声质问道：小子，你竟敢私闯魔晶楼，是活腻了不成？怎么是这大舔狗子？看这架势，来者不善啊！宁天不想节外生枝，便轻笑道：我只是替圣女来取些所需之物，何来私闯一说？
否则你们觉得凭我一己之力能打开魔晶楼的阵法结界？岂料他话音刚落，那名年轻人又跳了出来，趾高气昂地喝道：你放屁！下午我把教内所有弟子名单翻了个底朝天，根本就没有你这号人。至于魔晶楼一事，我此前躲在暗处看得一清二楚，你进去时楼内的阵法压根没被激活，显然是你察觉到这一点，趁机偷溜进去想盗取功法。说到这，他转头看向墨雨：墨哥，此人身份不明，又是圣女带进来的，我建议立刻禀告魔尊。墨雨微微颔首，目光再次移回宁天身上，沉声道：小子，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说？靠！大意了，这舔狗不仅查了他底细，还派人跟踪。宁天原本不想把事情闹大，但眼下局势已经脱离了掌控，必须想办法解决掉这两人。毕竟魔道宗门不同于正道，一旦事情败露，极可能给妹儿惹上麻烦，甚至动摇她的圣女地位。沉默期间，墨雨以为他害怕了，忽然笑道：小子，不想把事情闹大，就老老实实交代你的身份来历，并告诉我你跟圣女到底是什么关系。若是说的让我满意，饶你一条小命也不是不行。听到这话，原本不确定对方修为，不知该如何下手的宁天顿时眼睛一亮。都到这时候了，正常人肯定先叫宗门强者，防止他逃跑才对。可这大田狗子在意的居然还是他和妹儿的关系，这不是送上门的机会吗？结，这可就怪不得我了。宁天脸色突然一变，以一种十分嚣张的语气冷笑道：既然你们这么想知道我的身份，那我就告诉你们，我叫柳天，是你们圣女的亲哥哥。噗！墨雨和他的狗腿子先是一愣，紧接着没忍住爆笑出声：小子，编瞎话能不能走点心？圣女自小便是孤儿，你这亲哥哥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两人看傻子一样盯着宁天，感觉智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侮辱。而宁天却丝毫不慌，甚至还越装越起劲，笑着反问道：你们为什么不信？你们难道忘了妹儿平日里向来拒人千里，寻常男子能靠近她半分吗？而我却能在她洞府待上整整一天。你们觉得我是她男人的可能性大，还是亲哥哥的可能性大？此话一出，两人脸上的笑容猛然僵住。是啊，身为魔教之人，谁不知道圣女性格冷漠，眼光极高，就连墨雨这位魔教年轻一辈，圣女之下的第一人都入不了他的眼。眼前这小白脸看着就更不可能了，难道他真是圣女的亲哥哥？可圣女明明是孤儿。两人狐疑之际，宁天的声音又飘了过来：若是你们还不相信，大可以去把妹儿叫来对质。见他如此自信，墨雨和他的狗腿子面面相觑，一时间突然不知该如何是好。他们不敢赌，尤其是墨雨，他的确是痴迷柳妹儿的痴汉，但绝不是傻子。先前发现宁天并非九幽魔教之人，还偷偷潜入魔晶楼，他便心生一计，那就是擒住宁天，借机套出拿捏柳妹儿的软肋，再以此胁迫，最终如愿抱得美人归。可现在看见对方说的信誓旦旦，甚至还敢扬言让柳妹儿出来作证，他彻底慌了。哪里敢赌啊？一旦赌错，能不能活下去都是未知数。毕竟圣女的狠辣，教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万一此人真是他哥哥，绝对玩完。想到这里，墨雨瞬间换了一副嘴脸，满脸恭维看向宁天，谄媚道：天哥，您真是圣女的亲哥哥。这蠢货终于上当了，不然你以为呢？宁天嘴上应着，脚下缓慢朝他靠近。此刻略显惊慌的墨雨压根没留意他的动作，只顾着慌不择言地追问心中的疑惑：天哥，既然圣女有您这位亲哥哥，他为何对外说自己是孤儿啊？宁天满脸无语道：你有没有脑子？父母在我们小时候故去了，我们兄妹俩不就是孤儿？咦，好像有点道理。墨雨先是一愣，紧接着恍然大悟，恨不得当场给自己一巴掌。自己这是什么猪脑子啊？父母双亡，难道有哥哥在就不算孤儿了？现在明白自己得罪的是什么人了吧？要是让妹儿知道，你可就没好果子吃了。宁天噙着笑走到愣神的墨雨跟前。墨雨听得浑身冷汗淋漓，心里万般不愿相信，可对方说的头头是道，由不得他不信。就在他暂且压下狐疑，准备开口向宁天赔罪时，抬眼对上对方目光的刹那，却又猛地怔住了。他为何用这种眼神看自己？那若有若无的戏谑笑意又是什么意思？不对！也就在这刹那，墨雨大脑飞速运转，智商竟然占领了高地，猛地瞪大了眼睛。你在耍我？宁天嗤笑道。哟呵，你这猪脑子还能转过来？只是可惜啊，已经太晚了。话音未落，他已然出手，抬手便倾尽全力地朝墨雨狠狠拍去一掌。道功进巅峰。察觉到那扑面而来的强大气息，墨雨惊骇欲绝，深知来不及躲闪，急忙催动到恭敬中期的修为，奋力抵御。
可双方差距太大，宁天又毫无留守之意，他根本挡不住突如其来的偷袭。啊！随着惨叫响起，墨鱼整个人不受控制的倒飞出去，重重砸落在地，烟尘四溅。墨哥，这一幕直接把旁边的狗腿子吓傻了，他想都没想，转身就跑，嘴里还拼了命的大喊：“来人啊！快来人啊！有人！”话声戛然而止，鬼魅般的人影眨眼间出现在他身前，还不等狗腿子反应，一只大手掐住了他的脖颈，窒息感瞬间涌上心头，整个人被硬生生提了起来。你刚才不是挺狂的吗？有能耐再狂一个给我看看！对上宁天充满杀意的戏谑目光，狗腿子拼命挣扎，嘴里断断续续挤出几句含糊不清的话：“不要杀！”咔嚓！怎料求饶的话还没说完，脖子就被捏碎了。敢跟我狂，死不足惜！宁天冷笑一声，随手将死的不能再死的尸体丢在一旁。紧接着，他一步步走向身受重伤、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墨雨，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他。四目相对，墨雨早已没了先前的嚣张气焰，只能用威胁的话来掩盖内心的惊恐。你究竟是谁？警告你，最好不要乱来。我乃九幽魔教年轻一辈，圣女之下第一人。你若敢动我一根汗毛，一旦被教内强者发现，不仅你会死得很惨，就连柳妹儿也会被牵连，到时候你们后悔都来不及。宁天冷笑道：“你究竟是真蠢还是假蠢？死到临头了还敢玩威胁？”闻听此言，墨雨一阵气结，这是蠢不蠢的问题吗？谁碰见这种事不懵逼？魔道宗门本就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地方，平日里谁不是小心翼翼、步步为营？这小子上来就自称是柳妹儿的亲哥哥，还说得有板有眼，谁不忌惮？谁不害怕？一旦赌错，那可是要命的。这也就算了，最让他惊恐的是，眼前这人竟然是道宫境巅峰的修为。后悔了，他现在肠子都快悔青了。但凡自己没有重上脑，及时去寻找门中强者相助，也不至于落得如此下场啊。色字头上果然悬着一把要命的刀，而且看对方这副嘴脸，肯定不会轻易放过自己。既然如此，那就……墨鱼眼中泛起魔修独有的狠辣之色，突然运转残余灵力，扯着嗓子大喊起来，声震云霄：“嫡媳，嫡媳！有身份不明之人潜入魔教，残杀弟子，偷盗功法，此人是圣！”卧槽，这狗东西竟然狗急跳墙！宁天大惊失色，抬脚便朝着墨雨的腹部狠狠踩去，趁他话还没说完，一脚将其踩成了血雾，鲜血四溅，场面惊悚至极。可墨雨的呼救声还是惊动了附近的院落，窸窸窣窣的脚步声和喧哗声随即传来。该死！见此情形，宁天也不由得汗流浃背，意识到事情闹大了，急忙让系统掩盖自身气息，随后化残影朝着反方向飞速撤离。他前脚刚走，闻声赶来的魔教弟子看见眼前的惨状，瞬间炸开了锅，惊呼声此起彼伏。这是怎么回事？莫师兄和他的跟班怎么全都死了？众人狐疑之际，人群中忽然有人惊恐大喊：“不好了，魔镜楼的阵法失效，有人偷盗功法！”什么？听到这话，在场所有人全都瞪大了眼睛，吓得冷汗直流。在魔宗，死个人并不算什么大事，即便死者是圣女之下年轻一辈第一人墨雨，大家也只是好奇凶手是谁，并不会太在意。毕竟魔宗不同于正道宗门，向来秉承弱肉强食的原则，宗门内明争暗斗从未停歇，每天都有人殒命。但功法失窃就不一样了。九幽魔教不仅是青州魔道第一魔宗，更是明面上的5大顶尖道统之一，核心功法被外人盗走，可就不是名声扫地那么简单了，肯定会轰动整个青州，沦为天下人的笑柄。到时候教主一怒之下，不知多少人会被牵连其中。快，立刻去禀告魔尊，其余人随我封锁所有出口，那贼人肯定还在宗门之内。一时间，整个九幽魔教乱作一团，10几万弟子尽数出动，将宗门内外围得水泄不通。事情甚至大到连魔教3位圣人境的魔尊也被惊动了出来。这一幕全被躲在阴暗角落里的宁天看在眼里，他无语了。他就是单纯偷个双修功法而已，真没想把事情闹到这种地步，竟然连圣人境强者都给吸引出来了。最要命的是他还跑不掉，还是先回妹儿那里躲一躲吧。宁天正准备找机会返回柳妹儿的洞府时，忽然敏锐捕捉到了2股细微却恐怖的气息，虽然微弱，却令人浑身发颤，疑似来自圣王强者。气息正是从旁边那座魔气森然、阴森诡异的山峰上传来的。九幽魔教不是只有教主力无极这一尊圣王吗？另一股气息是谁的？这股气息给宁天的感觉与魔道之人独有的暴力截然不同，反倒像他们这些正道人士的气息，不能是另外几大道统的人吧？宁天忽然想到，若这个猜测属实，那可就有意思了。要知道青州的水深不可测，
别看五大道统与三大隐士家族表面上和睦相处，共同维护着青州的秩序，暗地里全都藏着称霸青州一家独大的心思。奈何各大势力的底蕴参差不齐，强弱有别，谁也不敢贸然行事。而且地关外还有妖族虎视眈眈，若非当年被宝贝师尊揍了一顿，收敛了不少气焰，青州恐怕早就不是如今这番景象了。一时间，宁天来了兴致，他很好奇，此刻与厉无极一起的究竟是何方神圣？倘若真是其他道统的人，也好提前做些防范，免得真等出事了，惊动了宝贝师尊。小事倒也罢了，若是宝贝师尊因此有个磕磕碰碰，他不得心疼死。想到这儿，宁天在心里对系统问道：筒子，我身上的气息掩盖到位了吧？叮，请收起怀疑，本系统出手，即便消失已久的大地清灵，也不可能察觉到宿主的存在。不过有个前提，宿主不能主动暴露自身境界气息，那就妥了。不然借宁天10个胆子，他也不敢闯魔教教主的老巢。一切准备就绪，宁天先确认了周围魔教弟子的注意力不在这边，才鬼鬼祟祟地朝旁边的山峰摸去。谁知这一路上竟出奇的顺利，想来是因为此峰乃教主闭关之所，魔教之人不敢随意前来搜查。片刻后，宁天循着丝丝缕缕的气息来到一座山洞入口前，洞口周围赫然笼罩着一道强大的结界。只是结界再强，在系统面前也不堪一击，瞬间被破出一道口子，他轻而易举地走了进去。山洞幽黑深邃，宁天约莫走了半炷香的时间才抵达最深处。正前方有座巨大的宫殿，外面同样包裹着一层结界。他躲在角落，小心翼翼地探头望去，只见2道身影盘膝坐在宫殿中央，其中一位身着黑袍，周身萦绕着恐怖的魔威，应该是九幽魔教教主厉无极了。而另一人就不简单了，白袍、白发、白眉，整个人透着仙风道骨，散发出的气息竟比厉无极这尊巅峰圣王还要强盛数倍。居然是准帝，这老者是谁？宁天感受到结界内渗出属于准帝强者独有的恐怖威压，双目睁大，惊得冷汗直冒。他本以为2人是圣王，万万没料到竟有一尊准帝。在如今这个大帝不见，准帝执掌天地大权的时代，通常情况下很难在俗世碰见，凡是能走到这一步的，大多早已勘破俗世，归隐山林。就像宝贝师尊那样，极少外出，整天不是闷在洞府修炼，就是等他上门来欺负。这老者为何会自降身份来见厉无极？看2人相谈甚欢，面带笑意的样子，显然聊得十分投机。有点远，听不清啊。宁天很无奈，由于距离上百米，再加上结界阻隔，他听了半天也没能听清2人的谈话内容。此刻好奇心爆棚的他哪能按捺得住，当即悄咪咪地往前挪了挪。这一幕若是被外人瞧见，怕是会当场被吓死。究竟是胆子大到了何种程度，才敢去扒准帝和圣王的墙角？而且他还只是个道恭敬小修士，这要是被察觉，必死无疑啊！又过了片刻，宁天往前挪了近20米，总算能听清些对话了。宫殿之中，厉无极小心翼翼地看向老者：云木前辈，您方才给在下的那枚丹药是何物？服用后，我沉寂已久的境界竟隐隐有松动的迹象。云木捋了捋胡须，含笑道：此丹名为八转破圣丹，乃我们散人联盟副盟主亲手炼制，可助于巅峰圣王领悟契机，成就准帝之境。什么？厉无极震惊不已，若非亲身尝试，他实在是不相信一枚小小的丹药竟能助巅峰圣王突破至准帝境，仅仅一枚便让自己的境界松动。要是……顿时，厉无极从震惊转为狂喜，语气急切地问道：前辈，您手中还有破圣丹吗？云木微微颔首。厉无极见状，强行压下心中的激动，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前辈，晚辈斗胆恳请，您可否再次晚辈一枚？若晚辈能借此丹成功突破准帝境，此生定不忘您老的再造之恩。云木轻笑一声：再赐你一枚也无妨，不过你得先答应老朽先前提出的条件。闻听此言，厉无极脸上的笑容一僵，面露难色道：前辈，并非晚辈不愿答应，只是青州如今的格局，岂是说推翻就能推翻的？云木淡然一笑：不是一试，又怎知最终结果如何呢？厉无极暗自腹诽，这还用试？妖族不是已经把答案摆在了眼前吗？5000年前，妖族蠢蠢欲动，扬言要称霸青州，派出4尊准帝，打算先灭5大宗门，再踏平隐士家族。结果呢？直接被天眼道宗那个女人一人一剑给按了回去。时至今日，还躲在地关外，连头都不敢冒一下。修仙路漫漫，弱肉强食，能者居之。难道厉教主连尝试的勇气都没有吗？云木的笑声传来，打断了厉无极的沉思。不等他开口，
前者又悠悠说道：“据老朽所知，你们青州魔道一脉近年来一直被正道压制，日子怕是并不好过吧？种种迹象表明，那些人早有覆灭你们之心，眼下按兵不动，不过是时机还未成熟罢了。若一再拖延，谁知道日后会出什么变数？”这番话显然戳中了厉无极当下的难言之隐，他的脸色一变再变，神情复杂。这一幕正中云木下怀，他继续说道：“如今翻盘的机会就在眼前，厉教主为何不尝试便暗自否定？你要明白，此计一旦成功，这灵气充沛的青州便会成为你与我们散人联盟的天下。届时无人与我们争夺修炼资源，再进一步，甚至正道成帝，这难道还会远吗？”一句接一句的话语入耳，厉无极眼眸频频闪烁，显然是彻底被勾起了内心深处的贪欲。他再也按捺不住的将心里的顾虑问了出来：“前辈，您就别再激我了，您老不妨直说，散人联盟究竟凭什么有如此自信，敢扬言连妖族都无法办到的事情？”云木不紧不慢地摇了摇头：“有些事老朽不便多言，你只需知晓，自信来源于底蕴与实力即可。”这么足的底气，厉无极心头一震。须知想称霸青州，就得直面三大隐士家族与天眼道宗，前者加起来不下7位准帝坐镇，而后者那个太上长老更是强得离谱。除非境界能稳稳压制他，否则那女人敢一人挑你全部。这才过去万年，难道散人联盟又有和他们硬碰硬的实力了？厉无极陷入了沉思。他虽然不太敢笃定，但也不敢不信，毕竟那枚破圣丹的能力太恐怖。倘若此丹真是出自那位副盟主之手，对方恐怕是一位惊世骇俗的炼丹师，以此手段召集各路强者，倒也合情合理。这是一场豪赌啊！赌赢了，九幽魔教便能一飞冲天，就此崛起；赌输了，整个魔教都将万劫不复，彻底覆灭。可若不赌，他这辈子怕是难以成就准帝之境，因为各大道统不会给他机会。正魔两道自上古时代开始，明争暗斗到至今，谁不想将对方连根拔起？眼下既能覆灭宿敌，又可以突破瓶颈的机会近在眼前，厉无极实在不想错过。这一刻，他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目光变得坚定不移，望向云木，与之对视。前辈，我答应您了。哈哈哈！云木闻言朗声大笑，捋着颌下长须，满是欣慰地说道：“厉教主，恭喜你做出了明智的选择，相信不久的将来，你会为今日的决定而感到庆幸。”说着，他袖口轻轻一挥，一枚散发着阵阵药香的丹药飞到了厉无极面前。破圣丹！厉无极眼中金光四射，满脸惊喜，如获至宝般小心翼翼地将丹药捧在手心。厉教主，接下来老朽便为你细细道来我们散人联盟的。这两人的谈话声怎么变小了？外面竖着耳朵听了半天的宁天，对他们的警惕不禁感到有些无奈，同时心里却极其震惊。这老者竟然是来自散人联盟，这股势力可不简单，乃是由散修抱团组成的庞然大物。世人皆知，散修是一个很复杂的群体，他们无门无派，行事随心所欲，从不受任何规矩约束。弱者无依无靠，没背景缺资源，只能靠闯秘境捡漏，接悬赏任务，勉强谋生。而能从一介散修摸爬滚打成为强者的人，哪个不是心狠手辣、野心勃勃之辈？当这群狠角色聚集起来，就不再是零星野火，而成了燎原之势，滋生出独霸一方的野心。散人联盟便是如此。万年前，他们觉得自身实力足以横扫四方，竟打起了掌控青州、独吞所有资源的狂妄念头。各大宗门道统岂能容他们肆意妄为？一场关乎着青州格局归属的惊世大暴乱就此爆发。世间强者倾巢而出，打得惊天地，泣鬼神，天地失色，万物凋零，陨落的修士不计其数。好在最后的结局有惊无险，散人联盟败北，被驱逐出青州，传闻后来退至海外的不毛之地苟延残喘。而青州道统这边亦是惨胜，数不清的宗门在此战中覆灭，年轻一辈更是伤亡惨重，险些出现传承断层。曾经强盛繁荣，宗门林立，强者如过江之鲫的青州陷入长久的凋零，以至于到现在都未能缓过来。若非如此，如今执掌青州天地的恐怕就不止5大宗门与3大隐士家族这8大势力了。只是谁也料不到，兵败如山倒的散人联盟竟然这么快就恢复了元气，事情有点麻烦了。宁天心里很清楚，散人联盟再度卷土归来，必然带着一雪前耻的决心，实力绝不容小觑。况且对方此刻还说服了厉无极，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届时青州道统面对的将是散人联盟、魔道一脉，再加上虎视眈眈的妖族，3股超然势力的合围夹击，这让宁天很是不爽。他可是要傲视苍穹之巅的大反派，这些人如此闹腾，不就是明着与他为敌吗？是要抓紧提升一下实力了，
届时以无敌之姿闪亮登场，光是想想就让人热血沸腾。不过眼下的当务之急还是要先逃离此地，否则真就成了先帝创业未半中道崩殂了。此时九幽秘境依旧乱作一团，魔晶楼遭窃，此事传扬出去，魔教必将名声扫地。一众魔教弟子在方圆数百里内地毯式搜寻，生怕遗漏某个角落，让那窃贼侥幸逃脱。虚空之上，3道身影凌空而立在那，他们的周身翻滚着森然魔威，正是魔教3大圣人境魔尊。二魔尊那双阴鸷的眼眸扫过下方，语气漫不经心，都把魔教翻个了底朝天，连个影子都没瞧见。依我看，那贼人早已经跑了。况且对方不仅能神不知鬼不觉溜进来，还能轻易破去魔晶楼的阵法，修为肯定在大圣境中期之上，说不定达到了圣王境也不是没可能。就算真找到了，我们也不是对手，不如趁早散了，省得白费力气。三魔尊闻声轻笑，那教主那边你去解释，爱谁去谁去，我可不去触这个霉头。二魔尊想也没想，连连摆手，眼中甚至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恐惧。魔晶楼失窃与否，他们并不在意，可叫主诉来好面子，一旦知晓此事，必定有人要被骂得狗血淋头。这时候主动上前解释，无异于送上门去挨罚。行了，都不要说了，你们即刻带人去附近继续搜寻，以免打扰到正在接待贵客的教主。大魔尊沉声开口。二魔尊与三魔尊面面相觑，即便心中万般不愿，也不敢违逆他的命令，只能悻悻领命而去。殊不知他们苦苦寻找的正主，此刻正暗处注视着这一切。这些人还真是锲而不舍啊。山峰上，暗处中，宁天望着虚空上的身影，又看了看下方人头攒动的魔教四周，显得既无语又无奈，却偏偏毫无办法。一旦被这群人带到，就算他有天大的本事，也插翅难逃。迫不得已之下，只能暂时找个地方藏匿起来。直到天蒙亮的时候，终于被宁天找到了机会，有惊无险地折返了柳妹儿的洞府。刚推门而入，他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得一愣。只见端坐在宝座上的柳妹儿，仿佛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此前他化解寒毒时，周身萦绕的是令人心悸的刺骨寒意，如今这股寒意早已消失，转变成了一股恐怖万分的魔威。而且这股魔威非常特别，与寻常魔修的气息相比，有着天壤之别，纯净的不可思议。乖乖，这小美人身上果然有秘密。宁天眼睛一亮，他不再怀疑，已经能100%确定柳妹儿身上藏着不可想象的大秘密。再结合这股纯正至极的魔气推测，多半与魔道有关。一时间他好奇心爆棚，等这女人醒了，一定要好好问问，要是她还敢像上次那样糊弄自己，非要狠狠地教训她不可。想了想，闲来无事的宁天索性在旁边的空旷处布下化元吞灵阵，打算借着闲暇之余修炼一番。然而这时间一晃就是3天，柳妹儿依旧毫无苏醒的迹象，好似陷进了入定之中。这可把宁天给憋坏了。他本打算等她醒来，先借机细细盘问一番，再顺势干点自己喜欢干的事情。怎料这女人半点动静都没有，完全看不出何时能出关。这谁能受得了？若非有阵法结界阻拦，宁天恨不得现在就扑上去，简直是气煞我也。彻底等不下去了。魔宗的氛围本就不适合他，修炼时更是难以静心，目光总会不由自主地被宝座上的倩影吸引。碰不得，进不得，再待下去恐怕会被闷出病来罢了。还是先离开吧，等日后时机成熟，再慢慢细品也不迟。不过嘛，宁天忽然灵机一动，从储物戒中取出地级身法神行御空术。一番鼓捣后，他手抄了一份副本，放在了距离柳妹儿最近也最显眼的石桌上。结，求我不给就是玩，现在主动送给他，届时还不得感动到对自己投怀送抱。宁天不断打量着柳妹儿的容颜，嘴角露出一个又贱又坏的笑容。最后实在受不了了，他先是用千变面具改变了一番容貌，接着夺门而出，鬼鬼祟祟地溜出了九幽魔教。不过并没有急着返回天眼道宗，而是往落云宗飞去。毕竟有段时间没见白希月了，宁天想念的紧啊。落云宗主殿内，大长老赵霞和二长老赵梅脚步匆匆地从殿外走了进来。当看见在殿中静坐的叶枫时，二人齐齐拱手施礼。我等拜见叶圣子。叶枫连忙起身摆手，两位长老不必多礼，千万别叫我圣子，听着太生分了，还和从前一样叫我小枫就好。叶圣子说笑了，礼数不可废。二人连连摇头，眼底的惊惧难以掩饰。此前从宗主口中得知，曾经的落魄小乞丐成了顶尖道统的圣子，他们直接就被震撼得难以复加。如今双方身份地位云泥之别，落云宗只是小门小派，在羽化仙门那样的庞然大物面前，连尘埃都算不上，他们可不敢有怠慢。你们这……叶枫看着二人小心翼翼的模样，心中涌上一股说不出来的苦涩。变了，突然感觉一切都变了。
自己从未恃强凌弱，为何昔日的亲近之人都变得如此疏远？他想不通，真的想不通，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当初的选择究竟是对还是错。如果当初没有不辞而别，是不是？自我怀疑间，赵霞开口询问：“叶圣子，不知您今日大驾光临，所谓何事？”见他如此紧张拘谨，叶枫心里更不是滋味了，强挤出一抹笑意：“长老，我是来看望白姐姐的，不知她此刻是否在宗中？”赵霞回道：“叶圣子，您来的不太凑巧，宗主正在闭关修炼，不便见客。”叶枫略露急切地说道：“长老，可否劳烦您去通传一声，我今日找他有要紧事。”叶圣子，抱歉了，宗主闭关前特意吩咐过，修炼期间不许任何人打扰。赵霞轻轻摇头：“这好吧。”叶枫见状也不好再强求，自作多情却不自知的他，怀疑白姐姐还在为自己上次的无意之举而生气，故意避着不见。这种情况下，哪里还敢多多相逼？叶枫旋即取出一枚储物戒，递向赵霞：“长老，这戒中有我为白姐姐准备的一些东西，麻烦您代为转交。”赵霞赶忙摆手推辞：“叶圣子，您快收回去吧，宗主有交代，不收陌生人的东西。”叶枫笑着打趣：“长老这话就见外了，我们相识这么多年，怎能算外人？您就收下吧。”可赵霞依旧不肯接，眼中甚至还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厌烦。自以为是的叶枫此刻满心都是对白姐姐的顾虑，并未察觉到这异样，甚至还一度认为是白姐姐因为生自己的气，特意嘱咐她不能收自己的东西。索性不再多言，叶枫将储物戒放在旁边的桌子上，身化一道流光，瞬间消失在大殿中。“长老，我先走了，改日再来看望你们。”见到这一幕，赵霞无语地愣在了原地。身后的赵梅这时凑了上来，满脸好奇地说道：“姐，我看出来了，这小子对宗主肯定有意思。你说宗主特意让我们把他糊弄走，还交代不准收他任何东西，是不是就因为这事啊？”赵霞眉头微皱，瞪了他一眼：“不许胡言乱语，宗主的事岂是你我能随意揣测的？”“好好好，我不说了不说了。”见老姐解动了气，赵梅笑着摆了摆手，不再纠结这个话题。她拿起桌上的储物戒，忍不住好奇探入神识，下一秒突然惊呼：“姐，好多的修炼资源！”唉，一声叹息，叶枫并没有立即离去，而是隐于暗处，望着白姐姐的洞府，眼底满是惆怅。他此刻的难受无人能懂，明明是王者归来，为何昔日待他如亲弟的白姐姐态度会变得如此疏远冷淡？他不明白，也不甘心，他是要挽回这一切。“白姐姐，我一定会让你看见我的真心诚意。”叶枫喃喃低语，最后重拾信心，转身飞出落云宗山门。在他准备离开之际，余光忽然瞥见远方疾驰而来一道身影，速度极快，不过一息间跨越近千里虚空，稳稳停在他的前方。四目相对，两人看清彼此容貌的刹那，皆是一怔。“是你！”叶枫怒目圆睁，咆哮声中携带着无穷无尽的滔天杀意。眼前这张脸，他熟悉到不能再熟，正是在九幽秘境的大地洞府内，趁他虚弱偷袭夺走至宝剑谷的家伙。卧槽，宁天有点威猛，真有这妖巧，这都能碰见天命主角。他很快反应了过来，这家伙怕是来骚扰自己女人的，真是叔叔可忍，婶婶不能忍，找死！他阴阳怪气地笑道：“我当是谁？原来是羽化仙门的叶圣子，失敬失敬。废话少说，把本圣子的剑骨交出来。”叶枫死死盯着他，道宫境巅峰的气息席卷开来，大有一言不合便会动手的架势。宁天毫不在意，依旧在阴阳怪气：“叶圣子未免太霸道了吧？秘境乃洞天福地，宝物皆是无主之物，当归能者得知，那剑骨怎么就成你的了？”“你放屁！”叶枫气得险些吐血，这也太不要脸了吧！明明是他击败大地化身，率先进入洞府找到剑骨，就连剑骨暴动都是他拼死压制住的，若非此人趁机偷袭，剑骨已是他的掌中之物，如今竟敢倒打一耙，当真无耻至极。最后问你一遍，剑骨交还是不交？”叶枫厉声喝问，气息节节攀升，愈发恐怖。宁天咧嘴一笑：“怕是交不出来了，已经被我炼化了。”剑骨被炼化了，叶枫如遭雷击，惊怒交加，那可是有助于自己见到更进一步的至宝啊！顿时积压已久的怒火再也无法遏制，轰隆隆，道宫境巅峰的气势爆发，直冲云霄，搅动风云。叶枫手握圣兵，凌厉霸道的剑意在周身纵横，他剑指宁天，声色俱厉：“既然如此，本圣子便斩了你，从你体内挖出来。”声落，他已然如炮弹般冲向宁天，抬手就是一道凌厉万分的剑气。想杀我的人多了去，可又有谁能办到？宁天笑意不减，
身形一侧，施展出精妙身法，轻而易举地避开了这一击。跟我玩速度，你还不够格？叶枫不屑冷笑。剑修最擅长的就是以速取胜，竟敢跟自己班门弄斧，属实不自量力。嗡！电光火石间，叶枫身化数道残影，剑鸣升华破长空，数道剑浪成合围之势，直取宁天眉心。这一击，我看你还能如何抵挡？叶枫嘴角勾起冷笑，可下一秒却突然僵住，双目圆睁，满脸难以置信的惊呼：怎么可能？只见他引以为傲自创的无死角招式，在击中宁天的瞬间，竟被一股无形力量化解，连对方的皮毛都不曾伤到。宁天嗤笑一声，区区剑气也想伤我？叶圣子未免太低估我的实力了。话落，轰隆隆，霸道绝伦的狂暴气息自他体内席卷而出，四周空间都泛起丝丝涟漪，仿佛随时会崩塌。今日便让你见识见识何为真正的速度，何为真正的体魄之力。片隙之间，宁天已出现在愣神的叶枫跟前，霸权轰出，势不可挡。什么？叶枫目眦欲裂，挥剑拼命抵挡，可那权势太恐怖，他难以抗衡，身躯如同断线的风筝，狠狠砸向地面，掀起漫天飞沙。嗨！叶枫嘴角一血，挣扎着从地面爬起，望向高空的宁天，神情全是惊骇。你竟然身负苍天霸体，还突破到了道宫境巅峰！他猛了，难以置信。距离九幽秘境过去也就数月，对方的修为竟从道宫境初期飙升到了巅峰，而且还拥有上古时代以肉身无敌、近战无双闻名的苍天霸体。即便叶枫自诩天赋异禀，也被这突破速度吓得心惊。要知道，境界越高，往后突破便越难，否则他也不会停滞在道宫境巅峰大半年，迟迟无法迈入生死境。对方年纪看着也就比他大几岁，同样兼具恐怖天赋与盖世神体，此人绝对不简单。叶枫沉声道：你究竟是什么人？想知道打赢我就告诉你，如果没那实力就赶紧滚。宁天戏谑冷笑：你少得意，本圣子只是一时大意，让你侥幸赢了一招，真打起来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叶枫被彻底激怒，同时也被点燃了好胜心。他是经验决绝的不是天才，平日里鲜少有人能与他匹敌，如今遇上一个实力不相上下的对手，自然想分出高下，看看究竟是他的先天剑体更强，还是对方的苍天霸体更胜一筹。而且他有绝对的自信，同境无敌的自己定能将其击败。叶枫腾空而起，周身爆发出比先前还要强悍数倍的恐怖力量，利剑再度直指宁天。来战，就陪你玩玩。宁天嘴角微扬，他也想看看全盛时期的天命主角究竟有多厉害，也好为日后将其抹杀多做些准备。下一秒，两人同时冲出，出手便是各自最拿手的狠辣杀招。轰隆隆，随着两人缠斗在一起，相互碰撞形成的恐怖冲击波席卷上百里。发生了什么事？好强的气息！快看，那边有两位道宫境强者在大战。咦，那白袍年轻人不是长老们先前接待的贵客吗？怎么跟人打起来了？最近的落云宗最先察觉异动，弟子们纷纷走出，望着虚空上激战的身影，全是狐疑与不解。嗖嗖，两道破空声响起，长老赵霞与赵梅飞来。弟子们见状，齐齐施礼。我等见过两位长老，此人是谁？明明年纪和叶枫相差不大，实力竟能稳稳压制对方。赵梅遥望虚空之上那道嚣张至极的青山身影，枯朽的眼眸里翻涌起前所未有的骇然。身旁的赵霞亦是如此，惊愕得合不拢嘴。叶枫乃羽化仙门圣子，又拥有到宫境巅峰的恐怖修为，属于年轻一辈中段崖式领先的佼佼者。这等实力之下，除了风云榜前几名，怕是难有敌手。然而此刻却被另一名年轻人压着打，若非亲眼所见，谁敢相信？此人肯定也是一位天之骄子，就是不知来自哪方势力。他们打斗的余威太过强大，我们得多加留意，免得波及到门中弟子。赵霞连忙叮嘱。赵梅微微颔首，正欲开口让落云宗弟子退远些时，余光忽然瞥见某处洞府中走出一道丽影。她身着素白长裙，妆容淡雅，身姿高挑婀娜，青丝随意披散肩头，那张脸美得惊心动魄，正是我们的西月仙子。宗主。赵霞与赵梅面面相觑，急忙上前见礼，心中却对远处打斗的两人暗生不忿。打就打吧，就不能选个偏僻的地方？这么大的动静，都把他们刚闭关没多久的宗主都惊扰到了。白希月仿若未闻，目光已然被远处缠斗的身影吸引，满心疑惑：怎么回事？夫君为何会跟叶枫打起来？不行，必须去阻止。万一叶枫不知轻伤了夫君，那可就糟了。此刻被暴揍的毫无还手之力的叶枫，要是知晓自己心心念念的白姐姐是这番心思，
怕是会当场呕血，并吐槽一句：“白姐姐，你睁眼看看啊，我都被打成这样了，到底谁伤谁？”宗主，那边太过危险，万万不可过去。见白希月有上前的举动，赵霞姐妹吓了一大跳，急忙将她拦下。无妨，你们快让开。白希月此刻慌得不行，哪里听得进劝，只想尽快阻止这场打斗。可两人连连摇头，死死拉住他，说什么也不肯放。宁天与叶枫虽是道宫境巅峰，但都是超级天才，爆发出来的力量丝毫不逊于生死境初期。宗主只是元婴境后期，怕是连余威都难以抵御，万一有个磕磕碰碰，宗门该怎么办？他们身为长老，岂能眼睁睁看着宗主涉险？宗主，我们知道你关心叶枫，但他实力不俗，肯定可以战胜那人，你千万不能上前啊，免得他分心。赵霞出言劝道。谁关心叶枫啊？白希月又气又无奈，真的很想道出真相。你们口中的那人才是我放心不下的夫君，可他不敢说啊。夫君早有叮嘱，两人的关系暂时不能对外透露，若是说了，自己指不定要到受什么惩罚呢。想想都令人怕怕。不过赵霞的话也让他冷静了几分，不敢贸然上前，万一真让夫君分了心就麻烦了。白希月乖乖站在原地，美眸紧紧望着那道让他爱到死去活来的青色身影，再看前方虚空弱，太弱了。叶圣子，如果你只有这点能耐，今日怕是很难完好无损的回羽化仙门了。宁天笑得极其张狂，身形以骇人的速度在叶枫周身不断闪现，拳头如雨点般疯狂砸去。啊，别让我找到机会，否则定要你死无葬身之地。叶枫已经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他原本对自己的实力极度自信，以为能轻松碾压对方，报秘境偷袭之仇夺回剑骨，岂料对方强得可怕，速度更是骇人听闻。他一时不慎被其近身，竟直接丧失了还手之力，全程被单方面暴打。说大话谁不会？你有让我死无葬身之地的本事吗？宁天嗤之以鼻，力量尽数汇聚右手，狠狠砸向叶枫腹部。啊！叶枫只觉得五脏六腑翻江倒海，眼珠子瞪得滚圆，整个人如炮弹般重重砸向地面。咚！大地剧烈一颤，被砸出一个巨大的深坑，叶枫好似死鱼一样躺在其中。此刻的他浑身是伤，气息紊乱，嘴角不断溢出鲜血，往日风度翩翩的圣子风范荡然无存，只剩一个惨字。宁天悬空立于深坑上方，双手抱怀，满脸戏谑地俯视着他。叶圣子，你先前不是挺狂吗？不是扬言要杀我取骨吗？别倒下就装死啊，站起来接着打。远处围观的落云宗众人见此一幕，皆是唏嘘不已。只有白希月忍不住翻了个白眼，在心中连连娇嗔夫君也真是的，怎么老是喜欢玩这种气人的小调调。宁天此举无疑是把叶枫心中的怒火推到了临界点，无法压制的那种。他是天之骄子，不可能败，他一定要宰了这个杂碎，一雪前耻。不甘之火熊熊燃烧，让险些昏迷的叶枫瞬间清醒。他狼狈不堪地爬起身，缓缓仰头，怨毒的目光死死盯住上方的宁天，凄厉咆哮道：我一定要杀了你！就会这一句，你说不烦，我都快听烦了。宁天抠了抠耳朵，除了无语还是无语。实力没见多强，竟喊些毫无用处的口号，难不成喊两句还能凭空长战力？可下一秒他傻眼了，卧槽，还真能啊！只见原本身受重伤，连站都站不稳的叶枫，突然跟打了鸡血一样，体内再度爆发一股恐怖绝伦的力量，单看那气势比之前强盛1倍有余。叶枫腾空而起，随手一招，不远处地面上的佩剑仿佛受到召唤，径直飞入他手中。他冰冷的目光直视宁天，沉声道：能将我逼到这一步，你也算是死得其所了。不等宁天开口讥讽，一阵刺耳的剑鸣声在耳边响起。怎么回事？定睛望去，便发现叶枫此刻仿佛变了一个人，冷漠无情到了极致，好像世间万物在他眼中都只是一粒尘埃。其身躯好似剑之载体，激荡出成千上万道实质化的剑气，凌厉无匹，仿佛能切割一切。嗡隆！叶枫长剑一抬，剑意轰鸣震彻四野，萦绕周身的剑气突然翻涌沸腾，如潮水般涌向剑尖上方，转瞬间汇聚一道遮天蔽日的巨剑虚影，气息凌厉，霸道绝伦，睥睨天地，震惊所有人。天啊，我没眼花吧？道宫竟能凝聚出近100丈的巨剑虚影，太难以置信了。你们察觉到没？这气息好生古怪，明明是由纯粹剑意所聚，却裹挟着丝丝缕缕的地之威压。难道是地级功法？倘若真如此，那青山年轻人怕是危在旦夕了。这一刻，落云宗上下彻底沸腾，所有目光齐刷刷投向宁天，眼神各异，皆藏着难掩的好奇。唯有白希月小手抵在胸前，俏丽的小脸上布满了慌乱。
若非不允许，他恐怕现在就会冲上前与夫君并肩抗敌。而宁天此刻的神情极为怪异，非但不慌，甚至还充满兴奋。他再清楚不过，叶枫这是背水一战，借着剑道最强体质先天剑体，施展出了地级功法大杀招，否则区区道宫境修士绝不可能凝聚如此恐怖的近100丈剑气。终于有机会测试一下自身真正的力量究竟有多强了。宁天一直想找个旗鼓相当对手，测试自己的实力究竟如何，如今机会在眼前，怎能不激动？他对着叶枫淡淡一笑，语气里的讥讽毫不掩饰。不得不说，倒是小觑了叶圣子重伤垂危之际还能爆发出这等惊天动地的招数。叶枫仿若未闻，看向他的眼神冷漠如冰，仿佛在凝视一个死人。他对自己这一剑有着绝对信心，可以绞杀生死境之下任何强敌。刹那间，巨剑虚影彻底凝聚成型。叶枫扬手大喝，双手猛地一劈，斩天一剑。斩！高悬虚空之上的巨剑虚影宛如9天星辰坠落，无边剑气肆意激荡，携毁天灭地之势直直朝宁天头顶劈下。来得好！宁天战意昂扬，毫无保留地爆发出全部实力，缓缓抬起右手，心中默念大荒求天指。咔咔咔，他身后的空间陡然破碎，一根通体呈现金色的巨指从中探出，顿时天地变色，乌云密布，无上神威席卷整个云霄大地。好恐怖的力量，我要窒息了！这巨指的气息竟比那巨剑之威还要强盛几分。两人到底是何方神圣？出手便是如此骇人听闻的大杀招。落云宗众弟子再度惊骇失声，白希月则是惊得娇躯轻颤。他深知夫君这一招的恐怖，急忙领着门中众人撤离此地。这一幕也让原本胜券在握的叶枫脸色骤变。你竟然也修炼了地级功法？宁天懒得与他废话，屈指一点，身后那根通天巨指如同苏醒的远古巨兽，携带势如破竹之势，径直往巨剑虚影冲去。咚！两者相撞，爆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恐怖的余威席卷方圆数千里。不可能！你怎会这么强？叶圣子，认清现实，认输不丢人，快求我放过你吧！本圣子不可能输。叶枫当即催动全部力量灌入巨剑虚影中，宁天亦是寸步不让。双方拼命对轰，谁也不服谁，都在捍卫天之骄子的尊严。约莫过了数息，变故陡生。原本与宁天打得不相上下，气势汹汹的叶枫突然两眼一翻，竟被双方碰撞产生的气息给震晕了过去。失去力量支撑的巨剑虚影瞬间被巨指轰得粉碎，通天巨指依旧势不可挡，直直朝着昏迷不醒的叶枫俯冲而去。卧槽！大哥，你别玩我啊！宁天眼珠子瞪得溜圆，吓得虎躯巨震，整个人呆若木鸡。闹呢？他只是想测试自己的实力，压根没想杀叶枫这个天命主角啊！可谁能料到这家火中看不中用，竟然被气息震晕了。若是叶枫此刻殒命，他必定会遭受天地意志反噬，一同陪葬。宁天汗流浃背了，他急忙收力，却为时已晚，巨指已然逼近叶枫，根本收不住。完了完了，这回彻底完脱了，要死翘翘了。对了，系统，筒子，救命啊！你的伟大素主要给人陪葬了。筒子，你人呢？别装死，快说话！毫无回应。宁天差点被气吐血，万万没料到这狗东西竟然在如此关键时刻掉链子。算了，还是等死吧，宝贝师尊。月儿、倩儿，还有暂时没能得手的竹儿、妹儿、小莲、潇潇，永别了！你们英俊潇洒的夫君马上就要凉凉了。宁天欲哭无泪，仰首长叹，静静等待叶枫身死，自己陪葬的凄惨结局。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个灰袍老者凭空出现在叶枫身前，将昏迷的他稳稳抱起。老者面容方正，相貌堂堂，眼眸犀利无比，周身弥漫着恐怖圣威。他淡淡瞥了眼近在咫尺，已杀到不足1米处的巨指。下一秒，恐怖的一幕发生了。砰！那根足以抹杀生死境之下任何人的强大巨指瞬间崩稀瓦解，化作漫天尘烟，消散得无影无踪。卧槽！大圣强者！宁天又惊又喜，庆幸此人及时出现，否则自己今日必死无疑，同时也因对方的强大实力心惊。不出意外，肯定是羽化仙门的人。这时老者开口了，平淡的声音中透着久居高位的威严。宁圣子，明知我宗圣子身受重伤，为何还要下如此杀手？操！倒打一耙。原本心存感激的宁天顿时不爽了，冷声道：既然你知道叶枫受了伤，想必一直躲在暗处观望吧？那么你心里应该比谁都清楚，是这家伙先对本圣子流露出杀意，我只是正当防卫，何错之有？说着他又阴阳怪气的讥笑道：明明早就到了，却偏偏在最后关头出手，
该不是想把所有责任都推到本圣子身上吧？宁圣子的行事风格倒是和传闻中说的一模一样，天不怕地不怕，谁也不放在眼里。李牧眉头紧锁，对他的出言不逊极为不悦。本圣子再如何也比不上前辈的老谋深算啊。宁天语气平淡，并没有因对方是大圣强者而露出惧色，依旧我行我素，话里话外透着阴阳怪气的嘲讽。李牧身为羽化仙门大长老，一身大圣境中期修为，恐怖如斯，放眼世间谁见了不得恭恭敬敬，万万没料到宁天竟如此不给面子。不过转念一想也正常，宁天天赋超群，既是天眼道宗圣子，背后又有大地之下最强者的师尊撑腰，狂傲些倒也合情合理。只是令李牧始料未及的是，这小子竟如此聪慧，瞬间便看穿了他的心思。其实早在两人爆发大战时，他就通过留在叶枫身上的神魂印记知晓了情况，火速赶了过来。至于为何迟迟不现身，原因也简单，叶枫的声名还未在世间传开，李牧便想让他借着击败宁天的机会，一举打响名号，声名鹊起。岂料宁天的实力强大到了这种程度，全程碾压着他们羽化仙门圣子打，太不可思议了。要知道叶枫可是羽化仙门年轻一辈的顶尖强者，曾拜过生死境中期的执事，实力毋庸置疑。结果不仅连宁天皮毛都不曾伤到，甚至还反被对方重创。见事情不妙，李牧打算趁叶枫受伤之际倒打一耙，看能否借机从宁天身上夺回自家圣子心心念念的剑骨，怎料小心思又被一眼识破。汗颜啊！仅仅是短暂的碰面，李牧已然察觉宁天绝非花花公子那么简单，而是个心思缜密之人。眼下计谋败露，错在己方，他也没有理由再继续待下去了。宁圣子，老夫劝你一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应当低调行事，切莫因一时得势便恃宠而骄，以免酿成难以预料的后果。言罢，李牧抱着昏迷不醒的叶枫，转身踏入空间裂缝，眨眼消失不见。呵，威胁我？宁天冷笑不止。试问，自从来到这方世界，他怕过谁？在这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天地间，拼的就是自身实力与身后背景。所谓的低调行事，不过是束缚普通人的枷锁罢了，该陨落的终究逃不掉。况且但凡他低调一点，便不可能觉醒系统，更不可能得到宝贝师尊，也不会成长得如此迅速。最重要的是，他先前一旦退让，李牧那老家伙绝对会蹬鼻子上脸，最后难受的只会是自己。所以懂得都懂。夫君。这时一道温婉优美的嗓音传入耳畔，宁天回过头，一缕香风扑面来，白希月如同灵动飘逸的仙子般翩翩飞来，满脸担忧的在他周身细细打量。夫君，你没事吧？快让我看看有没有受伤。宁天见状忍不住笑道，我没事，你注意点形象，大家都看着呢。白希月眨了眨清澈的美眸，满脸不解地望着他。形象算什么？夫君的安危才是最重要的，好不好？可在宁天的眼神示意下，他扭头看向身后，顿时吓一大跳。只见赵霞、赵梅两位长老此刻正睁大眼睛，满脸惊愕地盯着自己。落云宗的全体弟子也是一样。白希月只觉得耳根一烫，那张俏脸噌的一下，瞬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通红无比。看见他这般娇羞可爱，宁天乐得哈哈大笑起来。白希月又羞又恼，凶巴巴地用余光剐了他一眼，随后强装镇定地对着众人说道：本宗主与这位公子是旧识，你们不许多想，赶紧去忙自己的事情吧。说着，他便拉起还在大笑的宁天，慌慌张张地朝自己的洞府飞去。这一幕把在场所有人都看得目瞪口呆。姐，先前那位救了叶枫的大圣强者，称呼那位年轻人为宁圣子，对吧？赵梅望着渐行渐远的两道背影，神情恍惚地看向身旁的赵霞，后者没有回答，只是颤颤巍巍地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赵梅喃喃低语，姓宁的圣子，放眼整个青州，似乎只有天眼道宗那一位吧？他不会就是那个花花公子宁天吧？宗主刚刚喊他什么来着？好像是夫君。两人面面相觑，彻底傻眼了。他们现在终于明白，宗主为何会对叶枫避而不见了，这是因为他已经被青州臭名昭著、被誉为仙子噩梦的花花公子宁天给拿下了，刻意与叶枫保持距离啊！天啊！且不说世间好男人千千万，一向对男女之事不屑的宗主，怎会自甘堕落，委身于那种登徒子呢？懵了，两人彻底懵了。姐，宗主肯定是鬼迷心窍了，我们一定要阻止他。赵梅忽然神色凝重地说道。他们身为落云宗的长老，绝不能眼睁睁看着宗主坠入无尽深渊，必须要将他解救出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你想啊，宁天这种花花公子，身边的红颜知己能少得了吗？怕是一时贪图宗主的美色，等腻歪了之后便会狠心抛弃。赵霞点了点头，赞同此提议。
他随即看向身后正在交头接耳的一众弟子，沉声叮嘱道：“今日之事绝不可向外传扬，否则暗宗规严惩不贷。你们可都明白？”众人你看我，我看你，似乎领悟了话中深意，异口同声地保证道：“请长老放心，我等明白。”赵霞和赵梅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后两人往宗主的洞府方向赶去。夫君，人家错了，再也不敢了。让你不听话，今日非教训你一顿不可。夫君，人家又不是故意说出来的，真的知道错了。2个半时辰后，洞府中，宁天坐在玉座上，神色霸道的看着站在眼前低眉垂首一副委屈巴巴的白希月，说：“下次还敢不敢把为夫的话当耳边风？”不敢了。白希月连连摇头，俏脸上泛起丝丝羞红，仿佛是被某人那又坏又霸道的模样给吓的。可嘴上说着不敢，他心里却在暗暗娇嗔：夫君真讨厌，自己只是太担忧，一时忘记了，才在外人面前喊他夫君的好不好？又不是故意的，居然还惩罚自己，可恶！委屈，索嘎，越来越乖了。白希月如此听话懂事，让宁天骨子里的大男子主义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要知道，初遇白希月时，这小美人表现出来的是外柔内刚，对她防备的很，给人的感觉十分难拿捏。可自从拿下后，简直像变了个人似的，妥妥的夫唱妇随，让干嘛就干嘛。他说东绝不往西，乖巧顺从到难以置信，甚至为了他，还与曾经视若亲弟的叶枫翻脸。要是宝贝师尊也能这样就好了。唉，也就想想了。以宝贝师尊那傲娇倔强的小性子，能偶尔温顺点已是难得。至于其他的，暂时别奢望了。宁天转眼看向眼前俏生生站着一脸乖巧的白希月，嘴角微扬，笑着问道：“月儿，看你这么懂事的份上，为夫给你个奖励，好不好？”白希月瞄了他一眼，瞧见他脸上的坏笑时，只觉得小心肝扑通扑通的乱跳，委屈巴巴的摇摇头：“可不可以不要呀？”“那可不行。”宁天咧嘴一笑，用着极为霸道的语气说道过来。白希月小嘴一撅，怀疑夫君又想欺负自己了，心里虽然怕，却不敢违逆，只能乖乖照做。不过表面功夫还是要做足的，得让夫君知道，他听话归听话，也是有小脾气的。他装出一副不情不愿的模样，一步三挪的慢慢走到宁天面前，接着用一种既可爱又带点小倔强的表情瞅着他，仿佛在说：“我过来了，有什么事情就赶紧说吧。”这模样直接把宁天逗得捧腹大笑。哈哈，月儿，你这小样子看着挺唬人，可为夫怎么瞧着你有点心虚呢？我才没有心虚。小心思被戳破，白希月俏脸不禁一红，可傲娇的他哪会轻易承认。宁天也不再逗他，随手从储物戒中取出一本泛黄的古籍递了过去。夫君，这是什么功法？名字看着好厉害啊，你看看就知道了。白希月眨了眨美眸，感觉手里的阴阳龙凤诀透着一股不凡的气息，好奇心瞬间被勾了起来，立即细细翻阅起来。可看着看着，他那张俏丽的小脸唰的一下红透了。呀，怎么是这种功？快拿走，快拿走！白希月又羞又恼地把那部功法丢回宁天手上，觉得夫君真的太坏了，老是戏耍自己。他原本以为夫君真要奖励自己什么厉害的功法呢，结果是这种令人羞，呸，气人。而宁天却是一本正经地说道：“月儿，这可是顶尖功法，为夫花了极大代价才弄到的，有了它，我们的修炼速度将一日千里。怎么样，是不是很厉害？我不要，你自己修炼吧。”白希月清脆一声，羞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说着，他还连连后退数步，与某人拉开一大段安全距离，生怕被抓去修炼这邪恶的功法。宁天见状哑然失笑，随即故作沉吟地问道：“月儿，为夫的目标可是傲视苍穹之巅，你难道不想陪我一起登顶吗？”“想。”白希月想都没想，重重点头，望向他的目光充满坚定。他不仅想陪夫君登临绝巅，同时心里更清楚夫君绝非池中之物，未来的成就不可估量，自己身为他的女人，是万万不能拖后腿的。所以这段时间，他一直在琢磨如何尽快变强，壮大宗门，好为夫君打下深厚的基础。既然想，那你还抗拒这功法吗？宁天晃了晃手中的阴阳龙凤诀，意味深长地笑着。白希月紧咬着下唇，目光有些躲闪，脸颊更红了，心里却忽然感觉好像也不是那么抗拒了。看哈，自己的天赋属于不高不低，正常修炼的速度其实并不算快，想要跟上夫君的脚步极难。这功法的确再合适不过，可实在是太难为情了呀。想拒绝，可看见宁天那副期待的模样，白希月又心软了。他哪里舍得让自己的夫君失望呢？在经过一场酣畅淋漓的内心挣扎后，他仿佛下定了决心，慢慢走回宁天跟前，低着头不敢看他。
见此情景，宁天忍不住笑了，可那笑容实在是让人难以启齿。月儿真乖，夫君，你就别笑话人家了。结呀，讨厌，不是说好不许取笑人家的吗？夫君你怎么笑得更坏？傍晚时分，羽化仙门内密密麻麻的身影聚集在老祖闭关的万丈高峰之下，他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语气中的震惊无法掩饰。你们听说了吗？下午圣子与人激战300回合，最后惜败不说，还被对方重伤了。什么？真的假的？应该属实，因为我亲眼看见大长老慌慌张张地抱着昏迷不醒的圣子上了仙秒峰。难以置信，圣子跟随老祖修行，自半年前下仙秒峰后，可谓是打遍宗门无敌手，击败上代圣子仅用了3剑，如今竟被人打败了。是啊，可知他败于何人？是风云榜上的天骄，还是老一辈强者？这就不清楚了。依我看，大概率是老一辈强者。不错，圣子的实力毋庸置疑，寻常天之骄子怎会是他的对手？都别说了，陈师兄来了。众人纷纷抬眸望去，便看见不远处走来一位面带笑意、气宇轩昂的锦袍年轻人。原本熙熙攘攘的人群瞬间鸦雀无声，所有弟子纷纷拱手作揖。我等见过陈师兄。陈破天微微颔首，示意旁边的一名弟子上前开口询问。我听闻叶枫受伤了，消息当真？回禀师兄，确有此事。圣子不仅受了伤，还伤得极重。那名弟子回道，随后把听到的流言细细告知。片刻过后，得到想要的答案，陈破天顿时发出一阵开怀大笑。叶枫啊叶枫，平日里你自诩凌驾于年轻一辈之上，谁也不放在眼里，如今也该明白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了吧？听着陈破天那毫不掩饰的嘲笑，众人汗颜不已，却也能理解对方的心情。他本是羽化仙门最耀眼的天骄，年仅26便迈进到宫境后期，荣登圣子之位，那是何等风光。可随着叶枫的横空出世，这一切被彻底改变。对方年纪更小，甚至仅用6年时间便超越了他，率先达到道宫境巅峰，还是老祖亲传弟子。在叶枫的光芒下，陈破天昔日的天骄荣光荡然无存，不仅被拉下神坛，连圣子之位也失之交臂。如今只是讥讽2句，过过嘴瘾，倒也合情合理。因为这份落差要是搁在旁人身上，怕是会直接道心破碎。眼下确定对手被力挫，陈破天嘴角噙着若有若无的笑意，迈着悠然的步伐，在众弟子的注视下潇洒离去。此刻仙秒峰上，一座云雾飘飘，宛若仙境的洞府内，羽化仙门宗主赵玄天站在冰床前，他皱着眉头盯着躺在上面昏迷不醒、脸色苍白、毫无血色的叶枫。他随即取出一枚散发着浓郁药香的丹药，为其服下。一会儿后，奇迹发生，叶枫的气色渐渐好转，萦绕其周身的丝丝诡异气息也慢慢散去。见此情形，赵玄天松了口气。紧接着，他来到洞府中央，对着坐在石座上白发苍苍、一副仙风道骨的老者恭敬施礼。老祖，小枫情况也有好转，只是他此前燃烧先天剑体的本源之力战斗，伤及了根基，怕是一时半会难以醒来。不错，老者便是羽化仙门的半步准地老祖云鹤道人。云鹤缓缓睁开苍老的眼眸，语气平淡无波，却透着一股令人心悸的压迫感。何人将他逼至如此境地？回禀老祖，此人名为宁天，乃是天眼道宗圣子。赵玄天据实回道。木准地的徒儿。云鹤那双浑浊的眼底闪过一抹不易察觉的异样之色。赵玄天点头，好奇问道：老祖，您知道他？略有耳闻罢了。云鹤轻轻摇头，神色漫不经心。可这话落在赵玄天耳中，如同惊雷炸响，让他心头一震。要知道，老祖为了寻找登临准地的契机，已有2000年不曾踏出洞府半步，平日里的宗门大小事务皆漠不关心，外界风云变幻更是入不了他的眼。可提到宁天时，老祖不仅一口道出对方师承何处，他甚至还从话语中捕捉到了一丝惊讶。由此可见，老祖有了解过此人。至于怎么了解，那就更简单了。老祖修的是天机一脉，卜卦掐算随手拈来，想知道个人还是很轻松的。就是一向不问世事的老祖，为何对宁天如此上心？实在想不通的赵玄天只能压下那股好奇，继续说道：老祖，宁天和小枫一事，您怎么看？小辈切磋，输了就是输了，下次赢回来即可。说到这，云鹤忽然看向他，不许去找宁天的麻烦。嗨，赵玄天顿时尴尬不已。向来护犊子的他，眼见门中天骄被揍成了这样，确实有想去天眼道宗讨说法的念头。现在被老祖这一警告，他只能把这个想法收了起来。两人又寒暄了几句，赵玄天便先行告退了。洞府内只剩下云鹤一人，他望着冰床上的叶枫，浑浊的老眼忽然变得深邃不可测。5年前横空出世，天机遮蔽，因果不显，
拜入穆准帝门下后，展露出的天赋不高不低，5年后却成长得如此迅猛，甚至还能稳压你这位天选之人，此子绝非寻常天骄。小风啊，你的劫来了，扛过去，天地之大，任你纵横。若败了，3日转瞬即逝。落云宗宗主洞府内，我靠，阴阳龙凤诀这么给力，这就要突破了。宁天望着玉座上紧闭双眸，周身灵气翻腾的倩影，直接惊呆了。也就短短3日而已，白希月不仅从元婴境后期突破到了巅峰，还直接迈入化神的关键阶段。最重要的是，他的境界也隐隐有松动迈进生死境的迹象。离谱，始料未及。想过阴阳龙凤诀的厉害，可万万没想到会厉害到这种程度。这样一来，自己努力，身边的红颜们岂不是能很快成长起来？届时领着一群绝色佳人威压天地，光是想想都刺激啊！宁天情不自禁地露出了招牌邪笑，随后离开洞府。白希月此刻是突破的关键时刻，自己不便久留，以免影响到他。刚走到洞口，他忽然敏锐地捕捉到门外传来一阵细微且焦急的交谈声：“姐，都3天了，你倒是赶紧敲门，再拖下去，宗主指不定。”“你怎么不去？”“我脸皮薄，你那老脸厚，自然该你去。”“嘿，我看你是欠收拾。”“我操！”有人扒墙角。宁天一愣，当即就想出去教训这不知礼数的家伙，可一推开门却傻眼了。门外站着的竟是2个白发苍苍的老妪，有点印象，好像是落云宗的长老。我等见过宁圣子。正在舌枪唇战赵霞和赵梅，被突然开门的宁天吓了一跳，反应过来后连忙上前施礼。宁天是个声名狼藉的花花公子，两人心里也不怎么待见，想将宗主从他手里解救出来，但他们绝非鲁莽之辈，更不傻。这可是顶尖道统的圣子，准帝强者的徒儿，身份地位高到难以想象，该有的礼数是万万不能失的。你们都是月儿门下的长老，无需如此多礼。宁天摆了摆手，虽然对他们的扒墙脚行为有些不悦，但也不至于真动怒。我等不敢。两人说着，又齐齐躬身行了一礼。赵梅用胳膊肘偷偷碰了碰赵霞，暗中传音：“姐，快说正事。”看着自家妹妹这不作为的模样，赵霞又气又无奈，却也没有办法，只能硬着头皮上前。她强装镇定地看向宁天，小心翼翼地问道：“宁圣子，老身斗胆，恳请您一事，不知可否？”宁天轻笑：“你们的事就是月儿的事，月儿的事便是我宁天的事，所以无需客气，但说无妨。”赵霞压下内心的惶恐，恭恭敬敬地向宁天诉说起恳求：“若有冒犯之处，还望宁圣子见谅。老身能否恳求宁大人有大量，放过我家宗主，放过月儿？”“什么意思啊？”宁天眉头紧锁，不解发问。本圣子有点没明白你的话中含义。对上他的犀利眼神，赵霞紧张不已，不敢开口，但在妹妹的催促下，只能强装镇定的解释：“就是我们觉得您和宗主不合适，想请您离开他身边。”刚说完，赵霞便见宁天脸色瞬间黑了下来，心头猛地一悸，急忙再度解释：“宁圣子，您莫生气，老身也是为了您着想，我倒想听听是怎么为本圣子着想。”宁天淡淡开口，语气微冷，似乎不给他一个完美的解释，将会大发雷霆。赵霞吓得冷汗直冒，赶忙说道：“您师承准帝门下，身具盖世天骄风骨，年纪轻轻便意气凌云，锋芒毕露，未来定可登临那无上帝权。您就像9天之上的璀璨星辰，令人不敢直视。而我们宗主只是沧海一粟中那渺小不起眼的沙粒，与您的身份完全不符，更别提高攀。”“是啊。”一直沉默的赵眉眼见时机成熟，急忙插话道：“宁圣子，我们宗主只是一个小宗门之主，虽有点美色，但真不适合您。何况天地之大，比她美，身世更好的女子比比皆是，您真没必要在她身上浪费时间啊！只求您可以大发慈悲，放了她吧。”两人你一言我一语，说得头头是道，把宁天夸得天花乱坠。原本还有些摸不着头脑的宁天，此刻也算是明白了些什么，不禁哑然失笑道：“你们说来说去，绕了一大圈，不就是想说本圣子的名声不好，怕我辜负了月儿吗？”小心思被戳破，两人面露尴尬之色。可下一秒，宁天脸上的笑容忽然收敛，故意淡淡瞥了两人一眼。高高在上的顶尖道统，圣子风范展露无遗，本圣子看上的人谁也逃不掉。你们2个只不过是元婴境小长老，竟敢管本圣子的事，这后果你们承担得起吗？无形的压迫感席卷而来，惊得赵霞和赵梅脸色苍白，瑟瑟发抖，内心深处涌上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惧，后背都被冷汗浸湿了。但他们还是硬着头皮异口同声地说道：“后果我们2人自行承担，只要宁圣子肯离开我们宗主，纵使是死，我们也无悔。”“哦，你们真不怕，真心甘情愿为了月儿死？”
宁天挑了挑眉，看着两人的眼神带着丝丝好奇。怕，可宗主有难，我们姐妹二人绝不能坐视不管。赵霞迎上他的目光，铿锵有力地说道：没人不怕死，他们也一样，但别无选择。姐妹二人的身世凄苦，父母离世后走出小山村，无意间踏入仙途。满心惊喜的他们本想寻一座宗门安稳修行，却因天赋平平无人接纳，只能沦为一阶散修。他们漂泊半生，到了暮年才堪堪突破金丹境。就在二人以为仙途已尽时，机缘巧合下遇见刚接任落云宗宗主的白希月。那时的落云宗比现在更孱弱，老宗主离世后，只有他这一位金丹境。白希月为了壮大宗门，在俗世四处招揽弟子，却屡屡碰壁，没人愿意加入如此弱小的宗门。当见了姐妹二人，他便生出了拉拢之心，许诺绝不亏待。入宗后直接受长老之位，这让赵霞与赵梅欣喜若狂。暮年之际，竟有人愿意接纳自己，还给予如此厚待，这份恩情他们刻骨铭心，暗暗发誓绝不辜负宗主厚望。而白希月也兑现了承诺，从未亏待过他们。200年间，姐妹二人相继从金丹境突破至元婴境，寿元暴增上千年，从濒死边缘重获新生。这一切皆是宗主所赠。如今宗主被花花公子盯上，他们怎能坐视不管？就在气氛略显诡异的时候，宁天突然大笑了起来。哈哈，本圣子就开个小玩笑而已，两位长老不必惊慌。见此情形，赵霞与赵梅面面相觑，对他突然的转变感到疑惑。宁天笑问：本圣子很好奇，月儿跟我，你们为什么会担心到这种程度？就因为我名声不好，是个花花公子，怕我是一时兴起故意玩弄他。两人小心翼翼地点了点头。宁天又问：那本圣子再问问你们，我除了名声不好之外，可有传出过辜负谁感情的流言蜚语？没有吧？看着低头沉默的两人，他又笑道：男人好色亦是本色，本圣子也无从反驳，但我对待身边之人皆一视同仁，从不会厚此薄彼，冷落了谁。月儿真心跟我，本圣子不仅不会辜负他，甚至还会带他登临曾经未有过的高度。这明明是桩美事，为何在两位长老这里反而闹得要死要活呢？听着这番有理有据的话，原本还想将宗主就处于水火之中的赵霞与赵梅直接懵了。细细一想，好像没错，宁天是花花公子不假，可从未辜负过谁，到底坏在哪呢？就因为他喜欢美色？别闹了，但凡是个正常男人，就没有不喜欢漂亮仙子的，只不过对方的身份太高，被特意放大了而已。最重要的是，跟在白希月身边这么多年，两人很清楚宗主是一个外柔内刚的贞烈女子，只要她不愿意做的事，没有任何人能逼得了。难道是宗主自己愿意做宁天的女人，而并非被强迫？如果猜测属实，自己不就没事找事吗？一时间，赵霞和赵梅慌的一批，瞬间意识到自己可能真做错了，竟因外界流言蜚语去否定宗主看上的男人，甚至还。幡然醒悟的两人冷汗淋漓，立马朝着宁天拱手作揖，齐声赔礼道歉。宁圣子，我们为先前的鲁莽向您道歉，还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切莫放在心上。念你们也是为了月儿好，本圣子不至于这般小心眼。宁天摆了摆手，眼底藏着一丝满意，真以为他闲得没事，自降身份跟2个元婴境小长老说这些。错了，一场小小的测试罢了。此前与白希月修炼时，他便提过让他放弃落云宗，随自己回天演道宗的想法，可惜被他婉拒了。理由很简单，白希月答应过师尊临终前的嘱托，要好好照看好宗门，而且他也不想只做一只被他护在羽翼下的金丝雀。宁天有什么办法？自然是宠着自己的女人，有追求他怎能不支持？所以当赵霞和赵梅主动找上来，他便顺势借这个机会试探一下二人对月儿的忠心。最后的结果倒是不错，两人忠心耿耿，否则他会毫不留情。谢宁圣子宽宏大量。赵霞与赵梅暗自松了口气，后背早已惊出一身汗。好在我们的主角虽然坏，但也不是不讲理的人，不然后果不堪设想。紧接着宁天便问起落云宗的近况，二人一心想将功补过，连忙将宗门大小事务细细道来，不敢有半分隐瞒。不多时，轰！一股化神境的磅礴气息自洞府中席卷而出，惊动了落云宗所有弟子。宁天推门而入，一道温婉娇柔的声音便传入耳中：夫君。随着一阵沁人心脾的香风，一道倩影径直扑进了他的怀里。我成功化神了，还一口气突破了2个小境界，达到了化神境中期，怎么样？是不是很厉害？白希月仰着头，满眼兴奋地望着他，那小表情似乎是在期待他的夸赞。行，月儿最厉害了。宁天宠溺地揉了揉他的秀发，心中却震惊不已。这结果比他预想的还要好上太多。仅是3日，
白希月的境界便从元婴境后期一路飙升到了化神境中期，这样的速度足以比肩天骄。由此也能看出，身为女主角的她天赋其实并不弱，只是不知为何平日里正常修炼的进度却不算快。若没有夫君的相助，人家也不可能进展得这么快。白希月柔声说着，望着他的眼神里满是柔情与爱意，感觉自己真的无比幸运。曾几何时，在他眼里，夫君只是一个放浪不羁、坏到没边的登徒子。可自从两人彼此许诺，相守相伴后，他的人生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曾经的他总因宗门弱小而整日提心吊胆，生怕一不小心招惹到无法抗衡的强者，连静心修炼都成了奢望。如今那些沉甸甸的烦恼通通烟消云散，因为他的背后有了一株可以遮风挡雨的参天大树，再也不用独自面对那些风雨飘摇，真的很庆幸呢。还好当初鼓起勇气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否则他将会错失一个如此疼爱自己的夫君。既然知道是为夫的功劳，小月儿该如何报答我呢？宁天坏笑着挑了挑眉，面对夫君的不正经，要是在以前，白希月肯定会被吓得花容失色。可现在的他，除了有些羞涩外，不仅不害怕，甚至还敢与其对视，满是俏皮地说道：“这个嘛，人家要好好考虑一下，等想好了再告诉你。不行，必须现在就想出来，否则后果是会相当严重的哦。”宁天故作凶巴巴地吓唬道：“哼，人家才不怕你呢。”白希月调皮一笑，转身就想逃跑。嘿呀，竟敢小觑为夫，胆大包天，家法伺候呀！夫君，我错了，再也不敢了。既然不敢了，那你怎么还笑得这么开心？嘻嘻，不告诉你，大胆看为夫的大威天龙。一番嬉闹过后，玉座上的白希月脸颊羞红，凶巴巴地瞪了眼石桌前悠哉品酒的宁天，觉得夫君太坏了。他那又气又羞的可爱模样，把宁天看得哈哈大笑起来。月儿，下次还敢不敢调皮了？哼！白希月又羞又恼的轻哼一声，偏过头不回答他的问题，自顾自地从玉座角落取出一个玉匣，紧接着在宁天的注视下，他从里面拿出了一枚储物戒。月儿，这不是我上次给你的储物戒吗？你藏起来做什么？难道是嫌资源太少？宁天满脸狐疑地看着他。白希月小声嘀咕：“才不是，那是太多了，人家根本用不完。正好你在这儿，我便想问问，能不能分给宗门的弟子们用呀？”哈哈！宁天先是一愣，随即没忍住再度爆笑出声。他先前还猜测是不是资源给少了，却万万没想到是多到这小美人不敢随意动用，甚至想分给宗门弟子，还要特意等他过来征求意见。这丫头竟然还有这种傻乎乎的一面。爱了，笑什么笑呀？白希月小嘴一撅，委屈巴巴地瞪着他。他也是没办法呀，只要稍稍有点不乖，夫君就会狠狠惩罚他，吓唬他，以至于在很多事情上他都不敢擅自做主，尤其是资源问题。这是夫君特意给他修炼用的，若是分给了宗门，到时候夫君发现他的实力没提升多少，资源反倒没了，肯定会……咦，想想都吓人。所以必须先打个预防针，到时候想欺负自己也没理由了。也就是宁天此刻不知道白希月的内心想法，否则肯定被他的可爱给乐坏。那些资源你想怎么用都可以，不够了就找我拿。你夫君，我现在最不缺的就是修炼资源。听到这话，白希月美眸一亮，显得极为开心，终于可以放心大胆地使用了。他相信这么多资源分配下去，不需要多久，落云宗的整体实力将会得到巨大提升，届时离壮大宗门就更进一步了。而这时，宁天忽然放下酒杯，漫不经心地问道：“月儿，你真不想跟我回天眼道宗？”白希月抿着嘴唇，轻轻摇了摇头，接着朝他露出了一个带着满满歉意的温柔笑容。唉，宁天见状，没有再多说什么，自顾自地给自己满上了一杯酒。时间晃了晃，转眼又10天。这段时间里，宁天和白希月一直在洞府潜心修炼。经过前者的不懈努力，搭配上阴阳龙凤诀的辅助，后者的境界再进一步突破到了化神境后期。期间，宁天又数次劝说红颜跟自己返回天眼道宗，可惜依旧被白希月婉拒了。金屋藏娇的美梦就此破灭。这天，落云宗一座山峰的崖边，一对俊男玉女并肩立，两人似乎在为即将到来的别离作别。月儿，你真的不跟我回去吗？待宗门彻底稳固，且找到合适的宗主继承人之后，人家一定永远陪在夫君身边。说定了，到时候可不许反悔，不然为夫是会罚你哦。人家知道了。月儿真乖，那为夫先走了。看着眼前紧紧盯着自己，满眼不舍的俏丽佳人，宁天忍不住伸手轻轻捏了捏她的小脸。白希月柔声叮嘱：“夫君一路小心，记得有时间常来看看人家。”宁天微微颔首，随即御风而起，踏空离去。佳人俏立原地，用着那双精致的美眸目送着他，
直到背影彻底消失不见，才缓缓回过神。小美人转过身，正想返回洞府，可目光忽然瞧见不远处站着2道苍老的身影，正含笑望着这边。他那张清丽的脸颊唰的一下泛起一抹羞涩的红晕。回到天眼道宗，宁天急匆匆地直奔明月峰，赶着去给我们的晚清仙子去请安。他这一离开就是大半个月，宝贝师尊旨不定气成啥样了。可来到寝宫后，傻眼了。只见一袭紫色薄纱裙，美艳绝伦，高贵无比的师尊大人，此刻正端坐在宝椅上，潜心修炼着，这是在闭关。宁天脸上闪过一抹失望之色，这么长时间不见，他原本还想狠狠，结果宝贝师尊闭关了，你说气不气人？可是师尊真的好美啊，怎么看都看不腻，越看越无法自拔。要不喊醒？算了算了，万一因自己一时的冲动而惊扰到宝贝师尊就不好了。经过一番酣畅淋漓的左右脑互搏，宁天最终还是艰难地将目光从穆婉清身上移开，打算先忍忍，随后迈步离去。然而他前脚刚走，寝宫中便响起一阵带着狐疑的清冷嘀咕声。咦，自己也没布置结界啊，逆徒为何这么安分？奇怪，算算时间也有半个月了吧，完全没理由呀。莫非他又在外面偷？肯定是这样。可恶的逆徒，你又气我！下了明月峰，宁天行走在青石小道上，正想着是要去找苏倩倩，还是李青竹，或者是江小莲的时候，耳边忽然飘来一道清脆悦耳的呼喊：师兄！回眸望去，便看见一道丽影从旁边飞了过来。她身着青色素裙，秀发高高竖起，容貌俏美灵动，举手投足间还透着一股英姿飒爽。不就是苏倩倩吗？念念不忘，果然有回响。正想着呢，小美人自己送上门来了。师兄，这些天你去哪里了呀？害人家找了你好久。苏倩倩双手叉腰，气鼓鼓地瞪着他。倩儿，你喊我什么？宁天没有回答，而是猛地板起脸，故作生气地看着他。师兄呀。苏倩倩眨了眨眼眸，满满的疑惑。你确定？宁天目光一凝，脸色骤变，变得又凶又坏。苏倩倩愣了一下，下一秒忽然反应过来，俏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泛红，又羞又恼地剐了某人一眼。紧接着她四处看了看，确定无人之后，才缓缓凑到宁天跟前，声若蚊蝇地喊道：夫君。宁天挑了挑眉，声音太小，听不见。苏倩倩的小心肝一颤，抿了抿嘴唇，不情不愿地提高了些许音量。夫君，还是听不见。夫君，依旧听不清啊，再大点声。这听不听见，那听不见，你是不是耳朵聋了呀？苏倩倩羞得再也受不了了，小手叉腰，满是气恼地瞪着蹬鼻子上脸的某人。故意的，这混蛋一定是故意气自己的。私下的时候就算了，这里可是宗门中央区域，随时都会有弟子过来的，要是被发现了，那不得羞死人呀！看着苏倩倩暴跳如雷的模样，宁天乐得哈哈大笑起来，笑声里全是计谋得逞的意味。不错，他就是故意逗他的。果不其然，脸皮薄薄的小丫头一点就渣，你还敢笑？苏倩倩羞怒交加，却无可奈何，只能跺了跺小脚，以示自己的不满。好，不笑了。看着他那副既委屈又生气的样子，宁天连忙收敛起笑意。别看这小丫头平时大大咧咧的，其实最不经斗，要是把她给惹恼了，一气之下又像前段时间那样躲起来不见自己就麻烦了。倩儿，说说吧，你这急急忙忙的找我有何事？是不是太久没见，想为夫了吧？宁天问着，还坏坏的挑了挑眉。以往的时候，苏倩倩肯定会嘲讽他自恋不要脸，可现在他只是小脸微微一红，什么话也没说，拉起宁天的手就往自己的洞府方向飞去。倩倩不至于这么着急吧？我呸，我只是有事情想和你说，这里人多眼杂不方便说。两人渐渐远去，殊不知不远处的阁楼窗口上正有2道目光死死盯着他们。师弟，看到了吧？我早就说过，只要宁天不死，苏师妹就不可能逃出他的手掌心。赵不凡负手而立，对着旁边的欧阳飞淡淡笑道。而欧阳飞仿若未闻，目光望着那2道手牵手远去的背影，只觉得内心一阵绞痛，却也无可奈何，因为是他自己怂了，在九幽秘境里放弃了唯一一个可以灭杀宁天的机会。如今对方的实力暴增，他就算再不甘心，也有心无力了。可眼睁睁看着爱慕5年的师姐不难受，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时赵不凡笑问：师弟啊，我还有一个能助你杀了宁天的万全之策，不知你想不想了解一下？既然是万全之策，赵师兄不如留着自己用吧。欧阳飞想也没想，直接拒绝。上次赵不凡就说有斩杀宁天的良计，结果所谓的良计竟是一枚血煞丹，那可是魔道邪丹。修士服下虽然可以短暂暴增2个大境界，
可后续的副作用极大，轻则虚弱一段时间，而重则有伤及根基的风险。若非迫不得已，没人会轻易服用。他庆幸自己当初在九幽秘境怂了，没敢吃那血煞丹，不然最后的下场肯定好不到哪里去。如今对方又抛出什么万全之策，真把他当傻子不成？师弟何必如此决绝？不妨先听听，再做打算也不迟。赵不凡对他的警惕毫不意外，语气依旧平和。可欧阳飞现在压根不信他，连半句废话都懒得多说，转身便要走。谁知对方接下来的话却让他猛地顿住了脚步。我说的这个办法，无需你我二人出手。什么意思啊？欧阳飞回身看向赵不凡，眼中闪烁着不解之色。赵不凡笑道：就是字面意思，有位绝世强者能帮我们除掉宁天。呵，欧阳飞不屑冷笑，算是彻底看明白了，这家伙是真把他当傻子糊弄啊。赵不凡只是道宫境小修士，凭什么能结识绝世强者？即便真有此事，那等人物又怎么可能冒着被太上长老这尊准地盯上的风险帮他杀宁天师弟不信？赵不凡又问：这不是废话吗？欧阳飞有种智商被按在地上反复摩擦的感觉，已然没了搭理他的兴趣。既然这样，不如师弟随我走一趟，我向你证明一下真假。听到这话，看着赵不凡那副信誓旦旦的模样，欧阳飞忽然一愣，满脸狐疑地问道：你确定？你若信就随我走，不信便算了。赵不凡不再多言，留下这句话后，迈着悠然的步伐转身离去。见此情形，欧阳飞陷入了迟疑。他怎么可能相信赵不凡能认识什么强者？可心里又忍不住好奇，对方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深思了一会儿，他最终还是咬了咬牙，跟了上去。此时，长老峰李青竹首席大弟子苏倩倩的洞府内，倩儿，别愣着了，到底想说什么？赶紧说吧。宁天反客为主的坐在石座上，望着眼前满脸娇羞的苏倩倩，属实是要多疑惑就有多疑惑。苏倩倩红着脸颊，偷偷瞄了他一眼，声音紧张兮兮的：那你得保证，我说了之后不许笑话我。咕噜，宁天忍不住咽了口水。这丫头平时向来大大咧咧，今天怎么如此扭扭捏捏，小女儿家姿态展现得淋漓尽致，有点反常啊。他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点了点头。行，不笑话你，快说吧，不然为夫是会很为难的哦。这话让苏倩倩更羞更慌了，却也不敢再拖延，因为她太清楚了，这混蛋要是急了，是真会欺负自己的。她款步走到宁天跟前，在对方的注视下，从储物戒中取出一部功法递了过去。这是什么？不许问，你看看就知道了。宁天眉头微皱，不解地接过功法，可当看清封面上玄阴正阳和道功7个字时，猛地一怔，忽然产生怀疑。他当即翻阅起来，结果越看越猛，下一秒便忍不住爆笑出声。倩儿，你神秘秘半天，就为了让我看这部双修功法？不许笑！苏倩倩俏脸爆红，急得立刻伸手去捂他的嘴，羞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可恶呀，他要气坏了。这混蛋刚才明明答应不取笑自己的，结果转头就食言。宁天那叫一个冤枉，这换谁能忍得住啊？他知道这丫头爱胡闹，胆子也大，可万万没料到会玩这一出啊。好奇，实在是太好奇了，这丫头怎么突然？难道是？宁天挑了挑眉，坏笑道：倩儿，说说看，这功法你从哪找的？想做什么？不会是想让为夫？才不是呢。苏倩倩故作镇定的反驳，可躲闪的眼神早已将她出卖得干干净净。宁天好奇心大起，为了弄清真相，当即摆出一副凶巴巴的模样，故意吓唬道：你要是再不解释清楚，后果可是很严重的哦。我才不怕你呢。苏倩倩红着脸瞪了他一眼，已然羞到无地自容，哪里好意思说出实情。哟呵，这么强硬，看来不给他上压力是不行了。宁天的好奇心已经被彻底勾起，得不到想要的答案，岂会善罢甘休？他当即站起身，脸上露出一个又坏又贱的笑容。倩儿，你真是飘了，都敢跟为夫顶嘴了，今日不教训你一顿，我看你要无法无天了。你要做什么呀？苏倩倩被他这副坏模样吓了一跳，想都没想，扭头就逃跑。只是可惜啊，逃不掉，完全逃不掉。宁天抬手一挥，一股雄浑的灵力瞬间将他包裹，轻轻一拉便把人拽了回来。呀，坏蛋，人家知道错了，现在就跟你说真相。哼哼，已经晚了，竟敢无视为夫的话，必须严惩，不然我看你真要翻天了。人家真不敢了。片刻过后，宁天重新坐回石座，凶巴巴地看向站在面前，脸色通红且不敢与他对视的苏倩倩。知道错了没？知道了。苏倩倩撅着小嘴，委屈巴巴地点了点头，
全然没了先前那覆天不怕地不怕的模样。以后还敢不敢顶嘴？不敢了，会乖乖听话了吧？看着苏倩倩这副可怜兮兮的模样，宁天差点没忍住笑出声。要不是清楚她的调皮性子，说不定还真被骗了。别看这丫头现在乖巧听话，只要事情一翻篇，转头就能把刚才的保证抛到九霄云外。该怎么气她，照样还是怎么气。可又有什么办法呢？自己的女人只能自己宠着，总不能真教训她吧？宁天可舍不得，他随即说道：既然知道错了，那就说说功法的事情吧。你要敢再取笑我，我就……苏倩倩小嘴一撅，对着宁天挥了挥粉拳，满是俏皮的警告着。这娇憨可爱的模样，直接把宁天逗得笑出了声。放心，为夫用人格担保，一定不再笑话你。人格？苏倩倩忍不住翻了个白眼，这坏蛋好不要脸呀！平日里就爱欺负他，戏耍他，先前许下的承诺，转头便食言，现在居然还敢提人格二字，我呸！等他境界追上来，一定要……哼哼，小丫头不知又在打什么鬼主意。那双古灵精怪的美眸正坏溜溜地转着圈。缓了缓，他压下心头的娇羞，开始逐一向宁天解释起这部功法的由来与自己的打算。这事还得从最初说起。自从跟了宁天，苏倩倩迷迷糊糊觉醒了月阴之体，被这坏蛋接连欺负，打破境界桎梏，修为顺势突破。后来有一天，他忽然发现，只要过后，神体便会给他反哺一股磅礴的神秘力量。察觉到这一点，他立刻闭关了一段时日。紧接着，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将那股力量彻底炼化后，他的修为再度暴涨，也就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他的修为便从最初的元阴境后期一路飙升到化神境巅峰。这结果让苏倩倩又惊又喜，意识到自己崛起的机会终于来了，就是有点羞人。可是没办法啊，他心里一直藏着一个梦想，那就是成为睥睨天地的盖世仙子。如今机会就在眼前，哪能轻易放弃？所以前段时间，苏倩倩偷偷溜进俗世，找了好久好久，最终花大价钱买下了这部天级功法《玄阴正阳合道功》。倩儿，可真有你的，竟能想到这样的办法。弄清前因后果的宁天笑眯眯地冲苏倩倩挑了挑眉，这丫头也是为难自己了。脸皮本就薄，可为了能获得更多的力量反哺，竟然主动去找这种东西来契合月阴之体。人家只是想快点突破嘛，你不许笑话我。苏倩倩小脸涨得通红，羞愤交加，气鼓鼓地说道：傻丫头，我怎会笑话你呢？宁天轻轻摇头，看向她的眼神充满温柔，心中对她更是无比怜惜起来。没有哪个修士能抵挡得住突破的诱惑，合情合理，没有半分不妥。况且这何尝不是这丫头对自己的一种信任呢？再者说了，这样修炼对自己而言也有着极大的益处。这还差不多。苏倩倩细声嘀咕着，紧绷的神经在这一刻彻底放松了下来。其实她很忐忑，怕宁天会觉得她为了突破不择手段，是个不知羞的女子，从而看轻她。还好担心的并没有发生。这坏蛋虽然平日里爱欺负人，可心里是宠着自己的。既然这样的话，以后乖乖听话也不是不可以。不过有一个前提，不许气他，不然他还是会故意躲起来的。看着走神的苏倩倩，宁天忽然朝她递去一部功法。倩儿，你看看这个，这是什么啊？苏倩倩接过阴阳龙凤诀，不解地看了他一眼，随即低头翻阅起来。看着看着，她突然心跳加速，脸颊红透了。这居然是一部圣级，比自己那部天级功法厉害的好多好多。大坏蛋为何也有这种东西？难道他早就想和自己特意准备的？咦，羞死人了！怎么样，为夫这部功法厉害吧？宁天笑眯眯地问道。苏倩倩咬着嘴唇，只觉得脸颊滚烫无比，目光躲闪不定，根本不敢与他对视。宁天又追问了一句：倩儿，你想不想修炼？毫无回应。宁天故一板起脸，装出凶巴巴的样子。刚刚还答应会乖乖听话，这才过了多久就忘了？再不说，后果可是很严重的哦。看啊，这坏蛋又在欺负自己，这种问题怎么回答呢？苏倩倩又气又委屈，却不敢违逆他的霸道，小鸡啄米似的轻轻点头，接着声若蚊蝇地吐出一个响字。倩儿真乖。宁天笑得格外嚣张，心中的那股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这让苏倩倩又羞又恼，却偏偏无可奈何。倩儿，为夫现在助你修行好不好？倩儿，你怎么不说话？坏蛋，结，你不许这么笑。月阴之体作为世间公认的顶级顶炉体质，千百年难遇，蕴含的力量深不可测。尤为关键的是，阴阳龙凤诀与这体质契合到了极致，修炼起来简直一日数千里，突飞猛进。随着时间的流逝，来到了半个月后，轰隆隆，
洞府内响起一道震耳欲聋的轰鸣，紧接着又传来一阵畅快淋漓的狂笑。生死境的力量果然远非到宫境可比，真是太强大了。宁天周身激荡着两道截然不同的气息，一股是蓬勃盎然的生机，一股是森然彻骨的死气。这正是生死境强者标志性的力量，与他的霸体之威交织在一起，强横的骇人听闻。整座洞府的空气不断涟漪，连空间都在这股力量之下扭曲的微微变形。宿主宁天，境界生死境初期，血脉大地血脉，体质苍天霸体，小成剑骨，神通生死剑意霸权，功法横骨拳、排云掌、幻影迷踪步、大荒求天指、神行御空术、阴阳龙凤诀。宁天从突破的狂喜中平复心神，将气息尽数收敛，随即望向端坐在宝座上的苏倩倩，眼中闪烁起惊讶之色。切尔入定了，他被震撼到了。他和苏倩倩都突破了一个小境界，可这丫头从化神境巅峰踏入到宫境初期后，竟然直接有所感悟，进入了虚无缥缈的入定状态，简直不可思议。这一刻，宁天明白了，这月阴之体绝不只是顶颅体质那么简单，它对拥有者自身的修炼有着极大帮助，或者说它有改变拥有者资质的能力。曾经的苏倩倩只能算天赋上等的天才，但觉醒月阴之体后，修炼速度快得惊人，已然跻身顶级天骄之列。也好，自己的女人越强，往后对自己的帮助便越大。宁天欣慰一笑。这天，天眼道宗被一股诡异的氛围笼罩，此起彼伏的惊呼声一阵接一阵，久久不散。天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怎么会死这么多人？你们快看，那不是欧阳师兄吗？他竟然也死了！究竟是何方狂徒，如此胆大包天，竟敢残害我们天眼道宗弟子？怪不得近来总有人失踪，我原本以为他们是叛宗出头，万万没料到，竟然都遭了毒手。该死，一定要揪出凶手，为同门报仇雪恨。说得对。广场中央人山人海，弟子们望着眼前几十具身躯干瘪、死状凄惨的同门遗体，眼中皆翻涌着无穷无尽的愤怒与悲痛。天眼道宗的强大毋庸置疑，有太上长老这尊盖世准帝坐镇，威压一方天地，无人敢冒犯。可如今有近100名弟子惨遭毒手，就连内门5大真传弟子之一的欧阳飞也未能幸免。挑衅，这是赤裸裸的挑衅。所有人都被激怒了，宗主李建生与长老们脸色更是阴沉的，仿佛能滴出水来。宗主，此事有点不简单。薛毅长老忽然从一具尸体上察觉到异样，快步来到李建生面前。这些弟子皆是被抽干精血而亡，行凶之人必定修炼了某种霸道的邪道秘术，以修饰精血修炼，再结合对方敢如此有恃无恐的对我宗弟子下手，实力肯定非同小可。真这样的话，可就麻烦了。刘一刀长老沉声附和。世间皆知魔修嗜杀成性，行事嚣张，坏事干尽，可在各大正道势力的联手施压下，至少还会有所顾忌，不敢做得太过分。但邪修不同，这类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毫无底线可言，是真正被世间修士喊打喊杀的过街老鼠。10几年前，邪道势力最猖獗之时，便是靠残害修士修炼，最后彻底激怒了青州各大宗门。各大强者联手发动除邪大战，将邪道势力连根拔起，杀得片甲不留。少数侥幸逃脱的邪修，这10几年来连头都不敢冒一下，如今竟敢挑衅他们天眼道宗，当真是自寻死路。薛毅与刘一刀相视一眼，一同对李建生说道：宗主，我等建议即刻封山，彻查宗门上下所有人员，并请出太上长老，以昊天镜寻找真凶踪迹。李建生微微颔首，身为宗主，若非事关重大，他实在不愿惊动太上长老，可眼下事态紧急，已由不得他迟疑。凶手的实力疑似深不可测，又藏身暗处，仅凭他们搜寻，无异于大海捞针。若不尽快将其揪出，宗门恐怕还会再添伤亡。李建生当即运转灵力，威严的声音响彻云霄，传遍整个宗门。门中近日有邪祟作祟，残害弟子，即刻起封山，所有人不得擅自外出，违者按宗规严惩不贷。言罢，他径直朝着明月峰飞去。薛毅与刘一刀2位长老不敢耽搁，当即率领宗门内所有生死境以上的执事，全面封锁天眼道宗各处要道，并对门中弟子展开逐一排查。一时间，整个天眼道宗人心惶惶，不少弟子面露惊惧，生怕自己会成为邪修的下一个目标。明月峰上，李建生肃立在洞府之外，拱手作揖，恭恭敬敬地朝着洞内喊道：太上长老，晚辈李建生求见。门中遭遇变故，已有数十名弟子殒命，事态危急，恳请您出关，以昊天镜查真凶。过了一会儿，洞府内传来一道带着丝丝惊慌的清冷声：稍后。
是。李建生应声回应。在太上长老面前，他毫无以往顶尖道统宗主的霸气风范，老老实实的站在一侧耐心等候。而此刻的洞府深处，惊呼声与呵斥声接连响起。逆徒，你要死呀！滚，赶紧滚！再胡闹的话，为师真要收拾你了！卧槽！师尊大人，您来真的啊！疼，别打！穆婉清匆匆整理好略显凌乱的着装，脸颊泛红，又羞又恼地瞪着镶在墙壁上的宁天，恨不得拍死这个喜欢胡闹的混账东西。真是岂有此理！平时也就算了，这时候竟然还想当霸王，气人！回来再收拾你。穆婉清回想起刚刚的事情，只觉得心头一紧，娇躯微颤，狠狠剜了某人一眼，随后转身离开了洞府。死！要命啊！美事没做了，还挨了一巴掌。从墙壁上爬下来的宁天揉了揉红肿发烫、印着一个巴掌印的帅脸，简直气不打一处来，心里恨死那个搞事的邪修了，不然自己的美事怎会被搅和？现在好了，不上不下，唉，遭老罪了。不过宝贝师尊也是飘了，下手竟然一点也不留情，下次定要狠狠地收拾他个7天7夜。咦？这时宁天忽然瞧见宝椅旁边摆放着一张风云日报，没想到整日闭关不问世事的宝贝师尊竟然也会关注外界的消息。闲来无事，他随手拿起翻阅起来，前面几条都是些不痛不痒、没什么营养的八卦琐事，直到第6条才让他眼前一亮。风云日报第6条，聚宝楼1年1度的拍卖会将于本月月底开启，诚邀青州各路道友莅临，竞拍稀世珍宝、天才地宝。拍卖会，宁天眼睛一亮，嘴角不自觉地扬起一抹贱兮兮的笑容。哈哈，这机会不就送上门来了吗？他缠那位颜值与宝贝师尊不相上下的聚宝楼楼主已经很久了，只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理由前往。如今拍卖会即将开启，岂不是正好顺理成章？天助我也啊！而且聚宝楼是古族的产业，古潇潇那个闲不住的小丫头，不用猜也知道肯定会到场。没准她那风云榜第1、青州最强天骄的姐姐古瑶也会来。姐，圣王楼主、古族大小姐、2小姐，一箭3雕，一网打尽，直接起飞。嗦嘎！宁天情不自禁地咽了咽口水，哪里还按捺得住，匆匆忙忙返回自己的洞府，开始着手准备起来。邪修残害弟子一事闹得沸沸扬扬，天眼道宗人心惶惶，不仅封山，更严令弟子不得随意出入。怎料没过几天，宗门上下突然恢复如常，仿佛那场风波从未发生过一样。难道邪修已经找到并铲除了？宁天有些好奇。这件事虽说轮不到他这位圣子插手，但他难免还是有些好奇这胆大包天的邪修身份。可最后的结果却不了了之，连半句明确答案都没有公布。因此可以怀疑2点：一，凶手已伏诛，其身份微不足道，宗门高层没有公布的想法；二，那邪修不简单，能从宝贝师尊与宗主的追捕中逃脱，宗门为免弟子恐慌，刻意将此事压下。宁天更倾向第1点，毕竟宝贝师尊都出手了，除非此人同样是一尊准帝，而且还强到可以躲避天眼道宗传承地气昊天境的追寻。可这可能吗？真有这样实力的强者，怎么可能自降身份去残害宗门普通弟子？宁天摇头一笑，不再多思。距离聚宝楼拍卖会开启只剩下2天，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去征服那位妖艳楼主与傻白甜女主角了。他离开没多久，宗门上空忽然裂开一道空间裂缝，一位气质高贵、容颜绝美的仙子从中缓步走出，身后跟着一名剑眉星目的中年男子。李建生上前恭敬行礼：“长老，多谢您给晚辈这个机会，凡儿一事我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交代。不是给我交代，是给宗门上下全体弟子一个交代。”穆婉清淡淡开口，随后远去。凡儿啊，你让为师失望了。李建生长叹一声，炯炯有神的眼中弥漫着说不出的无奈，整个人仿佛在这一瞬间苍老了10几岁。凌霄城，随着聚宝楼1年1度的拍卖会临近，城内早已人满为患，修为参差不齐的修士随处可见，喧闹声更是此起彼伏。你们听说了吗？这次拍卖会有3件压轴宝物，据小道消息说，全是超越圣级的至宝。什么？超越圣级？那岂不是地级？消息恐怕不靠谱，这等无上宝物，聚宝楼怎么可能拿出来拍卖？自己留着用不香？这你就不懂了吧？如果没有聚宝楼的默许，你们觉得这些消息能传得满城风雨？完了！是啊，有地级至宝当压轴，到时候来的强者肯定不计其数，我们这点底蕴哪能和大佬争？稍安勿躁，你看上的宝贝，在大佬们眼里或许只是块破铜烂铁罢了。哈哈，这话倒是在理，有点意思。地级宝物都出来了。听着四周的议论声，行走在人群中的宁天嘴角不自觉扬起一抹笑意。
他从九幽秘境中得了大地底蕴，如今富得流油，灵石多到花不完。若宝物合心意，拿下的问题应该不大。很快，他来到了聚宝楼门前，随即走了进去。欢迎公子光临聚宝楼，不知公子是想出售宝物，还是选购珍品呢？若是为拍卖会而来，还需公子再耐心等待2日。熟悉的迎客话术响起，一名俏丽小侍女迎了上来，对着宁天欠身行礼。宁天笑着问道：“你们楼主可在？我找他有要事相谈。”小侍女满脸狐疑地打量了他一番，然后委婉解释：“抱歉公子，我们楼主正接待贵客，暂时不便见客。”宁天不慌不忙，继续说道：“姑娘，劳烦你通传一声，就说有人后悔了，特意回来喝上次那杯没喝上的灵茶，我想他会愿意见我的。”啊！小侍女懵了，这公子不会是故意戏耍自己吧？自己明明说得很清楚了，楼主在忙，可他却说什么回来喝灵茶，甚至还敢肯定楼主会相见。他凭什么这么有把握啊？他们楼主可是一尊圣王强者，岂是谁想见就能见的？瞧见小侍女眼中的怀疑，宁天笑容不减：“姑娘若是不信，尽管去知会一声便是。”小侍女自然不信，但她可不敢多言，因为聚宝楼有规矩，顾客是上帝，谁也不能对上帝无礼，只要要求不过分，能答应便尽量满足。况且只是通传一声，至于楼主见不见，那就不是自己的事了。公子稍后，我这就去替您问问。说罢，小侍女转身快步往里阁走去。过了一会儿，她急匆匆地折返了回来，脸上早已没了先前的平静，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震惊之色。公子，我们楼主有请。宁天打趣道：“怎么样，我没有骗你吧？”小侍女脸颊一红，尴尬的不知如何接话。太惊人了，她原本以为楼主会直接拒绝，可她刚把宁天的话原封不动传达后，楼主只是狐疑了一瞬，便点头同意了。看走眼了呀，没想到这位公子竟然真认识楼主，还好自己谨记规矩，没有小觑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小侍女连忙恭恭敬敬地领着宁天往里阁走去。2人很快来到一间隔间外。公子，楼主就在里面，您请。小侍女轻轻推开房门，侧身示意。多谢。宁天颔首道谢，迈步走了进去。隔间内茶香袅袅，一张精致的小茶几前端坐着一位绝色女子。她身着红色长裙，妖艳绝伦，美貌无双，浑身上下都散发着成熟女子独有的妩媚，只需一眼便足以令人魂牵梦绕。女子正是聚宝楼楼主秦嫣，而她的对面坐着一名年轻人，身材魁梧，四肢粗壮，那张脸却与体型截然不同，透着几分阴柔。正在与年轻人交谈的秦嫣瞧见推门而入的宁天，美眸轻轻一眨，随即娇声轻笑起来：“哟，姐姐先前还纳闷是谁呢，原来真是弟弟来了，快坐快坐。”靠，这妖精简直要人命啊！打趣就打趣吧，抛什么媚眼？一向在花丛中游刃有余的宁天，此刻有些招架不住，只觉得小心肝扑通扑通直跳，直呼受不了。压下心头的躁动，径直走到那名年轻人身旁坐下。他同样对着秦嫣打趣了一句：“路过此地，想起仙子姐姐，忽觉口干舌燥，特意进来讨杯茶水喝，想来姐姐不会拒绝吧？弟弟也是聚宝楼的大客户，一株冰灵花就让我们赚了翻倍灵石，区区灵茶有的是。”秦嫣唇边勾起一抹笑意，丝毫没有因他的话显露出羞恼，用着柔美的动作为他沏了杯茶。仙子姐姐说笑了，一株冰灵花而已，不足挂齿。宁天嘴上客气着，内心直呼戳到肺管子了，实在是太痛了。就因为这事，柳妹儿可是被气哭了。若非九幽秘境及时开启，凭借系统从中找回了一株，这位美娇娘指不定的多恨他。还好有惊无险，否则都不知上哪哭去。秦前辈，这位倒有事。旁边的年轻人忽然插话，望着侃侃而谈的秦嫣与宁天，心头震撼不已。秦前辈可是巅峰圣王，古族客卿大长老，赫赫有名的顶尖大人物，谁见了不得毕恭毕敬？可眼前这小子竟敢跟他开花枪，更惊奇的是，他竟半点也不恼。若非亲眼所见，谁敢相信？秦嫣瞥了眼目不转睛望着自己的宁天，忽地起了丝玩心，轻笑道：“雷少主想必听说过，这位弟弟便是青州家喻户晓的天眼道宗圣子。”此话一出，宁天倒没有因他能随口道出自己的身份而感到惊讶，而坐在他旁边原本还对他有些好奇的年轻人，此刻皱起了眉头。原来你就是宁天，今日一见，倒是跟传闻中说的一模一样。我靠，这丫的什么眼神？瞧见对方那满是玩味，甚至还带点小觑的目光，宁天顿时就不爽了。正当他准备开口，年轻人却不再理会他，转向秦嫣说道：“秦前辈，既然潇潇不在，晚辈便不叨扰了。”说着，他取出了一个精致小巧的玉简递上前。听说潇潇最近喜欢练剑，这是晚辈从族中老祖那里求来的一部剑法，
麻烦前辈替我转交于他。秦烟扫了眼玉简，并没有去接，浅笑道：“雷少主有心了，不过你还是收回去吧，或者你亲手交给小丫头，不然我若收了，以那丫头的性子，指不定要在我耳边叨叨个没完。”年轻人面露尴尬之色，将玉简轻轻放到了他的面前，连忙恭维起来：“前辈，潇潇最听你话了，若是有你的劝说，他肯定会收下的。”秦烟笑而不语，似乎是默许了。年轻人一喜，当即朝他抱拳：“多谢前辈，晚辈还有些事，便先行告辞。”言罢，他转头就走，离去时还用余光若有若无地瞟了宁天一眼，那眼神带着浓浓的不屑之色，这可把宁天气炸了。仙子姐姐，那大块头谁啊？看着挺嚣张啊。瞧见他那副气急败坏的模样，秦烟掩嘴轻笑，也没有隐瞒的意思。雷族当代少主雷恒，那货就是雷族少主，怪不得这么嚣张。雷恒的名声在青州极大，宁天或多或少还是听说过的，而且此人极强，这是他首次这样称呼同辈。因为雷恒18岁刚踏入世俗，其境界便达到了道宫境巅峰，把当时青州的所有天骄挨个揍了一遍，以无敌之姿霸榜风云榜之首3年，直到半年之前，古族大小姐古瑶觉醒某种不知名神体，才将其拉下神坛，暂时位居第2。不过雷恒已有3年不曾在世人眼前出过手，有传言说他如今的境界也是在洞虚境，至于在洞虚境哪个层次就不得而知了，想来跟古瑶不相上下，毕竟这2人皆是公认万年难遇的顶尖天骄。不对，宁天看了眼雷恒临走时留下的玉简，故作漫不经心地问道：“仙子姐姐，这雷族少主和潇潇姑娘是什么关系？你问这个做什么？”秦烟轻轻抿了一小口茶水，避而不答，笑着反问：“就是有点好奇，随口问问罢了。”宁天笑了笑，心里却产生了猜疑，不对劲，很不对劲。雷恒只是听闻古潇潇最近在练剑，就从族中老祖那里求来了一部剑法相赠，这可不像对方的风格啊。最重要的是，秦烟不主动收，意思很明显，肯定是小丫头不待见他。卧槽，不会是那种世家联姻，男方痴情，女方嫌弃的狗血剧情吧？10有8九是了，不然以超级家族少主的身份，完全没理由做这种卑微还不讨好的事情。弟弟，说说吧，突然来聚宝楼，肯定不只是为了喝杯灵茶那么简单吧？莫非又有宝物想出售？看着正在走神的宁天，秦烟玉手轻撑着下巴，美眸微微眯起，用着饶有兴趣的眼神望着他。真要命啊！这女人明明妖艳的令人窒息，为何行为举止总是如此温柔似水呢？宁天情不自禁地咽了口唾沫，故作淡定地摇了摇头：“非也，非也，茶水只是其一，真正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欣赏尘世罕见的仙子之美。”噗嗤！瞧见他一本正经调侃自己的样子，秦烟非但没有生气，反而没忍住，直接笑得花枝乱颤，这可把某人的眼睛都看直了。宁圣子倒是坦诚。秦烟缓了缓笑意，摇了摇头，心里却对这小子大为震惊。算上这次，2人也就见过3次面吧。这小子竟大胆到了这种程度，张口闭口就敢对自己花花口，难道真的一点也不害怕？还是说，只要碰见姿色不错的女子，他都这样胆大妄为？有点意思。不知宁圣子知不知道，随意调侃他人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秦烟忽然轻笑一声，语气平和，却透着一股无形的压迫感。换做旁人，肯定就慌不择言了。可宁天是谁？那可是仙子们的噩梦，连师尊大人都敢镇压，世间臭名，哦不，声名显赫的采花大盗，岂能被女子唬住？他当即就要辩驳，可一道不合时宜的清脆悦耳声将他的酝酿给打断了。秦姨，那烦人的家伙走了吗？循声望去，只见一个古灵精怪的小丫头正悄咪咪地趴在门外，探着半个小脑袋往里面望见状。不等秦烟开口，宁天率先朝他挥了挥手：“潇潇姑娘，好久不见呀！”熟悉的俊容，坏坏的眼神，可恶的笑容，全落在古潇潇眼里。他猛地一怔，杏眼瞪得溜圆：“大坏蛋，你怎么会在这里？”小丫头娇声轻喝，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宁天，一副凶巴巴的可爱模样，就像是在说：“不老老实实交代，本小姐可不会轻易饶你。”嘿呀，这小丫头胆子大了不少，居然敢这么跟自己说话。宁天正欲开口逗她，秦烟那带着几分呵斥的声音先一步响起：“丫头，不许无礼！宁圣子在九幽秘境中击败大地化身救了你，是你的恩人，你怎能做出如此骄蛮无礼之举？”什么？宁天当场愣住了。大地化身明明是叶枫击败的，真正救了古潇潇的是叶枫才对，自己在秘境里只是把他欺负了个遍，除了最后一步，可以说占得干干净净了。以这小丫头的调皮性子，应该在长辈面前火上浇油，趁机收拾自己才对。
怎么反倒把所有功劳都推到了自己身上？宁天狐疑地看了眼古潇潇，想从他脸上找到答案。怎料原本气势汹汹的小丫头察觉到他的目光，小脸刷的一红，柳眉轻颤，眼神躲闪，根本不敢与他对视。哟呵，竟然害羞脸红了。宁天眼睛一亮，心中闪过一个大胆的猜测，只是目前还不敢肯定，打算等会找机会证实。丫头还愣着干嘛？赶紧向宁圣子道谢。秦嫣见古潇潇还在走神，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古潇潇撅着小嘴瞅了眼正在偷笑的宁天，只觉得心里好气好气，却又无可奈何。毕竟这谎是自己撒的，现在秦姨当真了，还发了话，他可不敢反驳。小丫头不情不愿地走到宁天面前，娇娇柔柔地欠了欠身。潇潇，谢过宁圣子当初在九幽秘境中的出手相救，不过是举手之劳，潇潇姑娘不必客气。宁天嘴上说的客气，心里早已乐开了花。可恶，这坏蛋居然真的顺势往上爬，还装得如此像模像样。古潇潇脸颊发烫，紧咬下唇，悄悄瞪了他一眼。瞧着他俏皮可爱的小模样，宁天只觉得心里痒痒的，若非眼下不允许，他可能真把持不住。宁圣子，潇潇这事多谢了，这份人情我记下了，日后若有需要，可随时来寻我。这时秦嫣忽然开口致谢，并且抛出了一个沉甸甸的人情。宁天激动的差点蹦起来，卧槽，这女人说要欠自己人情，哈哈，惊喜，天大的惊喜！今天是什么好日子？好事竟然一个接一个来。来此之前，他还在发愁怎么攻略俏皮女主角和美艳楼主，没想到峰回路转，古潇潇背地里为自己说好话，把功劳全推到他身上，让他成了救命恩人。紧接着秦嫣又因为这莫名其妙的事要欠他人情，这虽然云里雾里，但属实赚大了。有了这份人情在，自己日后不就能随时随地来聚宝楼了？届时不管是美艳圣王楼主，还是可爱的女主角，通通都要在他的3寸不烂之舌下沉沦。宁天压下心中的狂喜，装出一副君子模样，摆摆手，仙子姐姐，不过是顺手为之的小事，无需提什么人情。不，这人情我得记。秦嫣轻轻摇头，语气很是认真。他是古族客卿大长老，亦是外界声名显赫的圣王强者，距离准地境只差临门一脚。可他心里很清楚，自己能有现在的成就，是多亏了古族的相助，这份人情比天大，不可能忘。而古潇潇是古族2小姐，当时她背着自己偷偷溜进九幽秘境，着实把她吓了一大跳。好在最后有惊无险，宁天救了小丫头，等同于无意间帮了她，这人秦嫣没有任何理由不记。也正因如此，她才会对宁天另眼相待。不然以她的性格，即便对方是穆准帝的徒弟，敢在她面前油嘴滑舌，也得付出点代价。既然仙子姐姐都这么说了，那我也不好再拒绝。宁天依旧装得一本正经，脸皮厚到了极致。青姨，你和这个坏蛋认识？古潇潇看着两人相谈甚欢的模样，心头猛地一紧，那双精致的杏眼在他们身上来回打量。瞧见他这副紧张兮兮的情烟，则忽然轻声笑了起来。哥，不仅认识，我认识他的时间可比你早得多呢。什么？古潇潇如遭雷击，愣在了原地。怪不得宁天会来这里，还能被秦姨亲自接待，甚至还敢喊秦姨仙子姐姐，感情两人认识。可恶呀！我有话跟你说，跟我来。古潇潇一把拉住满脸狐疑的宁天，急匆匆地往外跑。潇潇姑娘，有什么事不能在这里说？不能。这丫头。见到这一幕，秦嫣似乎印证了心中的某种念头，唇边勾起一抹若有若无的无奈笑意。而此时，聚宝楼后院的一间雅间内，古潇潇双手叉腰，瞪着眼前的宁天，气呼呼地质问道：说你是不是在打我秦姨的坏主意？原本被带到这里还有点摸不着头脑的宁天，听见这话顿时反应了过来，当即笑着打趣起来：小丫头，你不会是在吃我和仙子姐姐的醋吧？你别自作多情了。古潇潇俏脸瞬间通红，又羞又恼的她强装镇定地反驳着：我只是怕你对秦姨有非分之想，想让你离她远一点而已。不对劲，这小丫头难道真的？宁天突然更加怀疑某种猜测，继续打趣：既然是这样，那我为什么感觉你此刻很紧张呢？我才没有紧张。古潇潇跺了跺小脚，也不知是不是被说中了，小脸更红了。见此情形，宁天又惊又喜，果然猜对了，这一切都是有预谋的。古潇潇这小丫头是故意把原本属于叶枫的功劳推到自己身上，最大的原因是她对自己有好感，简直太意外了。感觉今天发生的所有事情全都出乎了意料之外的顺利。你看什么看呀？望着宁天那目不转睛、满是玩味的目光，古潇潇心跳加速，有种被看穿的感觉。宁天不慌不忙凑前来，说说吧，
你是什么时候打本圣子主意的？谁打你的主意了？不要脸！本就脸红的谷潇潇，那抹绯红噌的一下蔓延到耳根子。哟呵，有点意思。一段时间没见，天不怕地不怕的小丫头，居然会因为一句话羞成了这样。宁天玩心大起，故意板起脸，身子微微前倾，在他耳畔轻轻吓唬道：向来都是本圣子打仙子的主意，没想到你这位小美人竟敢倒反天罡，简直大胆！不老实交代，我可是会发火的哦，到那时说不定会发生很吓人的事情。这坏蛋！首次听到如此离谱的话语，谷潇潇望着眼前满脸坏笑的某人，紧紧咬着下唇，娇小的身躯微微轻颤。不知是不是真被吓到了，他竟罕见的没有反驳，脚下连连后退几步，一副又慌又怕的模样。宁天哪会轻易放过他，大步上前，一把将人给搂进了怀里。呀，坏蛋，你干嘛呀？谷潇潇似是受惊不浅，娇呼连连，可喊了半天却没有丝毫的挣扎举动。这可把宁天给逗乐了。小丫头，装也要装得像一点，你这不是露馅了？还是说你压根就没打算装？平常情况下，要是有人敢这样打趣自己，一股潇潇的娇蛮性子早就骂骂咧咧了。可此刻不仅没有，反而直接把头埋进了他的怀里，装起了木头人，一动不动，全然当没听见。宁天侧着低下头，抬手霸道地挑起他的下巴，迫使他与自己对视。快老实交代吧！谷潇潇目光躲闪，刻意避开他的强势眼神，抿着嘴唇就是不说话。再不说，我可要生气了。还当哑巴是吧？既然这样，那便算了，我还是去找识大体的仙子姐姐聊天吧。你自己一个人玩吧。宁天满脸无趣，随手松开怀里的小可人，转身就要走。可刚走2步，耳边便传来一声蚊蝇般的清脆回应：是的。宁天喜不于色，表面上却依旧平静无波，淡淡道：什么意思？说清楚，不然我现在就去找仙子姐姐。可恶，竟然用情谊来威胁自己，真的好坏。谷潇潇又气又恼，明明知道他是故意欺负自己，可内心深处莫名的胆怯让他完全不敢反驳。沉吟片刻，他终究是放下了往日的傲娇，红着脸压下满心羞涩，抿了抿唇，继续用那蚊蝇般的声音说着：人家就是在打你的主意。宁天闻言狂喜，可嘴上依旧不依不饶地追问着：听不见，大点声，人家很早就开始打你的主意了，还是有点听不太清，究竟是有多早呢？这听不见那听不清，你是不是耳朵聋了呀？谷潇潇被逼得没办法，猛地抬起头，双手叉腰，瞬间恢复了谷族二小姐该有的骄横气焰，气呼呼地瞪着他。本小姐现在郑重告诉你，自九幽秘境第一眼见到你，便被你的俊俏吸引，后来见你相救同门，展露强大的实力，我便对你暗生情愫。现在听懂了吧？满意了吧？得偿所愿的宁天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狂喜，放声大笑起来，笑声里的得意毫不掩饰。你笑什么笑？谷潇潇气得腮帮子鼓鼓的，感觉自己真要被气坏了。哪有这样的人啊？明明心里猜到答案了，还非要逼着自己说出来。她可是女孩子耶，是要矜持的好不好？宁天却不以为意，径直走到他面前，再度伸手捏住他的下巴。既然你对我有情意，为何在九幽秘境的时候表现得那么抗拒？你这坏蛋，就会睁眼说瞎话欺负我！谷潇潇气得一把拍掉他的手，满脸羞恼。气死了，真要被气死了呀！他承认自己平时看多了画册，对俊朗仙男情有独钟，遇到风度翩翩的美男子更是会多瞧两眼，偶尔也会露出一点花痴样，但绝对不会太过火。就比如叶枫也很俊，实力也不俗，他第一眼见到时也确实犯过花痴，可也仅此而已，从未有过半分出格之举。可对眼前这坏蛋，他是真的一见钟情，否则以他谷族二小姐的身份，面对那样的花言巧语和搂搂抱抱的冒犯，怎么可能只做些象征性的挣扎？这一切不就是他故意为之吗？结果这坏蛋竟然说什么抗拒，真抗拒的话，自己就算拼了命也不会低头，甚至一出秘境就会捏碎身上所有保命之物，喊老祖来教训他。潇潇乖，我错了好不好？看着他气鼓鼓的可爱模样，宁天忍不住伸手轻轻捏捏他的小脸蛋。哼！谷潇潇轻哼一声，灵巧的后退一步，让他的动作落了空，脸上摆出一副本小姐现在很生气，不想搭理你的傲娇神情。宁天挑了挑眉，脸上扬着坏笑：小丫头，你再这样，哥哥我可是会很为难的哟。谷潇潇俏脸一红，心里虽然怕怕的，可此刻他正在气头上，而且是很难哄的那种，才不会轻易低头呢。结果呀，坏蛋，你又要干嘛啊？本小姐都说了，现在很生气。是啊，就是因为看你还在生气，所以我才要好好哄哄你啊。啊，哪有这样哄人的？姐，不这样哄，那该怎么哄？要不潇潇教教我？我呸！你不要脸！殊不知
此刻正有一道恐怖的神识笼罩在整个后院。潇潇这小丫头平日里咋咋呼呼，调皮捣蛋的很，向来不是吃亏的主，如今这是怎么了？那手都好歹反。暗处的秦烟不知看到了什么，那张美到足以魅惑众生的脸颊上竟罕见地泛起了一丝淡淡的红晕。这两人真就毫无顾忌呗。秦烟脸颊愈发红润，慌忙收回神识，浑身乏力地倚靠椅子上，就连呼吸也急促了几分。达到他这一层次的强者，自诩在面对任何事物都能做到平静看待，不会受到丝毫影响。可此刻他的道心竟隐隐有些不稳，实在是太让人难以启齿了。潇潇这丫头也是的，竟然乖巧顺从到了这种程度，若非环境不允许，某人怕是会直接将她吃干抹净。唉，这宁天的行事作风比传闻中还要肆无忌惮，胆大妄为。秦烟无奈摇了摇头，不过并未有阻止之意，因为他向来不插手古族内部或者个人事务，更清楚古潇潇的心思，一直想摆脱家族与家族中的利益关系。宁天虽是花花公子，但天赋毋庸置疑，自他坐上天眼道宗圣子之位到现在也就不到1年的时间，可从先前交谈中泄露出来的丝丝气息来看，修为已然达到了生死境。这等天赋资质丝毫不逊于小瑶与雷横。最重要的是，宁天还是被誉为大地之下最强者，穆婉清的徒儿，完全配得上小丫头。如此一来，花心与否便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毕竟在秦烟看来，只要自身能力足够强，身边有几位红颜知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大坏蛋，你有完没完？再这样，我就喊秦姨来教训你。雅间内满面羞红的古潇潇整理了下着装，咬牙切齿地瞪着眼前的宁天，又气又恼。宁天却毫不在意，惬意地半躺在豪华宝椅上，笑眯眯的眼神之中全是藏不住的得意。这副样子落在古潇潇眼里，气得他那娇小的身躯不住轻颤，简直坏透了。自己可是古族2小姐，谁见了不是以礼相待？可这家伙呢，自打相遇起就便招法欺负他，而且还是怎么坏就怎么来。可恶！古潇潇越想越气，气呼呼地走到宁天面前，娇喝道：“你必须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负责？负什么责？宁天故作茫然不解地望着他，看啊，他竟然还敢装蒜！古潇潇羞怒交加，要负什么责？你心里最清楚。我是真不知道啊，要不潇潇你解释一下。宁天依旧摆着无辜模样，那坏笑别提多欠揍了。这一下，古潇潇的小脸涨得青一阵红一阵，如此羞的话题，自己哪里说得出口呀？见状，宁天玩心更盛，对着他招了招手，过来。命令般的语气，让一向娇蛮的古潇潇浑身不自在。他想反驳拒绝，可又有点怕，因为这坏蛋是真会教训自己的。就像刚刚那样，犹豫片刻，他最终放下了古族2小姐的高傲，一脸不情愿地挪到宁天跟前。啧，看来先前的调效果很明显啊。娇蛮人性的小丫头，如今在自己面前别说反抗了，甚至连对视的勇气都没有。宁天心中别提有多爽了。你以为他会就此罢手吗？当然不会，不仅不会罢手，还想继续。坐这！宁天再次下令，指了指身旁的空位。然而刚刚还一副怯生生的古潇潇，见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发号施令，瞬间来气了。小丫头像只被彻底惹恼的小猫咪，小手抱怀，满是傲娇的轻哼道：“本小姐偏不。”果然，宁天暗自失笑。出生就站在金字塔顶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家族小姐，怎么可能轻易服软？先前的低头不过是刚受了教训，惬意还未散去，可一旦被激怒，立马就会摆出高傲姿态。这瞬间让宁天的征服更加强烈起来。他可是要屹立苍穹之巅的大反派。古潇潇身份尊贵，日后对自己的帮助之大不小，就是要磨一磨他的小公主脾气才行。宁天眉头一挑，眼神一凝，故意装出凶神恶煞的模样。怎么，连为夫的话都敢不听了？此话一出，古潇潇的小脸瞬间红透，又羞又恼的反驳：“你胡言乱语！”怎料话音刚落，一声怪笑骤起：“无法无天，竟敢忤逆为夫，看来是要狠狠的教训一番了。”呀！古潇潇还没反应过来，一股柔和的灵力便将他周身笼罩，伴随着一声娇呼，直接落在宁天。坏蛋，你干嘛呀？呀，人家错了，再也不敢了。不久后，以后还敢不敢跟为夫顶嘴？宁天翘着2郎腿，目光盯着身旁的古潇潇，坏笑不减。小丫头撅着小嘴，小脑袋摇得像拨浪鼓，全然没了先前的嚣张，只剩满脸未散的羞怯。宁天又问：“为夫的话听不听？”古潇潇垂着脑袋，一个劲点头。宁天追问：“那我是谁？”“你是大坏蛋。”古潇潇脱口而出，可话刚说完，他便瞧见眼前人变得满脸可恶。“给你一次重新组织语言的机会。”宁天挑着眉，
霸道的语气透着不容置疑。可恶，又在吓唬自己，这都多少次了，真坏。古潇潇咬着嘴唇，小脸气鼓鼓的，这回却不敢反驳了，不然指不定又会受到怎样的惩罚。不知想到了什么，他只觉得本就通红的脸颊变得很烫很烫。沉吟了一小会儿，他偷偷瞥了眼宁天，抿了抿唇，声若蚊蝇地说着：“你是人家未来的夫君。”听到这话，宁天顿时放声大笑，笑声听在古潇潇耳畔，羞得他再也受不了了，立马就手便去捂他的嘴。不许笑，不许笑！你再取笑我现在就去找秦姨来教训你。好好，不笑了不笑了。宁天收敛笑意，不再逗他。此时此刻，他的心情简直不要太好，无法形容的那种。曾何几时，在蓝星扭螺丝的他，只是小姐姐们眼中的屌丝，可来到了这方修仙世界，简直就是降维打击。任你是拒人千里之外的冷傲仙子，还是高高在上的家族小姐，通通都要在他的大胆之下沉沦。你现在满意了吧？就会欺负人家。瞧见宁天那副坏透的模样，古潇潇撅了撅小嘴，委屈巴巴的小模样，别提有多可爱了。潇潇这么乖，我岂能不满意？宁天嘴角微扬，目光不断的在他身上来回打量。哼！古潇潇俏脸泛起淡淡红晕，以一声轻哼来诉说自己的不满，同时悄悄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头的羞涩，稍作平复了一番。他重拾先前的话题，瞪着眼前惹人生气的家伙：“你究竟负不负责？”宁天并没有接话，而是笑着反问：“雷恒是不是你的未婚夫？你怎么知道？”古潇潇顿时睁大双眼，满脸难以置信地望着他。不错，雷恒确实是他名义上的未婚夫。古族与雷族交情深厚，为了求联手共同壮大，在两人还幼年的时候便定下娃娃亲。此事只是两族内不知晓外，外界并没有多少人知道。宁天是如何得知的？难道是秦姨说的？不应该啊！暂不提秦姨向来不爱管闲事，更清楚自己对这门婚事的态度，根本没有透露的理由。果然不出所料，又是家族之间的利益捆绑。宁天暗自苦笑，随即又板起脸，再次露出凶神恶煞的表情，盯着古潇潇，说：“你对本圣子的好感是不是假的？真正目的是不满这门婚事，想找个人搪塞，好将其取消？不是这样的。”古潇潇被这突如其来的质问吓得连连摆手，慌忙解释：“我确实不满家族指定的婚姻，一直想取消，但是对你的好感从未作假，你相信我好不好？我真的没有欺骗你。”宁天暗自偷笑，继续逗他：“当真？真的啊，人家没有骗你。”小丫头忙不迭点头，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似乎真被他吓到了。她向往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讨厌被人随意摆布操控自己的人生。自懂事起，她曾无数次让爹爹取消这桩家族联姻，甚至还为此求过老祖。可此事关乎两大家族的颜面，哪有轻易作罢的道理？迫于无奈之下，古潇潇便生出了前往世俗寻找意中人的念头。然而，寻常天骄的天赋怎么可能比得上被誉为万年难遇的绝世天才雷恒？更别提入古族的眼了。直到宁天的出现，才让深陷无尽黑暗的古潇潇看见了曙光。这坏蛋不仅天赋顶尖，更是最强准地木仙子的徒儿，实力也强大无比，有着不是天才越境而战的逆天能力。从九幽秘境中，他能一剑覆灭境2000名元婴境散修，便是最好的证明。有一点最重要，他和其他人不一样。宁天不仅生得俊俏不凡，行事风格更是霸道果断，说做就做，说要便要，绝不含糊。如此多的优点集于一身，不正是自己心心念念的如意郎君吗？因此，第一眼见到宁天时，古潇潇便彻底沦陷，产生了将他带回族中的念头。这也是在秘境中他会乖巧顺从，任由宁天欺负的最大原因。还有大地化身明明是叶枫击败的，是叶枫救了他，可古潇潇却将所有功劳都推到宁天身上，真正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宁天获得族人的好感，否则以他的傲娇，怎么可能做这些傻事？至于宁天的花心，他并不是很在意。毕竟秦姨说过，真正能顶天立地的强者，身边的红颜知己不会少，自己已经做到了这份上。可这坏人却把自己想得如此不堪。古潇潇眼眶里的泪水再也绷不住了，直接嚎啕大哭起来。哎，丫头，别哭啊，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见此情景，原本只想逗逗他的宁天顿时手足无措。哪有这样开玩笑的？你分明就是故意欺负我。从未受过这种委屈的古潇潇边哭边骂，小手不住地拍打宁天，似乎是在发泄心头怒火。宁天那个无奈啊，有时候恨不得抽自己一耳光。小丫头都表明心意了，自己没事找事做什么呢？现在好了，小可人被气哭了。唉，眼下说什么都没用了，哄吧。片刻过后，宁天凭借3寸不烂之舌，好说歹说，
总算让古潇潇的情绪逐渐平复下来。小丫头从他的怀里爬起来，用着红红的眼睛望着他，满是委屈地说道：“你还没有回答人家先前的问题呢。”宁天信誓旦旦保证道：“傻丫头，放心吧，我一定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到底。”得到了想要的答案，古潇潇心里十分开心，可是他现在还是有些生气，并不想这么快原谅欺负自己的坏人。他那小嘴一撅，娇声恐吓道：“那你到时候将要面对来自古族的压力与雷族的怒火，就不害怕？”瞧着他俏皮可爱的模样，宁天忍不住伸手捏了捏他的小脸，哑然失笑道：“想不想知道我的理想抱负是什么？”古潇潇连连点头，眼眸中满是好奇之色。宁天俯身在他耳畔轻轻说道：“我的理想抱负便是站在苍穹之巅最顶端，手握日月星辰，揽尽世间所有的绝色佳人。只要能得到你这位俏丽仙子，区区压力而已，我宁天何惧之有？”闻言，古潇潇小脸瞬间爆红，又羞又无语的翻了个白眼，就知道这坏蛋正经不起来。不过他真的好坏，好霸道，特别是眼神，仿佛自己只能是他的专属一样。潇潇，原谅我先前的冒失好不好？宁天轻抚着他的秀发，看着他的眼神充满了温柔。而首次在他身上感受到如此温柔的古潇潇，却是心头一颤，娇羞的低下头，完全不敢接话。这一切被宁天看在眼里，他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坏笑，显然不打算放过这个能增加好感的机会。潇潇，你怎么不说话？不想说，是不是还在生气？那我现在给你赔罪好不好？人家说不好，你会答应吗？姐，你猜猜我是会答应还是拒绝？坏蛋，讨厌！时间匆匆，聚宝楼1年1度的拍卖会如期而至。偌大的凌霄城早已人声鼎沸，修士云集，就连空气中都弥漫着躁动的气息。咔嚓！这时，上空忽然泛起丝丝涟漪，一道道身影接连从空间裂缝中踏步而出，他们身上皆翻涌着骇人气息。流云剑宗执法长老、罡气霸刀宗长老与圣子、九幽魔教三魔尊，还有羽化仙门来了。顶尖宗门的人差不多尽数到场。天啊，快看那边，竟然全是圣人境与大圣境强者。看着有些面生，这些人来自哪方势力？莫非是常年隐世不出的无名强者？若真是如此，那可太惊人了。是啊，修士们无不震惊失色。这等阵仗前所未有，史无前例。所有人都想过此次拍卖会肯定非比寻常，可从未想过会出现这样的场景，能吸引如此多强者前来。那3件压轴至宝究竟是何等宝物？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能量？有人好奇，也有想趁机捡漏的修士感到十分无奈。毕竟来的强者越多，他们想拍到心仪宝贝的概率便越低。随着各路修士陆续到场，聚宝楼后院的某间隔间内，古潇潇坐在宁天腿上，小手搂着他的脖子，两人正在你侬我侬。大坏蛋，拍卖会要开始了，我们该出去了。再等等，都2天了，人家才不听你的呢。古潇潇吓得噌一下弹了起来，小脸红扑扑的，那双水汪汪的眼睛又羞又恼地瞪着他。好，我们现在出去。宁天艰难地咽了咽口水，满脸都是奇奇怪怪之色。自从2人互相许诺相伴一生后，也就短短2天吧。在他的猛烈攻势下，往日娇蛮任性的小丫头渐渐变得娇羞可人起来。可偏偏只能看不能，也就过。无奈，深深的无奈。大坏蛋就会欺负人家。瞧见宁天毫不掩饰的火辣辣目光，古潇潇羞得跺了跺脚，走到他跟前，小手狠狠拧了一把他的腰间。疼，快放开！再闹的话，为夫可要教训你了。宁天做事就要教训胆大包天的小仙女。哥，古潇潇被他的囧样逗得眉眼弯弯，笑声如同莺啼般清脆，转身就往雅间外面跑。大胆，还想跑？劝你还是乖乖束手就擒吧，不然让本大爷抓到了，后果是会很严重的哦。你来啊，人家才不怕呢。打闹间，2人已然出了后院。而这时，一道娇媚入骨的悦耳声忽然飘进耳边。哟，你们舍得出来了？循声望去，只见一位身着红色长裙的女子从一侧款款走来。她身姿婀娜高挑，扭动的小蛮腰尽显性感妖娆，成熟娇艳的容颜让人看上一眼便难以移开。见到女子的刹那，古潇潇眼前一亮，立马跑过去抱住了她的手臂，小手指着宁天，可怜兮兮地喊道：“秦姨，这个大坏蛋欺负人家，你快替我狠狠教训他。”秦嫣捏了捏他的脸蛋，嫣然一笑：“究竟是他欺负你，还是你自己主动送上门去给他欺负？”原本想找长辈撑腰的古潇潇，在听到这番话后，俏脸瞬间红得像熟透的红苹果似的。“秦姨，你讨厌，不理你们了。”被羞到无地自容的小丫头一刻也不敢停留，转身就跑。秦嫣无奈摇头，目光转向一旁偷笑的宁天，故作不悦道：“宁圣子的胆子倒是不小，
竟敢在聚宝楼欺负古族二小姐，就不怕惹火上身？宁天笑意不减，仙子姐姐不必吓唬我，因为我的胆子可不止这点。哦，是吗？秦烟唇角微扬，露出了一个勾魂夺魄的笑容，看得某人直咽口水，不自觉走上前，那双不怀好意的目光与他相视。是真是假，仙子姐姐日后便知。这眼神，这话语，秦烟忍不住翻了个白眼，怎会听不出他的话中深意？无非是对自己也抱有贼心罢了。然而他非但不恼，反而抬手撩了撩如瀑般的秀发，娇声笑道：那姐姐便拭目以待。我靠，这妖精是故意的吧？宁天自认在任何仙子面前都能占据主动权，直到遇见了秦烟，竟产生了几分挫败感。寻常女子哪经得起他的调侃，就连宝贝师尊都要羞得低头，偏偏眼前这位美艳绝伦的女人却不一样，仿佛不知羞恼为何物，更不会生气。你敢斗她，她便敢反过来调戏你。弟弟快回神了，怎么还发呆了呢？莫非是被姐姐吓到了？秦烟掩嘴轻笑，打趣之意毫不掩饰。见状，宁天又气又无奈，对他却毫无办法，只能装出一副凶狠的模样来掩盖自己的劣势。仙子姐姐，你这是在玩火知道吗？最好别让弟弟找到机会，否则一定要你好瞧。这混小子还真是给他点颜色就敢开染房，现在都敢威胁自己了呢。秦烟暗自苦笑，却依旧媚眼相迎。那姐姐以后可要小心些了，免得真被弟弟抓住了什么把柄。不过眼下拍卖会要开始了，你还是赶紧去大堂吧。诺，这是3楼1号天宝间的封印钥匙。说着，他取出一块小巧玉佩塞到宁天手中，随后扭着纤细的小腰肢扬长而去。宁天咽着唾沫目送那道倩影，直到消失不见，才依依不舍地收回目光，四处寻找了一番，最后拉着不情不愿的古潇潇上了3楼。古典雅致的天宝间内，宁天打量着房间四周，感慨道：你们聚宝楼手笔还真大，上千间天宝间竟然都布置了圣级阵法。嘻嘻，吓到了吧？古潇潇一脸得意地笑着，悄悄告诉你，这些可不是普通的圣级阵法，而是堪比地级的防窥阵法。你说这是防窥阵法？宁天追问。是呀。古潇潇点头，小脸上的得意之色更盛，而宁天的眼睛却是猛地一亮。这么说，站在这里能将拍卖会大厅一览无余，而外面的人却无法透过阵法看到内部了。姐，看什么看呀？发现宁天的眼神逐渐变坏，古潇潇娇小的身躯止不住轻颤，二话不说就想夺门而出。这2天他已经把世上所有的坏都领教了一个遍，他心里很清楚，这是又要欺负自己了，必须跑，不然肯定会被羞死的。然而天赋极佳却不好好修炼，整天就知道瞎玩的小丫头，怎么可能是坏人的对手呢？一道强悍灵力骤然而起，瞬间将天宝间的大门牢牢禁锢。跑路不成的古潇潇气呼呼地看向某人，挥了挥小粉拳，警告道：大坏蛋，你要是再敢欺负本小姐，就对你不客气了。宁天笑了，他会害怕这种俏皮可爱的威胁？开什么玩笑，很兴奋好不好？他当即坐在宝座上，拍了拍大腿，贱兮兮地笑道：小美人快过来，只要你乖乖听话，本大爷待会就给你拍宝物。噗嗤，看见宁天那副搞怪的样子，古潇潇一个没忍住，直接笑出了声音。他真是服了呀，聚宝楼是古族的产业，自己又是古族二小姐，真想要什么宝物，跟秦姨说一声就行，哪里用得着拍？没听见吗？还是说真要本大爷生气，你才会乖乖听话？宁天似乎是装上瘾了，那副嘴脸别提有多可恶了。古潇潇翻了翻白眼，不过也不敢反驳，因为坏蛋即便再坏，那也是自己选的未来夫君，而且画册里经常能看见这样的话，不乖乖听夫君大人的话，以后是不会被宠爱的。小丫头胡思乱想了一通，最后自己把自己说服了。古潇潇咬着嘴唇，红着小脸，然后在宁天的目光直视下，走到了他面前，轻轻坐在了腿上。宁天满意笑道：潇潇真乖，坏蛋，讨厌你。古潇潇气鼓鼓的伸出纤纤小手捏了捏他的帅脸，又调皮是吧？哼，哟呵呀，敢欺负本小姐，打你，大坏蛋。两人嬉闹的时候，拍卖会大厅已然热火朝天，数都数不清的修士全部依次落座。更关键的是，天宝间的灯都亮了起来，这代表着今日来了上千名大圣境强者。毕竟只有大圣境及以上的强者才有资格上3楼天宝间入座，只有宁天是个例外。噔噔噔，清脆的脚步声响起，只见一位身着类似红色旗袍、性感火辣的曼妙女郎缓缓走上中央高台。欢迎诸位道友莅临聚宝楼年度拍卖会，我是主持人小小，今日将全程为大家引荐珍宝。现场不仅有上百件奇珍异宝，更有3件压轴宝物呢。
小小悄悄给大家透露一下，这3件宝物皆是超越圣级的无上至宝，绝对值得诸位期待。随着小小那娇娇柔柔的声音落下，全场气氛瞬间高涨，原本抱有怀疑的修士们顿时惊喜不已。果然有地级宝物，而且肯定是地级至宝中的顶尖，否则绝不会来这么多强者。眼见气氛烘托起来了，小小当即取出一柄通体墨绿、薄如蝉翼、弥漫着森然戾气的长剑。此剑名为断浪，乃圣兵出自一位锻造大师之手，以万年灵铁铸造而成，削铁如泥，一缕剑气可破万法壁垒，堪称剑道修士本命利器。起拍价3000万灵石。小小介绍完，众人惊叹连连。这气息疑似凶兵，此剑在圣兵中可称的顶级，我出3100万灵石，3200万，3300万，3400万，3500万。全场激烈竞价。圣兵虽然不算罕见，但是只对于大宗门而已。在剑道散修和小宗门修士眼里，这无疑是罕见宝物，谁都想要。6100万，6500万，7000万。一时间，圣兵断浪的拍价疯狂飙升，1个亿灵石，此圣兵老夫要了。这时，有位河道境老者突然开口，直接把价格推到了顶峰。我靠，道友，你找试试吧。就是，本来大家都可以捡漏，你上来叫那么高做什么？面对四周修士的喋喋不休，老者心中虽然不悦，但不会傻到去随意招惹，对着他们拱手抱拳，让诸位道友见笑了。老夫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门中实在缺一柄像样的灵兵坐镇，此价也是老夫能出的最高价。若是道友们真想要，尽可抬价，老夫绝不再争抢。抬个屁啊！大家都是散修、小宗门修士，身价有个几千万灵石就不错了，哪能拿出过1灵石？虽然对老者断崖式的出价感到不爽，可看在他的态度还算不错的份上，众人也只能拱手相让了。见无人继续加价，小小开始计数：1亿1次，1亿2次，1亿3次。当一锤定音，恭喜道友成功竞得圣兵断浪，稍后拍卖会结束，我们将会把宝物送到您的手中。老者心中大喜，但表面上并不敢表现出来，而是立即起身对着那些没有竞拍到的修士拱了拱手致谢。看得出来他很聪明，否则拍卖会结束免不了遭到眼红之人的算计。诸位道友安静，下面便是本场的第2件宝物，一部天级身法，名为天行术，修炼到圆满层次，足以媲美圣级身法。起拍价同样是3000万灵石，有意者请竞价。听到这话，众人的目光齐刷刷聚焦到小小玉手上的那本泛黄古籍，眼神中弥漫着浓浓的贪婪之色。速度身法可遇不可求，世间修士修炼的大都是低级速度身法，因为品级越高的越稀有，基本都被顶尖大势力掌控在手里，而这部天行术竟能媲美圣级，无论是散修还是小宗门，亦或者大宗门，在这一刻全都沸腾起来了。我出4000万，5000万，6000万，7000万。不过瞬间价格飙升，被抬到了7000万灵石。正当全场修士都在外面为宝物激烈竞价时，1号天宝间内却响起了一声蕴含羞恼的细微声：坏蛋，不要这样，不然人家真的要生气了。小小乖。拍卖现场人声鼎沸，每当主持人小小的话音落下，修士们为争抢宝物，喊价声便此起彼伏，热闹不已。而1号天宝间内却是另一番情景，时不时就传来疑似打情骂俏的声响。潇潇，别闹，你要冷静，冷静不了一点，你个大坏蛋，竟然这样对人家，打死你，打死你！只见古潇潇此刻一反常态，小手对着宁天疯狂拍打，细细看去便会发现事情有点不简单。小丫头脸颊红得快要滴血，一只小手不停擦拭着嘴唇，美眸中的怒火在翻涌的同时，还夹杂着丝丝幽怨，仿佛在此之前受了天大的难以启齿的委屈。宁天看似承受着他的殴打，脸上却挂着浓浓的笑意，那抹得意之色更是藏都藏不住。你居然还敢笑！古潇潇见他这般模样更生气了，当即加大了输出，疯狂挥动的小手都出现残影了，他简直要被羞死了，从未想过这个混蛋竟然会让自己我呸，恶心，可恶！小丫头越想越气，是要让欺负自己的坏人好看，胖揍了好一会儿，古潇潇把自己累得够呛，而宁天不仅毫发无伤，脸上竟然还浮现起几分意犹未尽的神情。古潇潇感觉有被冒犯到，气鼓鼓地坐到一旁，双手抱胸，摆出再也不想搭理他的样子。见此情景，宁天心中乐开了花。就在刚刚，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要求，原本以为小丫头肯定不会答应，谁知在他的花言巧语攻势下，竟然半推半就答应了。哼！古潇潇瞥见某人那意味深长的眼神，顿时心慌意乱，急忙别过头去，轻哼一声，以自己的不满
宁天见状，眼睛一转，似乎又在打什么坏主意了。可就在他准备行动之际，目光忽然被一道悦耳声吸引了过去。诸位道友，本次拍卖会的100件奇珍异宝已全部拍出，接下来便是本次盛会的最后3件压轴至宝。高台上，小小的声音陡然拔高，语气中的激动难以掩饰。第1件压轴至宝，3D 天地灵乳。话音刚落，整个拍卖会大厅瞬间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惊呼声。我的天，聚宝楼这是疯了吗？太不可思议了！天地灵乳可是具有洗精法髓、改善修炼资质之效的无上珍宝，价值无法估量，聚宝楼竟然舍得拿出来拍卖。该死，早知有这等宝物，我先前就不盲目竞拍了，眼下临时耗尽，只能干瞪眼了。众人议论纷纷之际，一道道强大的威压笼罩整个大厅，修士们吓得冷汗直流，目光不由自主地望向3楼的天宝间。他们心中明白，这是里面的大人物要出手了，再警告自己等人安分一点，不要自找麻烦。卧槽，连天地灵乳都拿出来了！宁天又惊又喜。虽说他的资质已经用系统赠予的地品造化丹改善过，用不上天地灵乳，但红颜知己们需要啊。届时他们的修炼速度肯定能暴涨一大截，快速成长起来，成为自己称霸路途上的一大助力。对他一统寰宇的目标而言，如虎添翼，必须拿下。主持人小小见气氛达到了白热化，毫不犹豫地报出底价：3D 天地灵乳，起拍价10亿灵石。话落，大厅观众席上鸦雀无声。5号天宝间内率先传出一道清朗的声音，打破宁静：15亿灵石。紧接着，一道苍老的嗓音紧随其后：老身出价20亿。声音未落，又有一道浑厚低沉的声音骤然响起：本座出30亿。随后，各个天宝间中的竞价声此起彼伏，接连不断：31亿、35亿、40亿、50亿。大佬出手，果然非同凡响。不出手则已，一出手便震撼全场。短短几息间，天地灵乳的价格飙升至50亿灵石，看得观众席上的修士们目瞪口呆，纷纷倒吸凉气。51亿、52亿、55亿。很快，当价格攀升至55亿时，竞价的节奏渐渐变慢。1号天宝间内的宁天心中清楚，这是众人觉得接近天地灵乳的价值上限，正在衡量是否继续加价。自己也是时候出手了。他朗声道：我出60亿灵石。小小见无人跟，再度高声烘托气氛。天地灵乳的价值齐平地品丹药，对修士而言绝对是可遇不可求的无上珍宝。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还有哪位道友想出更高价格？短暂的沉默过后，5号天宝间的清朗声音再度响起：65亿。宁天嘴角微扬，不紧不慢地开口：70亿。刹那间，所有修士的目光齐刷刷地汇聚到1号天宝间，紧接着他们又纷纷扫过其他天宝间，似乎都在好奇里面的大人物会不会继续加价。然而毫无动静。显然众人都认为天地灵乳虽珍贵，但70亿灵石已是极限，而且这笔灵石数目太庞大，即便底蕴深厚的强者能拿出来，也会用在刀刃上。继续加价的话，很可能会错过后续2件至宝，得不偿失。70亿一次，70亿2次，70亿3次。当一锤定音，小小高声宣布：恭喜1号天宝间的道友成功拍的天地灵乳，稍后我们将会派人把宝物送到您的房间里。这么轻松就拿下了，如果你们就这点能耐的话，后面的2件宝物我就只好照单全收了。宁天的目光逐一扫过对面的天宝间，嘴角微微上扬。这坏蛋笑得好狡诈呀，不会又在打什么坏主意吧？旁边的古潇潇偷偷瞥了眼宁天，小心肝顿时砰砰乱跳，红彤彤的小脸上露出怕怕的表情。也就在这时，一股难以言喻的气息骤然席卷整个拍卖会大殿。那条碧铠是何物？散发出来的气息为何如此狂暴骇人？我好歹也是半不胜人境强者，可在这股气息面前，竟生出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惧。所有目光汇聚在高台中央的桌面上，那里摆放着一条碧铠，大小与成年男子手臂相仿，通体暗黑色，表面流淌着紫色纹路，不知是用什么凶兽肋骨打造，弥漫着一股令人心悸的恐怖狂暴气息。仅仅只是静置那里，周围20米内的空间竟出现扭曲迹象。此物不凡，肯定是一件盖世凶器。诸位道友稍安勿躁。这时，小小在郊区上凝聚了一道灵力碧罩，目光忌惮地扫过那条碧铠，柔声对众人解释道：此物便是第2件压轴宝物，地冰镇月碧铠，疑似上古大能遗留的无上杀器，半年前聚宝楼强者在一座古洞府中偶然所得。据我们古族老祖潜心研究发现，这镇月碧铠不仅威势滔天，更疑似诞生了气灵，就算是老祖本人也无法完全驾驭。为了不辱没这等盖世灵宝的赫赫威名，我们才决定以拍卖形式
为他寻一位真正合适的主人。什么？疑似诞生器灵的帝兵？众人与天宝间内的诸位大人物皆惊得心神俱震。帝兵的强大毋庸置疑，而能诞生器灵的帝兵却寥寥无几，甚至堪称传说中的存在。一时间，整个大殿彻底沸腾起来。不过，要说最激动的还是当属宁天。卧槽！意外之喜啊！这镇月碧铠简直是为他量身打造。他身负苍天霸体，走得体魄一道，到现在都还没有一件趁手兵器。而这条镇月碧铠对他而言简直再合适不过。若是能将其拿下，自身战力必定能暴涨数倍不止。届时近战中，还有谁能与自己争锋？宁天望着碧铠，眼中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炽热光芒。你灵石够吗？突然，一道怯怯的清脆嗓音将他从失神中唤醒。宁天转头看向满脸娇羞的古潇潇，眼睛微微眯起，笑着反问：潇潇，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就是问问，要是不够的话，我可以去找秦姨替你要。古潇潇撅着小嘴，细声说道。宁天挑了挑眉，打趣道：哟，潇潇懂事了，都知道请为夫吃软饭了，为夫深感欣慰啊。你能不能正经点？古潇潇羞恼地瞪了他一眼，真是气人。什么软饭不软饭的，说话太难听了。自己只是见他刚刚花了70亿灵石拍天地灵乳，现在又对这帝兵垂涎不已，担心他灵石不够才出言询问。结果倒好，自己一番好意，反倒被这坏蛋调侃。早知道就不问了，为夫是认真的，很想吃软饭，潇潇给不给啊？宁天愈发觉得这动不动就会害羞的小丫头可爱，哪会轻易放过她？而古潇潇见他又开始得寸进尺，索性气鼓鼓的别过头去，摆出一副懒得理你的模样。然而宁天怎会就此罢休？他当即起身走到古潇潇身前，趁他还没反应过来时，俯身来了个公主，抱搂在怀里。呀，你干什么？快说，为夫想吃你这位古族二小姐的软饭，给不给？哼，休想！既然这样，坏蛋，你再敢乱来，人家就永远不理你了。姐，待会你就会把话收回去了。哎呀，两人嬉闹之际，外面大厅的气氛早已被镇月碧铠推向了顶点。小小看准时机，在众人情绪最高涨的时候，迅速报出了起拍价。镇月碧铠起拍价50亿灵石，有意向的道友可尽情报价。话语刚出，天宝间内按捺不住的大人物们纷纷开始哄抢：60亿、70亿、80亿、90亿、100亿！天啊！瞬息间价格便飙到100亿，在场修士们无不倒吸一口凉气。这就是顶尖道统的魄力吗？这就是强者的底蕴吗？简直太吓人了！要知道，他们中的有些人苦修大半辈子，能攒下几千万灵石的家底就已经了不得了。可这些大人物们张嘴就是10亿的加价，羡慕啊！然而，无上杀气的诱惑力远不止如此，抬价声依旧此起彼伏：120亿、130亿、140亿、200亿！这镇月碧铠，我罡气霸刀宗要了！突然，5号天宝间内传出一道清朗且霸道的声音，直接报出天价，瞬间震慑全场，引起一片哗然。我的乖乖，罡气霸刀宗竟然直接甩王炸！200亿买一柄帝兵，已是极致天价。即便是顶尖道统，也难以拿出超越这价格的灵石，毕竟灵石等同于修炼资源，每年产量有限，一次性消耗太多，不仅会让宗门元气大伤，甚至可能影响门中弟子的修炼进展。果不其然，200亿的报价一出，原本躁动的各大天宝间瞬间沉寂了。眼见又要冷场，身经百战的主持人小小岂会坐视不理？他款步上前，娇柔魅惑的嗓音响彻全场：诸位道友，有灵帝兵自上古之后便绝迹于世，今日能遇已是机缘造化，一旦错过，那可就真是万古遗憾了。想要加价的可要尽快哦，不然小小就只好开始计数了。200亿一次，200亿2次。就在这千钧一发，即将成交的刹那，一道轻飘飘的打趣声突然响起：小小姑娘莫急，我还没出手呢，我出210亿灵石。众人皆是瞪大了眼睛，满脸诧异地望向1号天宝间。只有高台上的小小激动不已，毕竟成交价越高，他的提成就越丰厚，当即娇声呐喊：1号天宝间的道友报价210亿灵石，还有哪位道友想要继续加价？砰！5号天宝间内，身着华丽锦袍、身材魁梧、肌肉虬结的罡气霸刀宗圣子江莽猛地一拍桌面，他周身蹦出一股凶悍的气息，那双犀利的眼眸死死着对面的1号天宝间，怒声咆哮。对面的鼠辈是谁？竟敢在最后一刻搞事？莫非是想与我罡气霸刀宗为敌不成？圣子，此人出手如此阔绰，身份肯定不简单，依我之见，还是尽量避免招惹为好。况且我们仅剩240亿灵石，
恐怕也争不过对方。5号天宝间内，长老刘毅对着暴怒异常的江蟒提醒道：“事情还没有到最后一步，长老何必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江蟒语气平淡，显然没有把这番话听进去。他修炼的是炼体一道，肉身力量远超寻常修士，可眼下所用的圣兵大刀并不适配，难以发挥出自身真正力量。而这阵月壁铠能完美契合他，若能得到，以他如今的肉身底蕴，即可转修最霸道凶猛的体魄之道。此刻机缘就在眼前，他无论如何也要抢过来。看着江蟒这副势在必得的模样，刘毅无奈摇了摇头，暗自苦笑，不过并没有继续多言。毕竟对方是宗主江啸天的亲儿子，他不好过多阻拦。江蟒随即开口喊价：“220亿！”报价一出，高台上的小小瞬间精神了。220亿，还有哪位道友想加价？全场目光齐齐汇聚向1号天宝间。房间内，宁天斜倚在椅上，搂着古潇潇嬉闹。闻言眉头微挑，语气散漫的开口：“230亿！”此言一出，全场再度沸腾。1号天宝间的道友出价230亿，还有没有更高的报价？小小的声音因激动而微微颤抖。聚宝楼对镇月碧铠的预期成交价是180亿灵石，如今价格飙升到230亿，业绩远超目标，他能拿到一笔极为丰厚的提成，对方究竟是谁？江蟒注视着对面的1号天宝间，脸色阴沉的仿佛能滴出水来。他们携带了300亿灵石，此前在多件宝物上耗费不少，如今仅剩240亿，很难与之相争。眼睁睁看着到嘴的肥肉飞走，江蟒怎么可能甘心？240亿报出价格后，江蟒又朗声道：“1号天宝间的道友，在下乃罡气霸刀宗圣子江蟒，不知可否给一个薄面，将镇月碧铠相让于我？这份人情我定铭记在心。拍卖会结束后，道友留下名讳与道统，日后我定登门重谢。”竟然直接亮身份讲人情，在场修士无不大为震惊，目光纷纷投向1号天宝间，好奇里面的大人物会如何抉择。镇月碧铠的珍贵确实毋庸置疑，可江蟒是罡气霸刀宗宗主江啸天的儿子，能得到他的人情，无异于搭上了这座顶尖道统，这笔交易其实并不吃亏。坏蛋，你算是把江蟒逼急了，向来高傲的他竟然主动低头求你，你打算怎么做？是让给他，还是继续争下去？1号天宝间内，古潇潇依偎在宁天怀中，睁着水汪汪的大眼睛望向他。宁天笑着反问：“你觉得他的人情对我而言重要吗？”细细想了想，古潇潇轻轻摇了摇头。江蟒的人情在旁人眼中或许大于天，可在坏蛋这里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他既是天眼道宗圣子，又是晚清仙子的亲传弟子，更是自己这位古族二小姐选定的未来夫君，有这3重身份加持，罡气霸刀宗的人情可有可无。宁天捏了捏小可人的可爱脸蛋，接着故作客气的回应：“江圣子，实在抱歉，这件地兵对我而言同样是无上机缘，如果你真想要，可以继续加价争夺。我出250亿灵石。”拒绝了。他竟然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全体修士满脸惊愕，不敢相信。江蟒则是怒火中烧，杀意翻腾。该死，他都放下身段相求了，对方连这点面子都不给，莫非真想与自己为敌？既然你要搞事，那便休怪我不客气。他转头看向刘毅：“长老，拍卖会结束后，麻烦你查查此人身份，我要他死无葬身之地。”听到这话，但凡换作旁人，刘毅怕是会直接破口大骂。仅凭声音推断，对方年纪不大，还有如此深厚底蕴，且丝毫不将罡气霸刀宗放在眼里，身份绝对非同小可，不是来自其他顶尖道统的天才，就是尹氏家族的少爷小姐，这样的人物岂能随意招惹？但江蟒此刻被愤怒冲昏了头脑，就算说了也不会听，只能先点头应下，等事后再请宗主管束。还有哪位道友愿意加价？若无人加价，小小可要开始计时了。250亿第一次，250亿第二次，250亿第三次。当清脆的锤音落下，小小高声宣布：“恭喜1号天宝间的道友再得一件至宝，稍后我们将派人亲自把宝物送到您手中。”苏嘎这宝物拿得也太轻松了吧！宁天心情大好，揉了揉古潇潇的小脑袋，惹得小仙女白眼连连，又气又恼地拍开他的爪子。此时高台上，小小神秘兮兮地说道：“诸位道友，接下来将要登场的便是本次拍卖会的最后一件压轴至宝，同时也是青州近千年来出现的最珍贵、最稀有的珍宝，足以让无数天之骄子为之疯狂。这件宝物便是天地奇珍青龙宝药。”小小说着，玉手一挥，一株半尺高的植物凭空出现在半空，其根茎粗壮挺拔，表面布满类似龙鳞的纹路，共有9只，每只叶片呈狭长柳叶状，散发着莹莹光泽。我靠，真是青龙宝药！你们聚宝楼竟然连这等不是瑰宝都拿出来拍卖，
在场所有的修士以及天宝间内的大人物们，在这一刻猛地站起身，震撼的差点惊掉下巴。聚宝楼拿出天地灵乳，镇月碧铠就已经令人感到难以置信了，可万万没想到啊，居然还有一株青龙宝药！这可是超越奇珍异宝的范畴，堪称地级珍宝中的极致瑰宝，足以轰动整个天地，是所有身负旷世神体的天才们梦寐以求的东西。因为只要炼化，便能领悟突破神体境界壁垒的契机。诸位道友说笑了，这株青龙宝药并非聚宝楼之物，而是出自一位盖世强者之手，特意委托我们代为拍卖。小小柔声解释，众人恍然大悟，先前还真以为聚宝楼为了赚灵石已经失了分寸，原来是受他人所托。只是这委托之人究竟是怎么想的？这等瑰宝，即便自身用不上，留给后辈岂不是更好？果然啊，强者的脾性都是古怪，捉摸不透的。小小姑娘，赶紧报价吧！天宝间内传来众强者迫不及待的催促声。小小自然明白他们的急切，不过为了将宝物卖高价，他可不会立即报价，而是先烘托气氛。青龙宝药贵为天地奇珍中的不世瑰宝，千百年难遇其一，今日能齐聚于此共赏，实乃无上机缘。诸位道友准备好了吗？起拍价为100亿灵石。观众席上的修士们闻言，咂巴着嘴，纷纷摇了摇头。100亿灵石，就算把他们卖了，也值不了那么多，也就那些大佬们才能出得起这个价。可下一秒，一道熟悉的声音回荡而起，震慑全场。我出300亿灵石。全场修士惊得眼珠子都快要掉出来了。我靠，又是1号天宝间，这里面到底是哪位大佬，居然能如此挥金如土？前前后后算下来，他已经花了620亿灵石了吧？乖乖，能一次性拿出如此雄厚底蕴的，除了古族与聚宝楼，整个青州还有哪座道统能够做到？有修士咽着口水惶恐道：一人独吞3件压轴至宝，这是在挑衅各大强者，我看怕是要有大事发生了。果不其然，猜对了。随着话音的落下，几乎是同一时刻，各大天宝间内激荡起一道道恐怖的神识，齐齐锁定在1号天宝间。道友过分了吧？不错，你已经将天地灵乳与镇月碧铠2件至宝收入囊中，这株青龙宝药必须让出来。本座不想多言，但还是要奉劝道友一句，凡事要顾全大局，贪得无厌的下场往往凄惨无比。道友，虽说不知你出自哪方势力，但请听老身一句劝，若因此得罪上千名大圣及以上强者，你背后的势力怕也承担不起后果。威胁来自上千位顶级强者赤裸裸的威胁，凝重且诡异的气氛扑面而来，观众席上的修士们无不心惊胆战，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唯有一人神色淡然，那便是宁天。他平静端坐于宝椅之上，目光缓缓扫过对面的天宝间，语气平淡：诸位不必白费口舌恐吓，我也不是被吓大的，想要青龙宝药，尽管出价竞争便是。大胆！暴喝骤起，笼罩在1号天宝间外面的神识愈发恐怖，似是那些强者催动了自身修为，其中不仅有大圣境气息，更有几道圣王境威压席卷而来，强大的令人心悸，直接触发了天宝间内的防御阵法。轰隆隆，一时之间，道道骇人的气息充斥整个拍卖会大厅。胆小的修士早已吓得魂飞魄散，若非拍下的宝物还没有拿到手，他们可能现在就会四散逃命了。小子，劝你莫要敬酒不吃罚酒。没错，倘若不乖乖收回出价，我们不介意为了青龙宝药与你背后的势力碰一碰。一如既往的恐吓。明天面露鄙夷，亏他们还是大圣、圣王级别的强者，无力加价，竟然用威胁这种下三滥的手段，简直丢人现眼。不过他毫不在意，更不可能将能助苍天霸体更进一步的青龙宝药拱手相让。他们这样闹，秦烟肯定会出手干预。即便秦烟不出手，这些人也伤不了他分毫，因为宝贝师尊留在他身上的神魂印记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便是来自背景的底气。就是这么狂，宁天索性不装了，摊牌了。他扬声反讽道：废话就别说了，你们要是有本事便加价，没本事的话就给本圣子闭嘴。圣子？全场哗然。也就是说，此人出自5大顶尖道统之一的传人。毕竟圣子的身份比较特殊，只有这5座宗门道统的超级天才才有资格获此殊荣。至于天宝间的强者们，眼中皆是金光一闪，纷纷催动力量，企图冲破阵法，看清他的真实身份。就让我们瞧瞧，究竟是哪座道统的圣子如此嚣张。晃晃晃，阵法在无数道力量冲击下摇摇欲坠，眼看就要破碎。就在这时，一道平淡中带着几分妖娆的嗓音清晰传入在场所有人耳中：诸位，聚宝楼自成立至今已有上千年，宝物皆价高者得，这个规矩还从未被打破。莫非今日你们想坏了这1000年传承的规矩？还是说你们想挑衅一下本楼主？
人未现身，声威已至。天宝间内的所有强者心头瞬间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恐惧，慌忙收敛气息，对着空气躬身行礼。秦楼主说笑了，我等岂敢坏惧宝楼的规矩？是啊，秦楼主，我们只是和小辈开个玩笑而已，您千万别当真。看着原本气势汹汹的众强者瞬间转变态度，观众席上的修士们无不唏嘘。不过想想也正常，秦烟可是一尊成名已久，半只脚踏进准地境的巅峰圣王。天宝间内虽也有几位圣王，但从气息判断，似乎都处于初期至中期之间，即便联手也不是秦烟的对手。如此便好。见秦烟没有动怒，众强者都松了一口气，下意识擦了擦额头的冷汗。秦烟那不紧不慢的声音再次传来：小小，继续拍卖吧。高台上，主持人小小明显也受到了些许惊吓，不过很快就恢复了过来。1号天宝间的道友出价300亿，可还有道友继续追加。如果没有的话，那么这株青龙宝药当归1号天宝间的道友获得。说着，他的目光缓缓扫过各个天宝间，然而毫无动静传来。显然300亿灵石的价格已经超出了所有人的承受范围，即便对青龙宝药再渴求，也只能望而却步。300亿灵石一次，300亿灵石2次，300亿灵石3次。当！恭喜1号天宝间的道友成功竞得青龙宝药，共3件至宝，我们马上将它们送到您手里。此次拍卖会到此圆满落幕，感谢诸位道友的支持，愿来年我们能再聚，共赏奇珍。清脆娇声落下，小小优雅欠身行礼，款步翩然退场。哼！同一时刻，道道冷哼从天宝间内接连响起，声音里怒火毫不掩饰。有些人可能要遭殃喽。可不是嘛，3件稀世罕见的珍宝全部落入一人之手，各大强者怎么可能不愤怒？要我说，无能狂怒罢了，暂不提此人真实身份不明，即便知道了又能如何？难道真敢对顶尖道统的圣子出手？不错，宝物的诱惑力毋庸置疑，可跟性命相比起来就显得不值一提了。那些强者岂会分不清是非？不过是为了挽回颜面而已。言之有理，你们别瞎猜了，无论最后的结果怎么样都不关我们的事，赶紧走吧，以免引火烧身。说得对，撤！观众席上的修士陆续离场，闲言碎语此起彼伏。1号天宝间内，宁天翘着2郎腿坐在宝椅上，嘴角挂着笑意，心情格外的好，毫不在意各方强者的恐吓。今天简直是大丰收啊！奇珍天地灵乳，地冰镇月碧铠，魁宝青龙宝药全是对自己修炼有大用的无上宝物，等回去炼化一番，自身实力定能提升几个档次。潇潇，我们……宁天转头看向古潇潇，正欲说什么，却突然哽住了，满脸狐疑。只见小丫头站在他身侧，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水汪汪的眼神令人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有爱慕、崇拜、震惊、痴迷、好奇等等各种各样的神情。宁天问道：丫头，你这是怎么了？古潇潇紧紧咬着嘴唇，连连摇头，满眼都是他，不知该如何回应，只觉得心头小鹿乱撞。好震撼，好霸道，好强势，好喜欢呀！他要被惊呆了。坏蛋刚刚真的好迷人呀！面对如此多的强者威胁，寻常人肯定会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个。可坏蛋呢？他不仅不怕，甚至还敢出言讥讽。这太令人着迷了。不行了，心跳好快，受不了了。小丫头再也忍不住了，如同翩翩小仙女般直接扑进了宁天怀里，满是深情地望着他。坏蛋，你真的太帅了！宁天先是一怔，随即恍然大悟，顿时乐得哈哈大笑起来。他还以为这是怎么了呢？感情小丫头又犯花痴了。嘿嘿，不过被小美人痴迷的感觉简直不要太爽。既然这样，宁天轻轻挑起古潇潇的下巴，正准备做些什么的时候，外面却突然咚咚咚响起一阵敲门声。谁这么不识趣，竟敢在这时候打搅自己？他眉头微皱，上前开门，紧接着便眼睛一亮，门口俏立着一位身穿类似红色旗袍、性格火辣的曼妙女子，不是别人，正是主持人小小。原来是小小姑娘啊！宁天含笑打了声招呼，目光却十分不老实的在她身上来回打量。而小小瞧见眼前的一幕，美眸骤缩，直接僵在了原地。天哪，我看见了什么？小姐竟然被这位俊朗出尘的陌生公子搂在怀里呀！原本沉迷在宁天霸道中无法自拔的古潇潇，也在这时候回过神，像是小秘密被发现了一样，她的小脸噌的一下通红，发出一声尖叫，撒丫子就跑。小小同样反应了过来，红着脸颊朝宁天递去一枚储物件。公子，您拍的宝物都装在里面，请您过目，麻烦小小姑娘了。宁天表面客气道谢，可接触物件的时候竟趁机碰了下她的柔仪。
小小被他的大胆行为吓了一跳，连忙将手缩了回来，俏脸愈发红润，声若蚊蝇的摇头：“分内之事，公子不必客气。”啧啧，这女人也是极品啊！宁天的目光肆无忌惮，嘴角勾起一抹怪异的笑容。这公子怎么这样？眼神仿佛……小小那个心慌意乱啊！他发誓自己会来此，真的只是好奇一口气能拿出600多亿灵石拍下3件压轴至宝的大人物是谁。可万万没想到，对方不仅和小姐有着，甚至看自己都充满。他慌了，身为圣人境强者的他，在这位底蕴深厚的坏公子面前，首次感到了这种手足无措的心慌。小小想发作却不敢，只能扯开话题转移某人的注意力。公子，我们楼主有请。宁天笑着说道。那麻烦小小姑娘带路吧。小小轻轻点头，扭着纤细腰肢，迈着优雅的小步伐在前面引路，穿过道道回廊，两人来到了聚宝楼后院一间隔间外。公子，我们楼主就在里面，小女子不便入内，您请。小小停在门口，伸出玉手示意。宁天并未立即进去，而是忽然俯视在他的耳畔轻轻说道：“小小姑娘，你的身姿当真是……”说完，他便推门走进隔间。而在这时反应过来的小小望着宁天的背影，朱唇紧抿，俏容红的仿佛能滴出水来。走进隔间，2道倩影随之映入眼帘。聚宝楼楼主秦嫣一改昔日妖娆，端坐小茶几前，正以一种柔美的姿态清洗茶具。古潇潇坐在一旁，纤纤小手撑着脸颊发呆，看见走进来的宁天，小脸泛红，目光有些躲闪，不怎么敢与他直视。见此情形，宁天笑了笑，大步上前，毫不客气地坐在秦嫣对面。宁圣子今日之举，着实让我有些出乎意料。秦嫣唇边勾起一抹魅惑众生的笑容，将一杯灵茶轻轻推至他的面前。哦，不知仙子姐姐的意外究竟是有多意外？宁天眉头微挑，玩心大起。见他这般大胆调侃自己，秦嫣赏了他一个白眼，笑道：“倒是让我对你刮目相看了几分。”拍卖会前，秦嫣对敢和自己开花花枪的宁天只是略有欣赏，拍卖会过后，他便有点刮目相看了。刚刚众强者闹事时，他没有立即遏制，就是想看看宁天这个天眼道宗圣子究竟会如何应对。结果远超意料之外，胆大且狂的惊人。要知道，那些皆是老一辈强者，单拎出来或许不足为惧，可联合起来就非同小可了。寻常圣王碰见也得让上3分。然而，就是在这些人联合威胁之下，只是生死境初期的宁天竟敢公然挑衅他们，着实胆大包天。虽说他没有透露真实身份，背后也有准帝师尊和天眼道宗护着，可那些人想找也能找到，暗中再搞搞事，很可能在劫难逃。可以判断，这小子不是傻，就是对自身十分自信，自信到这些人奈何不了他。正因如此，秦嫣对色胆包天的宁天感官一变再变，从原先的欣赏变成了另眼相看。他开始好奇，这弱小不折服、行事嚣张到目空一切的毛头小子，最后能在仙途走到哪一步？能被仙子姐姐另眼相看几分，那是弟弟的荣幸啊！宁天一如既往的不知收敛为何意，还好他不清楚秦嫣内心想法，不然肯定会更加得寸进尺。而见他动不动就没个正形的秦嫣，也只是摇了摇头轻笑。古潇潇瞧见眉来眼去的两人，顿时就不开心了，忍不住都嚷起来：“你们能不能收敛收敛？旁边还有人呢！”秦嫣含笑打趣：“丫头，我们就正常聊天而已，你这么激动做什么？他能不激动了吗？”古潇潇撅着小嘴，气呼呼的。秦医生的妩媚动人，一颦一笑便能让男子神魂颠倒，即便女子见了也会被他那媚而不俗的气质吸引。真是的，也不知收敛一下。不知道大坏蛋是个见了漂亮仙子就走不动路的人吗？看啊，眼睛都直了。望着目不转睛盯着秦嫣看的宁天，古潇潇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不行，绝不能让他继续和秦怡待在一起，万一真被勾走了，自己连哭的地方都找不到了。坏蛋，跟人家出来一趟，有话和你说。古潇潇说着便去拉宁天的胳膊，宁天却稳如泰山，纹丝不动，并且还自顾自地说道：“潇潇别闹，最近2天山珍海味吃太多，有些口干舌燥，得喝灵茶降降火。”说着，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还用着一种十分古怪的眼神看了眼古潇潇。原本还有些疑惑的小丫头，当看见他意味深长的眼神，似是明白了什么，小脸唰的一下通红。他又羞又恼的狠狠拧了拧宁天的胳膊。秦嫣看着满脸羞意的古潇潇，心中大为震撼，目光转向宁天，忽然问出一句云里雾里的话：“宁圣子，我不得不提醒你一句，有些事情的影响很大，一旦触碰，后果会十分严重。你真做好面对一切的准备了吗？”宁天闻言一愣，当察觉到秦嫣时不时落在古潇潇身上的目光时，瞬间恍然大悟，这是担忧小丫头与雷横之事啊。他淡淡笑道：“
仙子姐姐可能不太了解我，我宁天能从最微末爬起，得到现在拥有的一切，靠的不是侥幸，是那股不怕事的胆子。我从不信天命，只信自己，我便是自己的天。但凡我看上的，无论是什么，我会用尽一切能用的手段将其抢过来。谁敢阻我，我便会让他后悔来到这个世上。似乎走眼了，看这小子的样子，可能并不是仗着自身背景才敢为所欲为，而是怀有某种极大的野心。秦嫣眼眸微眯，开始否认原有的猜想。沉思一会儿，他嫣然一笑，倒是小觑你了，那姐姐便静待最后的结果，看看是不是如你说的那般厉害。宁天没答话，目不转睛地看着他，说的话里暗有所指。仙子姐姐，我说只要是我看上的，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得到。秦嫣掩嘴轻笑，姐姐拭目以待。这女人究竟有没有听懂？看着细品苓茶毫无波澜的秦嫣，宁天狐疑不已，自己暗示的还不够清楚。不应该啊，话里话外就差直接表明要得到她了。可他为何连一点反应都没有，在暗示？说做就做。宁天正欲开口，旁边的古潇潇却是再也受不了了。他双手叉着腰，用着怀疑的目光在秦嫣和宁天身上不断打量。秦姨，坏蛋，你们两人神神秘秘的究竟在说些什么？秦嫣率先开口，神情里全是狡黠。宁圣子想和我独处，但是不好意思让你出去。什么？可恶的大坏蛋，你给人家过来！早已经被醋意冲昏头脑的小丫头哪能注意到这些，气得她也不知哪来的力气，直接将一脸懵的宁天给拉了起来，就往外走。哥，瞧着两人的背影，秦嫣一时没忍住，笑得花枝乱颤，尤其是两座山峰格外引人注目。后院雅间内，古潇潇满脸不善地审视着宁天，说：你是不是针对秦姨有什么不好的想法？我发誓绝对没有。宁天随口就胡说八道，径直走向豪华宝椅坐下，满脸惬意。古潇潇见他回答得如此散漫，气得直跺脚，当即上前就要将他拉起来好好盘问一番。你骗人，不说清楚，本小姐跟你没完。宁天挑眉轻笑，小丫头，为夫看你是又想无法无天了。这眼神，这语气，这模样，坏了，坏蛋又要变坏了。原本气势汹汹的古潇潇见状，小心肝扑通扑通直跳，反应过来的瞬间撒丫子就跑。潇潇，你这是要去哪里啊？随着贱兮兮的声音响起，一缕柔和的灵气已然袭来，直接把跑到门外的古潇潇禁锢。某人轻轻一挥手，他便飞了回来。哎呀，坏蛋，人家错了，不敢了。天天都说不敢，转头就忘，为夫很难相信啊。哼，不信就算了。哟呵，就会欺负人家。接下来的几天，宁天仗着自己是大客户的身份，厚着脸皮来在聚宝楼不走，小日子过得十分惬意。就是苦了美艳楼主和俏皮小仙女，秦嫣的大度让他得寸进尺，差点被烦死。古潇潇则难以启齿，连修炼的机会都没有，每天都要被欺负好几回。这天，后院雅阁内，丫头，为夫要回宗门了。啊，怎么？你不是盼着我早点走吗？现在舍不得了？哼，本小姐才没有。哦，为何我看你反应和说的有些不一样呢？本小姐说没有就没有。古潇潇气鼓鼓地瞪着宁天，似乎想以此来证明自己，可微微躲闪的眼神早已将他的心思暴露无遗。还嘴硬？宁天笑着伸手捏了捏他那可爱的脸蛋，小心思被无情戳破了。古潇潇又羞又恼，摆出一副凶巴巴的模样，做事要教训坏人。可恶的大坏蛋，就会欺负我，揍你！哎呀，是我惩罚你，你不许还手。嘿嘿，讨厌。一番打闹过后，古潇潇依偎在宁天怀里，仰着小脑袋紧紧望着他，水汪汪的大眼睛里全是不舍之色。坏蛋，我也要回族闭关了，爹爹让我回去跟随老祖修行，具体的出关时间我自己也说不准。无法相见的日子里，你每天必须想我3次。你要闭关？宁天先是一愣，随即忍不住笑出了声。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他对这个小丫头已经有了全面的了解。古潇潇的天赋不仅不差，甚至比同辈天骄强出不少，奈何实在太贪玩，自九幽秘境到现在修为依旧是元婴境巅峰，可以说想让他老老实实的修炼，简直比凡人登天还难。如今既然说要闭关，不出意外的话，他爹爹应该是对他下死命令了。笑什么笑呀？古潇潇见他嘲笑自己，竟罕见地露出一抹难为情。然而宁天的笑意丝毫未减，小丫头气恼不已，却无可奈何，只好使出杀手锏，用着娇娇柔柔的语气撒起娇来。坏蛋，你就答应人家好不好吗？到时候要天天想着人家，不许去招惹那些狐妹子。宁天挑了挑眉，第一个条件自然没问题，如此娇俏可爱的小美人，谁会不挂念呢？只是后面的那个条件
简直比杀了他还要难受。不过嘛，他凑近古潇潇耳畔轻声说道，答应你也可以，但你也要答应为夫，下次相见时必须将自己……也不知听到了什么，小丫头的脸颊瞬间羞红一片，娇躯微微轻颤，既不接话也不抬头，趴在他怀里一动不动，装起了木头人。宁天可没打算放过他，继续用温柔的语气追问，潇潇，你怎么不说话？难道不愿意？若是连这点条件都不答应，我可要怀疑你的真心了。坏蛋，就会欺负人，这种问题叫人家怎么回答吗？古潇潇坐起身，看似生气地瞪了他一眼，实则眼眸里闪烁着藏不住的爱意。宁天坏笑道，潇潇乖，我就想听你亲口说愿意。咦，这坏蛋怎么还喜欢这种小调调？难道不知女孩子是要矜持的吗？况且自己不是一直都一……可恶！古潇潇只觉得脸颊很烫很烫，那抹羞意根本藏不住，她不想说，却又不敢不说。而且眼前人是自己未来的夫君，迟早也会有这么一天的。缓了缓，她压下羞涩，在宁天耳畔轻声回应了一句。得到满意的答案，宁天脸上的笑容愈发狡黠，看得古潇潇小心肝扑通扑通的一阵乱跳。丫头，那我们说定了，下次相见你就彻底数。望着低眉垂首满脸娇羞的古潇潇，宁天情不自禁地咽了咽口水，一把将拉了过来。你又要干嘛呀？你说呢？坏蛋！半个时辰后，宁天神清气爽地走出后院，恰巧撞见从另一侧走来的秦烟，四目相对。哼！秦烟柳眉微蹙，轻哼一声，那张绝美的容颜上布满了不悦，丝毫没有搭理他的意思，扭着纤细的小蛮腰径直离去。这女人还在生气。望着她渐行渐远的倩影，宁天不由得回想起昨天的大胆画面，嘴角不自觉地勾起一抹怪笑。等着吧，巅峰圣王又如何？不久的将来，定要让你乖乖臣服在……宁天心情美滋滋地出了聚宝楼，漫步在凌霄城的街道上，浑然不知有两双眼睛盯上了他。不远处的墙角下站着两道身影。大哥，这小子气质不凡，又是从聚宝楼出来的，我们都蹲守大半天了，不如救他吧。瘦弱男子盯着宁天的背影，对身旁的络腮胡大汉说道。大汉似乎也等得不耐烦了，想都没想便点头同意。两人悄悄跟上了宁天的身后。宁天仿佛毫无察觉，走走停停，很快便出了城门。只是他并没有像往常那样立刻腾空而起，而是慢悠悠地朝着城外走去。一前一后，三人来到一片荒地。身后的两名男子似乎察觉到了异样，当即发出阵阵怪异的声响。小子，你是真傻还是假傻？明明知道被跟踪，竟然还敢来这荒山野岭。识相的就老实点，否则有你好受。听到声音，宁天就像是受到了大惊喜，猛地回头看向身后的两个陌生人，脸上全是惊恐之色。两位大哥，你们在说什么？为何要跟踪我？这是怎么回事？瘦弱男子与络腮胡大汉面面相觑，满脸狐疑。两人原本以为宁天早已察觉他们，故意将他们引到此处，万万没料到他会是这种反应。大哥，察觉不到这小子身上的修为气息，会不会有诈？男子低声说道，看向宁天的眼神有些警惕。大汉却摇了摇头，笃定道：瞧着不像，即便真有诈又如何？这小子看着也就20出头，难不成还能在我们二人手中耍花招？话虽如此，可男子眼中的警惕依旧未减。小子，我们刚回青州，不想多生事端，你若是想安分，留你小命也不是不可以。络腮胡大汉阴恻恻地笑道，那语气可谓是嚣张得很。这要是以往，宁天见到有比自己还要嚣张的人，肯定会不屑一笑，并给对方点颜色瞧瞧。可此刻却完全不同，他非但没有一丝桀骜，反倒浑身哆哆嗦嗦，脸上布满了惊恐之色。这位大哥，有何吩咐尽管开口，只要不伤害我，我保证老老实实的。见他如此上道，大汉颇为满意，随即故作疑惑地追问：我听说前几天聚宝楼举办了场震动青州的拍卖会，你先前从里面出来，是不是也得到了什么稀世宝物？宁天连连摇头，狡辩道：大哥说笑了，我只是路过进去看看，哪有什么宝物？况且您看我这样，像是能拍得起宝物的人吗？求两位大哥高抬贵手放了我吧，我一定感谢你们祖宗108代。小子，给我老实点！大汉见他竟敢打马虎眼，顿时勃然大怒，体内倾泻出一股强悍的气息，赶紧交出储物件，否则本大爷一掌拍死你！靠！生死近后期，感受着身上的威压，宁天嘴角忍不住抽了抽，无语到了极点。先前因为无法看穿两人的底细，他便玩心大起，想着扮猪吃老虎，结果就这，简直浪费口水。既然这样的话，宁天眼珠一转，脸上再度浮现出又惊又惧的神情，战战兢兢地说道：大哥息怒，我教
我立马就交，您千万别动气啊。说着，他取出储物戒，小心翼翼地朝着大汉走去。不错不错，你这小子倒是个识时务的聪明人。大汉不知是太自信，还是脑子有坑，没有丝毫警惕之心，迈步上前便要去接触物件，而身后一直紧盯着宁天的瘦弱男子却突然眉头紧锁。这小子看着吓得魂不附体，为何眼中透出的神情如此怪异，就像是阴谋得逞的戏谑？难道意识到某种可能性，他当即冲着大汉扬声喝道：大哥，这小子有诈，别过去。老弟，你就是太……大汉扭头正想嘲笑他多心，身上却突然被一股狂暴的气息笼罩。他猛地回头，仿佛见到了什么大恐怖一样，脸色瞬间惨白如纸，失声惊呼：你小子竟然也是生死境！现在才知道，太晚了。宁天咧嘴一笑，不等大汉反应过来，抬手便是一拳，毫无保留地朝着他的腹部轰去。随着砰的一声，大汉甚至没能发出一声惨叫，数百斤的身躯直接四分五裂，血腥场景令人毛骨悚然。不远处的瘦弱男子看得目瞪口呆，脸上全是不敢相信。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大哥可是生死境后期强者，寻常后期修士都不是他的对手。这个生死境初期的毛头小子，竟然一拳就将他给秒杀了。震撼，不可思议。不对，如此年纪便达到了这等境界，战力还如此恐怖，莫非是青州年轻一辈的天之骄子？怕是错不了了。想到这里，男子差点被吓尿了，悔恨不已。他们带着任务刚回青州2天，恰巧来到凌霄城，听闻聚宝楼是青州最大的拍卖行，便起了邪念，想着在那蹲守抢夺宝物。没想到蹲了半天，竟碰见了一个扮猪吃老虎的硬茬子。有没有这么倒霉啊？连大哥都扛不住对方一击，生死境中期的自己肯定毫无胜算。此刻男子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跑。然而他刚有所动作之际，一道充满玩味的声音忽然飘了起来：惹了我就想跑，世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男子闻声而动，转身欲逃，岂料迎面而来的却是一个沙包大的拳头。啊！惨叫声中，他毫无悬念的被瞬间轰飞出去，重重砸落在地。大哥，大爷，饶命啊！男子倒地不起，鲜血不断从嘴角涌出，望着步步紧逼的宁天，连连求饶。宁天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他，满是戏谑：说说吧，你们刚才说刚回青州是什么意思？你们是谁？什么身份？来自何方？我说了，你能否饶我一命？男子哆哆嗦嗦地问道。宁天笑道：只要你说的内容能让我满意，倒是可以考虑考虑。看着他这副嘴脸，男子心里并不怎么相信他的话，可眼下无路可退，只能赌一把。他小心翼翼地开口：您可知暴乱海域？你们不会是散人联盟的人吧？宁天满脸狐疑地盯着他。男子小鸡啄米般连连点头：卧槽，竟然真的是散人联盟。暴乱海域是众所周知的罪恶之地，是穷凶极恶之徒的天堂，坐落于青州100万里外的浩瀚海域之上。而称霸那里的势力，正是万年前祸乱青州，被各大势力联手驱逐出青州的散人联盟。宁天接着追问：说说你们此次回来的目的？男子面露难色，欲言又止。毕竟此事关系重大，一旦泄露，他必定会被联盟清算。你确定不说？宁天眼神微眯，语气愈发冰冷，吓得男子浑身一颤，索性不再隐瞒。等能逃过眼前一劫，事后找个地方藏起来，联盟应该不会为了自己这个可有可无的小人物大动干戈。他随即解释道：我们这次回来是奉盟主之命拉拢天下散修，为不久后的复仇大计提前做准备。果然如此，这散人联盟手笔当真不小，先是拉拢九幽魔教教主力无极，如今又图谋拉拢其他散修。宁天暗暗沉思，忽然想到一事，又问道：你们散人联盟如今有多少位准地强者？算上盟主与副盟主，不下10位。男子直接脱口而出：什么？10位？宁天心头一震，满脸错愕。他虽然想过散人联盟恢复了元气，可万万没想到他们的整体实力竟比万年前还要恐怖。不提暗处，青州明面上也就不到10尊准地啊，局势有点不容乐观了。这位大爷，我知道的都已经说了，您看还满意吗？可否饶我一条小命？男子望着正在沉思的宁天，用着小心翼翼的语气开口。宁天笑道：不错，挺满意的。听到这话，男子不禁松了口气。可就在他以为自己能逃过一劫时，突然察觉一股令人窒息的气息笼罩而来。你说过放我的，你不讲信用！男子又惊又怒地嘶吼道。怎料回应他的却是一只大脚，随着砰的一声，他整个人直接被踩成了一团血雾。天真的小反派！宁天满脸戏谑地笑了笑，抬手一挥，
将地面上的2枚储物戒收了过来。神识往里一扫，当场就无语住了。穷，简直穷到没眼看。储物戒里除了有几十万灵石，其余的全是些低阶垃圾，甚至连一部像样的功法都没有。看来即便是强大的散人联盟，底层弟子也不好混啊，不然这2人也不会在执行任务时打劫他人。宁天将储物戒内的灵石取出，其余东西连看都没看一眼，像丢垃圾一样随手丢掉。正当他准备转身离开之际，荒地四周忽然传来一阵鼓掌声，紧接着又响起一道带着玩味的声音：啪啪啪！不愧是师兄，把言而无信演绎得淋漓尽致。宁天眉头微跳，循声望去，当瞧见踏空而来的白衣年轻人时，不由得轻笑出声：我当是谁呢？原来是赵师弟啊！不知赵师弟鬼鬼祟祟跟着我，所谓何事？赵不凡淡淡道：师兄多虑了，师弟我正巧路过此地，见你随意残害无辜，过来看看罢了。呵，宁天怎么可能相信这番托辞？赵不凡这段时间神神秘秘的，连个影子都见不着，如今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用脚想也知道没安好心。他随即冷笑道：少装模作样了，有屁就赶紧放，本圣子可没时间跟你磨叽。师兄还真是一如既往的嚣张啊。赵不凡淡淡一笑，望着宁天的眼神就像是在看一个死人。虽然不知你是真傻还是假傻，但有一点可以明确告诉你，这片荒地便是你的埋骨之地。就凭你？宁天满脸不屑，严重怀疑这家伙是不是脑子有问题，连他一击都扛不住，竟然还敢主动跳出来找事。难道真以为是宗主的弟子，他就不敢下杀手？然而他的话刚说完，一股暴力至极的气息顿时扑面而来。魔威，圣人境，这怎么可能？宁天罕见的惊呼出声，眼中弥漫着难以置信的震惊。只见赵不凡身上居然激荡起一股来自圣人境的恐怖威压。如何？现在觉得我有没有能力将你留在这里？赵不凡缓缓张开双臂，身上的威压愈发恐怖，四周的空间都被震得扭曲变形，连不远处的宁天都被波及，脚下不自觉地后退了几步。有没有这么离谱？宁天眉头紧锁，神情凝重。他承认赵不凡的天赋不差，但即便再强，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突破到圣人境。毕竟距离2人上次交手也就过了不到1年，对方当时还只是道宫境巅峰，眼下竟跨越了4个大境界，这速度比拥有系统的他还要猛，太不可思议了。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洗白弱3分，黑化强10倍？等等，不对，这家伙身上的魔威似乎与魔修的有所不同，掺杂着一股令人毛骨悚然的暴力与嗜血气息。宁天脑海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怀疑起了什么，抬眸望向凌空而立的赵不凡，试探性问道：前段时间宗门弟子遭遇邪修残害，此事不会与你有关吧？赵不凡没有搭话，就这么与他相视，神情里的玩味毫不掩饰靠，十有八九就是这家伙干的。这样一来，所有事情便都能解释通了。宁天当初还疑惑宗门出现邪修残杀弟子，为何迟迟不公布真相，如今想来，肯定是宝贝师尊与宗主发现了凶手是赵不凡，为了不把事情闹大，才特意压了下来。因为赵不凡的身份敏感，是李建生的亲传弟子，一旦他堕入邪道的消息传出，整个天眼道宗都将沦为世间修士的笑柄。不过他是怎么从宝贝师尊与李建生的追捕中逃脱的？还有他究竟杀了多少人，才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连续突破4个大境界？这邪道功法真有逆天。宁天虽然早有耳闻邪道修士以修士精血修炼能快速突破境界，但如今亲眼所见，还是被深深震撼到了。宁天，为了杀你，我付出了太多太多，今日你我之间的新仇旧怨也该做个了断了。赵不凡凝视着宁天，恨不得立即将其碎尸万段。他加入天眼道宗，拜入师尊门下，用了整整10年时间，才从外门弟子一步步爬到宗门最强天骄的位置，距离圣子之位仅差1步之遥。可宁天来了之后，一切都变了。对方的天赋不仅远胜于自己，还成了太上长老这尊准帝的亲传弟子，仅用1年时间便将他昔日的辉煌尽数夺走，甚至还在他即将登临圣子之位的大典上，仅凭一击将他击败，硬生生夺走原本属于他的圣子之位。不甘，他不甘心啊！赵不凡越想越气，怒视着宁天咆哮道：地位、身份，你明明都有了，为什么还要跟我抢圣子之位？这究竟是为什么？咆哮间，笼罩四周的威压愈发恐怖，荒地四周的空间再度泛起阵阵涟漪。乖乖，这就是圣人境的气势，还真他妈骇人！宁天忍不住咽了咽口水，要说不慌，那绝对是不可能的。毕竟3个大境界的差距摆在那里，即便是运气爆棚的天命主角来了，恐怕也得含恨而死。不行，硬拼是傻子才做的事，必须赶紧想办法逃离这里。宁天故作淡定地笑道：嗨呀，师弟啊，
你看又急了不是？我们同门一场，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不就是圣子之位吗？回去后我让给你就是，何必如此大动干戈呢？回去，你觉得我还回得去吗？赵不凡自嘲一笑，他暗中谋害宗门近100名弟子，并且还堕入邪道，若非仗着逆天秘术侥幸逃脱，当时就被师尊清理门户了。如今要是回宗，无异于自寻死路，而且即便真有改过自新的机会，他也没有回头路了。小子，别废话了，赶紧宰了他，然后找个地方闭关。本大人助你炼化魔心，登临天地巅峰。阴恻恻的诡异声响突然在脑海中回荡。赵不凡面色不变，目视宁天，眼底翻涌起一抹杀意。宁天，你的死期到了。话音未落，轰隆，他已然拍出一掌，魔威翻涌间汇聚出一只遮天巨手，径直朝着宁天俯冲而下。卧槽，这丫的来真的啊！宁天没料到他既然说动手就动手，当即催动神行御空术，身化一道流光，朝着反方向遁去。想跑？赵不凡面露不屑，脚下踏出玄奥步法，眨眼间消失在原地。不过他并没有急着杀了宁天，而是不紧不慢地跟在对方身后，用着言语不断讥讽。师兄，可还记得这些年你是如何在我面前耀武扬威的？怕是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会像丧家之犬一样逃窜吧？放心，看在同门一场的份上，师弟我给你一次逃跑的机会，不过只有一次，要是跑慢了，待会的下场可是会很惨的。马德，这狗东西还真贱啊！宁天不爽到了极点，向来都是他仗势欺人，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戏耍？若非双方实力差距太悬殊，他早就将赵不凡碾死了。看来只能拼一下了。宁天无奈不已，虽说身上有宝贝师尊的神魂印记，可想触发只有濒临死亡的瞬间，虽然不致死，但可能因此身受重伤，这也是他非要跑路的最大原因。可眼下没办法了，高傲的他实在是忍不了这种猫戏老鼠的感觉。宁天猛地悬停身形，转身看向后方的赵不凡，我倒要瞧瞧成就圣人境后的你究竟有多强。正有此意，也让我看看师兄这段时间是否有长进。赵不凡见他摆出拼命的架势，瞬间玩心大起。曾几何时，他还是那个要避其锋芒的弱者，如今宁天在他眼中只是随手可捏死的蝼蚁。这种掌控他人生死的感觉简直不要太爽。瞧见对方满脸小觑的模样，宁天又气又怒，也不再废话，缓缓抬起右手，心中默念大荒求天旨。咔嚓，细微声骤起，身后的空间陡然破碎。轰隆隆，一道漆黑如墨的通天巨指缓缓从中探出，无上威压笼罩方圆100里，天地间的灵气都为之凝固。你竟然有地级功法！原本漫不经心的赵不凡感受到巨指散发出的恐怖气息，眼中瞬间泛起浓浓的贪婪之色。他没想到宁天还身怀这等无上杀招，仅仅气势就如此恐怖，莫非是太上长老传的？前所未有的羡慕与嫉妒涌上心头。若是能将这功法抢过来，自己的战力必将再上一个台阶。赵不凡难以抑制心中的贪念，玩心尽失，只想速战速决夺取功法。他再度拍出一掌，圣人之威席卷云霄，魔威浩荡间，遮天魔掌再现，携带恐怖魔威，径直往俯冲而来的通天巨指杀去。咚，两者相撞间，轰鸣声震耳欲聋。奈何双方实力差距太过悬殊，即便大荒求天指乃是无上杀招，也难以抵御圣人之威，表面迅速布满蛛网般裂痕，砰的一声崩稀瓦解。而那只魔掌气势仅减弱几分，依旧朝着宁天冲去。卧槽，好强！宁天连忙施展身法躲闪，却仍被余威波及，整个人不受控制的砸向地面，激起漫天烟尘。苍天霸体果然名不虚传，竟然这样都不死。赵不凡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从深坑中爬起的宁天，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之色。他刚刚可是倾尽了全力，圣人之下无人能挡，而只是生死境初期的宁天竟凭借霸体之力硬生生扛了下来。由此可见，对方应该将苍天霸体修炼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不过那又能如何呢？在自己这位圣人面前，终究是个蝼蚁罢了。赵不凡咧嘴大笑，笑得极其嚣张，可把宁天气坏了。这还是他首次感到如此的憋屈。一时间，他心中的杀意彻底被点燃，冲着赵不凡阴阳怪气的讥讽道：不是苍天霸体强，是你这圣人境修为的水分太大。赵不凡脸上的笑容一僵，脸色变幻不定，也不知是不是戳中了某种真相，瞬间暴怒。好好好，既然你急着找死，那我便成全你。言罢，他屈指一点，一道蕴含恐怖魔威的黑芒破空而出，径直朝着宁天击射而去。见状，宁天非但不惧，反而露出一抹欣慰的笑容，当即催动全身灵力护住周身。然而就在他等待黑芒击中自己，触发神魂印记，宝贝师尊强势降临救场的千钧一发之际，
虚空之上突然响起一道威严无比的呵斥声：“混账东西，你当真要一条道走到黑不成？”下一秒，一位身穿黑袍、相貌堂堂的中年男子凭空出现在宁天身前。他那双犀利的眼眸扫了一眼黑芒，那道强横无匹的黑芒竟瞬间消散，没留下丝毫气息，仿佛从未出现过。宗主，师尊。当亲来人是李建生时，宁天与赵不凡同时惊呼出声，只是后者的语气中弥漫着难以掩饰的惊慌与恐惧。赵不凡赶忙在心中质问道：“你不是说会掩盖我身上的气息吗？为何师尊还能找到我？”略带不满的阴森之声回荡脑海。本大人早就提醒过你，掩盖气息的前提是不得动用修为。先前让你赶紧解决那小子，是你自己没事找事，一拖再拖，如今还敢责怪本大人。赵不凡闻言又气又怒，正欲反驳，李建生那冰冷至极的声音再度传来：“混账，事到如今你还不知错吗？我不过是想夺回属于自己的东西，何错之有？混账，为一己私欲堕入邪道，残害同门弟子，你可知罪孽有多重？到了现在就没有半分悔悟之意。我又没错，为何要悔悟？”阵阵反驳与怒喝声在荒地上空回荡，久久不绝。李建生的突然出现是赵不凡始料未及的，毕竟对方是他的师尊，有恐惧是难免的。可在师尊气势汹汹的呵斥之下，他心中的愤怒同样被点燃了。赵不凡不忿道：“你当初亲口许诺会让我登临圣子之位，为何出尔反尔，将这位置给宁天？就因为这点事，你就自甘堕落？”李建生怒不可遏，指着他鼻子破口大骂：“宁天实力远胜你，更凭一己之力化解天武城危机，他当圣子合情合理。你若不服，就堂堂正正的靠自身实力战胜他，将圣子之位夺回来。可你呢，竟然因为一点小挫折自暴自弃，从名门正道投身邪魔歪道，为师都替你感到悲哀。”这番话很刺耳，也很难听。赵不凡双手紧握成拳，眼中怨恨无比，却无力反驳，因为全是事实。他的确自暴自弃了，但他也不想啊。宁天的天赋太恐怖，仅用短短5-6年便一路绝尘，遥遥领先所有人，强到令他发指，让他生出前所未有的惶恐。因为来自天赋的差距，绝非后天苦修能弥补。为了圣子之位，为了未来能继承宗主宝座，他煞费苦心，日夜苦修，岂能甘心将多年的谋划拱手让人？因此别无选择，只有走旁门左道，才能快速提升修为。可赵不凡万万没料到，一时疏忽，竟让残害同门的罪行败露，导致多年心血全部付诸东流，如今甚至连宗门都不敢回去半步。唉，李建生轻叹一声，他从未想过自己倾囊相授，视作未来继承人培养的得意弟子，竟会走到这般地步，心中可谓是无奈至极。他看向赵不凡，语气缓和了些：“现在随为师回去跟太上长老请罪，或许还有转机的机会。我杀了那么多人，还有回去的资格？”赵不凡忍不住自嘲一句。李建生说道：“趁现在还来得及，只要你肯回头，为师向你保证，就算没有资格，为师也会替你争取。”啧啧，竟然还愿意给赵不凡机会，还不如直接砍了一了百了。这种不听话的徒儿留着有什么用？宁天站在不远处当起了吃瓜群众，目光在师徒二人身上来回打量，全然忘了自己才是那个最可恶的逆徒。而赵不凡并没有因为李建生的好言相劝适可而止，眼神频频闪烁，像是在权衡利弊。这时那道阴恻恻的诡异声又在他的脑海里回荡：“结，小子，这头可不好回啊！别忘了，你如今可是邪修，对面那人虽是你师尊，但也是正道宗门的宗主。你觉得他真能保你一世？即便现在能保，来日你邪修身份暴露，身为宗主的他，为了宗门声誉，难道不会清理门户，给门中弟子一个交代？”这话正中赵不凡目前的顾虑。师尊乃是天眼道宗宗主，圣级强者，世间顶尖的那一小撮大人物，最看重的便是声誉。自己如今成了臭名昭著，人人喊打的邪修，辱没了他的颜面。眼下可能无事，日后呢？除非永远不暴露，但这可能吗？沉思间，那诡异的声音又继续诱导：“你如今已是名副其实的圣人强者，不比曾经强上百倍，何必留念曾经？而且有本大人的相助，你迟早能更进一步，乃至登临天地之巅。来，拒绝他，本大人带你离开此地。”魔音般的蛊惑在耳边不断回荡，似是唤醒了赵不凡内心深处的某种欲望，呼吸渐渐急促起来。不错，回天眼道宗做什么？自己现在是圣人，天地之大，何处去不得？为何还要受宗门束缚？今日来此也只是为了斩杀仇敌宁天，竟然差点被师尊忽悠了。凡儿，你可考虑清楚，是否愿意随为师回去？李建生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期待。然而
早已被执念与欲望冲昏头脑的赵不凡怎么可能听得进去？师尊，抱歉，弟子已经有了更好的选择，就不跟你回去了。言罢，赵不凡腾空而起，就想逃离。混账东西，你真要逼为师动手？李建生怒火陡然大起，完全没料到曾经乖巧听话的弟子到了此刻仍不知悔改。他体内猛然激荡起一股恐怖圣威，方圆万里的空间瞬间被禁锢。已逃出千里之外的赵不凡如同被无形的大手捏住，硬生生定在虚空中，动弹不得半分。为师最后问你一遍，究竟回不回去？李建生转瞬间便挡在他身前。赵不凡惊慌不已，在心中大喊：我师尊来了，快带我离开！诡异声音说道：将你的心神放开，本大人给你灌输无上伟力。还要放开心神？你不会再打什么小心思吧？赵不凡眉头紧锁，满脸警惕。心神可是修士最重要的地方，岂是说放开就能放开的？万一这家伙趁机夺舍，自己怎么办？那声音有些不耐烦地骂道：你这小子真是不识抬举，以本大人的强大，真要对你不利，何须如此麻烦？闻言，赵不凡一想，感觉有道理。这声音的主人乃是一尊绝世强者，如果想对自己做什么，当初就能下手，何必等到现在？只能搏一搏了。毕竟话已经说开，他等同于叛宗，师尊肯定不会轻易放过自己。想到这里，赵不凡不再犹豫，当即放开心神，并催促道：快助我！姐，本大人这就带你逃离。怎料下一秒，赵不凡突然发出一阵凄厉的惨叫声。啊！你在做什么？他只觉得有股恐怖至极的力量正疯狂冲击着自己的心神，疼得他神魂欲裂，双手死死抱头，双目怒睁，血丝遍布。凡儿，你这是怎么了？李建生和后面赶来的宁天望着跪倒在半空中的赵不凡，皆是眉头紧锁，满脸狐疑。而双目血红的赵不凡正在嘶吼怒骂：该死的家伙，你不讲信用！信用！本大人早就和你说过，邪道之人向来自私自利，入了此道，只能相信自己。是你小子太天真了。闻听此言，赵不凡只觉欲哭无泪。数月前，他无意间闯入一处古遗址，获得一颗蕴含邪道强者毕生力量的魔心，仅炼化些许，便让他修为飙升至圣人境初期。可随之而来的却是挥之不去的梦魇。那魔心之中，竟藏着由那位强者不甘执念凝聚而成的邪念，也就是脑海里的声音，自称什么血魔大人。刚开始，赵不凡还时刻防备着对方，可相处一段时间后，见对方不仅毫无恶意，反而还屡屡相助自己，便渐渐卸下了警惕。万万没想到，只是一次轻信，这邪念便瞬间暴露出了獠牙。该死！他恨自己的愚蠢，他不甘原本的大好前程就此断送，可此刻已无力回天。血魔的力量太恐怖，他的心神已然濒临崩溃。赵不凡艰难望向李建生，用着哀求的语气喊道：师尊，弟子知错了，辜负了您的厚望，求您速速了结弟子，弟子正被一道邪念夺舍。夺舍！李建生先是一愣，转瞬便勃然大怒。圣王后期的恐怖气息骤然席卷苍穹，震得方圆万里的天地巨战。何方孽障，竟敢夺舍本宗主弟子？话音未落，他磅礴的神魂力量汹涌而出，径直涌入赵不凡的识海。识海之中早已被黑暗笼罩，有道看不清真容的身影正疯狂冲击着赵不凡的心神壁垒。而敢！李建生怒不可遏，欲以绝对力量将其镇压。可下一秒，那道身影周身激荡出一股滔天煞气，恐怖的威势竟直接将他的神魂震了出来。怎么可能？神魂回归本体，李建生面露惊色。他乃圣王境后期修为，对方竟然仅凭气势便将自己逼退。李建生疑惑重重，但容不得他细想，因为眼下的情况太过危急。他再度逼近赵不凡，然而终究还是晚了一步。原本疯狂挣扎嘶吼的赵不凡神情突然变得呆滞，紧接着一抹猩红从中一闪而过。狂傲的笑声自赵不凡口中炸响，他周身气息陡然大变，变得恐怖至极，难以形容。那股暴力气息的主人仿佛是从无数尸山血海走出的杀神，余威劲震的四周空间阵阵扭曲，险些崩塌。明明只是圣王境初期，为何气势如此骇人？李建生手握地兵，目光如炬，凝视着对方，沉声道：你是何人？为何要夺舍本宗主的弟子？你可以称呼我为血魔大人。血魔因笑出声，语气带着几分戏谑。反而会堕入邪道，是你在暗中捣的鬼？李建生追问。不。血魔摆了摆手，怪笑道：是那小子太渴望变强，若非他主动炼化无主魔心，本大人也无法重见天日。原本还想等他彻底炼化魔心再行夺舍，却没想到你的突然出现让他乱了方寸，主动放开了心神。说起来，本大人能如此轻易的夺舍成功，还得多谢你啊。
闻听此言，李建生又惊又怒，他万万没想到，竟然是自己亲手害了凡儿。他好不容易才求得太上长老放凡儿一马，可最终凡儿却因他滔天的怒火难以抑制。轰隆隆，李建生毫无保留地释放出全部力量，身形化作一道流光，瞬间逼近血魔。本宗主今日定要拿你神魂为凡儿祭天。抱歉，本大人现在可没闲工夫陪你玩。血魔嗤笑一声，随手撕裂一道空间裂缝，跳了进去。休走！李建生毫不犹豫地紧随其后，追进了裂缝之中。喂，这就走了？躲在下方观战的宁天望着两人相继消失的身影，脸上的表情要多懵逼就有多懵逼。赵不凡突然现身，展露圣人境修为，把他追得狼狈不已。紧接着李建生登场，他本以为会是一场逆徒叛宗，师尊震怒之下斩逆徒的精彩大戏，结果半路又杀出个血魔，直接把赵不凡给夺舍了。有没有搞错啊？这剧情也太离谱了吧，简直令人忍不住想笑。不过那血魔口中的魔心究竟是什么东西？难道赵不凡能在数月间修为暴涨，全靠这颗魔心？宁天摸着下巴暗自思忖，他觉得可能性极大。邪道修士虽有快速提升修为的秘法，但短短数月连升4个大境界，实在太离谱了。即便他身为穿越者，有系统加持，也难以办到，更别提这些土著修士了。而且真有这种逆天秘术，这天地怕是早就乱套了。因此基本能肯定，赵不凡能突破，皆是因为那颗魔心的缘故。要是自己，算了，还是别搞事了。血魔散发出的气息骇人至极，现在去招惹他，无异于自寻死路，还是等日后实力足够了再说吧。眼下还是先回去重重宝贝师尊，10几天没见，再不回去，这位大美人怕是又要闹小性子了。不多时，宁天马不停蹄地赶回了天眼道宗，直奔明月峰，熟门熟路地来到了晚清仙子的洞府外。他推门而入，下一秒便眼前一亮，不知是不是宝贝师尊知道自己回来了。只见他此刻正斜倚在宝椅上，身上披着一袭紫色薄纱裙，玉手轻撑着下巴，赤着双足，绝美的俏脸上还挂着慵懒之色。哎呦我去，瞧瞧这副傲娇小模样，简直了！宁天情不自禁地咽了咽口水，连忙凑上前去，装模作样地行了一礼：“徒儿拜见师尊大人。”穆婉清抬眸瞥了他一眼，朱唇轻启，悦耳动听的清冷声里带着几分阴阳怪气。哟，大忙人还知道回来啊？面对宝贝师尊的质问，早有准备的宁天怎么可能慌？小情话那是张口就来。师尊大人，瞧您这话说的，这有为徒儿日思夜想的绝世大美人，哪能不回来啊？呵，穆婉清毫无动容，唇边还勾起一抹不屑的冷笑，以示自己此刻的不满。那就解释一下，最近又去哪鬼混了？要是解释不清楚，休怪为师将你轰出去。哟呵，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宁天原本以为傲娇的宝贝师尊会像往常那样装一装，完全没料到现在毫不掩饰，一开口便是醋意满满。不过惊讶归惊讶，这可难不倒他。宁天清了清嗓子，信誓旦旦地说道：“师尊大人，您这可就误会徒儿了。前些天青州最大的拍卖行开启了年度拍卖会，徒儿去逛了逛。至于为何现在才回来，是因为途中发现一件大秘密，才耽搁了。可恶呀！鬼混就鬼混吧，竟然都开始敷衍自己了。”穆婉清委屈的懒得开口，用着那双似秋水般的美眸，紧紧盯着惹自己生气的逆徒。那气恼的小模样，似乎是在掂量要不要直接动手揍他一顿，好消消心头火气。宁天见他不相信，甚至还有抽自己的举动，心里难免有点发虚。这要是以前，他早上去狠狠教训调皮的宝贝师尊，以镇夫纲了。但现在可不敢，没有子母谷这张底牌的压制，吃醋的宝贝师尊是很吓人的。不哄好他的话，别说干美事了，赶上前就会收拾你。想到这儿，宁天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当即将拍卖会拍来的3件宝物拿出来给宝贝师尊瞧瞧，接着又把九幽魔教和散人联盟之事一五一十道来，甚至连赵不凡追杀自己都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紧接着让宁天心里暖暖的一幕发生了。原本委屈不已，怀疑逆徒又在欺骗自己的穆婉清，当得知他途中被赵不凡追杀后，噌的一下坐直了身子，绝美的脸上布满了惊慌。你没事吧？有没有伤着？这李建生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何到现在都没有处理好赵不凡一事？说着，穆婉清的美眸中闪过一抹温怒。当初知晓赵不凡堕入邪道，暗中残害门中弟子，他原本是想将其当场斩杀，以儆效尤的。是李建生苦苦哀求，并信誓旦旦的保证会把事情妥善处理好。看在他们2人是师尊份上，他这才心软答应。结果过去了这么久，事情不仅没解决，赵不凡还成了圣人，伏击自己的逆徒。生气，穆婉清此刻真的很生气。逆徒可是他的心肝宝贝，是让他又气又爱的男人，
不允许任何人伤其半分。师尊大人消消气，徒儿没事。看着满脸担忧自己的宝贝师尊，宁天心里别提有多美了，连忙补充道。后来是宗主及时救场，赵不凡被夺舍，惨死在一个身份不明的血魔手中。夺舍？血魔？穆婉清柳眉轻轻皱了皱，虽有疑惑，但是并没有多问，只要逆徒没事，至于其他的，他才懒得理会。悄悄松了口气，他重新慵懒地斜倚回宝椅上，玉手轻撑着侧脸，用着满是幽怨的眼神，直勾勾地盯着宁天。啧，宝贝师尊这小眼神，当真是勾魂夺魄啊！宁天咽了咽口水，还有好奇的他强行压住那股冲动，问道：“师尊大人，您不担心去追杀血魔的宗主出事和即将卷土归来的散人联盟？”我为何要担心？穆婉清眨了眨美眸，俏脸上漫不经心。李建生要是斗不过那个血魔，肯定会联系他相助，既然没有联系，便是能独自应对。至于散人联盟，更不慌好吧？这不是自大，而是自信。万年前由散人联盟发起的大暴乱，穆婉清便是与之一战中的一员。那时他还只是巅峰圣王，对手则是一个叫什么青阳准帝来着，最后还不是他险胜一招。如今以他的实力，只要不是消失已久的大地清灵，完全不需要担心。赶回来再与之一战又何妨？区区跳梁小丑罢了，不足为虑。我去，这高傲劲也太诱人了吧！宁天眼睛一亮，他最喜欢宝贝师尊什么？就是这副谁也不放在眼里，高高在上的傲娇样了。因为欺负起来简直不要太。他极力稳住那股躁动的心，板着脸故作不悦的呵斥：“师尊大人，散人联盟可是有着不下10位准帝，您怎能如此轻视对手呢？不知道骄兵自败吗？”没大没小。穆婉清忍不住翻了个白眼，对逆徒反过来教育自己的行为感到有些不开心。可下一秒，原本镇定自若的他又猛地坐起身，满脸警惕地瞪着某人：“逆徒，你站那，不许过来！”然而宁天已然来到了跟前：“师尊大人别怕，徒儿有一件礼物想送给你。”“真的？是什么？”穆婉清一怔，心中又惊又喜，望着宁天的眼神变得柔情似水，语气里更是透着难以掩饰的好奇。向来只会欺负自己的逆徒，竟然给自己准备了礼物，真的假的呀？会是什么呢？想来这礼物对自己可能没有多大作用，但还是很开心。逆徒终于知道疼自己了。见宝贝师尊这迫不及待的模样，宁天嘴角微微上扬，而后从储物界取出一部泛黄的古籍递了过去。“什么东西啊？”穆婉清有些狐疑地接过了过来。然而当瞧见古籍封面上的阴阳龙凤诀5个大字时，他那张绝美玉容上顿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泛红。他直接将其狠狠地甩回宁天身上，玉手一抬指向大门，恼羞成怒地呵斥道：“滚！现在，立刻，马上带着你的破东西滚出去！”穆婉清简直要被气坏了。单看名字，他就知道这是一部不正经的邪恶功法。亏他刚刚还以为逆徒终于开窍，知道疼自己了呢。结果啊，狗改不了吃屎，坏蛋逆徒永远也不会变好。气人，真的太气人了！师尊大人，您看，这不是又误会徒儿了？这阴阳龙凤诀可是宝贝啊！有了它，徒儿敢打包票，肯定能助您寻找到突破契机。届时别说冲击巅峰准帝了，没准直接正到成帝都有可能。宁天笑眯眯地望着自家宝贝师尊：“不要不要，你赶紧给我滚！”穆婉清气的胸口起伏不定，把头偏过一边去，才不想给他好脸色看呢。太气人了！说好的礼物，结果又骗人。现在倒好，还想故技重施糊弄他，真把他当3岁小孩啊！要知道，准帝境和前面的境界截然不同，乃是修士的分水岭，更是正道成帝的关键过渡阶段。每一个小境界的跨越，都堪比逾越一道天堑鸿沟，哪是依靠这种不正经的功法就能突破的？真要这么容易，他又怎会困在准帝后期整整5000多年？逆徒无非是变着法子想欺负他罢了，他早已看透，才不要修炼呢。然而要与不要，他说了可不算。宁天脸上的笑意愈发狡黠，脚下缓缓逼近。逆徒，你要干嘛？穆婉清紧咬朱唇瞪着他，俏脸上露出一个凶巴巴的表情，可语气并没有多强硬。师尊大人，您说徒儿想干嘛呀？才不管你想干嘛，为师还在生气，不想理你。那徒儿替您消消气好不好？不要，嘿嘿，您说了可不算。你这坏逆徒！咦，师尊大人，您刚刚是在撒娇吗？哼，自作多情。2个半时辰后，卧槽！寝宫内突然传来一声惊呼。一脸懵逼的宁天直接被一条大长腿给踹飞了出去，不偏不倚撞在大门上，随后狼狈滚落地面。逆徒，你赶紧给我滚！有多远滚多远！穆婉清端坐宝椅上，像只炸了毛的小猫咪，咬牙切齿地怒视着宁天，那模样似是受了天大的委屈。
简直太气人了。别人家的夫君见娘子生气，哪个不是百依百顺的哄着？可逆徒呢？自己越生气，他反倒变本加厉。可恶，以后再也不给他好脸色看了。师尊大人，想让徒儿滚也行，不过您得答应我一件事。宁天爬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尘土，脸上依旧挂着那副贱兮兮的笑容。哼，又吓唬他。穆婉清又气又恼，怎会不明白逆徒是借着商量的由头吓唬自己？只要他敢拒绝，逆徒指不定又要耍什么花样了。还是乖一点好，不然又要被欺负了。就像刚刚那样，想想多吓人。不过面子不能丢，必须保持镇定，否则逆徒肯定会以为自己怕他呢，到时候只会得寸进尺。定了定神，再缓一缓。穆婉清压下心头那股莫名的娇羞，摆出平日里的师尊威严，朱唇轻启，声音淡淡：“说吧，什么事？”看着宝贝师尊故作严肃的模样，宁天想笑又不敢笑，随即说道：“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是徒儿如今已是圣子，洞府却还在内门区域，内门弟子人多眼杂，平日里吵吵闹闹，便想要一座属于自己的圣子峰安心修炼。明月峰上的洞府多的是，你随便挑一个便是，至于这么麻烦吗？”穆婉清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呢。那不一样，师尊大人，您就替徒儿安排一下嘛。宁天想都没想便回绝了。他要圣子峰，可是为以后的幸福生活铺路。要是搬到明月峰，肯定会被宝贝师尊时刻盯着，届时想做些什么都会变得很麻烦。行吧，行吧。穆婉清也没多想，在他看来，只要逆徒不欺负自己，别说一座圣子峰，便是100座也没问题。宁天眼睛一亮，搓了搓手，笑眯眯道：“师尊大人，您真是太好了，徒儿这就好好感谢您。”穆婉清一怔，还没反应过来，某人呀，逆徒，为师都答应你了，你怎么又这样？婉儿乖，为夫这是奖励你，你又骗我。结。次日，宁天神清气爽地下了明月峰，径直返回自己的洞府。推门而入，便见一道白色倩影端坐在他的宝座上潜心修炼，正是他的红颜知己苏倩倩。欠着气息到宫境后期，宁天瞳孔微缩，满脸惊讶。两人上次一起修炼后，苏倩倩便陷进了入定，如今过去了大半个月，她竟然又突破了2个小境界，从到宫境初期达到了后期，这速度太不可思议了。她的天赋为何会变得如此恐怖？看来这月阴之体绝非传闻中只是个顶颅体质那么简单，否则也不可能让苏倩倩脱胎换骨，有如此惊人的蜕变。宁天望着小美人，嘴角不自觉勾起一抹温柔的笑意，自己的女人越强越好，这样也省心。随后他迈步走向洞府深处，宁天抬手一挥，地冰震月碧铠从储物戒内飞出，悬浮在他眼前。轰！狂暴的气息翻涌间，周围的空间开始扭曲起来。这真是地冰吗？为何这么强大？宁天看着通体暗黑色，表面纹路散发着紫色光芒的震月碧铠，不禁产生了一丝疑惑。地冰他不是没有见过，可从未见过如此恐怖的。在无人催动的情况下，仅仅弥漫出的一丝气息，竟能让空间产生异动。宁天好奇不已，忍不住伸手想去触摸，可在即将触碰到的瞬间，震月碧铠竟自主往后躲了开来。难道真诞生出了气灵？见到这一幕，宁天愈发惊讶，同时骨子里的征服欲也被彻底激发了出来。越是不让他碰，他偏要迎难而上。火光电闪间，宁天迅速逼近震月碧铠，大手一探，便将其牢牢抓住。哈哈，让我抓到了吧？可下一秒，宁天脸上的笑容又猛地一僵。卧槽，什么情况？只见手中的震月碧铠突然剧烈震动起来，仿佛是不满他的行为，爆发出一股难以形容的恐怖力量。还不等宁天反应，那股力量便将他团团笼罩，连一丝反抗的机会都没有，直接被震晕了过去。